大学聚会。租了个女友装一装，然而准备给钱的时候，对方直接将5000块钱塞到了我的手中。我一愣，心里想着难道不是应该我给你钱吗？你这给我5000块钱是什么意思？你戏份太多了。柳一冷声道，考虑到是首次合作，这次不扣你钱，下次你注意。说完，柳一踩着精致的高跟鞋就走了。我捧着5000块钱，整个人呆傻在了原地。这尼玛什么情况？咱俩到底是谁租谁啊？回家的路上我就低头反复琢磨这事，我越是琢磨越是觉得这事有点不对劲。首先是见面的时候，记得很清楚，约定的时间是7点。到了咖啡店后，这位叫做柳一的女人却告诉自己迟到了半个小时。接着是逛街，按理来说线下见面主要是看对方长相符不符合自己的标准，然后直入主题把价格定下来。逛街完全是多余的。最后是碰见尤红和柳一的母亲，这不论怎么看都不太像是普通的巧合，更像是提前设计好的。我挠着头，冥冥之中总觉得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但具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自己又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太对劲。回到家我打开手机，发现手机后台弹出很多 app 消息。清晨6点40分整，哎呀抱歉，高峰期堵车了，我可能晚几分钟到。清晨7点21分我到了，你穿什么款式的衣服？上午8点整人了。我看着这些消息，瞬间满脸黑线，认错人了，事情弄岔劈了。本来是租人是要花钱消费的，却没想到自己没租到人，反而把自己给租出去，消费没成功，反而小赚了一笔。现在想来，估计那个叫做柳一的女人也是认错了人。我看着手机荧幕哭笑不得。你说高兴吧，女友没租到；明天的同学聚会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你说不高兴吧，自己倒也没白跑一趟，这5000块钱赚的倒也香。我叹了一口气，心想看来是误会了，只能再重新租一个了。再次打开租女友的 app，我后背一凉，猛地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情，那就是今天尤红已经知道自己女友的长相，明天带的女友如果不是柳一，这事就败露了。我靠，这特么咋整？另一头，柳一回到自己家中，脱下外套，光着脚丫走进浴室洗澡。半晌，柳一一边歪头擦拭着湿漉漉的秀发，一边走出浴室，碰巧看见桌子上的手机显示的未接来电信息。他打开手机看了眼，是来自好友米露的12个未接来电。柳一坐在沙发上回拨了回去。什么是？柳一淡淡的道。你可急死我了，给你打那么多电话才回。米露急切的道。静音。柳一平静的道，我给你安排的那个人早上遇到高峰期，所以过去晚了。米露解释道。我知道。柳一慵懒的擦拭着秀发。你知道？你怎么知道的？他告诉我他到咖啡店时你已经不在了。米露疑惑的问道。柳一闻声擦拭秀发的动作骤然顿住。电话另一头的米露又道，你也是的，倒是等一等啊。柳一不语，满脑子都在想，既然那个男人不是米露安排的人，那他又是谁？转念一想，他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在与母亲碰面的时候，那个男人似乎认识那个叫做尤红的女人。电话里的米露见得柳一迟迟不肯说话，便焦急地问道，你说这事可怎么办啊？阿姨一直逼你嫁人，要不然我再帮你们重新安排个时间吧。柳一走出思绪道，那就这样。随后米露还没好气地补了一句，手机别静音。柳一刚要挂断电话，猛地想起来一件事。等下，怎么了？米露疑惑地问。我今天带一个男的见我妈妈。柳一淡淡的道。什么？谁？米露气急败坏的道。你把啥玩意领阿姨面前了呀？阿姨能信吗？我以为他是你介绍给我的。哈，我给你介绍的是位帅哥，那可是我精挑细选的帅哥。你是眼盲啊？给什么妖魔鬼怪在阿姨面前了呀？他也挺耐看的，不然我也不能把他领走。柳一叹了一口气，米露也是叹了一口气的。那怎么办？你有他联系方式吗？你总不能换一个人吧？柳一倍感头痛的疲惫的道。这事就先这样吧，到时再说。又一日清晨，我被手机的铃声吵起。谁呀？老同学，今天晚上聚会的事你可别忘了。我一听同学聚会的事，猛地一个机灵，瞬间睡意全无。我可告诉你了，我都跟他们说了，你这个大忙人会参加聚会，大家都很期待的，你可别整什么幺蛾子。咱们事先可是约定好的。知道了。我苦笑道，行了，晚上见吧。电话被挂断了，我疲惫的从床上坐了起来，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现在才早上的6点钟。因为聚会的事我彻夜难眠，直至凌晨4点钟才好不容易睡着，这才睡2个小时就又被噩耗惊醒。我心力交瘁的叹了一口气，捂着晕乎乎的额头倒了下去。这他妈可咋整？这世界这么大，我去哪找那个叫做柳一的女人呢？7点整我起身简单洗漱一番便出门上班，打着哈欠走进公司大门，见到我的人都会问一声马经理早，而我一边忙着打哈欠，一边笑脸礼貌回应。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伸手扯了扯领带，整个人像是个大片鸡屎一般瘫软在椅子上，借此解乏。没多久，我手下一名叫做王磊的员工推门而进。青儿，王磊道。之所以王磊敢这么称呼，是因为王磊和我是大学同学，我们不仅是同一寝室的兄弟，而且还是上下铺。敲门，那你倒是。我不耐烦的道。我靠。王磊见我眼眶有黑，惊道，你咋了？让人打了？没休息好。我疲惫的道。我看群里说你会去今晚的同学聚会。王磊惊奇的问道。我闻声眼睛睁开了，白了一眼王磊道，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吗？王磊侧着身子，一屁股坐在我的办公桌上，悄咪咪的问道，他们还说你会带女朋友，你哪有女朋友啊？你要是没有正事，别在我这磨牙烦着呢。要不王磊眼珠子一转，要不我跟我媳妇聊聊，看看她能不能给你介绍个闺蜜，应付一下场面。我想到尤红见过柳一，当即无奈的叹了一口气，算了吧。王磊一看我这模样，嘴角勾起狡猾的笑容，讥讽道，我看你怕没尤红漂亮吧？去年同学聚会我可看到尤红了，美翻了。我拍案就起，直接把王磊往出推。去，你要是没正事就别再恶心我。等下。王磊赶忙道，有正事，你能有啥正事？我一脸不相信的看着王磊，
嘿嘿，王磊渐渐一笑道：“今儿迟到了，财务扣我钱了。”我心里立马明白是咋回事了。感情这王磊是想借着自己和他私下的交情，把这迟到记录抹了。我清了清嗓子，转身坐回椅子上，淡淡的道：“你迟到财务扣你工资不是很正常吗？青儿迟到一次扣不少钱呢，你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闲职吃不上好奶粉吧？”雷子啊，我苦口婆心的道：“你说这话我不太好办啊。”王磊不是傻子，一听我说不好办，又没说不能办，当即明白怎么回事了。他把事先准备好的合同丢到我身前，没再说话。我一看嘟囔了一句：“这啥呀？”然后打开合同，昨天卖了2套别墅吗？我看着合同还有几套商品房。王磊平静的道。我闻声瞬间脾气上来了，合同一摔这就站起来了。妈的，我愤恨的骂道：“老子销售部的人迟到，跟财务有个鸡毛关系？”骂骂咧咧的我一路朝财务部走去。到了财务部我也是硬气，连门都不敲，直接推门而进。王磊迟到的事怎么算呢？我淡淡的道，甚至还歪头点燃一支香烟。财务部的小宋见得马经理来了，当即满脸黑血。马哥，这个月因为你们部门员工迟到的事，算这次你已经是第6次找我了。我嘬一口烟，淡淡的道，划了。马哥，这次真的划不了。小宋一脸为难，你也知道最近上头条来过来一个新的总裁，新上任的总裁重点把控的就是你们销售部门人员出勤的问题，怎么新上任的总裁只看出勤不看业绩呗？马哥呀，你可就别为难我，实在不行我自掏腰包还不行吗？但这真的划不了。小宋近乎央求。我一听这话瞬间笑了，我没好气的拍了拍小宋的肩膀，笑道：“你小子挺贼啊，要是你这么说那就这么着吧，你改成我迟到要扣钱，别扣我员工的钱，扣我的钱，这行吗？”小宋肩膀被我拍的是一节比一节低，那脸色比吃了屎还难看。忽然的小宋从我的身后好像看到了什么，腰板瞬间直了起来。刘总！伴随着小宋这声惊慌的刘总，我便在办公室内嗅到一股淡淡的清香，随后一串高跟鞋声渐行渐近。他走到小宋的跟前，昨天我让你统计的表格做好了吗？小宋闻声赶忙把事先准备好的表格递到柳一身前，统计好了。随即小宋便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连头都不敢抬。我瞠目结舌地看着柳一，整个人都傻眼了。半个月前我就接到消息，说是半个月后公司会空降一位新的总裁，据说这位总裁来头不小，好像跟董事会有些关系。但让我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昨天见到的那个叫做柳一的女人，竟然就是自己的上司。小宋见我浑身冒着傻气，暗地里赶紧捅了捅我的腰，并且悄声道：“马哥，马哥。”这意思很明显了，见到新上任的总裁，怎么不问好呢？好不容易的我才收回神。昨天我话音未落，柳一放下手上的表格，他抱着肩膀转头冷眼看向我：“你叫马青？”我见得柳一冷眸中那陌生的颜色有些愣神，心里合计着昨天我们见过的，怎么过了1天就记不住了？柳一偏头看向那边规规矩矩站着的小宋，淡淡的道：“他属下迟到的记录划了吧？”嘿嘿，说到底还是有过一面之缘，这新上任的总裁还是挺给面子的。然而柳一下一句话便让我的笑容僵硬住。柳一冷眼看向我，冷声道：“扣他钱双倍。”小宋弱弱的看了一眼我，虽说嘴上没说什么，但眼神却好似在告诉我：“马哥呀，这可不能怪我，谁让你得罪了新上任的总裁呢？”这还没有完，柳一看了一眼我2指间夹着的香烟，另外办公室不准许吸烟，你不知道吗？我不知说何是好。哼，看来是知道。柳一冷着俏脸又道：“明知故犯，扣双倍。”小宋你记录一下。好的，刘总。小宋无奈看了一眼，叹了口气。柳一3言2语，我1000块钱工资就这么扣没了，你来我办公室一趟。柳一说完这句话后，踩着高跟鞋就走了。我一脸懵逼的站在那。柳一冷厉风行的性格，让马青从头至尾连说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就跟昨天一样。见面之后，一直是按照柳一的意向做事，到了最后才知道彼此认错了人。小宋无比同情的看了一眼马青，好言相劝的道：“马哥，小心点吧，这个刘总脾气很差。”作为万兴集团的老员工，出入总裁办公室已经家常便饭。自从这个办公室易主后，这是马青第一次来到总裁的办公室。与以往办公室的风格不同，柳一的办公室风格非常简洁，整个办公室也只有黑白2个色调，装修风格透着一股浓厚的科技感，没有什么多余的摆件。但从这个办公室里捕捉不到任何女性的色彩，像是他那双冰眸子，除了冷漠就是冷漠，宛若一台不具备人类情感的机器人。就在马青还在打量着办公室的装修风格时，柳一走到窗边，白皙的玉手轻轻一拉窗帘的开关，就听哗啦的一声，办公室便被蒙上一层淡淡的黑纱。马青见状不禁一愣，匪夷所思地看着柳一，不明白柳一拉窗帘是什么意思。柳一踩着精致的高跟鞋走到马青身前，淡淡的道：“一会儿嘴巴一定要闭严。”马青疑惑地问：“为什么？”因为语出同时，柳一猛地抓住马青的胳膊，直接就是一记漂亮的过肩摔，容易咬到舌头。马青丝毫没有防备，整个人已经脱离地板，这已经明显超乎马青所能想象的范畴了。这样一个婀娜多姿的女人，那样修长的美腿，那样纤细的玉臂，怎么会过肩摔这种东西啊？如此貌美如花的女子，按理来讲不应该从小学一些琴棋书画之类的东西吗？怎么学空手道啊？这人咋想的呀？马青顺着柳一的力量，整个人从空中翻了个面儿，咚的一声，重重地摔在地板上。柳一宛若扣押罪犯一般，控制住马青整条臂膀，单膝死死地压在马青的腰间。昨天的事情，我不希望公司里面任何人知道。柳一冷漠的道：“你在摔我之前，这事儿还有的谈。”马青一脸痛苦的道。柳一见得马青不服，美眸一眯，手上一用力，
马青的整条臂膀宛若断裂一般，剧痛无比，冷汗唰的一下子便从额头上流了下来。你信不信明天我就能让你离开公司？柳依威胁道。马青忍着剧痛，看了一眼监控，道：那你千万别松手，松手我就报警，我能讹的你明天就多一个活店，你信吗？柳依闻声冷笑，他没想到这马青还是一块硬骨头，疼的脸部都扭曲变形了，嘴上竟然还是不服。你真觉得我缺钱？柳依冷声道。你觉得我缺工作？马青不甘示弱的，气氛僵硬住了，两个人谁也不肯示弱。这时候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刘总门外的人恭敬的道。柳依闻声不语，冰眸子死死盯视着马青，丝毫没有放手的意思。马青也是不服，就那样倔强的盯着柳依，两人谁也不肯让步。气氛僵硬的这段时间，两人又恢复些许冷静。转念一想，两人又觉得态度太过强硬，似乎也不太好。无论是谁，目前的处境都有用到对方的。昨晚马青因为同学聚会犯愁，这会儿阴差阳错之下算是见到了柳依，他还在想着有没有机会让柳依帮自己这个忙，而柳依也想着自己被父母逼婚的事儿，眼下急需一个假男友让父母死了那条心。碰巧这马青是自己的员工，如果真就把他开除了，事情反而麻烦。这时候门外的员工再次礼貌的道：刘总您在吗？思路捋清了之后，马青冷哼一声，倔强的目光这算是放过了柳依，而柳依手上的力量也渐渐放缓，淡淡的应声在。马青起身活动活动肩膀，没说什么。柳依走到窗边，拉开窗帘，抱着肩膀依靠在办公桌边，冷声道：进吧。之由员工抱着文件夹推门而进。刘总员工进屋见得马青也在，赶忙问好：马经理也在啊？马青淡淡的应声。员工先是对马青礼貌的点头，随后恭敬的对柳依道：刘总该开早会了。你先去吧。柳依淡淡的道。员工应声退室而去。员工走后，办公室内又剩下马青和柳依两个人，气氛再次恢复往常的尴尬。半晌，柳依开口道：先开早会。听得出来，开除马青的事情算是往后放一放了。马青也没说什么，转身离开柳依的办公室。回到办公区，马青坐了下来，王磊赶忙凑了过来，一脸担心的问道：七儿，什么情况？没什么。马青淡淡的道。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王磊一脸歉意的看着马青，解释道：我真不知道新上任的总裁竟然是柳依，是谁能咋的？我们部门业绩之所以这么高，都是因为我们占用个人时间去跑业绩，上班迟到几分钟能怎么着？再说了，我是销售部门的经理，就算扣钱也轮不到财务部，那边连跟我言语一声的意思都没有，直接扣钱，这算什么事儿？马青满不在乎的道：是，事儿倒是这么个事儿，可关键他可是柳依啊。王磊心有余悸的道：爱谁谁。马青态度强硬的道：或许是因为拖大了，方才被摔到的腰不小心抻到了一下，疼得马青一咧嘴，赶紧揉了揉腰间，心里埋怨着，挺好看的女人怎么学个空手道，真有煞风景。七儿啊，你可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话，兄弟我害怕呀。王磊道：出事儿我担着，你怕个毛线。马青没好气的道：我发现你今天挺奇怪的，平时你挺硬气的呀，今天这是怎么了？王磊低下头悄声道：七儿，你真没听说过柳依这个名字？怎么了？马青一脸好奇的看着眼前这个神经叨叨的王磊。柳依，新鸿集团的千金小姐。王磊看了看周围的人道：你没看见大家都在议论这事儿呢吗？新鸿集团。马青暗自一惊，新鸿集团可是国内顶级财团，没想到这个柳依竟然是新鸿集团的千金小姐。忽然的，马青脑海中灵光一闪，猛地想到昨日见到的那位中年女人，难怪看着这么眼熟。细想想，电视经常能看到她的镜头，那她既然是新鸿集团的人，为什么要来万兴集团啊？马青疑惑地问道。那就不知道了。王磊伸手把马青身子拽低了一些，悄声道：不过有一点是真的，3年前柳依被街头混混吹口哨，被调戏她臀部很翘，后来你猜怎么着了？怎么了？马青好奇地问。第2天，那小混混被逼着对着他亲生母亲吹了1天的口哨。王磊抖了抖身上的鸡皮疙瘩，道：你就细想想，这柳依的手段狠不狠？就这？马青不以为然的道。哈？王磊一脸夸张的看着马青，道：还要咋的？这不比杀了那小混混还难受啊？马青眼珠子一转，酝酿了一下，试探性的问道：这柳依就没揍他，
比如过肩摔什么的。王磊闻声，奇奇怪怪的看着马青，道：“你好像有毛病，那种绝色美女可能学过肩摔那玩意。”对啊，马青一拍大腿，附和道：“他特么会过肩摔，这事儿就特么离谱。运气不好的人就是这样，喝凉水都塞牙。”就在马青抱怨事情离谱之际，柳一刚好走了过来。众人见得柳一出现，原本议论纷纷的办公区骤然戛然而止。马青最后的那句他特么会过肩摔这事儿就特么离谱，刚好被众人收入底。不仅如此，甚至在还办公室里回荡了起来，会过肩摔就离谱，离谱，离谱谱谱。王磊见状，无奈的一巴掌呼在自己脸上，按到自己这个兄弟是彻底玩完了。柳一的意图，这时候的焦点本应该是前头的柳一身上，因为马青这道奇奇怪怪的声音，大家纷纷将有趣的目光投在马青的身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好笑表情。就这样，一个活生生的闪闪发光的大傻逼被大家的目光托起。柳一看着人群中冒着傻气的马青，冰眸子一沉，眼底闪过一道寒芒，空手道：“这不难让人联想到马青这个大嘴巴回到办公区就把他在自己办公室的遭遇公之于众。”想到这里，柳一玉拳攥了个紧，心想看来是下手轻了。马青一脸懵逼地坐在那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记得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班主任去开会了，班级里乱成一片，马青不与其同流合污，埋头做试卷，等卷纸做完了之后，这才和周围的同学互动。那时的马青喜笑颜开的刚说出一句话，班级里忽然的就静了下来，紧接着班主任就走进教室，然后抓了个马青现行。马青始终觉得大家都是故意的，教室里明明有那么多兴奋的声音，最后却唯独把马青的声音递到老师的耳朵里。马青捕捉到柳一眸中一闪而过的寒芒，当即满脸黑线。完了，他好像误会了。柳一冰冷无情地看着马青，淡淡的道：“听说你的部门业绩很耀眼，没想到你的人也很耀眼。”柳一以这种风趣幽默的方式把大家的目光从马青身上拉了回来，甚至经过这段小插曲，大家对这个新来的总裁有个好印象。柳一见得众人的目光聚集在自己身上之后，顿了一秒，开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柳一。”此话一落，下面的人纷纷开始鼓掌，马青也跟着群众鼓掌。不过他的脸色不太好看，因为他发现这个柳一似乎没有放过自己的意思，那冰冷的眸子始终盯视着自己。发现这一点的不仅是马青，马青身边的王磊也发现了。王磊见状，丢了一句：“兄弟，走好。”随即，王磊凳子往旁边一挪，彻底跟马青划开了关系，以此避免惹火烧身。马青见得自己这个落井下石的兄弟，气得恨不得一脚踹死这个畜生。柳一的自我介绍完毕后，打开手中的文件，根据文件上的报告，他先是对公司以往的业务数据进行一番简单的总结，随后再根据当前的业务数据对每个部门布置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以及任务要求。柳一的用词精简，但每句话都是直击重点。刚来公司第一天，仅凭几张数据表便能看到公司当前的问题所在，根据当前公司的问题，立即制定未来战略方向，再给各个部门分配相应的工作任务。这种强悍的业务能力不禁让大家瞬间折服。简单的说，抵达公司的不仅仅是柳一这个人，随之到的还有公司的未来。柳一演讲结束，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王磊一边鼓掌一边向身边的马青看去，悄声道：“七儿，这人很强啊。”确实，马青点了点头。尽管马青和柳一之间有些恩怨，不过不得不承认，这个柳一的业务水平是他见过的最强的。哎，王磊疑惑的道：“七儿，每个部门都给了相应的工作任务，为什么咱们销售部却没有拿到任务？”马青不语，这也是他感到奇怪的。不过，柳一那冰冷的双眸始终挂在自己身上，由此，马青觉得这不像是一件好事儿。果不其然的，在大家激动的掌声落下之后，柳一终于将矛头指向销售部。销售部，柳一不冷不热的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销售部应该是马青负责吧？”此话一落，全场的目光唰的一下子齐聚在马青的身上。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傻子都能看出来。看来这第一把火是打算落在销售部的马青头上了。顺着大家的目光，柳一终于可以明目张胆的冷眼看向马青。看来你就是销售部的经理。马青了柳一淡淡的道。是。马青不卑不亢的道。这世界上有两种人可以不用看领导眼色行事的。第一种，和领导有特别关系的人，俗称关系户。第二种，具备硬核实力的人。换而言之，这个部门没有这个人，还真就玩不转。很显然，马青第二种人。
马青每个月都能完成夸张的业绩，要得益于他那特别的管理方式。在马青面前是没有规矩而言的，只要你能完成业绩，马青就给你无限开绿灯。拿不到休假没有关系，马青帮你拿。办公室吸烟被扣钱没关系，马青帮你解决。上班迟到别扣钱没关系，马青帮你解决。也就是因为马青这极其护犊子的性格，深受销售部员工们的拥护，整个销售部门的业绩也是成倍增长。但在外人眼里就不一样，这销售部就是一群嚣张跋扈、无视规矩的流氓。所以在柳一把这第一把火烧到马青头上时，其他部门的员工一脸幸灾乐祸地看向马青，而马青手下的员工则是一脸担忧地看着自己的经理。柳一再次打开手中的文件，淡淡的道：“专科生吗？”马青平静的道。柳一合上手中的文件，平静的道：“据我了解，万兴集团的招聘规则首条规定，应聘者必须是国家重点大学毕业。”此话一落，销售部门的所有员工心里凉了一半。这事儿全公司都是知道的，马青的学历根本不符合公司招工的基本要求。马青沉默不语。如果这个柳一死心塌地用学历说事，自己还真就没有什么办法。柳一见得马青不说话，随手将手中的文件丢到桌子上，抱着肩膀，近乎用一种俯视马青的角度看着马青，似乎你们销售部门就是一个不讲规矩的部门啊，员工经常迟到、休假等等一系列违反公司规定的行为。马青闻声还是不语。对于你这些管理员工的方式，你有什么好说的吗？柳一冷声道。销售部的工作核心是什么？马青反问道。此话一落，全场哗然，是个人都能看出来，这马青是在跟柳一公开叫板，这他妈是玩火呀！王磊满脸黑线，恨不得上前掐死这个蠢货。都这节骨眼了，服软不行吗？就不论怎么看，他都不像是普通人啊。三个核心，柳一慢条斯理的道：第一，制定科学的销售目标；第二，进行专业的市场分析；第三，制定达成目标的销售策略。教科书式的答案，全场折服。你确定只有3条？马青又问。确定，柳一平静的道。迟到、休假，这些是我们销售部门的工作核心吗？马青笑道。语出同时，眸中泛起一道狡猾的光。此话一落，柳一沉默了。这个问题不好作答。如果说迟到、休假等等是销售部门的工作核心，这是和自己上面列出的3条自相矛盾。如果说这些并不是销售部门的工作核心，那么这一切的一切都看起来是自己故意刁难马青。见得柳一沉默，销售部门的员工们原本凝重的脸色渐渐露出喜色，不过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这看起来像是马青逃过一劫，但在全公司的面薄了柳一的面子，日后的销售部门不可能好过。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柳一没有台阶下之际，柳一那张冰冷彻骨的俏脸微微浮现一丝暖意。说得好。柳一看向整个销售部门的员工，淡淡的道：今天早上销售部的一名叫做王磊的员工迟到了，最终处理结果是因为王磊业绩不错，这次不扣王磊的薪资，不过员工迟到，身为销售部门的经理马青扣双倍罚金。柳一看向王磊道：恭喜你得到一位优秀的上司，希望你日后工作继续努力。王磊慌张的道：是。接着柳一看向众人道：我希望我的员工不是机器人，希望我的员工都有属于自己的工作个性，我也准许我的员工拥有自己的工作个性。但是说到但是2个字，柳一故意顿了1秒，用一种更加严肃的口吻道：学艺先学德，相对于优秀的业务能力，我更在乎这名员工是否具备优良的品德。我不希望公司最终沦为一群不讲规则、不讲道理的流氓，哪怕拥有业绩，这也是为什么万兴集团在招工前为何硬性要求应聘者必须是国内重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的原因所在。柳一又把冰冷无情的目光落在马青的身上，道：你只是大专生，能进万兴集团，我不问你是否是关系户，我就问你，你的身心素质是否符合万兴集团的最基本的要求。6. 找柳一。马青闻声脸色愈发凝重。柳一出色的演讲能力已经彻底出乎马青的意料了，自己接连的反问最终将柳一带入死局。明明自己是优势方，但经过柳一清晰的逻辑思维扭转了局面。通过今日王磊迟到的事情，柳一既没有表达迟到是不合理的行为，又没准许迟到的行为，仅凭一句恭喜你拥有一位优秀的上司便把这件事情翻篇了。而后他又表达自己希望员工拥有属于自己的工作个性立场，最后将自己的学历和德行说事。言外之意其实很简单，员工可以迟到，可以拥有不符合常理的休假，同样可以存在在公司吸烟的情况，但领导人绝对不可以是自己。
或许今天的事情换做其他高学历的员工也就得过且过了，甚至私下这个人还可能拿到高额的将近。可今天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就要被扣上一顶带坏公司风气的帽子，原因就是低学历。马青无言以对，他完全被柳依绝美的外表所蒙骗，以为他就是个花瓶，没想到这是个手段极其高明的领导者。公司的气氛变得复杂起来，那些看不惯销售部门的员工一脸笑盈盈地看着马青，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讥讽，而销售部的员工个个面色紧张，一脸担忧地看着自己的经理。站在前头的柳依也不急于说话，就那样抱着肩膀，不冷不热地看着马青，似乎故意在给他充足的思考时间。而马青似乎误解了柳依的意思，他认为柳依故意将这尴尬的气氛留给自己，就是为了羞辱自己，明明是有驱赶自己的意思，但话有不说明，而是用这种方式让自己知难而退。这时候不知是谁从人群中里挤出来一句，一个靠关系进公司的人，我看还是滚蛋吧，别在这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马青闻声气得满脸通红，但却又没法说什么。但让马青没有想到的是，柳依偏偏在这个时候说话了。关系？柳依看向那个发出声音的位置，冷声道，这句话谁说的？底下鸦雀无声，没人敢抬头直视柳依的目光。有谁业绩能超过马青？这个部门我交给你。柳依淡淡的道。此话一落，全场更静了。难道你们还不如一个关系户吗？柳依讥讽道。马青懵逼了，王磊懵逼了，整个销售部都懵逼了。这尼玛什么情况？你要说这个柳依想赶马青走吧，现在又开始维护他的业务能力。你说这个柳依有意留马青吧，又频频拿马青低学历的事情说事。待全场气氛降低至冰点时，柳依再次将目光投向那边的马青身上。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柳依再次逼问道。马青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问道，你什么学历？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柳依冷漠的道，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全场哗然。这么高的学历，完全可以聘任万兴集团总部的 CEO 了，来分公司担任总裁，似乎有些屈才了。王磊私底下捅了捅马青的腰，意思很明显了，差不多行了，别硬着头皮跟人掰手腕了。马青根本没有理会王磊，平静的道，那好，既然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相信你的素质一定能带好团队。马青的话还没说完，柳依不耐烦的道，说重点，我有个问题想问你。马青道。问。柳依平静的道，一只熊掉进 4.916 米的洞穴，1秒落地，这只熊是什么颜色？马青问道。此话一落，全场沉默，似乎这个问题没人能说出答案。柳依的冰眸子静静地打量着眼前的马青，虽说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但他却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好作答，答不对倒是显得自己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的硕士学位形同虚设。可就算是答对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道题本身就和带团队以及做业绩不发生任何关系。但话又不能这么讲，讲出来反而有些质疑公司招聘制度的意思了。半晌，柳依的冰眸子终于从马青身上移开了，他再次打开文件，淡淡的道：2号地的房区交给销售部负责，另外增加销售部每名员工5个提点。啪的一声，柳依合上文件，冷声道：散会。说罢，柳依踩着高跟鞋离开了会议室。在他即将消失在拐角时，略微顿了一脚，偏头用余光再次看了一眼身后的马青。柳依离开后，会议室立即喧闹了起来。虽然整个事情就发生在自己的眼前，但每个人还是没有看明白其中的门道，总感觉好像发生了什么，但又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总之，每个人都是云里雾里的。不过有一点是真，那就是马青和销售部因祸得福。接下来的一整天里，王磊没事儿就往马青办公室里跑，追着马青后屁股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柳依就忽然给销售部门高提点，甚至还把最肥的2号地给我们做。马青看着王磊兴奋的模样，倍感头疼，感觉自己像是被一群苍蝇围在中间嗡嗡个不停，对于自己和柳依之间的事情只字不提。其实马青也是一脸懵的，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觉自己赢了，又感觉自己没赢，总是那种感觉很复杂，实在兴奋不起来。距离晚间的大学同学聚会还有3个小时，王磊推开马青办公室的门，一屁股坐在马青的桌子上，抬起手腕看了看腕表上的时间，道：72，收拾收拾，准备下班吧。哎，马青揉着眉心，虚弱的道：你先下班吧。怎么？王磊笑道：因为你答应班长要带女朋友去聚会的事儿。哎，马青又是叹了一口气，整个人憔悴的仿佛老了好几十岁。要我说啊，我跟我老婆商量一下，
借她闺蜜给你用1天，就是撑撑牌面呗。王磊一边把玩着马青办公桌上的地球仪，一边道。马青烦得不行，一把将王磊手中的地球仪抢走，没好气的道：算了吧，那还不如我自己去呢。是，我老婆闺蜜肯定没有尤红那么好看，不过这总比你自己一个人去强吧，毕竟同学们都知道你有女友的事儿了。王磊好言相劝的道。不是这个问题，马青愁眉苦脸的道，关键尤红已经见过我那个女友了，临时换人不太合适。王磊小小的眼睛里闪着大大的疑惑，一眨一眨的，啥时候的事儿？既然你都有人选了，你倒是联系他啊。王磊说道。一言难尽啊，说到柳依的事儿，马青头更大了，他不耐烦的忽闪着手背，驱赶道：行了，你先下班吧，让我一个人静静。王磊发现时间也不早了，道：那行，我先走了哦，你抓点紧，需要我帮忙的就给我打电话。知道了。马青疲惫的道。眼看着王磊就要跑没影，马青又提起精神，坐了起来，道：对了，我女友的事儿，你到时候别给我整露馅了。王磊回身摆了一个 OK 的手势，随即跑没影子了。距离晚间的大学同学聚会还有1个小时，办公室内的马青狂抓自己的头皮，发型被抓了个乱七八糟。他轰隆的一声站了起来。在这2个小时里，马青一直艰难地做着思想斗争，究竟要不要去找柳依帮忙。马青曾无数次从椅子上站起来，他觉得得去找柳依，这话都被自己说到那份上了，如果再不去参加同学聚会，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得去，今天说什么也得把柳依领去。马青又曾无数次地坐回到椅子上，想到自己和柳依尴尬的关系，这节骨眼去找人家帮忙实在张不开口，更何况这张口就是让人家扮演自己女朋友，人家好歹是千金小姐，扮演自己女友的事儿，不论怎么看都夸张，这不是脸伸过去让人家打吗？打脸是小事，关键人家可是会空手道的啊。倒不是说自己怕被打，关键那玩意疼啊。这次马青又双若着的站了起来，不行，得去试试。马青像是个狗熊一般，气势汹汹的朝柳依办公室走去，眼看着前方就是柳依的办公室，马青的步子又软了下来，厚重的步伐变得猫咪一般轻盈小心。不行不行，今天人家新官上任第1天，自己就驳了人家面子，人家正想着让自己怎么死呢，自己这会儿跟送死有啥区别？马青又拐了回去，走了一半，马青又拐了回来。不行不行，尤红都见过柳依了，如果这次同学聚会自己找人假扮女友的事儿露馅了，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算了，反正都是个死，不如碰碰运气。鼓足了勇气，马青挺起胸膛，深吸一口气，敲响了柳依办公室的门。是北极熊。咚咚咚，3声底气不足的敲门声。敲完门，马青有些后悔了，这特么没有后悔路了啊。踌躇不安中，马青一脸疑惑地看着眼前的门，怎么没有反应？没听到。咚咚咚，又是3声敲门声，这次略微用力。等了一会儿，里面还是没有任何关于柳依的声响。下意识的，马青拧动了一下门把手，咔嚓，门没锁，办公室的门嵌出一道小缝隙。马青轻轻地推开门，留了一个可以把头伸进去的缝隙，将疑惑的脑瓜伸了进去。本以为办公室里可能没有人，等马青把头伸进去的时候，他发现柳依正坐在办公桌前书写着什么。见状，马青又把头缩了回去，关上门，然后看着重新关好的门耸了耸肩膀，再次抬起手敲了敲。咚咚咚，有人在就好，不然得敲到啥时候？然而就算确认柳依还在办公室，但这门还是白敲，因为办公室内的柳依没有丝毫的反应。这下马青可彻底懵逼了，这柳依到底是啥意思？他到底是听没听到啊？马青再次推开门，再一次把头探了进去。啊嗨！马青重重的咳了一声。柳依闻声，手中的钢笔顿了一下，抬起美眸扫了一眼马青，转而继续在书写，嘴里冰冷无情的丢出来一句：这么没教养吗？说谁没教养呢？马青刚要发脾气，可转念一想，自己这会儿有求人家，姿态不放低点不太好说话，于是又把脾气压下去了。我刚才敲门了呀。没听到。柳依忙着书写，嘴里不耐烦的丢出来一句：重敲。马青见得柳依忙着手中的文件，趁他没看到，对他狠狠的白了一眼，然后又把头缩了回去。咚咚咚，再次3声敲门。可就算是这样，马青还是没有等到柳依那句请进。切马青嘴角一撇，虽然被人戏耍心里很不爽，但眼下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谁叫自己有求于人家呢？于是马青只能耐着性子再次敲门。
敲着敲着，马青就觉得有些烦了，一边焦急地看着腕表上的时间，一边不耐烦地敲着门。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趣的马青忽然从门上找到了一丝节奏，原本那些毫无规则可言的敲门声忽然变成一连串有趣的音调。马青从枯燥无味的敲门中找到了一丝乐趣，不过似乎马青的快乐是柳依不想看到的。门忽然被打开了，一脸惬意的马青回过神，忽然发现柳依冷着俏脸抱着肩膀正看着自己。你是不是有病？柳依冷声道。马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气沉丹田，随即扯着脖子喊：是妈。马青毫无征兆的一嗓子吓了柳依一跳，她惊着俏脸呵斥道：你喊什么喊？哈哈，我以为你聋了。马青嬉皮笑脸的道。柳依看着眼前这个嬉皮笑脸的马青，恨不得一脚将他踢出公司，但没有办法的是，目前的他和马青有着同样的处境，都是有求于对方的。最终柳依只能冷着脸转身走回办公室。细节的是，柳依并没有把办公室的门关上，虽说他并没有让马青进办公室，但也没说不让他进。马青不是傻子，见得门是开着的，耸了耸肩膀走了进去。那个，马青假装若无其事的道，这么晚了，刘总还忙呢。柳依不语，目光始终放在手中的文件上。嗨，马青尴尬的一咳道，其实我真不是什么关系户，我能进公司全凭个人实力的。柳依还是不语，唱独角戏的马青更尴尬了，这不论自己说什么，这柳依压根就没有讲话的意思啊。呵呵呵，原来刘总不太讲话呀，我还以为刘总耳朵不太灵光呢，刚才我还琢磨这事儿呢。年纪轻轻的，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可能耳背呢？我老爷就耳背，听不清，我得扯脖子喊。然后他还在那边歪着脖子，满脸疑惑地问我：啊，你说啥？哎呀，老头年纪大了，没办法，没办法，谁都有老那天。等咱们老了，身体肯定不如以前，到时候说不定咱们还可能是同窗病友呢。马青就在那边自讨没趣说着，本意是缓解尴尬的气氛，其不知他在那边东扯一句西扯一句的，越说越吓到，越说越不耐听。啪！柳依将钢笔拍在桌子上，冰眸子再次锁定眼前的马青。原本柳依还打算晒马青几分钟的，但他实在是听不下去了，这根本就没法静下来心看文件。你到底有事没事？柳依不耐烦的道。有。马青见得柳依终于肯理自己了，赶忙说道：说是。柳依耐着性子道：啊。马青假装惊觉的样子，漫不经心的道：这不是我有个同学聚会吗？同学那边非要看看我女友，您看这事儿，你要请几天假？柳依弄清马青的意图后，便再次提起钢笔。今晚8点的同学聚会，就在新鸿酒店。马青小声嘟囔道：柳依疑惑的道：既然不耽误工作，你跟我说干什么？重点是，马青偏头看向别处，有些难为情的道：重点是女友。终于柳依察觉到了什么，那双冰眸子的寒意再次弥漫开来。你什么意思啊？柳依冷声道：昨儿我雇了一个人，约定的是在星巴克见面，碰巧你在，我以为我雇的那个人是你。马青解释道。8点的聚会。柳依抬起手腕，看了看腕表上的时间，道：现在你不赶紧找你雇的那个人，你在我这干什么？昨儿我有一个同学见过你了。马青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道：今天忽然换了一个人，这不太好吧？马青说到这里，柳依忽然想起昨日母亲身边的尤红，这才意识到原来那个女人竟然是马青的同学。刘总，您看您也说了，8点的聚会，时间挺紧的，我确实不应该在这待着了。您看这事儿。马青说到后文便不再言语了，意思很明显了，时间眼看着就来不及了，您这也该收拾收拾了吧？柳依看着马青，气得险些把钢笔捏碎了。你的意思是让我扮演你的女友？柳依冷声道。要不怎么说您是拥有大智慧的人呢？马青惊叹道。你可真敢想啊！柳依脸色彻底黑了下来。柳依站了起来，一步步的逼向马青。马青一看柳依这架势，紧张的朝后面退了几步。不行吗？马青察觉到了危险，赶忙道：那没事了，我走了哈。刚转身，刚要逃，却被柳依叫住了。你没事了？柳依冷声道。我还有事呢。马青打了个冷战，僵硬的回头。刘总，你有什么事啊？嘴巴闭严了。柳依冷声道。别吧。马青脸色都黑了。柳依一把抓住马青的胳膊，紧接着马青整个人就翻了过去，咣当的一声，重重的摔在地板上。柳依直起身板，冷哼一声，
回到办公桌前继续审阅文件。马青拍了拍屁股站了起来，看着冷着俏脸的柳依，顿时觉得这个女人一点都不好看。你不答应就说不答应的，打人干什么？马青破口大骂。是北极熊。柳依淡淡的道。有病！马青指着柳依骂道。你可快去医院看看吧，你指定有点什么毛病。柳依看着手中的文件，慢条斯理的道。一只熊掉进 4.916 米的洞穴，1秒落地。根据 h 等于1 2gt2 的道，该熊落地的重力加速度是 9.832， 重力加速为 9.832 的地方纬度就是90，所以该地不是北极就是南极。因为南极没有熊，所以只能是北极。北极熊是白色的。马青瞬间惊觉，马青眼珠子一转，一巴掌扇在自己脸上。大智慧，果真是大智慧啊！刘总，马青眉飞色舞的道。滚！柳依冷声道。8. 同学聚会，星红酒店，其乐融融。1年1次的同学聚会，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男人穿着帅气，女人光鲜艳丽，同学们聚集在一起，谈论着大学时光发生的趣事。时间过得好快啊！那些大学里是不到30不结婚的人，反而成为结婚最早的。现在孩子都满地跑了。班级中那些平时不太爱讲话的，看起来憨憨的同学，谁能想到毕业之后竟然身价过好几千万？班级中那位胖胖的女孩子，刚入学的时候还经常被人嘲笑，谁能想到毕业之后竟然暴瘦？曾经谁都瞧不上眼的女孩子，如今踏入社会，竟然成为众多男人追求的对象。还有那些大学让人羡慕的情侣，看他们恩爱的模样，大家一致认为毕业一定会结婚，结果竟然分手了。当然，马青和尤红就是其中最可惜的一对。大家都看好这一对，怎么就说分手就分手了呢？上天好像跟大家开了个玩笑，把大家耍得团团转。不过似乎这就是人生吧，充满着无限的可能，不到最后谁也无法预料到结局。提到马青和尤红，班长忽然发现马青竟然还没来。班长起身巡了一圈，问道：马青这小子哪儿去了？是啊，都说好的这次一定来，这都8点了，人怎么还没到啊？哈哈，一位同学开玩笑道。我看是害怕见到尤红吧。去，班长没好气的道。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都不是小孩子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再说了，人家马青现在都有女朋友了。提到马青的女朋友，尤红想起昨日见到的柳依，想到柳依那张绝世容颜，他心头不禁一酸。人就是这样，都想成为最好的，就算彼此已经分手了，双方还是希望自己是对方人生最好的伴侣。如今马青找到一个比自己更优秀更美丽的女人，这看起来更像是自己配不上马青，更像是自己没有把握住优秀的男人。这事儿放谁心中都很难受。不过虽然见过柳依了，但尤红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他们是情侣的事实。马青不过是一个万兴集团分公司的销售经理，而柳依则是新鸿集团的千金小姐，一个财阀的女儿，一个普通员工，两个人不论怎么看都不太可能吧。既然话题来到马青的新女友身上，又有同学开玩笑道：马青新女友带女友来参加聚会，如果能和尤红平分秋色的话，还说得过去。如果比不上尤红，放谁谁也会尴尬吧。是啊，又有一位同学笑道：能比尤红好看的我是没见过，估计他是不好意思来了吧。班长闻声不禁觉得也对，说是马青和尤红已经彻底结束了，但要说马青带新女友见尤红真不太合适。原本是想打电话催一下马青的，想到这里，这手机便放下了。一旁坐着的王磊脸色不是很好看，心里合计着：谦儿啊谦儿，没事儿，你非说什么自己有女朋友的事儿干啥玩意？这让同学们三言两语的，都快办你人品臭没了。对了，班长想起王磊现在和马青都在万兴集团工作，便看向王磊问：王磊，你每天都能看见马青吧？王磊闻声浑身一震，一脸难色道：是。他现在怎么样？班长问道。1个月不少赚。王磊笑道。女友呢？班长踌躇不安地问道。他也担心问出来什么尴尬的。王磊抬眼看了看那边的尤红，这个问题他确实不太想回答，但眼下全班同学都满脸期待地看着他，于是一边心里问候马青的祖宗，一边牵强地笑道：确实有一个。真有啊？有同学笑问：长得好看吗？王磊尴尬地挠了挠鼻尖，道：也就是普通女孩子吧。说完这句话，王磊还补了一句：不过确实是个持家的好女人。说到底，王磊是帮马青说话，言外之意就是尤红看起来不懂得持家，
不是好女人。众人见得王磊这忐忑不安的模样，便知道，要么马青是没有女友，要么就是远不如尤红，剩下的唯一优点也就是持家了。尤红见状，红唇抿出淡淡的微笑，因为她是见过柳依的，而王磊所陈述的女人根本就不是柳依。虽然不知道昨天马青和柳依在一起是怎么回事，但可以确认的是，目前马青根本就没有女朋友，不然早就来了。我见过。尤红笑道。此话一落，全班的同学目光全部集聚在尤红身上。王磊一脸懵逼地看着尤红，心里想着，那小子根本没有女朋友，你去哪儿见过？谁？同学们赶紧开始八卦起来。柳依。尤红浅笑道。王磊。柳依。班长陷入了思考，这个名字怎么有点耳熟呢？骤然，大家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所有人都抬起头，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彼此。从彼此的脸上，大家都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你说的柳依，难道是？班长有些紧张的道。难道是新鸿集团的千金小姐，财阀的女儿柳依？尤红看向那边的王磊，淡淡的道。他知道尤红还在记恨王磊之前说他不懂得持家的事儿，借此就是为了给王磊难堪。唰的一下子，包房里的目光又齐聚在王磊脸上。王磊慌了，心里不停地咒骂着马青。谦儿啊谦儿，你小子图个口舌之快，蹦高吹牛批，你得劲儿了，兄弟我可咋整啊？王磊硬着头皮笑道。是，就是他。说完，王磊看了一眼尤红，气得他是心里直痒痒。没想到这个女人这么记仇，这是一点亏都不打算吃啊。反观尤红，抬起高脚杯，优雅地抿了一口红酒，面色略微有那么一丝丝得意的意思。全场倒抽一口凉气。马青这小子行啊。是啊，正好我们在新鸿集团旗下的酒店，他要是来了，我们不是免单了？是啊，赶快给他打电话啊。这小子藏了个这么个国色天香，竟然还扭扭捏捏的，难怪不来聚会，看来这是真忙啊。班长看向王磊，笑道。王磊，你跟马青关系最好，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啊？王磊一脸难色道。看人家能行了，让人家来买单，不好吧？嗨，班长没好气的道。你别听他们瞎说，钱我都付完了，怎么可能让他来结账？这……王磊一脸为难之色，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打电话啊！就数你跟他关系最好了，班长的面子不给就算了，他不会连你的面子都不给吧？同学们催道。王磊听着周围同学们吹捧的话，一方面得意着，另一方面也是痛苦着。最终，王磊还是架不住同学们的吹捧，一咬牙一跺脚，这手机便掏出来了。瞬间，同学们都静了下来，包房内落针可闻。嗨，王磊轻咳，对周围的人示意过去了。马青接通电话，众人目视下，王磊挺了挺腰板，淡淡的道。谦儿啊。啊？电话另一头有些吵。你赶紧的呀，同学们这筷子都没动呢，就等你呢。王磊没好气的道。堵车了。马青道。要不你们先吃吧，我这都够呛能过去了。我透。王磊一听这话，心里凉了大半，道。都等你呢，说好的，你怎么就不来了呢？话是这么说着，王磊心里却是另一番活动。你这特么吹完牛批不来了，这不给兄弟我装里了吗？我咋整啊？马青也不知道说何是好。你赶紧的。王磊没好气的道。啪，这电话就挂断了，丝毫不给马青任何脱身的机会。这电话一挂，周围的同学再看王磊的眼神就不一样了。要知道现在的马青可不是普通人了，那可是财阀女儿的男朋友啊。而王磊在面对马青这般身份的人，讲话竟然如此硬气，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啊。行啊，磊哥，同学们笑道。硬气啊，班长都叫不动的人，磊哥竟然能叫动。王磊一听，这特么磊哥都叫上了，心中不禁暗爽。嗨，这算什么？王磊假装无所谓的样子，淡淡的道。也就私下能这样，工作岗位上还是得叫人家马经理。接下来的话题都是围绕王磊展开的，因为王磊目前是所有同学中距离马青最近的朋友。王磊一面强颜欢笑地应对着同学，一边心里哭爹喊娘。不过20分钟的时间，因为马青他说了不下10几个谎言，这下是彻底上了马青的贼船。两个人已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之由，包房的门被推开一道缝隙，一个贼脑瓜从外面探了进来。是马青。救场！门之由的一声，大家目光唰的一下跟了过去。众人见得是马青，已经有不少同学站起来欢迎了。马青推开门，
本想着的是偷偷瞧一眼里面的情况，假若里面大家玩的都很开心，自己就准备逃开了。他是真的不想出席这次同学聚会，搞不好就臭名远扬了。但见得眼前同学们纷纷站起来，开始为自己的到来鼓掌时，马青被吓了一大跳。我透，这尼玛什么情况？王磊见得马青来了，赶紧起身，黑着脸走到马青跟前，先是大声一句：“哎呀，这不是我们马经理来了吗？”接着就是小声一句：“你特么都吹了些什么牛皮？刘总是你女朋友这种大话，你都敢讲？”马青，王磊一把搂住马青的肩膀，转身。这一转身，黑着的脸庞骤然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豪放的笑容。王磊夹着马青往包房里头走。哎呀，都等你呢。是啊，是啊，同学们附和道。马经理是个大忙人啊，没想到竟然还能想起我们这些老同学。马青挂不住脸，赶忙笑道：“言过了，我没那么大的架子，始终是你们大学认识的马青而已。我来晚了，自罚3杯。”说着，马青抬起酒杯，接连3杯下肚。哈哈，没想到马青都是财阀的女婿了，竟然还这么低调。马青表面嘻嘻哈哈笑着，心里却合计着，这事儿王磊应该不知道才对啊，怎么露出来的啊？这时候，一直没说话的尤红开口说话了：“好久不见。”马青尤红淡淡的道：“看到尤红。”马青想明白了，这事儿大半是因为尤红。马青淡淡一笑，道：“好久不见，女朋友呢？”尤红美眸看着马青，笑道：“不是说带女朋友来吗？”啊！马青挠着头，笑道：“太忙，所以没来。”尤红闻声，美眸沉了下来，毕竟是跟马青交往过的女人，她是了解马青的。每逢马青讲假话的时候，都会下意识的挠脑瓜。是吗？尤红摇晃着手中的红酒。马青讪讪的笑道。挺巧的，尤红美眸打量着马青。马青见得尤红死死的盯着自己不放，心虚的低头，总觉得事情好像不太妙。我最近有个项目正在和新鸿集团谈，没想到柳依竟然你的女朋友。尤红似笑非笑的道：“是啊，挺巧的。”马青艰难的应付着，其不知因为紧张，额头上已经浮现一层细密的汗珠。他现在还在公司忙吗？尤红问道。挺忙的，不然就跟我过来了。马青牵强的道。哦，原来是这样啊。话正说着，尤红摸出手机拨了一串电话号码。马青见状，心更虚了。这节骨眼他这是给谁打电话？不会是柳依吧？细想想，尤红既然跟柳依母亲一起逛街，认识柳依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哪位？柳依接通电话了，还是那漠然的声音：“刘总，这个时间了，还在工作呀？”尤红笑道：“下班了。”柳依淡淡的道：“下班了。”尤红看了一眼马青，笑道：“我听说你应该在工作才对啊，你有事？”柳依似乎不耐烦了：“哦，没什么事。”尤红笑道：“您下班了就好。”啪！柳依直接挂断了电话。尤红轻轻的将手机放在桌面上，美眸扫向对侧的马青：“你女朋友下班了？”尤红嘴角勾起邪魅的笑容，道：“既然下班了，不如让她来吃个便饭吧。”马青慌了。这时候同学们附和道：“是啊，既然都下班了，就过来一起吃个饭吧。”这马青一脸难堪，而一旁的王磊脸色彻底黑了，他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起来算了。打个电话吧。尤红笑道。是啊，打个电话吧。同学们催道。马青捏着手机，慌了，老子倒是想打电话了，关键是没有他号码呀。再说了，马青回忆起办公室和柳依发生的一切，回想起柳依那个态度，回想起柳依那个绝情的滚字，就算知道他电话，他可能回来吗？要来早来了好吧。见得马青迟迟没有下一步的动作，大家目光中的期待渐渐变得疑惑起来。尤红笑道：“你不会连你女朋友的电话号码都不知道吧？”马青满脸羞红，王磊身子更低了，那脑瓜子已经钻进桌子底下了。算了，那我帮你叫来吧。尤红笑道。说罢，尤红再次拿起桌子上的手机。班长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他赶紧起身打圆场道：“算了，妻儿女朋友这刚下班，让他回去好好休息吧。咱们同学聚咱们的，不叫他来了吧？没事，顺路而已。况且这是他家的产业。”尤红笑道，边笑着。这电话已经拨过去了，手机被接通了，但这次柳依似乎很不开心，她并没有说话。“刘总，一起吃个饭。”尤红笑道。“有约了。”柳依冷声道。“啊？
尤红担心大家没有听到，道：“刘总有饭局了。”此话一落，大家那疑惑的目光再次变色。在看马青的时候就有些不对劲了。你到底有事没事？柳一彻底不耐烦了。既然刘总有约了，我就不打搅了。尤红笑道。啪！柳一又把电话挂断了。可惜尤红叹了一口气，有些惋惜的样子。你的女朋友似乎有更重要的饭局。气氛僵硬住了。有些成年人之间的事情，仅仅通过几个小细节就能说明一切了。大家相互做了一次眼神上的交流，没有过多的言语，但大家都明白了。班长有些坐不住了，抬起酒杯道：“行了，妻儿女朋友是盲人，哪有时间见我们这些打工仔啊？咱们喝咱们的来，我提一杯。”大家拿起自己的杯子，纷纷站了起来。马青没有站起来，他没有脸。班长捅了捅马青，笑道：“行了，别伤心了。你让柳一那种级别的人物来见我们，确实有些难为柳一了。来，喝酒。”看得出来，班长给马青足够的台阶下了。可越是这样，马青越是难受，越是没有脸。至于王磊，班长也看了一眼他，笑道：“王磊，你咋了？这还没喝呢，你就多了呀？这脑瓜子都钻桌子底下了，赶紧起来喝酒。”尤红看着马青和王磊，笑意更浓。之由，包房的门忽然被推开了，身穿职业装的柳一踩着精致的高跟鞋走了进来。有些人就是这样，天生气宇不凡，不怒而威。这种宛若冰山上冰莲般的美超脱人们的认知，这种美只能让人产生敬畏，难以产生邪念，因为她的美貌和气质就是在告诉所有人，我跟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那些吵吵要见柳一的同学，等他们见到柳一的时候，全都傻了眼。柳一这个名字只是在网络上听说过，偶尔可以看到几张照片，但见到真人的这一刻，他们才意识到这个柳一美的离谱，简直无法形容。啪！一位同学没拿住手上的酒杯，酒杯落地而碎。柳一直径走到马青的身前，驻足。耷拉个脑瓜子的马青只感觉到气氛忽然凝固住了，紧接着便嗅到一股淡淡的清香。什么味道？好香啊！是洗发露的味道吗？一双高跟鞋止于马青的眼前。马青看着眼前的高跟鞋，这女人的脚好精巧啊！顺着女人的脚往上看，这女人的腿好长啊！我透！这腰再往上，马青脸红了。等看到那张冰冷彻骨的俏脸时，马青浑身一冷，不禁打了个冷战。柳一冷着俏脸，一脸漠然地俯视着马青，冰冷的眸中偶尔一闪，那道寒芒是杀意。你，马青满脸黑线，不知此时是哭还是笑。你来了呀？虽说柳一肯来帮忙是好事，但那眸中的杀意，不论怎么看都不太像是好事儿啊。柳一美眸一眯，冷芒更逼人了。来晚了，抱歉。说到抱歉二字时，柳一将这两个字咬得格外意味深长，这让马青听得不寒而栗。不过这句话听在别人耳朵里就不太一样了。实锤！财阀的女儿柳一和马青是情侣关系。实锤！包房里还有一个人跟马青一样耷拉个脑瓜子，这人便是王磊。这王磊一听，这声音有些耳熟啊，抬起头一看，是柳一，整个人都不好了，下巴碎了一地。我个蓝的！不过很快呀，王磊进入了状态了，这腰板瞬间直溜了起来。嫂子来了呀！王磊大大咧咧地笑道。彻底误会了，一声嫂子，全场的人无一不羡慕王磊。要知道对方可是柳一啊，那可是财阀的女儿啊，能攀上一声嫂子，这可是一把强有力的保护伞啊。不过听在柳一的耳朵里就显得有些刺耳了，他身子一僵，恨不得一巴掌扇在王磊的脸上。好在的是柳一不是冲动的女人，尽管这样，柳一缓缓闭上美眸，舒了一口气，这才缓缓睁开美眸，然后冷漠地看向王磊。见得这人有些眼熟，柳一顿了一秒，随即回忆起今早发生在财务部的事情，原来是他上班迟到了。原来你们是同学。柳一淡淡的道。说这话的时候，柳一是带着一股狠劲儿的，并且高跟鞋狠狠地踩在马青的脚面上，疼得马青嘴角一咧，险些叫出来。马青疑惑地看向柳一，满脸疑惑。你猜我干什么？柳一面色冷漠，虽然没说话，但那不满的目光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你究竟想把我们这不存在的关系闹到多大？还有，公司有你一个专科生也就罢了，怎么还弄一个你同学进来？至于这么拖家带口的吗？至于王磊，见得柳一并没有不满意，当即笑得更开心了。是，我和妻儿老同学了，大学还是上下铺。王磊笑道。
柳依看了一眼身边的马青，淡淡的道：“受你照顾了。”哎呀，哪里，我才是。王磊一脸受宠若惊的样子，随即背地里用胳膊肘拐了拐马青的腰，又对其挑了挑眉头，渐渐的笑容，意思是说：“小子，你行啊。没想到啊，一口一个自己没有女朋友，没想到竟然抱个财阀的女儿，难怪你平时不声张，原来是担心给柳依带来舆论压力啊。”马青一看王磊这熊样，就知道这小子可能误会大发了，但眼下人多，也确实不太好解释这事儿。这时候目瞪口呆的尤红回过来神：“刘总，您不是说有约吗？”尤红试探性的道。柳依闻声看向尤红，见到尤红也在这，虽说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但心里却恨不得杀了这个马青。就这么点事儿，让公司的员工知道也就算了，偏偏这个尤红也是马青的同学。原本柳依并没有想把这事儿闹得太大，无非就是帮马青一个忙，然后让马青继续扮演自己的男友，直至让家中父母死了那条心，整个事情就算圆满落幕了。但眼下这事儿好像变得越来越麻烦。柳依淡淡的应声。可尤红道。话音未落，尤红想到了什么，美眸中的光瞬间暗淡了下去。原来柳依口中的有约指的是马青啊。尤红心中的醋坛子被打了个细碎，再看马青的目光就有些复杂了。分手这么多年，财阀的女儿柳依竟然主动扑入自己前男友怀中，这事儿放谁心里，谁也经受不住这般打击。狗眼看人低，有眼无珠等等负面言论瞬间压在尤红的头上。不管曾经两个人谁对谁错，此时此刻因为马青的成功，尤红就是没有把握住机会，各种各样的屎盆子在不久的将来都会扣到尤红的头上。哈哈，班长接过来话茬，笑道：“好了，既然人都到了，那大家就别客气了，赶紧坐下吃饭吧。”众人入座，细节的是，大家的目光有意无意都在看向柳依和马青。柳依心思敏锐，在座的也有不少情侣，他们都是挽着对方胳膊的，表现得十分亲密。到了自己这里，如果就这么干巴巴的和马青坐着，似乎真的有些奇怪。马青显得也有些僵，人来帮忙了，他倒是想表现得自然一些了。倒是这个柳依始终一张扑克脸，这谁敢碰他啊？尺度也不好把控啊，万一过警戒线了，又是一顿过肩摔，这谁顶得住啊？柳依咬着牙根，纤纤玉手搭在了马青的胳膊上。马青感受着柳依这软弱无骨的玉手，险些一口气没上来，当场殒命。马青柳依淡淡的道：“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马青一张口就是颤音。不吃香菜柳依小声道：“哦。”马青艰难的应声，不像是其他情侣那么腻歪。马青和柳依可谓恰到好处，看起来恩爱不说，又不会给其他单身人士带来尴尬，总之行为谈吐十分得体了。大家一看马青和柳依这般，彻底打消了最后的疑虑，这两人实锤了。大家都开始动起筷子，包房里一下子就喧闹了起来。吃着饭，大家有意无意间还是会好奇地看向马青和柳依这边。终于有人巧声探讨起最后的疑问：“哎，你说这人真的是柳依？”嘘，小点声，旁边的人提醒道。这时候包房的门被敲响了，班长满脸疑惑，礼貌的道：“请进。”包房门被推开了，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带着一群酒店工作人员走进包房。柳小姐，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惊慌的道：“柳小姐，我不知道是您的朋友在这里吃饭。”柳依连看都没看中年人一眼，只是摆了摆手，打扰了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赶忙道歉。随即西装革履的中年人礼貌地对其他人点了点头，这便带着众人离去了。临近关门时，中年人无意间发现柳依竟然挽着一个男人的胳膊，这一幕吓得他险些没站稳。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觉得事情严重了。经理怎么了？员工好奇地问。柳小姐的未婚夫在。中年人道。什么？全场震惊，都听说过柳依有个未婚夫，没想到竟然出现在这里。中年人低头沉思了一番，道：“这个包房的菜单给我看一眼。”后厨的人员赶忙将菜单递到中年人的身前。中年人看着眼前的菜品，脸色越发凝重。换了。中年人紧张的道：“通知后厨，主厨亲自烧菜，给我上最好的。”一下子，星红酒店的所有成员都忙了起来。包房内，大家看着柳依抬手之间便打发走了星红酒店的经理，这气场，这份从容，柳依本人无意了。紧接着的一幕惊呆了全场的人，就听服务生一边端着菜瓶走进包房，一边高声道：“经理赠菜。”不一会儿，又来一位服务生，
高贺，经理赠菜。接着又是一位服务生，然后周而复始。随着一道道菜品被端上来，包房里所有人都傻了眼。这菜品只有主厨才会做的吧？这好像是星红酒店最顶级的菜品吧？30分钟的时间，桌子上摆满了菜品，所有人都看向马青。马青满脸苦笑，借着低头挠鼻尖的功夫，对身边的柳一悄声道：“刘总，你这有心了呀。”柳一秀眉一皱，低声道：“自作多情。”马青，这下众人终于意识到，马青的面子可真的不小啊。要知道，星红酒店的主厨可不是轻易烧菜的，这可是有钱你都吃不到的东西啊。由于马青彻底让大家开了眼，敬酒的人不断。马青哪经历过这般恭维，嘴上说着不能多喝，不能多喝，但还是架不住人多劝啊。吨吨吨吨，马青开始喝了起来。随着劝酒的人越来越多，马青就吨吨吨吨。等会儿，马青笑道：“我得去趟卫生间。”跑到卫生间，马青打开闸门，花。这时候，王磊也走了过来，花，青儿啊，你小子行啊！王磊笑道：“我咋了？”马青道：“还咋的？”王磊对着马青贱兮兮的挑了挑美貌，啊，你说那个呀？说来话长，马青讪讪的笑道：“其实吧，我跟他没什么关系，就是让他帮个忙而已。”忽悠，啧，王磊撅着嘴，撇着脸鄙夷的看着马青，接着忽悠。马青，真的呀？马青苦笑道：“我忽悠你干啥玩意？我啥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可行了吧？”王磊大手一挥道：“我说你一个专科生怎么能带我进万豪集团呢？原来你这是有关系的呀。”马青，今天我还琢磨呢，你说这柳一，一个星红集团的千金小姐，自己家又不是没有产业，没事儿来万豪集团干啥玩意？王磊两眼一眯，盯视着马青，狠声道：“好，原来我明白了，这特么就是奔着你来的呀。”马青，行了。王磊抖落裤子一提道：“你赶紧一会儿咱俩得喝点，看来你这距离结婚也不远了呀。”不是。马青望着王磊越走越远的背影，急声道：“你真误会了，我11同一个小区。”马青回到包房，刚透气，这一推开门，一股酒味嗡的一声袭来。“马哥呀，你可算回来了！”一群人围了过来，开始给马青敬酒。马青这屁股还没坐稳，这酒杯就迫不得已的提起来了。主要确实是没办法，都是大学同学，关系都挺不错的，大家还都挑好听的讲。马青实在盛情难却，这酒就是一杯一杯的下。马青吨。至于柳一，抱着肩膀坐在一旁，开始闭目养神。他想着的就是赶紧结束吧，他是真的1分钟也不想多待了。大家喝得尽兴，王磊一把搂住马青的脖子，醉醺醺的道：“来，青儿，兄弟敬你一。”王磊的动作有些大，马青不慎闪到了腰，疼得他嘴角一抽。死！马青捂着腰，满脸吃痛的模样。怎么了？王磊担心的问。马青无所谓的道：“没事儿。”你这是？王磊看着马青捂着腰，试探性的道：“你这是腰疼啊？”马青强颜欢笑道：“最近有些腰疼，可能是累到了，没大碍。”马青没有告诉他实情。马青之所以腰疼，这要追溯到今日柳一的2个漂亮的过肩摔。你这年纪轻轻的，腰疼啥玩意？话正说着，王磊无意间看了一眼马青身边的柳一，瞬间，王磊如雷贯顶，悟出了大道。这下文立即变成了一声意味深长的“哦”。同学们不怕事儿大，见得有玩笑开，赶紧跟上。马哥呀，你这得注意身体啊！注意身体，这事儿马哥说了算。马青，柳一，不是。马青赶忙解释道：“你们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呀？”众人的表情都是一样的，都是一副成年人都懂的表情。不是，我这腰。马青指着自己的腰，解释道：“过肩摔。”众人哪里忍心给马青难堪，不等马青话说完，便上前替马青讲话。行了，班长没好气的笑道：“你们别老瞎起哄，马青是老实人，这是被柳小姐过肩摔造成的伤，你们瞎想什么呢？”班长这么一说，众人顿了1秒，随即又是一声意味深长的“哦”。对，过肩摔，哈哈哈！来，马哥，我敬你一杯。马青拿着酒杯，满脸黑线，苦着脸道：“不是啊，你们是不是误会了呀？”冥冥之中，马青觉得自己可能彻底被人误会了，而且有点不论自己解释什么都是越描越黑的意思。柳一抱着肩膀，闭着美眸，
他是彻底不想睁开眼睛了。2个小时过去，马青喝高了，他红着脸，耷拉着的眼皮，目光所及皆是霓虹。马青啊，你现在不再是以前的马青了，以后我得叫你一声马哥了呀。哥。马青打个嗝，随之身子就是一蹦，两眼迷离的道：哎别，你马哥还是你马哥？不对，你马哥还是你马青？哎，这话得怎么讲来着？你等会儿我罗吕奥。行了，同学高举酒杯，道：都在酒里。呵，马青用手指没好气的掂量着他，笑道：你小子好，都在酒里。马青举杯，仰脖，蹲，终于马青喝高了，一头栽进柳依的怀中，脑瓜子埋在他胸口里，说什么也不肯出来了。柳依盯视着枕在自己胸口上的马青，冰眸子一眯，玉拳都攥紧了，但他还是忍住了。班长见状，赶忙上前担心的道：刘小姐，抱歉，同学好几年都见到马青，都有些开心，不是有意惯他的。柳依抬眼看了看班长，淡淡的道：没事，他也很久没这么开心过了。班长看着眼前这个从头至尾都没笑过的女人，礼貌的点了点头，没再多说话。柳依借着马青酒醉的机会，平静的道：你们先玩吧，我带他先回去了。也好，班长笑道：我送你们，不麻烦了。柳依平静的道：我有办法。说罢，柳依走出包房，再回来的时候，他身后跟着新鸿酒店的经理。在新鸿酒店经理的搀扶下，马青这算是离开了包房。几人走出酒店，经理小心翼翼地把马青扶到柳依的车上。辛苦了。柳依淡淡的道：不辛苦，不辛苦。经理受宠若惊的道。柳依绕到驾驶位，打开车门，坐了进去。在启动车子前，他回想起马青一头栽进自己胸口里的情形，陷入了思考。要不给他头剁了？柳依琢磨着。马青，不能喝了，不能再喝了。柳依一看马青这个德行，叹了一口气，打算这事儿就此作罢。毕竟当时情况他也不是清醒的，如果是清醒的，这事儿就得另算了。马青，我不能喝，你们也不能让柳依喝啊。女孩子，我喝。妈的，我喝。柳依看了一眼马青，启动车子，这就走了。路上，马青又含糊不清的说话了：接吻，这不好吧？嘿嘿，行吧。马青撅起了嘴，一脸贱兮兮的。柳依听到这句话，受不了，一脚踹在刹车上，吱油，轿车猛地一个急停。马青那具宛若烂泥的身体被送了出去。咣当，马青的脑门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鼓起一个大包。马青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什么情况？我亲地雷上了哦。柳依被齿含唇的下车，打开车门，一把将马青扯了下来，轰，一脚油门，柳依没了影子。马青抱着电线杆子，撅起嘴，亲了上去。过了一会儿，柳依的车又倒了回来。柳依下车，抱着肩膀，俯视着眼前这个抱着电线杆缠绵不止的马青。忽的，远方的路鸣起一盏灯，那是出租车。柳依并不回身的伸手拦住了那辆出租车。这个人，你给他送回家。柳依冷声道。啊！司机看着醉醺醺的马青，道：这人还活着吗？我给你1000。柳依淡淡的道。关键，司机看这价格确实心动了，在看向马青的时候，就目光瞬间温柔了许多。关键这人还知道自己住哪儿吗？1000块钱，你问不出他住哪儿？我认为你的智商可以考虑转行了，换一个不用脑子的工作。柳依平静的道。司机听这话有些来气，但看在这1000块钱的份上，这口气也就忍了。行，司机拍了拍手，看着地上的马青，信心十足的道：美女，交给我了。柳依用手机拍下司机的车牌号，淡淡的道：如果他出事儿了，我会报警。美女，你这话说的，司机没好气的道。话音未落，柳依坐上车，一脚油门，走了。柳依回到自家小区，打开家门，推门而进。柳依住的地方虽说不是什么高档小区，不过这房子的室内装修可不简单，全现代化智能设备。门被推开的一瞬间，屋子里的灯全亮了。柳依脱去外套，绣的上面都是酒味，再加上这个外套马青触碰过，他知道这外套不能再穿了，随手丢进垃圾桶。柳依便走进浴室，大概20分钟的时间，柳依围着浴巾走出浴室。她坐在沙发上，翘起修长的美腿，一边喝着菊花泡的温水，一边审阅着文件。本是安静惬意的晚间，小区外头却传来一阵喧哗，而且这声音有些熟悉。柳依皱眉，放下手中的文件，走到窗边，
一手拽着胸口上的浴巾，另一只手轻轻地把窗帘拨开一道缝隙。通过缝隙，他看到了外面的情况。一个男人晃晃悠悠的，脚下无根的在小区里飘来飘去。那个大傻子抬头望着眼前的整栋楼，扯着嗓子喊：喂，都别睡了，都出来看看我是谁，看看我是谁家的，赶紧给我领回家。哼，喝多了这大傻子还委屈的道，找不到家了我。小区的灯一盏盏的亮了起来，周围的邻居探出窗外，看着眼前这个大傻子，不禁都露出好笑的笑容。柳依抱着肩膀，趁着天空中皎洁的月光，冰眸子有些意外的看着楼下的大傻子。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这傻子竟然跟自己住在同一个地方。不过这傻子喝成这德行，竟然还能找到自家小区，实属不易。唰，柳依拉上窗帘，不再理会，跟他丢不起这个人。12睡在柳依家，拉上窗帘，打开轻柔的睡眠灯。柳依躺在床上，缓缓闭上美眸。外头的马青还在扯着脖子喊，可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喊着喊着，没声音了，听不到马青那撕心裂肺的嘶吼声。闭着美眸的柳依还琢磨着，这傻子怎么不喊了？不会是嗓子喊哑了吧？不过这样也好，免得打搅邻居睡觉，清静了不少。这也渐渐有了困意。然而刚要睡着，不知是谁敲响了柳依的家门。柳依睁开美眸，心想着，都这个时间了，还有谁能来找自己呢？还有，自己搬到这里除了米露没人知道，难不成是米露？柳依家大门带有监控设备，通过门口处的液晶显示屏，他便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柳依抱着肩膀站在显示屏面前，冷眸子不耐烦地打量着外面的马青，这怎么还找我家来了？门外头，醉醺醺的马青看着大门上的密码锁，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囔着一些不干净的话。谁给我家大门换锁了？密码让我想想啊。马青打了个晃，险些摔倒，好在最后还是站稳了。尤红生日吗？199666。到了数字6的时候，马青眼前就开始重影了，就感觉眼前全是6，迷迷糊糊的他说什么也无法精准的按到数字6上。屋里头的柳依听着门锁频繁传来的密码错误的提示音，满脸黑线。原本柳依是真不想管这个脑瘫的，但这脑瘫这会儿不停的按密码，滴滴答答的系统按按键音听起来实在让人感到心烦。最终马青成功的让柳依打开了门。打开门，他慵懒的抱着肩膀，一脸冰冷的俯视着眼下的马青。似乎对于柳依而言，抱着肩膀就是他标志性的动作，优雅又不失性感。醉醺醺的马青不知道啥情况，半蹲下去，模样看起来有点拉屎的意思。随后啪的一声，双手合十，嘴里还祈祷着芝麻开门。砰，咔嚓，门就这么开了。此时此刻，柳依就那样绑着肩膀，冷眼看着马青在和奇怪的姿势。马青见状不禁一愣，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感到奇怪，相反倒是觉得理所当然。呵，果然，我怎么可能愚蠢到用一个渣女生日作为自己家门的密码呢？马青晃晃悠悠地睁开双眼，见得眼前有着一双光嫩的脚丫。马青顺着脚丫往上看，这是一双笔直的大白腿，老长老长的大白腿。啧溜，马青把流出来的口水抽了回去，这腿型。紧接着马青就看到一套黑色丝绸材质的吊带睡衣裙，间货就是不一样。如此丝滑的睡衣，就算没有风，他也有惊到，可见穿在身上睡觉有多舒适了。再往上是一张冰冷无情的绝美脸蛋，见到这张脸，马青瞬间腰疼，首先想到的就是过肩摔。我透，你怎么来我家了？柳依鄙夷地看着马青，冷声道：这是我。话音未落，马青没好气地笑了：是你把我家锁换了吧？柳依秀眉一皱，冷声道：这是我。话音依旧未落，马青又笑了：你们平台是真专业啊，夜间还有相关服务呢呀。马青这句话让柳依破防了，他终于动了杀心。他一把抓住马青的臂膀，一记赶紧利索的擒拿，直接将马青按在墙上的门牌号上。看清楚！柳依冷声道：这是我。话音还是未落，一对老头老太太路过这里，他们一脸诧异地看着柳依和马青。老太太不认得柳依，但她认得马青。这是马青？老太太疑惑的道。随后老太太又看向柳依，又问：姑娘，你是？哦。老太太眼睛一亮，惊觉道：你是马青的女朋友？我说刚才马青怎么在楼下呼喊呢？原来是喊你啊。奶奶，我是
柳依要开口解释，谁知这老太太误会的深，压根就没给柳依解释的机会。老太太上上下下打量着眼前这身姿曼妙的女孩子，不禁满意的点了点头。姑娘长得真俊啊，老太太感叹道。没想到马青竟然有这福分，真好啊。奶奶，您误会了，其实我是……柳依赶忙解释道。好了，你也别生气了。老太太拍了拍柳依的香肩，语重心长的感叹道：马青这孩子不是那种在外面胡搞的孩子，估计是外头应酬喝多了。别生气了，让他回屋睡觉吧，都醉成这样子了。说完，老太太还笑盈盈的把自己从超市里买的香蕉掰开一半，给老太太不停的把这半香蕉往柳依怀里送。拿着，女孩子多吃香蕉好。奶奶，我不能要的。柳依为难的笑道。没事儿，马青平时没少帮我倒垃圾，我都是把他当做亲孙子看待的。你是马青的女朋友，那就是我的孙媳妇。老太太笑盈盈的道。柳依拗不过老太太，加上老太太面善，实在让人难以拒绝。别看柳依平日里冰冷无情，实际上柳依是个心地很善良的女人，在面对老人这方面，她确实没有什么经验，更拿不出那套冰山的架子，最后只能盛情难却的手下，并礼貌的道了谢。等等，柳依察觉到了不对劲，自己是要解释误会的，怎么最后变成了香蕉？在老头老太太的帮助下，马青被搀扶到柳依家中。柳依实在不好说什么，总不能当着老人的面把马青踹出去吧，毕竟自己都收了人家的香蕉。直至两位老人离开，柳依看着躺在地板上呼呼大睡的马青，轻叹了一口气。很难想象，向来雷厉风行的柳依，常人在他面前只有被吩咐的份儿，如今在面对醉醺醺的马青和两位面善的老人，自己竟然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门外头的老头和老太太，老太太回忆着柳依那张绝美的脸蛋，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两位老人搀扶着彼此，迈着颤颤巍巍的步子上楼。哎，老头不能确定的道：老伴儿啊，马青好像住203吧？老太太疑惑的问。刚才那是多少号？好像是。老头模棱两可的道。202。难道？老太太惊奇的道。1秒，2秒，3秒。两位老人相视一眼，近乎同时的笑了。老了，记性不行了。说到底，两个人谁也没有怀疑柳依和马青之间的关系。让他们觉得好笑的是，明明跟马青关系那么要好，竟然连他家门是多少号都记不清。人呐，不服老不行啊。13。麦芽香鱼散蛋。柳依家。柳依抱着肩膀，用光嫩的脚丫踢了踢躺在地板上的马青腰，下意识的一脚不慎提到马青因为过肩摔抻到的位置。死！马青疼得倒抽一口凉气，但他依旧没有醒的意思，而是用手抓了抓腰间，然后有呼呼睡了起来。柳依看着熟睡中的马青，心里琢磨着该怎么办，要不然给他拽出去。想到自己家中睡着一个男人，他还是决定把这尸体拽出去。然而不经意的一眼，他看到柜子上的香蕉，脑海中立即浮现老太太那慈祥的笑容，无奈的叹了一口气。柳依打消了这个念头，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担心明日早晨被那老奶奶看到，收了人家的香蕉，又把马青丢出去，这事儿放哪里都有些说不过去的。至于误会什么的，是另外一码事儿了。不过说是让马青可以睡在柳依家一晚，但不代表柳依可以接受男人睡在自己家中的事实。他回到卧室，穿上一套简单的运动服，出门了。再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瓶药，那是安眠药。他先是把安眠药碾成粉末，随后倒了一杯热水，将安眠药放入水中，经过搅拌溶解后，他端着这杯带有安眠药的热水来到马青身前。啪啪啪，柳依二话不说，冷着脸直接就是3个嘴巴子。马青迷迷糊糊的醒了。流星雨。马青被扇得满眼冒金星。解酒的柳依把手中的水递给马青。谢了。马青笑道。服务真到位哦。柳依没多计较，他现在就想让马青赶紧喝了这杯水。马青接过水杯，吨吨吨吨。嗨呀！马青苦着老脸道，这玩意咋有点苦了吧唧的呢？你喝多了。睡吧。柳依冷声道。哦，马青倒头睡了。这下柳依心里稍微舒服了些，虽说医生不建议安眠药和酒同时食用，好在药量用的不大，加上酒精的麻醉效果，这下马青睡得就更死了。如此一来，就不担心马青半夜起来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比如自己睡觉的样子，或者是晾晒着的 bra。 见得马青睡得熟，柳依起身看了看手中马青用过的水杯，不能用了。他将水杯丢进垃圾桶里，随后走进卧室睡觉去了。夜半，柳依隐约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好像是裤带的声音，不能确定。柳依缓缓睁开美眸，这眼睛睁开不打紧，眼前的一幕不禁吓得柳依魂飞魄散。也不知怎地，马青迷迷糊糊的竟然摸到了柳依的卧室。他走到柳依的窗前，晃晃悠悠的解开裤带，然后一手把着裤子，另一只手好像要掏出来什么奇怪的武器。这究竟是什么情况？安眠药的剂量小了吗？为什么他能醒过来啊？柳依惊坐立起来，红着俏脸，一嘴巴子扇了过去。喝多了的马青感觉不到什么疼痛，嘟囔了一句：“别闹，尿尿。”卫生间不在这里。柳依呵斥道，眼看着马青就要尿出来了。柳依迅速起身，赶忙将马青往卫生间里扯。到了卫生间，难题又来了。马青晃晃悠悠的，根本站不稳。照这个架势去看，肯定尿得满地都是。陌生人借用自己卫生间，这已经是柳依所不能接受的了。这要是尿得满地都是，这能逼疯一个患有严重洁癖的柳依。柳依呵斥道：“你给我尿准点！”马青置若罔闻，晃晃悠悠的掏出了武器。柳依见状，一咬牙，走上前，帮马青稳住了身体。柳依不像是小姑娘，尽管她从小到大从未和陌生男人如此深入了解过，但博学多识的她没什么不知道的，对于男性的生理结构还是了解的，所以她表现得并没有那么惊慌。恰恰相反，那双冰眸子仿若看待一个课本上的人体解剖图一般，没有丝毫的情绪，就是脸有些红，心跳有些快而已，仅此而已。闸门打开，宛若洪水冲毁大坝一般，黄河喷涌，气势汹涌。哗！黄河与马桶底部的清水融合，因为冲击力，因为黄河水质浑浊，清水上被浇灌出一层浓密的泡沫，有点些许啤酒的麦香。1分钟，哗！2分钟，哗！5分钟，哗！柳依受不了了，你就喝了6瓶啤酒，为什么尿出来1箱啤酒啊？马青闭着眼睛，一边昏睡着，一边尿着。然而，更让柳依受不了的还在后头。在第7分钟的时候，此水枪弹道忽然变得奇怪了起来。柳依见状，心中萌生不祥的预感。果不其然，弹道忽然分叉了，最后竟然变成了散弹。瞬间，干净整洁的卫生间被马青铺上一层带有淡黄色液体，除了应有的奇怪的异味，里头还掺杂着一缕缕麦香。柳依气结，原本好好的，怎么尿着尿着就分叉了呀？柳依受不了了，她觉得此时此刻说什么也没用了。她转身走出卫生间，到了厨房，提着一把菜刀就走进卫生间。你要这个东西没有用了。柳依冰冷无情地看着马青。马青看着提着菜刀的柳依，淡淡一笑，然后咚的一声倒地睡着了。柳依看着躺在地上一脸人畜无害的马青，恨得他是咬牙切齿。他后悔了，当初就不该给他服用安眠药，当时心狠点，给他服用安乐死，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因为马青起夜的事情，柳依一晚上都没有睡踏实，总感觉马青站在自己床头解裤带，心里都已经产生了阴影。天亮，柳依起床，见得躺在卫生间的马青，二话不说，上前咣当就是一脚。马青身子一歪，没有任何反应。柳依又是一脚，马青还是没有反应。死了，柳依嘟囔着。柳依蹲下身子，玉指轻轻地横在马青的鼻孔处，感受到还有一缕气息，柳依这才放心下来。我还以为一泡尿把你生机，你尿光了。柳依讥讽道。柳依把马青拽到门口，走进浴室洗漱，吃了一份营养均衡的早餐，随即出门上班去了。刚打开门，就见得昨天那位给自己香蕉的老奶奶，她拎着硕大的垃圾袋，颤颤巍巍地走着。见得柳依，老太太先是一愣，她没想到这身穿职业装的姑娘竟然这么美，比昨天看到的还要美。哎呦，老太太凝重地感叹着，似乎觉得这姑娘美得有些离谱了。奶奶好，柳依礼貌地道。好好，姑娘也好，老太太笑道。柳依看了一眼老太太手中的垃圾袋，立即想起昨晚老太太说过的话，马青这孩子平时没少帮我倒垃圾。再想到昨晚老太太昨晚给自己的香蕉，奶奶我来吧。柳依伸手接过老太太手中的垃圾袋，老太太满眼都是这漂亮的姑娘，见得这么漂亮的姑娘愿意帮助自己，自然开心的不行。好啊，老太太兴奋的除了用好字表达，再也想不到更好的词汇了。柳依一手拎着垃圾袋，另一只手搀扶着老太太下楼。到了楼下，柳依将手中的垃圾丢进垃圾箱。奶奶我走了，您注意安全。柳依轻声道。好，你也是，开车注意安全。老太太笑道。那再见。柳依平静的道。
老太太看着柳一坐进车内。老太太好像想到了什么，开车。姑娘，等下！老太太急声道。柳一刚要关车门，见得老太太一脸急切的样子，便道：怎么了？姑娘，你先等下。老太太道：有什么问题吗？柳一疑惑的道。老太太从她兜里摸出一块红布，翻开红布，原来里面包裹着的是一部老年机。看得出来，这老太太挺珍贵，这并不值钱的老年机的。老太太取出这老年机，明明很干净，她还不放心的吹了吹上头，又小心翼翼的用手抹了抹，好似在赶走上头的灰尘，然后用她那颤抖的手指不熟练的按出一串号码。喂！老太太高呼。啊！对方是个老头，估计耳朵不太灵光，声音带着一股愣劲儿。老刘头，一会儿我孙媳妇开车出小区，你注意点。自己人。老太太叮嘱道。啊！被叫做老刘头的说道。车牌号多少啊？车牌号。老太太看向柳一，问道：姑娘，你车牌号多少？柳一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但还是说出了自己的车牌号码。L18888。老太太对着老年机高呼。L18888。啊！老刘头道。挂断电话，老太太看向柳一，笑道：好了，姑娘，你赶紧忙去吧。柳一应声，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还是开车走了。柳一的车出了小区，刚要走进正道，拐了个弯，一个老头迎面走来。柳一车开得不急，见得老头腿脚不利索，就停下车子。谁知老头好似被一股风吹歪了身子，嘴里念叨着哎呦呦呦，接着就这么简单的倒在柳一的车前。柳一，这老头的假摔毫无技术可言啊！柳一疑惑的下车，轻声道：爷爷，您没事吧？老头，哎呦，我的腰啊！老头，哎呦，我的屁股啊！老头，哎呦，我的头啊！柳一满脸黑线，心想着，早知道自己不来这种低档小区了，人均素质是真低啊，啥样人都有。爷爷。柳一指向内车的行车记录仪，道：我车内有行车记录仪，您看您能不能起来？如果不能起来，我叫警察扶您。老头看了看柳一的车，眼睛猛地一亮，感叹道：姑娘，你这车不错啊。是。柳一尴尬的道。那您到底有事儿没事儿啊？这车多少钱啊？老头问。没多少钱。柳一道。问题是您到底能不能起来啊？得200多万吧。老头道。差不多。柳一再次把话题拉了回来，道：您能不能？话音未落，老头一听200多万，当即急了：有钱，有钱，你这姑娘也不能撞人啊！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欺负我一个60多岁的老人，这合理吗？这不合理。经过老头这么一呼喊，立即惹来一群看热闹的人。老头仗着人多，又开始哭喊着：你这姑娘不讲武德，明明停车了，我以为你要让我先走，然后又忽然加速，我大意了，没有闪，被你撞了。你偷袭我一个60多岁的老人，哎呦，我的腰啊，我的头啊！柳一满脸黑线，心想着，这老头干碰瓷的事儿不止一次了吧？这套话术明显是练过的呀。老头一边哭喊着，一边抱着柳一的车，这是赖着不打算走了，拍打着柳一的车盖。老头看到了柳一的车牌号码，瞬间，老头没了声响，那撕心裂肺、惊天地泣鬼神的哭喊声戛然而止。14，你到底明白了个啥？那边的柳一，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腕表上的时间，眼看就到开会的时间了。再看眼前纠缠不清的老头，虽然这事儿通过警察可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但眼下相对于这没有所谓的清白，时间更重要。柳一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取出车内的手包。这样吧，柳一打算给老头钱。而就在这时，老头哭声骤然戛然而止，紧接着老头就站了起来，毫无征兆的反差不禁让柳一一愣，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老头就站起来了。你是老宋太太的孙媳妇啊？老头笑道。柳一愣了一秒，立即想起邻居面善的老奶奶，这下他才明白他为什么要打电话，原来是因为这个啊。想通了之后，柳一不禁满脸黑线，哭笑不得。快，老头让开路，急声道：姑娘赶紧上班吧，别耽搁了时间啊！柳一还有些愣神，这前后是同一个老头吗？什么啊？一会儿这里就早高峰了。堵车的老头没好气的道。哦，柳一应声，然后坐进车内，道：那我走了。柳一还担心着，这会不会又是什么他没见过的碰瓷套路？
走吧，走吧。老头笑得非常开心，嘴里还不禁念叨着：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啊。柳依就这样疑神疑鬼的开车走了，直至后视镜中的老头彻底消失在人海中。柳依还是觉得这有些不可思议。万兴集团早会，柳依听着各部分汇报着昨日工作业绩。到了销售部门的时候，担任销售部负责人的马青却不在场。马青人呢？柳依冷着脸问道。台下无人应答，倒是王磊嘴角略有一丝神秘的笑意。他觉得嫂子很有趣，这明摆着就是明知故问嘛。马青在哪里？你能不知道？马青为什么迟到？你能不知道？难怪马青这小子一天无精打采的，并且最近没事儿就吵着腰疼。见得柳依这绝美的面容，不论怎么看都像是被马青滋润的，估计昨晚又没少折腾吧。柳依有注意到王磊，见得王磊脸上那恶心的笑容，他就知道这王磊脑瓜子里绝对没想什么好事儿。王磊，柳依冷声道。他打断王磊的思绪，赶紧阻止王磊闹补那些恶心的事情。王磊走出思绪，道：怎么了？嫂字一出口，王磊就见得柳依脸色立即黑了下来。王磊见状，立即意识到自己口误了，赶忙捂住了嘴巴，警惕着四周的同时，担心着周围的人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好在的是，大家并没有意识到什么，脸上没有什么奇怪的变化。刘总，王磊小心翼翼的道：看你的简历，你和马青都是专科生，而且还是同班同学是吧？柳依淡淡的道。是。王磊应声。马青因为什么迟到？柳依冷声道。噗！王磊没忍住笑了出来。这还用问啊？这事儿你自己比谁都明白好吧？柳依面色越发冰冷。王磊见状，一副了然的样子，好似在告诉柳依：我懂，我都懂，工作上不论交情的，我懂，我都懂。柳依一看王磊这个精神状态，气得恨不得一刀宰了这个脑瘫。他总觉得这王磊懂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刘总，马经理从未迟到过，估计王磊小声道：可能遇到什么急事了吧？柳依转头看向财务部，吩咐道：扣马青双倍工资。好。财务部应声。等下，柳依想了想，又问：马青每个月多少工资？大概3万块左右。财务部道：这么多吗？柳依低头想了想，吩咐道：这工资挺抗扣的，扣4倍吧。4倍？财务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有问题？柳依不满地问道。没。财务部的人员不敢多嘴，低头开始记录着。今天早会就这样，散会。柳依冷声道。柳依起身看了一眼那边的王磊，道：王磊，你来我办公室一趟。好的。王磊应声。柳依回到办公室，疲惫地坐在转椅上，手扶着额头，倍感头痛。自己来到万兴集团没几天，工作上倒是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压力，但在生活上的压力却是不小。短短几日发生的事情却让他身心俱备，尤其是那个马青。咚咚咚，敲门声响起。柳依叹了一口气，椅子一转，面向门口的位置，他双手交错而握的放在桌子上，典型的王者姿态。进。柳依冷声道。王磊推门而进。刘总。王磊恭敬的道。门关上。柳依冷声道。王磊关上门，气氛僵硬住了。柳依冰眸子死死地锁定着王磊，也没有说话的意思。至于王磊，被柳依盯着的心里发毛，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心里琢磨着，难道自己这声刘总让他不开心了？果然，没人的时候还是应该叫他一声嫂子。马青这小子行啊，这般冰山美人竟然拿捏得死死的。我不喜欢废话。柳依慢条斯理的道。我直说了，我不是马青的女朋友。王磊闻声先是一惊，随后满脸疑惑的看向柳依。柳依很满意此时王磊的状态，他解释道：你也应该知道，我的身份和马青的身份差距很大，我和他之间是不可能的。那……王磊不理解的道。昨天的事情是演戏。柳依平静的道。你和马青是好朋友，他有没有女朋友，你比我更清楚。之所以昨天我会去参加你们的同学聚会，是因为马青找过我，他希望我可以帮忙，仅此而已。王磊闻声低头，陷入了沉思。柳依知道这事情很复杂，给他一些时间去消化。过了一会儿，柳依叹了一口气，道：明白了吗？明白了。王磊猛地抬起头，他的目光坚定，好似悟出了大道一般。原来如此。既然你明白了，那就去好好工作吧。柳依淡淡的道。王磊点头道：那我不打搅嫂子了。嫂子你忙，我去工作了哈。
去吧。柳依疲惫地揉着自己的眉心。就这样，王磊走了。王磊离去后，柳依猛地反应了过来。等等，他刚才叫我什么？嫂子！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了个啥啊？这王磊跑得也是溜快。等柳依发现事情不对劲的时候，早就没了人影。柳依心力憔悴地叹了一口气，不断捏着自己的眉心。嗡嗡嗡，桌面上，柳依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柳依瞄了一眼，是好友米露的电话。什么事？柳依不耐烦的道。大清早的，口气这么冲，米露没好气的道。说是柳依耐着性子道。啊，倒是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合计来问问你工作岗位还习惯吗？米露笑道。不习惯。柳依淡淡的道。哈？米露没好气的笑道。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不太像你啊。还有你拿捏不住的事儿，不想说。挂了。说着，柳依就要挂断电话。别啊，跟我唠唠啊。这么着急干什么吗？米露道。柳依酝酿了一下，觉得告诉米露也好，毕竟自己就这么一个好友，告诉他也好让他帮忙出出主意。于是，柳依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利用简短的5分钟时间，把从那日和马青的相识到昨日参加马青的同学聚会都告诉了米露。米露，柳依语速很快，米露足足愣了好几秒，才彻底消化柳依所陈述的内容。什么？电话里传来米露的嘶吼声，柳依赶紧把听筒脱离耳边，直至米露的嘶吼声消退，这才把听筒重新放回自己耳边。那天你带走的男人竟然是你们公司的员工？米露惊讶的道。柳依淡淡的应声。然后昨天你还参加了他的大学同学聚会？米露不可置信的道。柳依叹了一口气。你居然让他住在你家？米露道。当时的情况也是没有办法的，我也不想。柳依无奈的道。我个篮子的！米露震惊的道。很难想象，一个从不讲脏话的女孩子，在听到柳依这段经历之后，竟然口吐芬芳。事实上，此时此刻，似乎也没有什么词汇可以形容米露的震惊了，唯有脏话可以准确表达米露内心的情感。唉，柳依无奈的叹了一口气。那米露想了想，问道：那个叫马青的人现在在哪儿？柳依抬起手腕看了看腕表上的时间，道：估计快醒了吧。你没跟他在一起？米露惊声道。没。柳依道。他还在你家？米露道。柳依说道。不然也没办法。问题是，米露惊悚的道，你卧室里的那些东西让他看到好吗？柳依：15，我这兄弟没救了。同一日上午10点钟，马青慵懒的睁开睡眼，发现眼前这陌生的场景后，不禁一愣。这啥地方？马青起身，看着眼前这科技感十足的房间，这个格局跟我家差不多呀。那个，有人吗？带着疑惑，马青屋里屋外走了个遍，可以看得出来，这家主人经济条件不错，整个房间全都是科技感十足的设备。到了客厅，马青看到墙壁上挂着一个巨大的电视机，电视机下面则是一个柜子，柜子上面摆放着一台游戏机，柜子里面摆放着的全是游戏卡，在电视机的对侧则是一套大沙发。这电视应该定制的吧？游戏机马青认的，是索尼最新款。下面柜子里面的游戏卡，这得花多少钱啊？看到这些，马青想，这家主人应该是个男孩子吧。等马青走进卧室的时候，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撼到了。粉色的壁纸，散落满地的娃娃，柜子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动漫手办。马青改变了之前的看法，这应该是个女孩子的房间吧，而且看着架势，应该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你好，有人吗？马青再次试探道。无人应。马青挠着头，琢磨着，这谁家啊？人呢？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能确认的是，自己昨天晚上喝多了，而且是这家主人收留了自己，不然自己就得露宿街头了。因为这家主人并不在，马青也不好多久留，便推门离开了。到了门外后，马青惊奇地发现，这家竟然是自己的邻居。细琢磨一番，半个月前确实有人搬到了自己的隔壁。马青开心地笑了，看来又是一位好邻居呢。回到自己家中，洗了个澡，吃了个饭，马青就去公司上班了。在上班的路上，碰到了老宋太太。宋奶奶早马青笑道：这都几点了，还早呢呀？都快中午了。老宋太太没好气地笑道。嘿嘿，马青挠着脑瓜。哎，老宋太太笑道：你交女朋友了？我？马青指着自己的鼻孔道：没啊，跟我还不说实话，我都看到了。老宋太太没好气的道。哈？马青一脸惊奇地看着老宋太太，姑娘真俊啊。老宋太太感叹道。马青，行了，
你赶紧上班吧，你女朋友早就走了。老宋太太笑道。哦，马青还是有些愣神。老宋太太走了。老宋太太在小区里很出名，不管大的小的，见到老宋太太都得问声好。在这个小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老宋太太不知道的事情。当然，老宋太太知道的事儿，只要是好事儿，不出半天的功夫，整个小区的人都被传了个遍。短短的一路，马青走下来，见到马青的人都打趣的笑道：“马青交女朋友了，听说是个大美女呢。”孩童们一路疯闹着，见到马青，停下脚步，道：“马青哥哥有女朋友了，听说大姐姐可漂亮的，真想看一看呀。”小区正在下象棋的大爷们见到马青，笑道：“青儿有女朋友了，啥钱结婚啊？”在马青去超市买烟时，就连超市的服务员都知道了。他把香烟递给马青，笑道：“马青有女朋友了，那以后可得少抽烟，要孩子的时候可是要戒烟的啊。”马青这一路下来，一脸懵逼，这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了啊？啥情况啊？这是……本来马青是想解释的，奈何大家都很开心，祝福的话又不断，这会儿表明自己根本没有女朋友的事儿，未免有些太让人失落了，所以没太好意思把实情说出口，只能僵硬的笑着回应大家的祝福。到了万兴集团，马青知道了自己被扣了4倍工资。啥玩意？马青不可置信的看着财务部的小宋，惊道：“扣我4倍钱？凭啥呀？”小宋一脸为难的看着马青，道：“马哥，刘总亲自下的令，我这也确实不好办事啊。”说到柳一，马青脑海中立即浮现那张冰冷彻骨的脸蛋，慵懒的抱着肩膀，永远用眼底看着别人的高傲的女人。行，我知道了。马青无奈的道：“对不住了，马哥。”小宋为难的笑道：“没事儿，迟到是我的问题。”马青笑道。这句话马青并没有说完整，迟到确实是马青的问题，扣工资也是应该的，但问题是你这一扣就扣4倍，这就有点恶意针对了吧？马青回到办公区，第一时间就是找到王磊。当事时，王磊正在给客户打电话。马青从王磊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朝办公室的方向偏了偏头，意思是说一会儿来我办公室一趟。王磊见状，一边跟客户沟通着，一边向马青点了点头。王磊挂断电话后，起身来到马青的办公室。雷子，昨天啥情况？我喝断片了。马青道。昨天？王磊笑道。昨天都挺好的呀，没啥问题啊。咋了？谁给我送回家的？马青问道。哼，王磊奇奇怪怪的看着马青，没好气的道：“这话让你问的，还能有谁？当然是嫂子啊。”随后，王磊还问了一句：“青儿，你咋了？没睡醒啊？”马青陷入了沉思。柳一给自己送回家的，难不成那是柳一的家？半个月前搬到自己隔壁的竟然是他。想到这里，马青想到客厅中的游戏机以及卧室中的动漫手办，再联想起柳一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扑克脸，算了吧，柳一看起来有那么可爱吗？不过说到柳一的事儿，马青抬头看向王磊。雷子，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解释一下。马青严肃的道。啥事儿啊？这么严肃？王磊笑道。其实马青认真的盯视着王磊，一字一顿的强调，他不是我女朋友。我知道啊。王磊的反应很平常，并没有表现出惊讶的样子，这不禁让马青为之一愣。你知道？王磊点了点头，解释道：“今天嫂子找我了，都给我说了。”呼，马青长舒一口气，道：“你知道就好。”嫂子。马青反应了过来，他看着王磊，哭笑不得的道：“你知道啥了呀？”今天早上他都跟我说好了。王磊道：“不是，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奇怪的东西啊？”马青解释道：“我跟他根本不是情侣关系，昨天他就是帮个忙而已。”看来你们都商量好了。王磊坏笑。马青彻底无语了，他发现王磊这小子误会的极深啊。哎呀，兄弟！王磊上前，老气横秋的拍打着马青的肩膀，慢条斯理的道：“我都懂，好歹我也是个销售主管，接触的都是高端质量客户，这点事儿我有啥不明白的呀？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马青苦笑：“你先别说，你听我说。”王磊打断马青的后文，然后双手一背，宛若一位风仙道骨的老人一般走在办公室内，解释道：“嫂子都说了，你和他身份差距很大，完全就是2个世界的人，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能看出来。”王磊重重的道。马青嘴角的肌肉一抽，道：“你又看出来啥了？”
我能看出来，你们是真爱。王磊坚定不移的道。王磊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马青刚好感觉到有些口渴，毕竟昨天喝了不少酒，口干是正常的。于是拧开水杯盖，喝了一口清水。噗！嗨嗨嗨嗨！马青被呛得满脸通红，他看向王磊，道：“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王磊怡然自得的分析道：“其实我也看出来嫂子的意思了，这么做就是为了保护你。”保护我？马青匪夷所思的看着王磊。哎，王磊无奈的摇头，感叹道：“红颜祸水啊，像嫂子这种美人，追求者能少吗？敢追嫂子的男人，那可能是普通人吗？如果让他们知道你是嫂子的男朋友，肯定会找你麻烦的。”马青，停！马青赶紧叫停，道：“你听我解释，事情真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他就是单纯的为了帮我个忙而已。其实事情是这样子的。井号人民币100号100号，人民币人民币100号。”马青耐着性子，把从见到柳一开始的事情到昨天同学聚会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王磊。王磊捏着下巴，越听脸色越凝重。解释完，马青长舒一口气，道：“这次明白了吗？青儿啊。”王磊脸色凝重。马青道：“你这个事儿不对奥。”王磊道：“啥玩意不对？”马青道：“你这个剧本我得给你改一下。”王磊道：“马青，你看哈，你去星巴克遇到嫂子的事儿，你认错人了，这可以，嫂子不能认错人吧？为啥就给你领走了呀？然后偏偏带你去见尤红，这里面你得添加点细节，不然别人是不会相信的，到最后还是会暴露你们的情侣关系。”王磊认真的道。说到底，王磊压根就没相信马青和柳一根本就不是情侣的事实，他还在以为马青还在编造故事隐瞒马青和柳一的关系。马青见得王磊一脸凝重，本以为他是相信了自己的话，谁知最后竟然扮演起参谋的角色。啪！马青一巴掌拍在自己脸上，整个人彻底无语了。完了，废了，我这兄弟彻底没救了。16碎嘴子！王磊看着满脸黑线的马青，无奈的叹了一口气。青儿啊，我误会你了。王磊叹道，我以为你不想让别人知道你和柳一的关系，是因为你担心这件事情会给柳一造成舆论压力。直到今天柳一跟我谈话，我才发现，不暴露你们的关系，其实是柳一对你的一种保护啊。马青无奈的摆了摆手，此时此刻的马青是真的一句话也不想说了。不是说马青故意骗王磊，对于王磊这个好友，马青真的没什么好隐瞒的。但问题是，这小子是真的上道啊！这个脑补能力实在让马青无言以对。兄弟王磊重重的拍着马青的肩膀，近乎含着泪花的道：“什么也别说了，看到你能有这么优秀的女朋友，我王磊打心里为你感到开心。”马青一看王磊竟然如此入戏，眼泪竟然下来了。别！马青欲哭无泪的道：“兄弟你别哭，该哭的是我。”哎，王磊仰头望着天花板长叹一口气，道：“其实我说实话，昨天就算柳一到场，我都不敢相信她竟然是你的女朋友。不光是我，其他同学都是，大家都在怀疑这件事儿。毕竟你们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是吗？”马青看到了曙光，他猛地抬头看向王磊，急切的道：“兄弟你最好别信，可是你知道吗？当你喝多了的时候，当你一头栽进柳一胸口上时，大家都信了。”王磊解释道。啥玩意？马青吓得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你喝多了，肯定不知道了。王磊笑道。马青一脸惊悚的看着王磊，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大胆到钻进柳一胸口里，那特么自己还能活到今天真的是奇迹。马青摸了摸自己额头上的大包，这时候的马青还不知道他头顶的大包其实是因为自己说了一些不干净的话，气得柳一一脚刹车，导致马青一头撞在车上留下的。马青额头上的包，嘟囔着，这确定是钻他胸口里了吗？怕是撞铁板上了吧？马青实在想不通，自己一头栽进他怀里竟然能撞出来一个大包来，挺离谱的。忽然的，王磊的表情变得严峻起来，他沉声道：“以前年轻，有些事情理解不了，现在我总算是明白了，有些人是真的动不了的。像是柳一这种财阀，难怪没人敢追他；像是这种国色天香，没有哪个男人不幻想的。但问题是，真正有实力追求他的人真的没有。别说他不同意，哪怕就算他同意了，第二天就会有人找你麻烦。”马青苦笑道：“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兄弟，你要明白，像是柳一这种财阀，从出生那一刻起，婚姻就已经不属于他了，他早就失去喜欢一个人的权利了，他就已经成为家族的商品，去换取更多的利益。”王磊一脸同情的看着马青，道：“柳一喜欢你，要知道
他背后做出多么艰难的决定啊！他可是与整个家族作对，他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得好好把握他啊！马青，行了，兄弟，我不多说什么了，这节骨眼我也帮不了你什么。不过，有什么事儿你一定要告诉我，能帮上的肯定帮，帮不上的我硬帮。王磊铁骨铮铮的道。虽然王磊误会的极深，但面对王磊这番言辞，马青真的很感动。在这个利益至上的社会中，别说朋友了，哪怕是亲戚都未必会做到王磊这般。与其说把握住柳一，那都是扯淡，但眼前王磊这个兄弟真的值得自己去把握。马青重重的点头。午间休息，一位员工来到马青的办公室。马哥，员工轻声道。马青淡淡的应声。刘总找您。员工道。马青一听柳一找自己，当下猛地一激灵，他觉得这柳一找自己多半没什么好事，心里打着鼓，表面上却是波澜不惊。马青抬起头笑道：知道了。员工离去。马青琢磨了一下，起身朝柳一的办公室走去。咚咚咚，3声敲门声。请进。柳一不冷不热的道。马青推门而进。柳一见得是马青，当即后悔了，干嘛要用请字？柳一放下手中的钢笔，冰冷无情的看着马青，扫了一眼马青身后的门，道：门关上。关门干啥呀？马青心虚的笑道。他担心柳一给自己整活儿，比如过肩摔擒拿之类的。我说关门。柳一不耐烦的道。啊！马青硬着头皮把门关上了。随后两人无话。心虚的马青不敢抬头直视柳一的目光，柳一的冷眸则是死死的锁定着马青。那个马青尴尬的挠了挠鼻尖，讪讪的道：昨天的事儿谢了，王磊误会了，这事儿你怎么看？柳一淡淡的道。他呀，马青想到王磊，瞬间满脸黑线。我也跟他解释了，好像误会更深了。你怎么跟他解释的？柳一问道。就说你只是帮个忙呗。马青解释道。你觉得他能信？柳一美眸一立。可是马青弱弱的看了一眼柳一，反驳道：你不也这么跟他解释的吗？你解释他都不信，我解释他就能信啊？你……柳一气结。柳一发现这个马青真的是欠揍，明明是一副胆小怕揍的模样，可嘴上偏偏给你整点你不揍他就说不过去的话。钱还我。柳一冷声道。钱？马青一愣，疑惑的道：什么钱？别装傻，那天我给你的5000块钱。柳一道。哦。马青想了想，问道：对了，那天你为什么要给我5000块钱啊？少废话。柳一不耐烦的道。那不是你的钱。马青觉得也是，当即没再说什么，拿出手机把钱扫给了柳一。不够。柳一冷声道。马青疑惑的道。当时你就给我5000啊？昨天我扮演你女友，你以为是免费的？柳一冷声道。不是。马青不理解的道。当时也没谈费用的事儿啊，耍无赖是吧？柳一直接站了起来。马青一看着柳一都站起来了，看这样子是要动手了。行吧。马青再次掏出手机道。多少钱？1万。柳一道。啥玩意？马青吓得脸色都绿了。1万？让我扮演你女友？这个价钱已经要少了。柳一鄙夷的看着马青道。你觉得你身上哪点可以支撑你拥有一个财阀女友？1万就1万呗，至于把话说的这么过分吗？马青嘟囔着，然后不情愿的把钱扫了过去。柳一收到钱，这心里算是平衡了点。行了，没你事儿了。柳一道。马青刚要走，忽然想起自己额头上的大包。对了，有个事儿我想问问。马青转身疑惑的问道。昨天我喝多了，记不住发生的事儿，但我脑瓜子上的包是咋回事？柳一这心里刚平衡了些许，一听昨天的事情，立即想起昨天马青一头栽进自己的胸口，想起马青在自己车里胡言乱语，想起马青当着自己面解裤带，想起马青把尿喷得满卫生间都是。瞬间柳一俏脸黑了下来。马青讪讪的笑道。我听王磊说，我昨天喝多了，一头栽进你怀里了。我这一合计不太对啊，栽你怀里也不至于给我脑袋撞的大包啊，你那玩意又不是钢板造的。柳一起身踩着高跟鞋走向马青。你嘴是真的碎呀。柳一近乎用嚼着的方式道。马青。柳一一把扯住马青的胳膊，紧接着马青整个人在空中做了个漂亮的360度转体，最后腰部落地。马青捂着腰骂骂咧咧的道。不是，你这人有毛病吧？怎么唠唠嗑就动手啊？我都给你钱了，你还打人，讲不讲理啊？出去。柳一指着门口的方向。17斗嘴，不要脸者无敌。一天的工作结束，马青整理完今天部门的全部业绩，抻了个懒腰。哎呀，终于结束了呀。马青感叹道。
抬头看了一眼时间，现在已经是7点多钟。看了一眼窗外的天色，天都黑了呀。马青一拍大腿，起身下班，走出办公室。打卡的时候刚好跟柳一打了个照面。马青顿住了，柳一也顿住了，两个人脸上都有些不太自然。倒霉，这是两个人脑海中第一闪过的想法。碰巧此时的王磊也要下班打卡，见得这对情侣，脸上立即浮现渐渐的笑容，心想着这和女朋友一个单位确实是好啊，下班都是一起。王磊打卡，朝马青挑了挑眉头，吹着口哨走了。王磊走后，马青见得这柳一也没有打卡的意思，他决定自己先打开走人。谁知此时此刻的柳一也是这么想的，于是尴尬的一幕出现了，两个人竟然同时把自己的工牌送了过去，两张工牌吻在了一起。马青眼睛一瞪，不满地看向柳一，柳一也是如此，杏眼一瞪，同样不满地看向马青。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如此神同步，这是两个人谁也无法接受的，又是不约而同的。两人不耐烦的道：你故意的？马青，柳一，有病！两人竟然又是不约而同的说道：马青，柳一。柳一兵眸子一沉，赶紧刷卡走人。马青也没急着刷卡，让这个柳一先走也是好事儿。别人不知道这女人咋回事儿，不代表马青不知道。外人看来这人倾国倾城，实则这是个拥有暴力倾向的女人。谁家财阀的女儿没事学空手道啊？这种人注定孤独一生，没得男朋友。柳一走出公司，坐进轿车，一脚油门踹走了，留下一股尾气给马青。马青没开车，因为家距离公司不算远，走几步路也就到了，顺路去生鲜超市卖点菜。开车反而麻烦，柳一刚搬到这里没多久，生活上还没有形成规律。回家的路上他看到生鲜超市，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没有买菜，想想这个位置有没有什么好的停车位，无奈之下只好把车开回小区，然后步行来到生鲜超市。如此又跟马青打了个照面。当事时，柳一推着小车选购着食材，马青也是推着小车选购着食材，因为两个人的注意力都在食材上，过拐角的时候并没有留神，咣当的一声，两个小车吻在了一起，毕竟撞到了对方，两个人第一时间都没有看对方是谁。抱歉，两人近乎同时的说道。等马青看到对方竟然是柳一时，想想自己说的道歉的话，恨不得抽自己一嘴巴子。无奈的是，话都说出口了，你好像是个变态。柳一冷声道。此言一出，不少人听到了，大家奇奇怪怪的看向马青。谁？马青气急败坏的道。谁变态？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你总跟着我干什么？柳一一脸冷漠的看着马青。哎，我发现你这个人。马青叉着腰笑道。我发现你这个人挺能自作多情啊，你不会以为你长得有几分姿色就觉得是个男人都喜欢你吧？还跟着你，我躲还来不及呢。你个碎嘴子！柳一呵斥道。哎，马青赶紧脱离危险距离道，要动手是不？我可跟你讲哈，这么多人都看着呢。柳一冷眸一眯，见得眼下人确实有些多，实在不好动手，这算是放过马青了。你离我远点！柳一满脸不屑地看着马青，嘟囔了一句：尿尿分叉的男人。本来声音不是很大，柳一的本意也就是让马青一个人听到就够了，谁知周围的人都把注意力放在马青和这位绝色美女身上，所以柳一这句话自然而然就被大家收入底了。噗呲，围观的人没忍住，一听马青尿尿分叉，不禁都笑出了声。柳一下意识的一句话，没想到被这么多人听到，当即柳一的俏脸也显现一缕不自然。其实柳一本意就是用这句话赶走马青而已。说完他也有些后悔了，这无意间就暴露了另一条信息，那就是马青尿尿的时候自己看到过。马青一听柳一这话，满脸羞红，慌张道：你他妈说啥玩意呢？你尿尿才分叉呢！柳一脸色平静，他拿起一根1厘米高的香肠，当着马青的面抖了抖那香肠，香肠也是惊道，弹了又弹。小屁孩！柳一冷声道。话虽然没说明白，但柳一的意思却很明显了。马青短，哈哈哈哈！这下哄堂大笑。马青沉不住气了，他拿过来一捆芹菜，道：你尿尿是散弹！突突突突，散弹！语出同时，马青抖落着芹菜叶子，模仿散弹的模样。你尿尿是穿天猴！马青跳了起来，落地时摊开双臂，模仿开花的模样。咻！啪！穿天猴！哈哈哈！周围人笑得不行，已经不少人开始捂肚子了，甚有的已经笑得站不住了。
斗嘴这方面可谓不要脸者无敌。柳一要脸，放不下来面，不能像是马青那样手舞足蹈的模仿搞笑的动作。可眼看着马青这么羞辱自己，柳一只有看着的份。不争气的是，马青模仿出来的样子真的好搞笑，他都有些忍不住笑意，这是最让他感到羞耻的。哇，老公，你看这对情侣，他们好可爱啊。是啊，那女孩子长得好漂亮。是啊，是啊，这对情侣真的好有趣，好羡慕那男的，竟然拥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众人议论不止，正因为周围人群的起哄，马青入戏了，模仿的正尽兴。忽然，马青就感觉自己的胳膊好似被什么抓住了。马青一看柳一抓住自己的胳膊，当即吓得脸色都绿了。等等，马青苦笑，一记漂亮的过肩摔。啊！马青杀猪般的惨叫响亮全场，瞬间全场哗然。众人又有谁能想到，如此冰山美人竟然习得空手道，出招干净利索，毫不拖泥带水，这一看就是高手。马青躺在地上，仰望着柳一，由下至上的看去，是修长的美腿，是夸张的腰臀比，是冰冷彻骨的俏脸，就是有点疼。柳一用眼角俯视着地上的垃圾，冷声道：“碎嘴子。”说罢，柳一踩着高跟鞋离去。18连环过肩摔。回家的路上，柳一走在前头，马青走在后头。晦气马青一边揉着腰，一边没好气的嘟囔着：“倒不是马青想跟着他，是柳一一直走在马青的前头。”走着走着，马青惊奇的发现自己和柳一竟然顺路。马青疑惑着，这附近也没有什么高档小区啊，财阀竟然会住这片便宜的小区。夏日的风很清爽，是柳树的沙沙作响，是草丛中蛐蛐的鸣叫，天空中的星辰打亮路灯，昏黄的灯光没有白日里太阳那么明亮，但却很轻柔。又走了一会儿，马青就想，这么跟着他，不会被他当作变态了吧？马青满脸黑线，觉得自己就这么跟着他，不被当成变态就怪了。于是他加快了步调，跟了上去。你家住哪里？我们好像顺路。马青笑道，这话有另一番意思，表明马青不是变态，之所以一直跟着你，是因为顺路。别跟我说话。柳一冷声道，我嫌恶心。马青本想跟柳一正常聊天的，却被柳一一句我嫌恶心破防了。我发现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马青呵斥道，别跟着我。柳一冷声道。马青指着前方的路道，我家在前头，谁跟着你了？你那换条路。柳一鄙夷的看着马青。切。马青不屑一顾的道，换条路就换条路，谁稀罕跟你走一条马路啊？马青拐了个弯，绕个原路。柳一见得马青不跟着自己，便长舒一口气，他不想让马青知道自己跟他住一个小区。谁知柳一这才刚松一口气，马青竟然又拐了回来。你回来干什么？柳一呵斥道。哎，马青嬉皮脸的道，没想到吧，又回来了。哎，你恶不恶心？你气不气？你有毛病是不是？柳一冷声道。哎，走在你前面。马青走到柳一前头，然后回头贱兮兮的道，你跟着我干什么？跟着变态走，这样真的好吗？真的好吗？谁跟着你走了？柳一美眸一沉道，我家在前面。那你绕路啊。马青笑道。凭什么？柳一道，那你就在我后头闻我屁味吧。马青笑道。说着，马青两手盘在脑后，一脸慵懒的走在前头。走着走着，马青对身后的柳一扬声道，小心点哈，我放屁了，熏到我可不管。说着，马青还拍了拍屁股，尽可能的把味道往后散一散。柳一闻声，精致的鼻子一皱，捂着鼻子往旁边闪，恶心。柳一厌恶的道，嘿嘿。马青看着身后的柳一，笑嘻嘻的道，你可千万别放屁，像你这种美女肯定不会放屁的，对吧？话没说完，马青忽然看到柳一身后有着一道光亮越来越近，而且柳一还不断的往旁边靠。我透！马青大惊失色，你赶紧！然而此时说话已经来不及了，光亮越来越近，柳一还在往光亮那边靠。马青一咬牙跑了过去，就在光亮即将撞到柳一时，马青抱着柳一扑向马路边。柳一只顾着往旁边躲闪，并没有注意到身后驶来的车辆，然后自己就被跑过来的马青抱走了。紧接着就是一股强劲的风从耳畔呼啸而过。等柳一回过神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在鬼门关走了一趟。此时马青抱着柳一，马青在下头，柳一在上头，两个人的身体紧密地镶嵌在了一起。马青抱着柳一，一惊，暗道，这女人骨架好小啊，肉嘟嘟的。
柳依的俏脸缓缓从马青的胸膛扬了起来，见得马青一脸享受的模样后，瞬间满脸羞红。马青聪明的很，眼看着柳依就要爆发，眼珠子一瞪，看向那边远去的汽车，破口大骂：瞎呀，不知道这是非机动车道啊，撞到人怎么办？这还没完。马青转过头来看向柳依，像是个长辈一般呵斥道：你这女人什么情况？不知道后面有车辆行驶啊，直勾勾的往车上怼，不要命了呀！不得不承认，马青这招先发制人，属实给柳依喝住了。柳依目瞪口呆的看着眼前正在发飙的马青，整个人全然被马青这种对生命负责的态度蒙住了。如此一来，柳依倒是不好再计较些什么，人家不顾生命危险救自己，到头来自己又指责人家刮自己油水，这未免太丧良心了。马青还愤怒的指责着：你可以不怕死，但你考虑过你家人的感受吗？你考虑过爱你的人的感受吗？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行为是极其自私的表现？啊！柳依听着马青的指责，忽然感觉眼前的马青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讨厌，这个人似乎还是有些优点。等下，他的手好像捏了捏我的腰。柳依察觉到了不对劲，这个人好像是利用指责自己这段时间刮自己油水，这手明显是没闲着啊。瞬间，柳依的美眸变得阴冷下来。过瘾吗？柳依淡淡的道。啊！马青下意识的道。过瘾。不过你等下，我没说完呢。刚说完，马青倒抽一口凉气，终于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一不小心竟然把自己真情实感说出来了。要不，柳依脸色全都黑了下来。要不换个地方捏捏？马青脸色都绿了，这他妈可坏了呀！我才发现，你小子挺贼呀！柳依阴冷的道。不是，马青口气柔了许多，不再像之前那般强硬。我的意思是，你不能这么不小心，你还有家人不是吗？你要考虑。行了，柳依起身，对马青招了招手，道：起来说话。别吧。马青苦着老脸，道：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要占你便宜的，我只是想证明一些事情而已。哦？柳依冷笑，你看哈，我兄弟跟我说我喝多了，一头钻你怀里了。马青一拍手，不理解的道：我就觉得我兄弟明显是骗我，我钻你怀里能给我头撞一个大包？就为了这事儿，我刚才特意实验了一番，根本不可能。你那又不是钢板造的，怎么可能给我头撞个大包？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马青酒醉一头栽进柳依胸口里，这是柳依这一生都无法面对的事实。明明已经快忘记的事情，如今竟然又被这个碎嘴子提出来。行了，柳依不耐烦的忽闪着手背，道：你个碎嘴子，就别解释了。啊！马青一头雾水，没明白自己到底说错了什么。柳依一把抓住马青的胳膊，马青见状，脸色铁青。等等，柳依背过他的胳膊，一丢，马青人就飞出去了。啊！又是一记漂亮的360度转体加4个难度系数，腰不着地。我个篮子的马青龇牙咧嘴的道。起来，柳依撩了撩凌乱的秀发。别吧。马青欲哭无泪的道。好歹我是救你一命啊，你不放屁，没这么多事儿。柳依冷声道。我没放屁啊，马青解释道。那都不重要了，柳依淡淡的道。说着，柳依再次抓住马青的胳膊，又是一记漂亮的过肩摔。柳依并没有放手的意思，背起马青的胳膊，又补加了一记过肩摔。结果惨无人道的一幕出现了。但见星空下，路灯昏黄，夏风轻柔，柳树沙沙作响，草丛中的蛐蛐伴奏。柳依婉若摔垃圾一般，从左面摔倒右面，然后再从右面摔倒左面，周而复始。看那马青开心的叫声，又是个唯美的夏日。柳依是这样想的。总之，柳依累了，也解气了，可能马青也快奄奄一息了。他抹去额头上的香汗，拎起蔬菜走了。马青艰难的起身，望着柳依那曼妙的背影。啥玩意啊？不管怎么说都是救你一命，至于动手打人吗？19，十字固。到了小区，马青一脸诧异的看着柳依，心道：不是吧，他竟然也住在这里。等两人走进楼栋，马青大惊失色，不会吧，他竟然和我住同一栋楼。等两人到了2楼，马青彻底傻眼了，难道半个月搬到隔壁的是他？昨天自己在他家睡了一晚。不，马青脑瓜子摇的跟拨浪鼓似的，拼命的把这些恐怖的想法甩出脑海。不可能，不可能！今天早上我看过邻居家客厅的游戏机、卧室内的动漫手办以及各种各样的毛绒玩具，这些东西不论怎么想和柳依都不搭。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柳依看着眼前这个脑瘫抽风似的摇头，不耐烦的道：喜欢挨揍是吗？
马青走出思绪，打开家门，道：“我回家。”怎么不让啊？柳依眼睁睁地看着马青打开隔壁的房门，整个人都不好了。让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马青竟然就住在自己的隔壁。早知道如此，昨天晚上就翻他衣兜里的钥匙了，直接把他拽到他家中，还哪里有那么多麻烦事儿？柳依彻底无语了，他赶紧打开家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马青看着柳依走进家门，嘟囔了一句：“真是他家啊。”晚饭时，马青一边吃着饭，一边合计着，这柳依挺奇怪的，外表看起来冷漠得很，走到哪里都是端着架子，典型的一副我是总裁，我最牛批的姿态。按照电视剧中的人设，这种人往往都是精致的，身穿名牌，举止优雅，住在高档别墅，喝着价格不菲的红酒，吃着什么法国高档牛排，娱乐活动也是高端的，比如高尔夫之类的烧钱项目。可这人却住这种低档小区，买着和自己一样的食材，娱乐项目也跟普通人差不多，抱着毛绒玩具，捧着手柄打电玩，这看起来跟普通人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啊。有煞风景的是，马青又想起柳依那惨无人道的连环过肩摔。普通人个屁！马青骂道，带着一股邪气儿。马青不停地往嘴里扒拉米饭，借此泄愤。饭后，马青开始洗衣服。晾晒衣服的时候，又双若浊地见到了柳依，她也在晾衣服。柳依和马青所住的房子都不算是大房子，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厅一室，每家都有一个小阳台，刚好两家阳台挨着，彼此间的距离也不算远，大概也就是50厘米左右吧。这个距离站在阳台上迈一步也就过去了。正在晾晒衣服的柳依见得马青也在晾衣服，手上的动作骤然一顿，紧跟着秀眉也皱了起来。讨厌一个人就是这样，跟他做同一件事情都会有一种莫名的羞耻感。哟，马青晾着自己的裤衩，笑道：“这不是刘总吗？”柳依一脸冷漠，并不言语。男人就是这样，天生带有贱属性。你不让我干什么，我偏干什么。你不是想高冷吗？哎，我就非让你高冷不起来，哪怕最后挨顿揍，我也图个乐呵。哎呦，马青一脸凝重地看着柳依手中的 bra， 道：“刘总，你这不得了啊，这型号是空手道练的吧？哎，你别看我现在发福了，我以前也是有胸肌的男人，只是没你练得好。”这时候柳依才意识到自己竟然拿着 bra， 而且还被这个变态看到了，赶忙把 bra 藏到身后。原来刘总喜欢黑色花边的呀。马青嬉皮笑脸的把自己的裤衩子展示给柳依看，道：“我也喜欢，可惜我这个不是黑色的，下次我买一条黑色的，到时候咱俩能配一下子。”滚！柳依骂道。哎，我去！马青一脸惊吓的样子，道：“刘总会骂人啊？我还以为刘总不会骂人呢，这得难受完了吧？这财阀的女儿，从小素质教育，口吐芬芳，这不跟从嘴里拉屎一样，心里老难受了吧？是不是心里老有罪恶感了？”不得不说，马青这话真的一针见血，可谓直击柳依心灵。柳依被气得浑身直哆嗦，那玉拳攥得死死的。“你是真欠揍啊！”柳依咬牙切齿的道。“哎呀，见外了不是？”马青没好气的一摆手，道：“你揍我又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了，多一次少一次无所谓了。”说完，马青一脸惆怅的望着星空，大手一挥，两眼一眯，道：“普天之下，谁人能看到财阀女儿 bra？ 而我。”马青重重地拍着自己的胸膛，铿锵有力的道：“而我，马青，见过呀。”黑色花边，啧。大概马青两手在自己胸前比划着，这么样呀？马青无奈的摇头，笑道：“练空手道就是好啊。”柳依在那边听着马青的话，气得浑身直哆嗦，最终他受不了了，黑着脸朝马青走去。马青见得柳依这是要动真格的，当即慌了：“等等下。你要干什么？今晚都来2次了，你还要啊？”哈哈哈！慌其实是假，主要是为了气柳依。然而柳依下一秒的动作彻底让马青慌了，他特么的竟然爬上了阳台。哎，不是，等下，危险！你疯了呀！50厘米的距离，柳依一跃而过，由上至下，狠狠的一拳砸在马青的脸上。这拳打的时，马青直接横飞出去，撞在那边的衣架停了下来。马青捂着红肿的脸，喝道：“你他妈玩真的啊！”月光下，柳依身穿黑色丝绸材质的吊带睡衣裙，裙边刚好盖住她的美腿，介于臀部与大腿之间，上一寸是轻浮，下一寸则失去了本有的性感。起来，柳依淡淡的道。不是马青起身，脸色沉了下来，沉声道：“
你真觉得我打不过你？你可以试试。柳依目光冷漠仿若看待一个已死之人。记住，马青冷声道，你再能打，你也是个女人。说罢，马青冲了过去，目测柳依也就是100斤，这个体重，只要近身能抓住她，直接就能把她抱起来。马青看了一眼里屋的床，他打算好了，只要给她抱起来，就把她摔倒床上，之后再控制住她，计划好一切。马青嘴角勾起自信的笑容，是，我承认，你学过空手道，确实很能打，不过你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量级的问题。我一个160多斤的男人，光凭蛮力都是你无法对抗的。量级压制。马青成功近身，一把抓住柳依的香肩，感受着柳依这纤细的肩膀。马青冷笑，归根到底还是女人。就在马青打算把她扯过来时，柳依抬腿就是一脚，这脚挑得极其迅猛，直接踹在马青面门上，紧接着就是一记过肩摔。马青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眼前一黑，随后人就飞出去了。咚！马青身体拍在地板上，滑出去好远，直到撞到衣柜上才停下来。可嗨！马青猛咳不止，他被摔岔气了。等下！马青赶紧叫停。这时候马青终于意识到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原来之前的柳依都是手下留情了，这特么一个过肩摔，险些给自己灵魂摔出体外，这就不行了。柳依冷漠的道：啥玩意？马青瞬间急了，喝道：你说谁不行？柳依点了点头，道：那继续。一顿胖揍，卧室里的马青被柳依从左边练到右边，再从右边练到左边，那惨叫声可叫个撕心裂肺啊！10分钟后，柳依一脚踏在马青的胸口上，冷眸俯视着马青那张鼻青脸肿的脸。不行了，柳依淡淡的道。躺在地上的马青好似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忽然笑了。我在家睡觉从不穿内裤，这句话有着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你走光了。这要是换做其他女人，早就满脸羞红了。可马青面对的是柳依，她眸中的寒芒再现。碎嘴子！柳依拎起来马青，又是一顿毒打。又是10分钟过去，柳依都有些累了。然而马青还是没服，也就是我马青凄惨的笑道：换个男人都经不起你这么折腾。你……柳依气结。这次柳依是真的动真火了，她没想到马青这个贱骨头这么恶心，挨了这顿胖揍，嘴还是那么碎。柳依一咬牙，出了狠招，就见得她扯起马青的一条胳膊，修长的美腿分别控制住马青的颈部和胸部，双手同时抓住马青的臂膀，用力往后摆。这是 arm bar， 俗称十字固，是 MMA 综合格斗经典的绞杀招数。无法破解的十字固让马青心理压力倍增，整条臂膀bị固定的死死的，根本无法撼动分毫。唰的一下子，冷汗浇身。前者是皮肉之苦，后者这十字固让马青终于意识到，原来自己的胳膊是如此的脆弱。他断定，只要此时此刻的柳依稍稍用力，这条臂膀就算是废了。不行了，柳依冷声道。马青一听到这句话，这脾气瞬间就来了。你说谁不行？马青骂道。胳膊不要了是吗？柳依平静的道。话是这么说着，柳依始终不太明白的是，每次问他行不行的时候，这脑瘫不但不服，反而更来劲儿了。看来还是打得轻了，柳依是这样想的。20，恶心！咔嚓，马青的肩关节发出异响，疼得马青一声嘶吼，大豆似的汗珠止不住的流。今天我就把你碎嘴子的毛病治好。柳依冷声道。马青一看，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求饶是不可能的了，尊严不准许马青这么做，但这么下去，这条胳膊肯定是废了。简单思考一番，马青认为这条胳膊是肯定废了，但这条胳膊不能这么简单的交代了，自己得做点什么。忽然的，马青双眼一亮，这个十字固固然凶残，男士与男士搏斗还好说，如果男士和女士搏斗的话，这个动作就略微显得有些暧昧了。因为体位的缘故，自己的手刚好处于柳依胸口的上方。马青有了主意，打定好注意，马青冷静了下来，眼前的一起瞬间变成了几何数学，大脑疯狂地计算着，已知自己的臂膀和柳依的躯干呈70度夹角，臂膀对侧的手位于柳依胸口的正上方10厘米的半空，柳依的胸口厚度目测约5厘米，也就是说，目前自己的手距离柳依只有5厘米。柳依见得马青冷静了下来，稍有一愣，这脑瘫合计啥玩意呢？马青笑了，以断臂的代价缩短这5厘米距离，还你一生一世的心理阴影，值了。就在马青打算开始行动时，他忽然灵光一闪，
察觉到了不对。等等，数据错误。当前，自己的臂膀、柳一的躯干、胸口距离自己的手部呈直角三角形。根据勾股定理，两个直角边长的平方加起来等于斜边的平方 ，C2 等于 A2 加 B2。由此得知，自己臂膀落下去的位置，并不是柳一的胸口，而是柳一的锁骨。也就是说，当前自己的臂膀、柳一的躯干必须要是一个等腰三角形才行。于是，马青又开始了重新一波计算。已知，正常人体手腕关节活动空间是0至90度，肩关节水平外展是0，30度。由于柳一十字固导致的关节受限，当前还可以有5度的水平外展空间，5至7度关节脱臼。根据当前数据可得，自己必须要把自己臂膀往出拽1厘米。要说把臂膀往出拽1厘米，马青犯了难。这十字固霸道的很，自己根本动不了。这特么的可咋整？灵光又是一闪，生拽不行，我可以往出孤勇啊！柳一见得马青脸色一会儿阴一下子，一会儿阳一下子，心里嘀咕着：这傻子到底琢磨啥玩意呢？一切准备就绪，马青沉了一口气，开始孤勇着自己的肩膀。柳一见得马青又开始挣扎，冷哼一声，双臂稍微用力，马青又开始嘶吼了起来。马青嘶吼着，忍着剧痛，可劲儿的把臂膀往出孤勇，几次险些疼晕过去，但他还是咬牙挺住了。终于，在一番嘶吼声中，马青成功的把胳膊往外头拽出来了1厘米。这下，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柳一见得马青不挣扎了，边道：不行了。马青一脸慵懒的姿态，他看了一眼胸口上柳一的脚丫，淡淡的道：脚臭这个东西跟足部细菌繁殖率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表示，在相同的时间下，男性的足部细菌繁殖速率是400%，而女性的足部细菌繁殖速率是2300%。女性的足部细菌增速是男性的6倍，所以女性的脚要比男性的更臭。柳一闻声，秀眉一皱，心想着这碎嘴子怎么知道这么多？情不自禁的，柳一将自己的脚丫往后收了收。这财阀的脚就是不一样。蛤马青看了一眼柳一的脚丫，笑道：这小脚香喷喷的。柳一目光一狠，双手用力一掰，马青的肩部立即放出脆弱的声音。嘶！马青倒抽一口凉气。就算这样，马青还贱兮兮的笑道：刘总，你把脚往我这边靠靠，让我舔一口，我看看是不是甜的。你……柳一气结，一直波澜不惊的柳一，这下终于有了情绪上的变化，他脸颊渐渐浮现一丝红润。去死！柳一低吼。随即，柳一心一狠，把马青的胳膊狠狠的那么一掰，有2道声音。第一道，肩膀脱臼的声音，咔嚓的一下子；第二道，马青的嘶吼声，惊天地泣鬼神。不过，就在马青即将失去对这条臂膀控制的前1秒，他猛地反转手腕。柳一察觉到了不对，他缓缓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看到马青那只手的时候，柳一还是满脸疑惑的。足足过了2秒钟，他才反应了过来，冰冷的眸子由诧异变成疑惑，从疑惑变成惊讶，再从惊讶变成不可置信，最后变成了愤怒。你……柳一满脸羞红。哎，马青长舒一口气，看着天花板，心满意足的道：小生不才，用一条臂膀换你一生一世的心理阴影，真好。你……柳一气结。这时候的柳一终于明白了过来，原来这一切都是马青计划好的，难怪他之前可劲儿的孤勇身体，为的就是让他的臂膀往出拽1寸，找好角度之后激怒自己，然后用这种断臂的方式恶心自己。嘻嘻，马青咧嘴一笑，露出他那一排洁白的牙齿。柳一从小接受高素质教育，多年的职场生涯早已让他无懈可击。毫不夸张地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场面是柳一驾驭不了的。但他哪里被这么恶心过？这特么马青完全就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不论你怎么打他，他就像一块滚刀肉一般，切不动，煮不熟，嚼不烂，那张臭嘴永远那么碎，哪怕你掰断他一条胳膊，他也要狠狠地恶心你一把。天底下哪有这么恶心的人啊？不论柳一多么优秀，说到底骨子里还是一个柔弱的女人，如今被这个人渣占了便宜，这以后怎么嫁人？寻死的心都有了。你……柳一看着一脸贱样的马青，都快被气哭了。你给我等着！气呼呼的丢了一句狠话，柳一虚弱的跑了。一声重重的关门声，马青闭着双眼，回味无穷。真好啊！次日，鼻青脸肿的马青去上班了。下楼时，碰见的宋奶奶倒垃圾。奶奶，我帮您。马青笑道。宋奶奶奇奇怪怪的看着眼前的马青，疑惑的道：小伙子，你是？
马青满脸黑线，苦笑道：“奶奶，我是马青啊。”马青，宋奶奶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定睛一看，果真是马青。哎呦，真的是马青啊！你这脸是怎么了啊？还有你这胳膊啊！马青自豪的道：“没事儿，昨晚我干了件大事儿。”啊！宋奶奶满脸疑惑：“你干啥大事儿了呀？这咋还给胳膊弄坏了呢？这胳膊没事儿吧？”胳膊呀，马青大大咧咧的笑道：“没事儿，就是脱臼了而已。医生说过1个月就好了。”哦，原来是这样啊！宋奶奶长舒一口气，随后道：“对了，马青，你昨天听到什么奇怪的动静没有？”“什么动静？”马青也是一脸疑惑。“昨天啊！”宋奶奶神色紧张的道，“昨晚不知道是谁家孩子，嗷嗷叫唤，那叫的，哎呦呦，听得我都揪心啊。”马青，哎，宋奶奶叹道，也不知道谁家的家长，如果我让我知道了，我得说道说道。孩子犯错哪有那么打的呀？马青，哦对了，宋奶奶又一脸担心的看向马青，关切的问：“马青啊，你这胳膊去正规医院看了吗？别以后做毛病啊。”啊，放心，马青牵强的笑道：“没事儿，我去正规医院看的。”哦，那就好，那就好。宋奶奶也松了一口气，随后再次想到昨晚的嘶吼声，道：“昨晚那惨叫声应该就在你楼上楼下，你没听到？”我睡得死，没听到。马青挠着脑瓜，笑道：“那个啥，奶奶我先走了哈，一会儿工作迟到了。”宋奶奶望着马青跑远的背影，没好气的道：“慢点儿，忙什么？”马青跑没影了。21，米露和马青，阳光明媚。马青鼻青脸肿的脸庞洋溢着温暖的笑容走进万兴集团。马青的出现引起众人哗然。“马经理，您这脸……”马青无所谓的摆了摆手，笑道：“没事，没事，擦伤而已，不用担心。”一路走过，马青笑盈盈的和每个人打招呼。前脚马青走进电梯，1楼大厅的员工就开始议论了起来：“喂，有看到吗？马经理的脸，那看起来像是擦伤。”“是啊，不会跟人打架了吧？”“不能吧，我看马经理心情比平时还要好。”“是啊。”马青的办公室，王磊推门而进：“青儿。”话音未落，王磊看到马青一身的伤，我透。王磊赶紧凑了过去：“青儿，你这是咋了？让人打了呀？”“我……”马青拍了拍自己那条脱臼的胳膊，自豪的道：“昨儿干了件大事儿。”“啥大事儿？”王磊好奇的问。嘿嘿，马青神秘的笑道：“秘密。”“哎呀！”王磊急切的道：“你倒是说啊，啥大事儿啊？”“我只能说。”马青看了看自己的胳膊，道：“这条胳膊已经不是普通的胳膊了。”王磊：“是。”王磊看着马青的胳膊，点了点头，道：“我看也不是普通的胳膊了，这特么都断了吧？”“你懂个屁！”马青没好气的瞪一眼王磊，随后细心的抚摸着自己的胳膊，道：“这条胳膊已经拥有最圣洁的力量，它是在浓浓的奶香中浸泡过的，奶香浓浓，死板感受。”马青把脱臼的胳膊往王磊身前送了送，道：“要不你闻闻？”“呵。”王磊奇奇怪怪的看着马青，嘟囔着：“有那么邪乎吗？”说着，王磊就要去闻，忽然马青改变主意了，他猛地把胳膊收了回去，不给闻。马青笑道：“只有真正的狠人才配享有这种奶香。”“你……”王磊一脸担心的看着马青，道：“你没事吧？你不懂。”马青道：“行了，我也不跟你扯了，我来就是告诉你一声，今天早会取消了。”说着，王磊便往出走。临关门时，补了一句：“我走了，早上约的客户。”啪，门关上了。马青满脸疑惑，想着早会取消了，虽然觉得有些奇怪，但马青也没有多想什么。现在的自己正处于养伤期，能少见柳一就少见柳一，再挨一顿胖揍犯不上。50，马青闲不住了，走出办公室溜达了一圈，他还假装路过柳一的办公室，但他似乎并不在。马青心里犯了合计，这柳一干啥去了？出差了。一边溜达着，马青一边问着同事：“哎，今天看见刘总了吗？”“没啊，早会都没开。”“哦。”马青点了点头。马青又去了一趟财务部。小宋马青道：“马哥。”小宋苦着脸道：“迟到的事儿真……哎呀，不是让你抹迟到，怕什么？”马青没好气的道。“哦。”小宋松了一口气。“今天刘总来了吗？”马青问道。没。小宋摇了摇头。“你确定？”马青问道。“这有什么好骗你的？
没来就是没来嘛。小宋道。我不信。马青满脸坏笑道。我给我看看出勤。真没来。小宋把员工出勤表递给马青看道。你看。马青从出勤表上找到了柳一的名字，果然他没来。旷工。马青撸起胳膊袖子道。来，给我扣钱4倍。妈的，可算让我抓到了啊！小宋一脸为难。啊什么啊？马青指着出勤表道。他旷工啊，旷工就得扣钱。他是总裁啊。小宋道。总裁咋的？马青眼珠子一瞪道。总裁就可以旷工啊？我迟到几分钟都扣钱呢。不是，马哥。小宋苦着脸看向马青道。这不好吧？什么不好？马青瞪着眼睛喝道。你这不算的话，等刘总回来，搞不好还生气呢。你这严谨的工作态度，搞不好会得到咱们刘总的欣赏，到时候给你升职加薪啥的。你傻呀？问题是，小宋一脸为难。问题什么问题？你是年轻人，你不懂。马青取过小宋手中的中性笔，在柳一的名字上一划，笑道：机会总是以问题的形式出现的，你这马上就升职加薪了。行了。马青把出勤表丢给小宋，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道：我走了。小宋目送马青离开，等马青关上门，他低头看了一眼出勤表上柳一名字上的横线，那表情比吃了屎还难看，不论怎么看都像是报复啊。小宋欲哭无泪的道。马青走出财务部，这心里老得劲儿了。走着走着，马青想到一件可怕的事情。死？难道自杀了？不能吧，就摸一下就想不开了，心灵这么脆弱吗？啪！马青猛抽自己一个嘴巴子。想什么好事儿呢？马青骂道。开心的马青来到销售部的办公区，巡了一圈，发现王磊不在。王磊呢？马青问道。磊哥出去接客户了一名员工道。哦。马青应了一声，随后嘟囔了一句，我还以为他也跟着柳一自杀了呢。活着就好。说罢，马青看了看时间，觉得该去食堂吃个午饭了。万兴集团的食堂在5楼。马青来到电梯前，等待着上5楼的电梯。叮的一声，电梯门打开了，是到1楼的电梯。电梯里头走出来一位女人，她扎着一头干净利落的马尾辫，身穿职业装。女人抱着文件走出电梯，不慎看到了马青一眼，本来是要错身过的，她猛地想起来了什么，又拐到马青的身前。马青见得这女人上上下下打量着自己，不禁朝后面退了退，然后也上上下下打量着她。马青疑惑着，长得挺好看的，不过看她的眼睛，这应该是个混血儿吧？难道是公司新来的实习生？你有事？马青讪讪地笑道。尽管是个美女不假，但这么盯着自己看，放谁心里也发毛啊。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Are you？ 美女有些意外的道。Andy？ 马青匪夷所思地看着眼前的美女，没太搞懂这个人到底是谁。不过自己叫 Andy 这事儿确实不假，但这个名字好些年不用了。You may be mistaken， 马青淡淡的道。朱姐，你可能认错人了。刚好电梯上来了。马青礼貌的点了点头，然后绕开他，走进电梯。马青的神态谈吐，这地道的美式口音。美女确认了马青的身份，错不了了，是他，真的是 Andy。 就在电梯即将关上门时，美女抱着文件钻了进去。Andy， 美女满脸惊喜的看着马青道。 I didn't expect it was you。 朱姐，没想到真的是你。说着，美女直接抱住了马青的脖子，开心的不得了。马青彻底慌了。说实话，这美女身材挺好的，这么被抱着挺尴尬的。 Wait， 马青赶紧把她从自己身上抱下来，单手控制住她的肩膀，防止她再扑上来，然后认真的看着她道。 You may be mistaken， I don't know you。 朱姐，你可能搞错了，我真不认识你。美女拍着自己的胸脯，开心的道。 If you forgot， I'm Milu。 朱姐，我是米露，你忘了吗？我是米露。马青疑惑的眨了眨眼，奇怪的看着他道。 Are you Milu？ Yeah， I'm Milu。 美女激动的道。 Oh my god！ 马青捂着头，满脸不可置信的看着米露，惊道。 I can't recognize you after all these years。 朱姐，这么多年，我都快认不出来你了。 I've become more beautiful， haven't I？ 米露笑道。朱姐，我变得更好看了，是吗？ Of course。 马青满脸惊喜的看着米露，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见他了。But 米露折了指马青的胳膊，担心的道 ：“Your arm， 朱姐，你的胳膊。”Just a minor question。刚好电梯到了，马青对米露偏了偏头，道 ：“I'll take you to eat delicious food。”朱姐，小问题，我带你去吃好吃的。马青领着米露满食堂转，并为她介绍着各种各样的菜品，甚至他还细心的告诉她各种口味，这样方便于她挑选。米露指了几个颜色好看的菜品，道 ：“Just lamb。”马青点了点头，随后对食堂的阿姨道：“锅包肉、麻辣豆腐、豆角、土豆丝，这个整一盘。”米露闻声不禁一愣，疑惑的看向马青，道：“安迪，你竟然会中文？”马青也是疑惑的看着米露，道：“我以为你不会中文。”两人对视了好久，最后竟然不约而同的笑了。我记得你以前是不会中文的，没想到你的中文这么好，还是东北话呢。米露开心的笑道。啊，马青挠了挠头，难为情的道：“别提了，中文难学的一批。”马青带着米露找了一处靠窗的位置坐下了。对了，马青吃着饭问道：“你什么时候来中国的？”啊，米露笑盈盈的道：“我跟我朋友来的。”你朋友是中国人？马青问道。米露点了点头，道：“我的中文就是他教的。”22，什么？你竟然是马青？马青看了一眼米露一口没动的饭菜，老脸一红。抱歉，马青难为情的挠着头，笑道：“光顾着跟你聊天了，你尝尝我们食堂的饭菜，看看味道怎么样。”好，米露笑着应声。因为米露从小是在海外长大的，用不好筷子，那双筷子被她拿在手中显得十分笨拙，一只手用不好，可另一只手又帮不上忙，整个人笨笨的、蠢蠢的，看起来很可爱。筷子用不习惯吧？马青笑道。米露道，但他还是在努力用筷子去夹餐盘中的肉。马青起身去那边取了一个勺子回来，诺马青把勺子递给米露，笑道：“用这个吧。”谢谢。米露笑道。有了勺子，米露就显得自然多了。你好朋友没教你使筷子？马青问道。教了。米露漫不经心的道，用不太习惯，加上家里都是刀叉，也没练这个东西。不过米露抬起头，笑盈盈的看着马青，问道：“我的中文还可以吧？你来中国多久了？”马青问道。大概。米露勺子抵着红唇，抬头思考了一番，道：“大概2年吧。”才2年？那你的中文水平很好了。马青竖起大拇指，哈哈哈。米露笑道：“我朋友也是这么说的。”哎，对了，马青好奇的问道：“你也是在这里工作？哪个部门的？”米露摇头，道：“我不在这工作。”那你？马青看了看米露手中的文件夹，哦，你说这个呀？米露笑道：“我朋友生病了，我来公司帮他取文件，这样他就可以在家办公了。”哎呦，病了呀？马青脸上浮现担忧的表情，道：“那可得让你那朋友注意身体啊。”嗨，别提了。米露举着勺子，没好气的道：“我那朋友啊，平时保养挺好的，我从来没见他生过病。昨天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在家洗了一晚上的澡，然后就感冒了。”洗一晚上澡？马青哭笑不得，道：“为啥呀？谁知道了？”米露抿着红唇，无奈的道：“问他也不说。但我那朋友有很严重的洁癖，估计是遇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吧，不然也不能一直洗澡。”洁癖？马青尴尬的笑道：“看来你这个朋友挺精致的。不过说到这里，马青一顿，伸手去下米露手中的勺子，笑道：“不过吃饭的时候不能用勺子和筷子指人。”米露看他，疑惑的眨眼，不知道这是什么规矩。这是中国的习俗，饭桌上用筷子和勺子指人是很不礼貌的。马青解释道。哦，原来是这样啊。米露想了想，道：“这叫入乡什么说？入乡随俗。”马青笑道：“对，就是这个，我朋友跟我讲过这个。”米露开心的道：“入乡随俗，是入乡随俗。”马青耐心的道：“不是入乡随俗，入乡随。”米露认真的看着马青的口型。随俗。马青道：“入乡随俗。”米露道：“对。”马青笑道：“入乡随俗，入乡随俗。”米露再次重复。马青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次终于是对了。其不知，米露只是发音对了而已。这时候他还在琢磨着，入乡随俗，这是什么乡？虽然米露并没有搞懂这到底是有多乡，不过他已经了解到这个成语的语境了，这就够了，下次就会用了。哎，米露想起马青的事儿，问道：“Andy，你在这里工作是吗？”
马青笑道：“那你这脸，你这胳膊是怎么回事？有人欺负你了？”米露疑惑地问。“啊，你说这个啊？”马青看了看自己脱臼的胳膊，无所谓的笑道：“没事儿，就是昨儿跟人打了一架。”马青没好意思说是挨揍的，只能说跟人打架。打架？米露不可思议地看着马青，道：“这得多少人打你啊？我记得我们念书那会儿你挺能打的。”啊，马青开始挠头了，思考一番，道：“大概10几个人吧。”随后，马青大手一挥，补充道：“没事儿，我这都是小伤，那是几个人现在都住院了。”哦，你没事就好。米露拍了拍胸脯，自信满满的道：“对了，我朋友是这个公司的高管，如果有谁在公司里欺负你，你跟我讲，我帮你出气。”你朋友这么厉害？马青惊奇的道：“那当然，我那朋友可不简单。当年美国哈佛大学最想挽留的就是他，可惜他没同意，回国了。”米露自豪的道：“我透。”马青惊道：“我透是什么意思啊？”米露满脸疑惑。马青挠了挠鼻尖，解释道：“类似于 F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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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米露点了点头，又学会一个有趣的词汇。米露开心的笑道：“不过，以后公司有人欺负你，你找我就是了。”哎，马青叹了一口气，愁眉苦脸的道：“其实吧，最近我还真就得罪了一个人。”“谁？”米露问道。“我的顶头上司。”马青叹道。“怎么得罪的？”米露好奇的问。因为当马青说到自己因为什么得罪柳依的时候，马青整个人懵在了原地，他一脸迷茫的看着米露，道：“对啊，我他妈因为啥得罪他了啊？”米露：“对啊，我他妈也没得罪他啊，为啥见面就扣我2倍工资，然后又扣我4倍工资？因为啥呀？”马青忽然感觉自己真的好冤啊，这特么到哪儿讲理去啊？刚开始认识柳依，是柳依给自己领走的，然后他就各种看自己不顺眼，又是扣钱又是过肩摔的，到头来我也没得罪他啊，全程都是他的恶意针对。马青都快被气哭了，我他妈也没干啥呀。米露，你领导就是扣你钱。米露试探性的道。何止是扣钱？马青满脸惊悚的道，他他妈还打人呢。你领导还打你？米露又看了一眼马青身上的伤。啊，马青举拳轻咳道：“可那倒不是，一个女人而已，她去哪里能打得过我？也是。”米露也没多想，思绪一转道：“就是你领导扣你钱呗。”马青道。小事。米露自信满满的道：“这事儿我给你办了，回头我跟我那朋友说说。”哎呀，马青激动的搓着手，笑道：“那可真谢谢你了，不是说不让扣钱，咱要是有毛病，扣钱也是正常，但也不能4倍4倍扣啊，这谁能顶得住啊？”行。米露抱起文件站了起来，道：“这事儿交给我了，明天我再来。”好。马青笑道。马青见得米露要走，便道：“我送你。”不用啦。米露笑道：“我还得去一趟销售部，你忙你的吧。”行。马青笑道。销售部？等下。马青又叫住了米露。怎么了？米露疑惑的回头。我是销售部的。马青道。你是销售部的？米露惊道。马青点了点头。哎呀，那太好了。马青是你们经理吧？米露笑道。你找马青？马青道。米露点头，看着怀中的文件，解释道：“是这样，我来帮朋友取销售部的业绩单。”那个。马青挠了挠鼻尖，尴尬的道：“我就是马青。”什么？米露不可思议的看着马青，惊声道：“你竟然就是马青！”喧闹的食堂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疑惑的看向米露，整个食堂中回荡着米露那不可思议的惊叫声。你竟然就是马青几个字在食堂中荡来荡去。23 Is that big？ 马青看着米露夸张的反应，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我的中文名叫马青。马青难为情的笑道：“有什么问题吗？”啊！米露赶紧收回神，笑道：“没什么，挺厉害的，没想到竟然是销售部的经理。”啊，是吗？马青笑了笑，他还是觉得米露这过于激的反应太过奇怪。马青在海外生活过，米露知道只是 Andy 这个名字，他并不知道 Andy 其实就是马青。柳依感冒，米露来万豪集团帮他取文件，他还想见见这个传说中的马青，没想到马青竟然就是自己的同学。看了看马青身上的伤，他也隐约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这一身伤大概率是柳依造成的。想想柳依是空手道黑段，马青打不过他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米露看了一眼马青脱臼的胳膊，心想
这柳一下手未免也太狠了吧？虽然眼前的马青确实很惨，但柳一那边似乎也不太好。很注重保养的他根本就不会生病。这次洗一晚上澡的他，想必就是因为马青吧。米露和柳一多年的交情，他从未见过如此的柳一，能把柳一逼到这个份上的，这马青也是个狠人了。马青见得米露脸上很不自然，便担心地问道：“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没什么。”米露笑着应声，随后犹豫不决地道：“其实有个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说。”“马青先是一愣，随后没好气地笑道：“都是好朋友，有什么不好说的？没关系的。”那个米露一脸为难之色，吞吞吐吐的道：“你领导扣你工资的事儿，不太好办。”“啊？”马青满脸失落，不过转念一想，那柳一可是新鸿集团的千金小姐，就算是米露的朋友是高管，也确实拿拥有庞大背景的柳一没办法。算了，马青笑道：“没关系，不必放在心上，大不了我换个工作室了，到哪儿都是赚钱。”不，米露见得马青这话说的有些言过了，便道：“你不用担心他会开除你，要开除你的话，早就开除了。”马青满脸疑惑地看着米露，他不明白为什么米露如此确信自己不会被开除，难不成米露认识柳一？等等，米露的好友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柳一也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今天柳一没来上班，米露的好友也没来上班。死！马青猛地倒抽一口凉气，瞳孔不可置信地颤抖着。不会吧？马青无法面对现实。米露苦笑道：“柳一是我的好朋友，他带我来中国的。”马青指着米露怀中的文件：“那这些文件，他感冒了，我到他家照顾他，顺道帮他取文件。”米露解释道。那马青满脸黑线的道：“你说的他碰到不干净的东西？”抱歉。米露俏脸一红，难为情的道：“我不知道你就是马青。”马青艰难的扶着头，瞬间感觉一个头两个大。你身上的伤是他打的吧？米露道。马青一看，事已至此，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当即无奈的叹了一口气。实不相瞒，确实是他打的。马青看着米露，无辜的道：“你能想象吗？一个女人会空手到这种东西，就贼离谱。其实你挺厉害的。”米露笑道。哈？马青一脸懵逼。是啊，米露解释道，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他发这么大脾气，也没人能让他失态，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马青哈哈大笑，憨厚的挠着头道：“我有这么厉害吗？”哈哈哈！你能跟我讲讲，昨天你都干啥了不？为什么他能发这么大火啊？米露悄咪咪的问道。我呀，马青拍了拍自己脱臼的胳膊，自豪的道：“昨儿我可干了件大事儿。”米露一听，两眼泛着惊喜的光芒，赶紧凑近一步，问道：“多大的事儿？”来，马青拍了拍米露的肩膀，道：“坐下，我跟你讲。”米露赶忙点头，跟着马青又坐了下来。马青星号井号人民币井号星号百分号人民币井号人民币人民币井号。马青一顿巴巴，一会儿站在食堂的椅子上，大臂一挥，置身于大海上，指挥舰队攻破敌军防线。米露：“哦，厉害厉害。”一会儿，马青站在食堂的桌子上，负手而立，宛若屹立在世界之巅的风仙道古老人。米露：“了不起，了不起。”一会儿，马青闲庭散步，步履轻盈，闭目宛若神机妙算的智者。米露：“我的天啊，这也可以。”说到最后，马青一记老虎掏心，两眼一眯，道：“我拿捏了。”哦，米露被惊艳到了，惊道：“你可真是个狠人。”嗨，马青大手一挥，道：“小意思，小意思。”米露凑近马青，问道：“啥感觉？”你？马青满脸通红，呵斥道：“这怎么好说？哎呀，咱俩都是老朋友了，跟我说说嘛。”米露急切的道。不是，马青没好气的道，你一个女人，对这玩意好奇啥？主要是恶心人，不在于感觉。我岂是那种猥琐小人？过瘾不？米露问道。废话，话出口。马青觉得不对劲儿，赶忙改口道：“没注意。”你都说漏嘴了。米露道。哎呀，马青恼羞成怒的一挥手，道：“别问了，这事儿我跟你一个女人有什么探讨的？啥感觉？说说。”米露焦急的道。不是，马青没好气的道，你没有啊？你好奇这玩意干啥？那也不是一个型号啊。米露道。你和他不是朋友吗？回去你体验体验呗。马青道。他不让米露失落的道。
为啥？马青疑惑的道。你们都是女人，这有啥的呀？他说我变态。米露唉声叹气的道。你可能真的是变态。马青道。我就是好奇而已。米露道。马青见得米露一脸失落的样子，无奈的叹了一口气。行吧。马青站了起来，道：我就用我的智慧，让你感受一下。真假？米露眸中燃起了希望。有纸巾没？马青笑道。有。米露从包里取出面巾纸递给马青，道：你要纸巾干什么？跟我来。马青神秘兮兮的道。马青带米露来到窗边，伸手拉开窗户，恰好有风，他就把纸巾平铺在手掌上，然后把手伸出窗外。夏日的微风推动着纸巾，轻柔的纸巾打在马青的掌心、指尖。马青闭着眼睛，感受着纸巾传来的轻柔以及香欠感。马青眉头一皱，感觉不对，于是马青又把手张开了些。哦，注意发音。哦。马青眼睛一亮。对了。什么对了？米露追问。马青赶紧把纸巾递给米露。快，你就按我刚才的方式做。马青道。米露接过纸巾，照着马青刚才的去做。这手一伸出去，米露眼睛一亮。哇哦！米露不可思议地看向马青。不对不对，你这差点事儿。马青道。你手再张开点。哇哦！米露眼睛更亮了。明白了吧？马青老气横秋的道。Is that big？ 米露惊声道。Of course。 马青笑道。周围的人，所有人都匪夷所思的看着这俩逗逼，谁也不知道这俩人到底在研究着什么。那不是马经理吗？是啊。那女人是谁？这么好看？好像是混血吧？你看她眼睛，她是马经理女朋友？不会吧？我觉得是。之前他们说话都是标英文的，马经理还会英文？虽然我也不信，但是马经理刚才确实说一口非常流利的英文，没看出来啊？马经理这么厉害？废话，你以为他什么常年销冠？马经理肯定不是一般人了。24，相信本地人。马青和米露回到座位上，米露看着马青那脱臼的胳膊，道 ：“Andy， 你是个狠人，过奖，过奖。”马青笑道。可是米露疑惑地问：“我不明白，当时你为什么不求饶呢？就为了这个？”哎，马青叹了一口气，道：“我倒是想求饶了，过瘾是过瘾的事儿，但这脱臼也是真特么的疼啊。那你为什么不求饶？”米露问道。他没给我机会啊。马青气急败坏的道。没给你机会？米露没听懂。每当我打算求饶的时候，他都问我不行了。马青气得直拍手，苦着脸道：“这特么谁能求饶啊？这为什么不能求饶？”米露不理解的道：“总比胳膊脱臼好吧？”不，你不懂，这是原则问题。马青竖起一根手指，左右摆动着。原则问题？米露满脸疑惑。听好了。马青目光坚定地看着米露，铿锵有力的道：“男人不能在女人面前说自己不行，尤其是好看的女人面前。”哦，注意发音。哦。米露再次被惊艳到了。原则问题？马青抱着肩膀点了点头，道：“对，原则问题。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Andy， 米露认真的看着马青，重重的道：“你是个狠人。”哈哈哈哈。没什么，不过是用我一条臂膀换他一生一世阴影而已，不足挂齿，不足挂齿。马青内心暗爽，嘴上还是谦虚的道：“不过你能活着，真好。”米露感叹道。马青一听这话，从后脑勺凉到脚后跟，这特么能牵涉到生死的问题，这么离谱吗？你能活着，是因为……米露解释道。话音未落，这时候的米露手机响了起来。长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米露看了一眼手机，是柳一的电话。喂。米露接通电话。没死是吗？柳一冷声道。啊。米露一脸歉意的道。遇到老朋友了，所以聊两句，我这就回。啪。柳一这就挂断电话了。米露拿着手机，一脸歉意的看着马青，道：“他生气了，财阀都这样，矫情。”马青笑道：“好了，我不能聊了，我得走了。”米露笑道：“去吧，因为这事儿挨顿打，犯不上。”马青开玩笑道。回见。米露道。回见。马青笑道。眼看着米露跑远，马青又想起来什么，等下，销售部的文件我还没给你。马青提醒道。远处的米露闻声，一拍脑门，笑道：“对哦，差点忘了。”马青带着米露来到办公室，把业绩表交给米露。对了，你来中国不久，有的文字发音不准确，
我帮你纠正一下，不然会闹出来笑话的。马青笑道。麋鹿问道。哪个字？柳一发烧了是吧？马青问道。是啊，昨天洗澡感冒了。麋鹿点头道。发烧这个词，你的发音不够准确。马青道。麋鹿疑惑的道。不应该吧？哎呀，你不懂，平翘舌知道吗？马青道。知道的。麋鹿点了点头。对吗？这发烧中的烧字呀，不是翘舌的，这个烧字应该读成平舌的骚，知道了吗？马青解释道。麋鹿，我记得这个字不应该念成烧吗？说着，麋鹿把烧字写在纸上。不，马青一脸气定神闲的样子道。你写错了。随后，马青在纸上写出骚字。马青指着纸上的骚字道。应该是这个字。骚？麋鹿迷茫地看着马青。对，骚。马青道。这……麋鹿挠头道。这和柳一之前教给我的不一样啊。你和柳一在哪里认识的？马青问道。美国呀。麋鹿道。你看见没？马青一拍手道。这不就完了吗？什么就完了？麋鹿更蒙圈了。你看啊，你和柳一常年生活在海外，而我呢，在这里生活这么多年，这点事儿我能弄错？马青道。那倒是有道理。可是麋鹿指着纸上这个骚字，奇奇怪怪的道。这个字……哎呀！马青老气横秋的拍着麋鹿的肩膀道。没有什么可是，你要相信本地人，本地人能有错？麋鹿一想，对啊， Andy 是本地人，在这里生活这么多年，这点事儿他能弄错？发骚？麋鹿道。哎，对。马青满意的道。发骚？哦，麋鹿点了点头，忽然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发骚？哎，对，跟我一起读。马青慢慢的道。柳一发骚了。柳一发骚了。麋鹿疑惑的道。不错，你这中文水平进步很快，你这天赋异禀啊。马青赞赏道。是吧？哈哈，麋鹿开心的道。柳一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学习能力特别强。来，咱们巩固一遍，跟我一起读。柳一发骚了。马青道。麋鹿欢快的点头道。柳一发骚了。你很棒。马青满意的笑道。你很快就适应本土生活了。哈哈，是吗 Andy？ 谢谢你。麋鹿笑道。客气啥，都是朋友。马青没所谓的道。去吧，你朋友等你呢，别让他着急了。好，那我们明天见，我明天还得来取各部门的文件。麋鹿笑道。好。马青脸上挂着智者般的笑容。马青望着麋鹿离去的背影，呼喊道。哦对了，回去问候一下你朋友，帮我给你朋友带个好。知道了。麋鹿的声音渐渐淡远。柳一家，躺在床上的柳一俏脸通红，额头上压着冰毛巾。嘟嘟嘟，这是输入密码的声音。麋鹿回来了。咔嚓，门开了。柳一，我回来啦。麋鹿开心的道。柳一冷眼看向麋鹿，没说话。麋鹿指着万兴集团的方向，解释道。我遇到了个朋友，所以聊了几句。你朋友是要死了，对吗？不聊不行，对吗？柳一冷声道。柳一说话很巧妙，看似普通的话，实则十分具有攻击性以及讥讽性。言外之意就是告诉麋鹿，这家中有一位朋友快病死了，你还有心跟别人聊天？麋鹿吐了吐可爱的舌头，赶紧坐到柳一的床边道。柳一，看看我都给你买什么好吃的了。柳一瞪了一眼麋鹿，这算是放过他了。不过转念一想，麋鹿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竟然有朋友，自己怎么从未听他提起中国的朋友？你在中国竟然有朋友？柳一奇怪地问道。啊！麋鹿一边削苹果，一边漫不经心的道。一个从小在国外长大的中国人，高中的时候回国了，有些年没看到了。那挺巧的。柳一淡淡的道。麋鹿点了点头，随后又道。我这朋友人挺好的。说着，麋鹿将削好的苹果喂给柳一。他听说你发骚了，还特意让我给你带个好呢。麋鹿笑盈盈的道，随后还感叹着。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那么善良，跟小时候一样，一点没变。柳一吃着苹果，听着麋鹿口中的发骚，这苹果越吃越不是个滋味。哎，对了。麋鹿担心的看着柳一，关切的问。柳一，你发骚好点了没？还难受吗？柳一闻声，冷眸子一眯，道。发烧吗？不。麋鹿跟马青一样，宛若智者一般竖起一根手指，左右摆了摆，纠正柳一错误的发音。
是发骚，不是发烧，这是平翘舌的区分。柳依，你还得学啊！你这是什么朋友？柳依美眸一眯，冷声道：好朋友，很好很好的朋友。小时候别人欺负我，就他帮我米露道。你那朋友就告诉你这么发音的？柳依沉声道。啊！米露又把一块苹果喂到柳依的嘴里，没好气的道：哎呀，你呀，你平时可得好好对待我这个朋友，不能没事儿就扣他工资。柳依发现这苹果味道彻底不对劲儿了。我扣他工资？柳依冰眸子沉了下来，他隐约猜到米露这朋友极有可能是那不干净的东西了。是啊，米露笑道，我也没想到他竟然也是你们公司的职员。是谁？柳依冷声道。Andy。 米露道。Andy。 柳依道。米露又把一块苹果喂给柳依，笑道，我也是才知道的，他中文名字叫马青。马。柳依嚼着苹果惊声道，马青25，拿捏了。哦。提到马青，柳依就开始频频作呕，这苹果说什么也吃不下了。对于这个 Andy 这个名字，在海外其实是很常见的，平时柳依没觉得这有什么，无非就是个普通的名字而已。可当 Andy 这个名字和马青结合起来的时候，柳依忽然发现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更恶心的事情了。米露见得柳依脸色惨白，担心的道，你没事吧？至于吐成这样吗？那是发烧，不是发骚。柳依冷眸子瞪向米露，呵斥道，记住了，不能吧？米露先是疑惑了一下，随后没好气的笑道，你一定搞错了，你得相信本地人，本地人是没有错的。你。柳依气结，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怎么会？米露笑道，你信我信他。柳依冷声道，我。米露犹豫了。柳依拿出手机，打开字典，分别查询烧和骚字给米露看。学。柳依瞪着杏眼，喝道，学不会就别回家。哦。米露满脸委屈道，至于生这么大气吗？嘟囔着。米露看是学习这两个词汇的区别，看着看着，米露察觉到了不对，虽然这两个词汇发音都差不多，但意思上却有着天壤之别啊！米露惊觉，看向柳依道， Andy 他竟然忽悠我，明白了吗？柳依呵斥道，他故意让你来气我的。我不知道。米露一脸歉意的低下了头。那个碎嘴子。柳依美眸一眯，咬牙切齿的道，就是揍得轻，下次别让我看到他。米露这一低头不打紧，这目光刚好落在柳依的胸口上，本来心里还是在责怪马青欺负自己不懂中文，这会儿就被眼前的光景吸引过去了，脑海中情不自禁的想起马青给自己的那张面巾纸，这要是谁能娶柳依为妻，那男的得老幸福了吧？真羡慕柳依的身材啊，要是我身材能像柳依这么好，该多棒啊！柳依正说着话，忽然发现眼前的米露没了反应，再看向他的时候，发现米露盯着自己的胸口，脑瓜子也不知道在琢磨着什么奇怪的东西。柳依抱着肩膀，冷眸子打量着米露，冰冷无情的道，你想什么呢？啊！米露收回神，滋溜的一口把嘴角的口水抽了回去，还不忘用胳膊抹一把嘴角剩余的口水。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到。他都跟你说什么了？柳依冷声道。米露美眸有些躲闪，没什么，就是聊几句多年朋友见面后应该说的客套话。哦。柳依挑了挑秀眉，冷声道，不说是吧？不是不说，而是真没啥可说的。米露牵强的笑道。柳依拿过手机，开始操作着。米露见状，好奇的问，你在干什么？看看机票。柳依淡淡的道，你发骚还没？米露道。话音未落，柳依美眸一瞪，瞬间给米露下文给吓没了。你发烧还没好看得出来。米露已经习惯马青教给他的发音了，这个烧字从他嘴里吐出来是何等的艰难。嗨，米露用轻咳缓解尴尬。你发烧还没好，你要去哪儿？米露问道。我再给你看回国的机票。柳依淡淡的道。什么？米露吓得直接从床上跳了起来，道，别啊，我跟你刚回来才多久，你让我回去干什么？我觉得你可能想你父亲了。柳依漫不经心的道。不，米露急声道，你不能给我送回去，他会让我学习那些无聊的企业管理的。柳依也不理会他，在手机上找了一番，最终确认了航班。柳依满意的点了点头，道，今天下午的航班，你收拾一下吧。啊！米露急得都快哭了，我这给你父亲打个电话，让他去机场接你。柳依平静的道。啊！米露一看柳依动真格的，一把抢过他的手机。不行，我不回去。柳依也不说话，
竟然又拿出来一部手机。毕竟是总裁级别的人物，出门一个手机肯定是不够用的。一部手机是家人用的，另一部手机则是工作用的。米露一看柳一铁了心让自己回国，最终摆阵下来。我说还不行吗？米露轻声道。我没逼你说。柳一淡淡的道。我自己愿意说，还不行吗？米露苦苦央求着。柳一冷着俏脸，不冷不热的道。你回国再告诉我吧。米露一听彻底急了，赶紧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米露听。米露井号人民币百分号加井号人民币。米露一顿巴巴，一会儿站在床头柜上，大臂一挥，置身于大海上，指挥舰队攻破敌军防线。柳一一会儿，米露站在床上，负手而立，宛若屹立在世界之巅的风仙道谷老人。柳一一会儿，米露闲庭散步，步履轻盈，闭目宛若神机妙算的智者。柳一说到最后，米露一个弓步上前，一记漂亮的黑虎掏心，两眼一眯，道：他拿捏了，不然柳一怎么说米露的学习能力超强呢？米露这神态，这动作，这谈吐，简直就跟马青一个模子刻下来的。这一套下来，已经让柳一看到了马青那贱兮兮的身影。但米露这个人单纯的很，还有些傻傻的可爱，可爱之中又有一丝蠢萌。说是米露是柳一的好友，实则柳一在米露的面前更像是个大姐姐。事实上，米露也是这样看待柳一的。米露这套表演，在柳一的眼中，还是很讨柳一欢喜的。只是最后那一句拿捏了，确确实实又把柳一气成内伤。这个用词精准无比，文字间透着那股浓浓的风趣和幽默，掩盖住了他本有的猥琐。柳一想到自己被马青那个畜生拿捏的事实，俏脸立即黑了下来。米露乖巧地坐在床上，低着头，大眼睛有一下没下的扫着是不是要发脾气的柳一，弱弱的道：反正就这些了。柳一没说话，脸色越来越难看。米露不知道柳一心理状态，误以为柳一知道自己还有所保留，最后把所有的家底都给招出来了。米露井号人民币星号加星号。星号。柳一一听，果真是长见识了，没想到简单的面巾纸在马青的手中竟然还有这种用法。柳一玉拳被他攥得咯吱咯吱作响。很好，就这些。米露小声道。真没了。柳一黑着脸，淡淡的道。米露。米露疑惑的看他。你去趟厨房。柳一平静的道。去厨房干嘛？米露精致的脸蛋闪烁着大大的疑惑。给我把刀拿来。柳一抬起头，那张冰封千里的俏脸再次见了光芒。他道：这种人不该活着。啊！米露惊慌的道：别啊，你发骚啊？呸，你发烧还没好，你不去是吧？柳一气呼呼的点了点头，道：那我去。米露一看柳一动真格的，上前一把抱住柳一那修长的大美腿。别啊，你不能冲动啊。米露好言好语的劝道。放开我。柳一杏眼一瞪，愤恨的道：那种人渣不怪他学历低，读书是心思根本就没放在学业上，这种学者放在校园，放在社会都是毒瘤，成天都研究了些什么东西，他不配活着。柳一，你听我说。米露抱着他的大腿，苦苦哀求道：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怪我。柳一冷眸瞪向身子下面的米露，呵斥道：怪我是吗？你听我解释。米露赶忙道：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说。柳一喝道。米露看得出来，柳一是真的发火了。接触柳一这么多年，不是说柳一不会发脾气，只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糟糕的事情能牵动柳一的情绪，遇事波澜不惊已经是柳一的常态。这样的柳一，米露平生也是第一次见到。果然 Andy 是个狠人啊。不对，重点不在这里。柳一，你坐下，听我说。先别急着生气。米露劝道。气呼呼的柳一渐渐的也有些冷静了下来，再看可怜巴巴的米露，他也有些于心不忍，毕竟这事儿跟他是没有关系，自己的怒火不该牵动到他身上。于是柳一姑且算是暂时坐下了。米露见得柳一坐下了，这算是松了一口气。米露解释道：其实 Andy 他也不想让你生气的。他？柳一指着万兴集团的方向，那个人渣。哎呀！米露一把握住柳一软弱无骨的玉手，道：你先听我说。26是自责吗？柳一没好气的瞪了米露一眼，不说话了。这算是有心听米露把话说完。我今天看到 Andy 的时候也是吓一跳，差点没认出来他，鼻青脸肿的不说，胳膊也脱臼了。米露道：活该。柳一嘟囔了一句，其实他也挺可怜的，
被你揍成那个样子。米露道。那是他自找的。柳一道。碎嘴子。可是，当我问他，他是怎么得罪你的？你猜他怎么说？米露问道。怎么说？柳一还是气呼呼的。他说不出来，而且委屈的不行。他说，见到你第一面就被你带走了，然后发现你是他的顶头上司，接着就遭到你频繁的针对，他都不知道哪里招惹到你了。说完，米露又反问柳一，他怎么得罪你的？他说到马青究竟是怎么得罪到柳一的。柳一也愣在了原地，思考了好久也没说出来个所以然来。你不会只是因为看他不顺眼吧？米露笑道。柳一俏脸一红，偏头看向别处，道：我是那种人吗？米露了解柳一，见得柳一脸红，这就已经是最好的解释了，只是他强势的性格不准许他低头承认错误罢了。你是不是嘲笑他尿尿分叉？米露笑道。柳一脸上的红润又深了些许，好歹也是男人，你当着那么多人面说人家男孩子尿尿分叉，谁心里能好受？米露笑道。本来就是柳一小声嘟囔出来这么一句话，你还说人家1厘米高，米露两指比划出来1厘米的高度。柳一彻底不说话了。经过米露这么一说，他也意识到自己说了很多过分的话。对了，米露凑到柳一身前，悄声问：真的那么矮？不是。柳一没好气的道。那是气话。哦，注意发音。哦。米露用胳膊肘拐了拐柳一的蛮腰，阴阳怪气的道：你看过？我没。柳一狡辩。但柳一的脸色红透了。都熟了。你脸红了。哈哈哈。米露开心的笑道。发烧？脸能不红吗？柳一气急败坏的道。哈哈哈哈。不逗你了。米露笑了笑，然后严肃的道：至于拿捏的事儿，他本人也说了，其实他也不想，胳膊脱臼很疼的。柳一疑惑的看向米露，他跟我说，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尤其是在好看的女人面前。米露解释道。柳一闻声沉默了。这事儿当时他也感到奇怪，每逢自己问马青是不是不行了时，这脑瘫莫名的来劲儿，扯着嗓子跟自己叫嚣，原来是因为这个啊。只是这马青有必要这么轴吗？就这么点事儿，至于这么置气吗？你看哈。米露掰开手指一一罗列，你说人家尿尿分叉，有嘲笑人家有缺陷，然后殴打人家，还要人家承认自己不行，你比杀了 Andy 还让他感到难受，好歹是个男人，自尊心经得起你这么践踏吗？柳一闻声抿起了红唇，他没有想这么多，就是看他不顺眼而已。但经过米露这么一番解释，细想想自己确实挺过分的。米露认真的看着柳一那张冰冷且美丽的脸庞，柔声道：我们姑且不论他这么做是否是正确的，但他用一条胳膊还他身为男人尊严，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不是吗？柳一想了想，转身躺下了，背对着米露。我累了。柳一道。柳一的性格米露是知道的，知错改错，但绝对不认错。到了这节骨眼，米露也不再说什么，毕竟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好好休息，我出去卖点食材，晚上你给我做好吃的。哈哈哈。米露笑道。柳一没说话，他侧躺在床上，想着之前对马青说的那些很过分的话，这越想心里越是不太舒服。可想到马青那只咸猪手，柳一又实在无法面对那样的事实，这心是又气又愧疚，倒是有那么点气急败坏的意思。柳一气得干脆闭上双眼，不再去想那些烦心事。人就是这样，你越想忘掉某件事，你越是忘不掉，越是不想回忆起某件事，闭上眼睛那件事就会浮现在你眼前。心烦意乱的柳一猛地睁开美眸，起身拿起米露带给他的文件开始审阅，借此忘掉那些烦心的事情。这样的方式确实有疗效。进入工作状态的柳一很快就把马青的破事儿丢到了脑后，但看到销售部门的文件时，柳一又情不自禁地想起马青。马青那张贱兮兮的脸庞自然而然地便浮现在柳一的脑海中。啪！柳一一把将销售部的文件丢到一边，因为马青的缘故，哪怕是看销售部的文件，他都觉得心里不自在。半晌，他把所有部门的文件都审阅完了，就剩下马青所在的销售部门了。想了想，柳一还是把丢到一边的销售部相关文件捡了起来，耐着性子去阅读。刚开始柳一是皱着眉头的，可看着看着，这眉头就舒展开来，刨除自己对马青的反感，他惊奇地发现这个部门成绩好不是没有理由的。马青把部门每日规划都写得非常详细，完成的指标、没完成的指标都有总结，甚至就连员工都有相关数据。不论员工业绩好坏，马青都会整理出来一份大数据，比如那些员工适合应对高质量客户，那些员工适合服务中低端客户，
那些员工适合服务性格内向的客户等等，这很难得。如果没有接触过马青还好，接触马青的他知道马青是什么样子的人，那种碎嘴子、浑身冒着贱气的人，在工作岗位上能做到如此细心，这确实很让人感到意外。柳一又拿起财务部的文件，将财务部的文件和销售部的文件进行对比后，他满脸疑惑。其他部门的经理私下动用个人权力都会往自己兜里刮点油水，柳一看到了，没打算追究，不是说默许这种行为，而是比例的问题。一个部门如果可以给公司带来几百万的利润，相比之下，部门经理多拿几万也就可以闭一只眼睁一只眼了。一句话总结，那就是先吃肉。不过这销售部的经理马青多一分不拿，这已经不是难得不难得的问题了。虽说为人刚正是对的，但这样一个对的人却放在这一群不对的人之中，这就显得不太对劲儿。放下手中的文件，柳一指尖富有节奏地敲击着文件，思考了许久，他拿出手机拨通财务部的电话。刘总，小宋恭敬的道：“给马青底薪加2万。”柳一道：“好的，刘总。”啊！前一秒小宋只是本能的应声，后一秒傻了。不论怎么看，刘总都好像待见马青，这怎么还加薪了？有问题？柳一冷声道：“没问题。”小宋赶忙应声。柳一之所以给马青加底薪，不是因为马青高尚的品质，而是把他没有贪的钱补回来而已。这也算是自己说马青尿尿分叉的一点小小的补偿罢了。思绪一转，柳一又想到自己这几天恶意针对马青扣的薪水。等下，柳一又道：“刘总还有什么吩咐？”小宋道：“销售部门业绩不错，这个月给马青加1万奖金。”柳一道：“啊，还加？”小宋彻底傻眼了。以后，柳一冷声道：“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不需要你这么多的情绪表达。”知道了，刘总。小宋道。挂断电话，小宋拿着手机一脸懵逼，到现在他都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好大一会儿过去，小宋才渐渐接受眼前发生的事实。高啊！小宋惊叹道：“马哥高啊，实在是高啊。”27，奇怪的王磊。傍晚，万兴集团，王磊来到马青的办公室，见得马青还在埋头整理着文件。王磊一屁股坐在马青的办公桌上，指关节敲了敲桌面。72，下班了。王磊嘻嘻哈哈的笑道。啊！马青埋头看着文件，道：“你先下班吧，我这还有点东西没弄完。”没事儿，我等你，咱兄弟俩一起走。王磊笑道。马青一听这话，疑惑的抬起头看向王磊，有些慌张的道：“你咋了？”什么我咋了？王磊一脸疑惑。平时你小子下班比谁跑得都快，你这不赶紧回家陪媳妇？你等我干啥玩意？马青没好气的道。咋了？王磊一脸不理解的看着马青，道：“我们兄弟就不能一起下班啊？”你……马青没好气的笑了，他靠在椅子上，打量着眼前这个心怀鬼胎的王磊，道：“你小子不会又在公司惹什么麻烦了吧？”王磊一听，没好气的一拍马青，道：“你想多了，我就是单纯的想跟你一起下班。”我尼玛！马青龇牙咧嘴的捂着脱臼的胳膊，骂道：“我胳膊！哎呦！”王磊脸色一惊，连忙道歉：“抱歉，我忘了，你还是回去陪你媳妇吧。”马青没好气的道：“别啊，我特意跟我媳妇请假的，你这不能赶我走啊。”王磊道。马青没着急说话，满脸警惕的看着王磊，心里琢磨着这小子又搞什么新套路。你确定你只是跟我一起下班，就没别的事儿？马青奇奇怪怪的看着他，王磊脸上挂着温柔的笑容，道：“真没事儿，骗你干啥？要有事儿我早就说了。”行吧。马青看了一眼那边的沙发，道：“你去那边坐着吧，茶水啥的都有，自己泡。”好嘞。王磊笑道。王磊从马青办公室的墙柜里挑了挑，最后目光锁定那最好的茶叶。哎，马青抬起头，道：“放下，那玩意挺贵的。”有多贵？王磊好奇的问。反正老贵了，好几千一斤呢。马青没好气的道。成。王磊拍了拍茶叶，道：“就你了。”等下。马青道。然而此时说什么也不敢烫了，王磊已经把茶叶倒进了壶里。马青看着王磊就那么糟蹋自己的茶叶，气得嘴角肌肉直抽抽，但也实在不好说什么，毕竟关系在这了。秉着眼不见心不烦的原则，马青把注意力放在桌子上的文件上。马青留个心眼，他就总觉得这小子肯定有点什么事儿，没事儿跟自己下班干啥玩意。王磊怕妻子，家法规定天黑前不回家就不用回家了，等死就完了。为了测试这小子
究竟跟他妻子请没请假？马青故意拖延时间，把手头的工作忙完之后，又从抽屉里把2号地的文件取出来，反正时间有的是，顺便给2号地的销售方案整理一下。时间一晃，天黑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王磊已经跑了4趟卫生间了。七儿啊，还没完事儿呢呀？王磊急切的道。没呢，马青淡淡的道。啥时候完事儿啊？王磊苦笑道。马青抬起头看着王磊，笑道：你要是着急，你先回去吧。王磊一听这话，挺着腰板，硬着头皮道：我急什么？我都跟老婆请假了。我就是。王磊说不出理由了，无处安放的目光最终落在茶几上，眼睛一亮，理由来了，我是真的喝不动了，这一会儿我都跑4趟卫生间了。王磊道。马青一看，嘴角勾起有趣的弧度。哦，马青假装平静的样子，淡淡的道：那别喝了，一会儿我带你吃饭去。啊？王磊慌乱的道：你不回家呀？马青一听这话，笑得更开心了。哼，这小子果然有鬼，回家干什么？马青漫不经心的道：难得你跟你媳妇请到假，咱俩不得出去吃点啥呀？到时候打包一份，你给弟妹带去。王磊一听短时间这时回不去家了，想起家中的彪悍的妻子，吓得一脑瓜子的汗。王磊擦去额头上紧张的汗水，道：也是啊，得句。呵呵，王磊的笑，不论谁看都觉得牵强。8点钟，天黑了，办公室响起手机震动的声音，嗡嗡嗡。坐在沙发上的王磊察觉到裤兜的手机震动起来时，吓得浑身一激灵，那坐姿瞬间板正了起来，其模样不亚于受过军事化管理的军人。这电话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完了，死亡预警来了。马青抬头有趣地打量着王磊，笑道：你手机响了？是吗？紧的王磊脖子跟灌了铅一样，咯吱咯吱地转向马青。不是你的吗？哎呦，马青一脸担心地看着王磊，道：雷子，你脸色不太好啊，身体不舒服吗？不如你先回去吧，咱俩改天再聚。谁呀？王磊指着自己的脸，那手抖的。马青老爷手脚都比他利索。他道：我吗？你说呢？马青浅笑，胡说。王磊掏出手机，起身就要往出走，道：我去接个电话。别呀，就在这接呗，你害怕我听啊？马青笑道：那倒不怕，只是……王磊吞吞吐吐的道：是谁？弟妹吗？说着，马青站了起来，眺望一眼王磊的手机屏幕，道：真的是弟妹啊？其实马青根本没看到王磊手机屏幕，一切都是猜测的。王磊牵强的笑道：是，接电话吧。马青笑道：都是熟人。王磊无话可说了，他实在是不想当着马青的面接通这电话，但眼下这电话不接肯定是不好使的。不是说马青逼着自己接，而是如果不接老婆的电话，事儿就大了。思来思去，王磊一咬牙，接通了电话。喂，王磊笑道：媳妇，现在几点了？声音很沉，透着一股浓浓的杀意。啊！王磊看了一眼那边的马青，道：我兄弟在我旁边，你是活够了对吧？这个声音还是死气沉沉的，但下一秒的声音确实急转直下的惊悚。你是想死对吗？嗨！王磊举拳轻咳，尽可能淡定的道：哎呀，放心吧，钱够。你最好别回来。啪！电话挂断了。王磊脸色惨白，已经彻底绝望了。但就算这样，王磊还是硬着头皮强颜欢笑道：哎呀，不用给我转钱了，够用，放心吧。办公室里很安静，隔着老远，马青还是可以听到弟妹说的是什么。他就那样慵懒地看着王磊在那边演戏。哈哈哈！王磊哈哈一笑，大大咧咧的道：知道了，放心吧。就这样，宝贝儿么。啪！王磊挂断电话，转头看向马青。哎呀，我老婆总担心我钱不够，你看看这事儿弄的。王磊笑道：哦，是吗？马青有趣的挑了挑眉。害你弟妹，你还不知道吗？就这样，特别粘人。王磊无奈的摇头，似乎得到如此娇妻也是一件让人感到头疼的事情。不错，马青笑道。那不急了，
你再等我一会儿。王磊一听这话，瞬间懵逼了。话是这么说，王磊为难的道：“我也不能让他一直等。”话音未落，马青抬头打断王磊的后文。哎，马青好奇的问道：“弟妹知道你跟我在一起，应该挺放心的吧？”放心。王磊激动的道：“那自然放心啊，那就好，那更不急了。”马青笑道。王磊，马青笑了笑，低头继续整理2号地的销售方案。嗡嗡嗡，王磊的手机震动了2声，这是微信。王磊打开微信，是老婆发来的小视频，播放是视频内容。王磊的老婆首先展示王磊的键盘，这是王磊8点回家跪的东西。接着他又展示了一个搓衣板，这是王磊9点回家跪的东西。随后他又展示了一下10点回家跪的东西，那是一个特制的木板，木板上面是玻璃碴子，这木板还有正反面，正面是玻璃碴子，反面就是图钉。至于11点回家，王磊脸色绿了，他有些不敢看了，抬头看了一眼还在漫不经心工作的马青，王磊急得都快哭了。28，算你狠。9点钟整。马青抻了个懒腰。哎呀，马青疲惫的道。终于整理完了。不等马青站起来，王磊一屁股从沙发上弹了起来。回家吧。王磊急切的道。回家？马青疑惑的道。咱俩不得吃饭吗？这个时间，王磊苦笑道。这时间还有啥吃的啊？不如改天吧。马青走到王磊身边，一把抱住王磊的肩膀，架着他往出走。兄弟，放心吧，我自有安排。马青笑道。王磊看了一眼时间，这么眼瞅着就奔着10点去了。吃个饭后，时间就奔着11点去了。想想家中老婆为他准备的膝盖套餐，可是眼前话都被马青说到这份上，自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就这样，一人笑着，一人苦笑着，两人结伴走出公司，由王磊开车。两人来到一家西餐店，两人在靠窗的位置点了2份上等的牛排，又点了1份打包带走的，这是给弟妹带的。西餐这玩意可慢啊，如果用筷子，这一小块牛排几口就没了。红酒按照喝啤酒的法子喝，直接就吹了。王磊倒是想这么做了，但却不能。看着眼前的刀叉，他仿佛看到了家中那带有钉子的模板，这不禁给王磊吓得浑身一哆嗦。马青漫不经心地享用着牛排，道：“这家牛排我早就想带你来了，这次终于有机会了。”其实不用。王磊牵强的笑道：“咱俩谁跟谁啊？不图这个，能到路边整一碗拉面就行。”哎，马青没好气的道：“这怎么行？你媳妇好不容易给你放假，我怎么能带你去吃拉面？那玩意啥时候不能吃？关键……”王磊看着眼前的牛排，实在是没好意思说：“这玩意吃的也太慢了呀。”马青哪里不知道王磊内心所想。来，马青抬起酒杯，笑道：“咱慢慢吃，时间有的是。”王磊欲哭无泪的看着马青，心想着：“兄弟啊，兄弟，你这杯酒可能是我临终前的最后一杯酒啊。时间这个东西很奇怪，上课的时候，那45分钟简直度日如年，下课的10分钟，就是一泡尿的功夫。”王磊从未感觉时间过得有如此之快，一眨眼的功夫，11点了。马青用餐刀切着盘子中5分熟的牛肉，看着王磊全熟的脸，心想着：“哼，小样儿，我倒是想看看你究竟有什么事情瞒着我。”12点整，马青放下刀叉，哎呀，吃得好饱。马青拍了拍肚皮，王磊苦笑不语。我看你这……马青看了看王磊的盘子，道：“你这也没怎么吃啊？怎么没胃口？”王磊抬头看向马青，投之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道：“还好，我不是很饿。”哦，原来是这样啊。马青起身，道：“今天就这样吧，我看时间也不早了，回家吧，明儿还得上班呢。”王磊点了点头。这会儿的王磊也不着急了，整个人宛若丢了灵魂一般坐在那里。说实话，这节骨眼已经不是着急不着急的问题了，都已经过了12点了。王磊望着天花板的吊灯，心中感叹着：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走啊！马青拍了拍王磊的肩膀，道：“还愣着干什么？”王磊回过神来，苦笑，意味深长地感叹了一声：“是啊，是时候上路了。”悲壮、凄凉、冷清等等一系列关于死亡前的词汇全部贴在王磊的脸上。王磊起身，宛若前去赴死的壮士一般，那份从容，那份微笑，只有真正面临死亡的人才会真正的体会到。马青看在眼里，笑在心里。兄弟，我送你回家吧。王磊凄惨的笑道。马青有趣的笑道，不是应该我送你吗？这话说的就有些巧妙了。
马青油鸡姜不是应该我送你们几个字中的送字咬得格外有劲儿，细细品味，不禁能体会到里面暗藏着另一层意思。不，我要送你的。王磊道。成。马青道。王磊开车载着马青来到马青家的小区。马青下车道：要不上我家坐坐？不了。王磊脸上挂着温柔的笑容道：我回家还有正经事儿呢，就不去你家了，你回去好好休息吧。王磊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透着无比的心酸。这所谓的正经事儿，多半是跪搓衣板。至于这搓衣板上面有着什么刀片之类的东西，也就不奇怪了。毕竟这都12点多了，搓衣板上面放了些什么都不奇怪了。不过王磊也释然了，暗钉也好，大号洋钉子也好，甚至刀片也罢，反正都是一个死，意义已经不大了。马青笑道：那我回去了。王磊点了点头。马青走了。这一边走着，马青心里就琢磨着，这小子难道真的没有事儿，就这么放自己走了？不应该啊，就为了跟自己下班，付出生命的代价，犯不上的事儿啊。马青试探性的回身：我真走了？马青疑惑的道：走吧。王磊脸上的笑容温柔的依旧是那么的不自然。你就没有什么事儿跟我说？马青问道。没有了。王磊笑道。马青匪夷所思的歪了歪头，再次转身走远。走了2步，马青又回身：你确定你没有事儿？没有。王磊脸上还是挂着笑容。马青琢磨着，这小子难道真的就是为了跟我一起下班？思来思去，马青也看开了，或许之前还真有事儿，但眼下都这个时间了，讲道理，此时此刻的王磊回家应该看不到今天的太阳了，命都没了，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呢？想通了以后，马青这步伐也不再犹豫。而王磊，他看着马青上楼，直至确认此时的马青已经在家中后，这才松了一大口气。王磊驾驶着他的车走了。马青回到家，将家门钥匙丢到床头柜上，顺势一倒，躺在了床上。想了想，马青又起来了。他打开卧室的门，来到阳台上，看了一眼隔壁柳一家的阳台。他家是黑着的，想必这个时间的柳一应该是睡觉了。细想想也是，这都12点多了，也该睡觉了。本想着撩撩闲的问点高骚是不是好点之类的话，看来是没机会了。哈，马青打了个哈欠，这也有点困了。回到卧室，马青又重新躺在床上，这眼睛刚闭上，一张俏脸立即浮现在脑海中。他冷着俏脸，用眼角鄙夷地看着自己：你尿尿分叉。轰！马青又坐了起来。等等，不对劲儿啊，这柳一平白无故的怎么就弄出来这么一句话呢？难不成死？马青倒抽一口凉气。同学聚会那天，王磊说是柳一带自己走的，第二天自己醒来的地方是柳一家。如果那天晚上我用了他家的卫生间，哦天啊，我个篮子的！忽然马青又想到柳一拿着的1厘米高的香肠，马青直接从床上跳了下来，先是跑到客厅，打开冰箱，取了一根香肠，然后跑到卫生间，裤子一脱，马青满意的笑了。随后马青做出给力的动作，耶，威猛！马青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狠狠地咬了一口香肠。啊，残暴！马青对着镜子龇牙咧嘴，好像是个血盆大口的怪兽。啊，无情！马青嘿嘿一笑，嚼着香肠走进卧室，这心里算是踏实了。一觉到天亮，做早饭的时候，他听见阳台有滑道的声音。马青闻声，耳朵瞬间竖起来了，这应该是隔壁柳一开门的声音。他去阳台了。意识到这点，马青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儿，直接冲向卧室的阳台。果然，柳一到阳台了，看他一脸惬意的样子，好像是享受夏日清晨这缕新鲜的空气。呀！马青一手遮阳，感叹道：天气真好啊。刚开始的柳一并没有注意到马青，他正闭着美眸感受着清晨空气中的清香。这一听是马青的声音，秀眉便皱了起来。哟！马青抬手打招呼：刘总，早啊。柳一冰冷地看了一眼马青，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串号码。马青一愣，心里还琢磨着，这大清早的他给谁打电话啊？电话被接通了，刘总电话另一头是一道男声，马青隐约能听到点，这声音有些熟悉啊。马青上班了吗？柳一淡淡的道。那个小宋为难了，迟到10分钟扣100，开始计时吧。柳一淡淡的道。啪！柳一挂断了电话。马青指着柳一，气节，你。柳一一脸惬意，连看都不看马青一眼。大清早的，你特么晒太阳还拿着手机，
马青骂道。天气真好，柳依淡淡的道。行。马青用手指掂量着柳依，愤恨的道。算你狠，丢下这么一句狠话。马青转身跑了。这特么迟到10分钟扣100，谁顶得住啊？赶走马青，柳依瞬间感觉周围空气又新鲜了不少。她对着温暖的太阳，慵懒的抻了个懒腰，光芒照在她的娇躯上，地上又是一道曼妙的影子。29误人子弟。小区里啊！马青怒吼着，一路火花带闪电的狂奔。宋老太太拄着拐棍走着，忽的一道劲风从自己身旁呼啸而过，那是马青一骑绝尘的身影。忙什么？宋老太太没好气的道。马青又拐了回来，他取过宋老太太手中的垃圾。我帮你。马青道。急什么？别跑摔了。宋老太太嗔怪道。上班。马青又跑没影了。开车啊！宋老太太吆喝着。高峰期，没跑得快。马青的身影已然不见，声音却传了过来。这孩子，宋老太太无奈地摇了摇头。宋老太太的老伴韩老头望着马青越来越远的身影，叹道：年轻就是好啊。万兴集团。马青冲了进去，打卡。咣当的一声，马青跪在了地上，七窍生烟。我迟到没？马青问道。前台的美女看着马青偷笑道：很准时呢。呼，马青长舒一口气，瘫软在地上。跪着的不仅仅是马青，同样跪着的还有王磊。前台的美女见得两个人都跪着，不禁觉得更好笑。这两个人这是要拜把子吗？王磊匪夷所思地看着马青，疑惑地问：七儿，你怎么也跪着？马青见得王磊也是跪着，反问：那你为什么跪着？我呀。王磊想了想，撒谎道：我这是因为昨天不小心弄洒了老婆的化妆水，跪搓衣板了。马青笑道：是。王磊苦笑。马青看破不道破，这点事儿他还看不明白。昨天他根本就没跟弟妹请假，12点多回家。那个时间回家，估计不应该是搓衣板上跪刀那么简单了，应该是老虎凳子之类的吧。马青歇了一会儿，缓过来乏之后，起身也把王磊扶了起来，两人彼此搀扶着，一路艰难地走向销售部。马青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反反复复地按摩着自己腿部的肌肉。这不锻炼去不行，才跑几步而已，就上气不接下气了。待肌肉的酸痛感消退不少时，马青起身走向财务部。马哥。小宋一脸惊喜地看着马青。此时此刻的马青在小宋的眼中已经是高人了。马青道：今儿刘总没来吧？没来。小宋道：成。马青嘿嘿一笑道：来，出勤表让我看看。小宋也没多想，随手就把今天员工出勤表交给了马青。马哥呀！小宋满脸崇拜地看着马青，赞不绝口的道：马哥你可是个高人啊。我又怎么高了？马青没好气的笑道：难道你不知道？小宋惊奇的道：我应该知道什么？马青说着，在柳依的名字上一划，扣钱。马哥你加薪了。小宋激动的道：我？马青满脸疑惑：我加薪？是啊，昨天柳总给我打的电话，给你底薪加了2万，这个月又给你1万块钱的奖金。小宋解释道。马青闻声，眼睛一眨一眨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疑惑。真假？马青道。马青不敢相信，那柳依看自己不顺眼，想法设法扣自己钱，怎么可能给自己加薪呢？这还有假？小宋把另一份文件给马青看，道：你看，我都记着呢，没有错的。马青一看，还真加薪了。不仅如此，还有额外1万块钱的奖金。看到事实，马青又开始疑惑了起来，这柳依到底是什么情况？良心发现了？不应该啊，当总裁的哪有良心这玩意啊？马青蒙圈了，一时间有些不好把控柳依在自己心中的定位了。你要说是敌人吧，眼前给自己又是加薪又是奖金的，这确实不好下手了。你要说是朋友吧，今天早上还吵要扣自己钱，如果不是自己腿脚麻溜，不然肯定扣工资的。这到底是啥意思啊？开始玩兵法了？马青向来爱恨分明，应对不了这阴一套阳一套的玩意，要战就战个痛快，要么就别战。面对柳依的加薪和奖金，他在看自己这恶作剧，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了。这玩意给我整得挺为难啊。那个小宋啊，马青一把搂过小宋的肩膀，小声商量道：你看哈，哥手滑了一下，你看咱们刘总旷工的事儿。小宋忽然严肃了起来，道：马哥，你这是什么话？不是，
哥是真的手滑了。马青笑道。马哥，刘总就是因为你这一身正气才给你加薪的。我觉得马哥说的有道理，机会总是以问题的方式出现的。小宋满脸崇拜的看着马青。不，你误会哥的意思了，哥只是……马青解释道。然而小宋中毒已深，丝毫不给马青解释的机会。哥，你别说了。小宋望着天花板，铿锵有力的发言。以后哥你就是我的榜样，谁也不能迟到。刘总怎么？我相信，既然刘总把员工出勤的事情交给我财务部了，那就是对我小宋的信任。这次刘总故意旷工，这明显就是刘总给我小宋出的一道考题啊。马青，哥。小宋仰望着马青道，哥你在公司是什么人？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之所以一直没得到赏识，那是因为你一直没有遇到好的领导。如今刘总来了，他偏偏不给别人加薪，唯独给你加薪，这明显他已经开始欣赏你的优良品质了。所以小宋握着拳头发誓道，我一定要向你学习，做一个刚正不阿的好员工。随后小宋看向马青问道，哥，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对是对，关键那可是刘总啊。马青苦笑道。哥。小宋看向马青，没好气的笑道，哥你也在考验我是不是？是不是刘总派你来考验我来了？马青一脸无语，我只是……行了，哥，你别说了。小宋一拍一桌子，一副决然的样子道，今天谁说也没用了，刘总这个钱我小宋是扣定了，我不会让刘总失望的。马青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却想着，兄弟，你这个思想很危险啊，你这是玩火呀，你怕是凶多吉少了。这样，马青抱着小宋的肩膀，小声商量道，你看这事儿啊，你铁了心让刘总看到你的成绩，那这条线可就不能算哥画的了。这怎么行？小宋忽然生气了道，如果不是因为哥，我怎么会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不是因为哥，我怎么能看出来这其实是刘总出给我的一道难题？放心吧。小宋笑道，老弟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如果刘总问起这事儿，我一定会说是受您的教育的。别吧。马青欲哭无泪的道，其实你不用这么惦记哥，这本应该就是你的功劳啊。小宋看着马青，忽然开心的笑了，哥你知道你为啥人缘这么好吗？小宋笑道，为啥？马青苦笑，因为你做好事总是不留名，全公司只有你才是背后默默付出的那个。小宋满脸深情。马青彻底无语了，哥你放心，我不会因为一己私利把你埋没在刘总面前的。放心吧。小宋笑道。这时候小宋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起来，小宋看了一眼电话，对一脸歉意的道，哥，我这还有活儿，等我升职加薪了，我准请你吃饭。说罢，小宋对这枯燥无味的工作燃起了崭新的激情，接电话时的声音都是那么的富有活力。马青看着小宋，他是真的想告诉他，其实故意扣柳一的钱是自己的恶作剧，但眼下这话实在是说不出口。况且以目前小宋这股满腔热血的工作激情，自己就算说出来他好像也不会信。简而言之，你恶作剧，刘总能给你加薪还给你奖金，这换谁信？马青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小宋走入一条不归路。最可恨的是，这小子还他妈非得带上自己，这会儿自己连脱身都不能了。唉，马青叹了一口气，心想走一步算一步吧。10级中文听力测试。中午时分，一位扎着马尾辫的女人来到万兴集团，她上身穿着白色短袖，下身穿着紧身蓝色牛仔裤，脚下一双洁白到黄眼睛的运动鞋，精致的脸蛋，紫罗兰颜色的眼睛，整个人看起来十分清纯，但她的神情看起来却有些傻傻的，给人一种蠢萌的感觉。女人走进万兴集团，立即引起大家的注意。喂，快看，她又来了！我听说她是马经理的女朋友。是吗？我怎么没听说？昨天她就来了，还跟马经理一起吃饭呢。听说她好像是个外国人。是吗？你看她眼睛的颜色，好美啊，应该是混血吧？我估计是。米露察觉到大家似乎都在看她议论着什么，面对众人的目光，米露有些紧张。走光了。米露看了看身上的衣服，这也没走光啊，什么情况？大家为什么都用这种奇怪的目光看着自己？米露不解，但她有些受不了群众的瞩目，灰溜溜地跑进电梯，取完各个部门的文件，米露一路小跑来到马青的办公室。Andy， 米露猫着腰趴在马青办公室的门口，悄声道。马青一听有人叫自己 Andy， 当即也知道来者何人了。打开门，见得米露猫着腰，一脸鬼鬼祟祟的样子。你干什么呢？
马青没好气的道。嘘。米露竖起一根手指在唇间，然后钻进马青的办公室，关上门。呼。米露抚着胸口，长舒一口气。你这是怎么了？马青疑惑的问。我发现大家看我的眼光很奇怪。米露小心翼翼的道。你这个样子。马青上上下下打量着米露，没好气的笑道，像个鬼一样，别人可能不用奇怪的目光看你吗？话是这么说着，但马青没好意思说出实情。其实这米露长得确实不错，身材也挺好的，就是那种典型的网红身材，再加上她是混血的缘故，那双紫罗兰色的双眼显得她格外有魅力。这样的人忽然出现在公司，是个人都会忍不住多看她几眼吧。就是米露这女人有些天然呆，她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点。算了，不提这事儿了。米露大手一挥。对了，米露站了起来，她叉着腰走到马青身前，气鼓鼓的道：你是不是骗我？我骗你什么？马青笑道：少忽悠我。米露没好气的道：昨天柳一都说我了，他明明是发烧，你偏偏说人家啊，你说这事儿啊？马青笑道：你不懂这个词汇啊，用在别人身上可能不合适，但用在柳一身上最贴切了，非常符合当时的情景。米露指着马青，一脸警惕的道：你是不是又要忽悠我？怎么会呢？马青笑道：我说米露呀，你不懂，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语言复杂的很呢。米露眨着眼，还是没有放下对马青的警惕。Andy， 我昨天都看字典了。嗨。马青没好气的一挥手道：其实你这个水准的中文已经不需要那种东西了，那种东西已经不能让你的中文水平得到进一步发展了。啊？米露满脸疑惑的看着马青。真的？这还有假啊？马青把米露拉到沙发上，将她按在沙发上道：不信的话，我给你出一道中文10级测试题目，你绝对能听得懂，但我保证你理解不了他的意思。不信？米露小嘴一撅道：能听懂还理解不了他的意思，哪有的事儿？你准是忽悠我。不信？马青自信的笑道：要不给你来一道。来。米露坐直了腰板道：我还怕你不成？哎呀，马青故意卖了个关子道：我看还是算了吧，这毕竟是10级的中文测试，虽然你天资聪慧，但对你而言还是太难了。说着，马青唉声叹气的摇头，一副无奈的样子。单纯的米露闻声脾气上来了。我能行。米露急声道：你确定？马青道：当然。米露信心十足的道：好。马青背着手走在办公室里，请听题，请出题。米露闭着眼睛，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忽然，马青快步走到米露身前，那张贱兮兮的脸向米露那张俏脸无限的贴近。客服小姐问小明：你是要几等座？小明问：你们一共有几等？客服小姐回答道：特等、1等、2等，等等，2等要多等1等。小明说：我看一下，等1等。客服小姐说：别等了，再等1等也没了。小明说：那不等了，就这个吧。马青两眼一眯，沉声道：请问最后小明买了几等座？米露一脸茫然的看着马青，满脑瓜子里都是等。噔噔噔。马青等了一会儿，见得米露俏脸憋个通红，也没说出个答案，便笑道：要不咱们换一道。换一道。米露不服气的道：这倒不算。好。马青直起身板，背着手道：请听第2题，这是一段老婆发给老公的语音，听好。米露点了点头，抿着红唇，认真聆听着。马青不紧不慢的道：一会儿列车到了，如果你到车站了，我没到，那你就等着吧。如果我到车站了，你没到，那你就等着吧。请问？马青两眼一眯，沉声道：文中2个你等着吧分别是什么意思？米露苦着俏脸低下了头。这特么也太难了啊，都听得懂，但放在一起就蒙圈了。马青见得米露失落的样子，不禁哈哈大笑。没关系。马青道：咱们还有机会，再来。米露抬起头，信心重燃，他紧紧地盯视着马青的嘴唇道：我不服。好。马青神秘地笑道：小明的自行车要倒了。小红眼疾手快，赶紧把把住了。请问？马青两眼再次一眯，沉声道：文中3个把字分别是什么意思？米露彻底懵逼了，满脑瓜子里面都是八。
拔，怎样？马青哈哈大笑，拍着米露瘦弱的肩膀，笑道：“感受到中文10级听力的恐怖了没？”米露唉声叹气的低下了头，那俏脸别提有多伤心了。哈哈哈哈！马青都快笑翻了，他笑道：“你这还得练啊！”哈哈哈哈！哎，米露信心严重受挫。中华文化果然博大精深啊，好难啊！马青看着米露可怜巴巴的模样，笑得更开心了，内心直呼过瘾。想当年自己回国的时候，自己中文水平就不行，当时学校的同学就是这么挫败自己信心的。如今看到米露信心受挫的模样，他也终于体会到智商压制的快感。米露察觉到了不对劲，他扬起俏脸道：“不对啊！”哈哈哈！马青还在得意忘形的笑着，见得米露一脸质疑的看着自己，便道：“怎么了？哪里不对？这跟你说柳一发烧没有任何关系啊，这完全就是两回事儿。”米露反应了过来。马青讪讪的挠了挠鼻尖，道：“语境吗？怎么没有关系？人家柳一就是头疼发热，就是典型的发烧症状，你偏偏说人家是发烧，然后你又弄了这么一大堆没关系的听力题蒙我。”米露起身呵斥道：“马青挠头，你忽悠我！”米露指着马青，气呼呼的道：“难怪柳一揍你，你就是欠揍！”说罢，米露就扑向马青。马青见状，赶忙躲闪：“不是，我主要是测试一下你的智慧。”马青道：“我智慧用你测试？”米露不依不饶，马青满屋子跑，米露满屋子追。马青一看米露根本就没有放过自己的意思，当即放缓了步子，这便让米露追上了。倒也不是马青跑不动了，毕竟对方只是个女人，真就是急头白脸的跑起来，米露肯定是追不上马青的。关键是这里是办公室，边边角角的，万一米露摔倒了，磕碰到哪里，伤到了就不好了。考虑到这些，马青便决定不跑了，挨顿揍就挨一顿吧，毕竟不是柳一。米露那小拳头软绵绵的，捶捶背，按摩也是好的。米露追上马青，拳头乒乒乓乓的砸在马青的身上。你就是欠揍！米露气呼呼的道：“别打了，我错了，我请你吃好吃的。”马青求饶道：“谁稀罕？”米露拳头宛若雨点一般落在马青的身上。马青猛地起身，一把抱住米露的小肩膀，就像是抱兄弟王磊一般。老好吃了！马青笑嘻嘻的道。说着，马青就架着米露往出走。有多好吃？米露惊奇的看着马青。你跟我来不就知道了？马青神秘的笑道。你个小气鬼，肯定又带我去食堂吃你们员工餐。米露没好气的道。怎么会？你大老远从国外来，我怎么可能天天带你吃员工餐啊？马青笑道。哼！米露偏头看向别处，算你有良心。两人走出办公室。31，我的好朋友就应该是你的好朋友。办公室外头，当米露出现在销售部办公区的那一刻，她的颜值以及身材立即把整个办公区员工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王磊就是其中之一。喂，来了！办公区不知是谁说了一声。王磊一脸好奇，问旁边的同事：“什么情况？”嘘，同事示意王磊小点声，然后悄声告诉王磊：“他们都说那个女人是咱们马经理的女朋友。”王磊一听这话，瞬间笑了，道：“哈哈，你想多了。”怎么？同事道：“看你的态度，就像咱们马经理配不上她似的。”我倒不是那个意思。王磊把脚丢到桌面上，往后一躺，双手托着后脑勺，慵懒的道：“我看了一眼，那女人长得确实不错，但要说是咱们马经理的女朋友，她稍微还差点事儿。”王磊把话说到这里，就不往下说了，多余的就没法说了。再说就是马青和柳一之间的关系了，实际上也是如此。米露是美，尤其是那双眼睛，可以说得上是这样的女人，没有哪个男人可以免疫的。但这有个大前提，那就是柳一不存在的情况下，两个人先不论背景，就论颜值，柳一全面碾压米露。至于身材，那更是没得比，蛮腰啥的放一边，就柳一那双大长腿，谁也顶不住。再进一步说，放在眼前的米露，优秀的男人鼓起勇气还是敢追一追的，但柳一则不同，他浑身上那股冰冷的气质已经让很多男人怯场了。他身上有一丝神性光彩，那种美已经赋予神的概念，提到暗恋都是一种对神的亵渎，更别提追求了。总而言之，两个人都好看，但却没有可比性。同事看着马青办公室的方向，道：“说实话，我觉得他们挺般配的，而且那女的好像是混血儿。昨天我听说，咱们马经理
一直跟他用英文沟通。啥玩意？王磊惊得直接坐直了。马青，不，马经理会英文啊？怎么了？同事大惊小怪的道。我透。王磊满脸震惊的嘟囔了一句。这小子没看出来啊，藏得挺深啊。打个赌怎么样？同事笑道。打赌？王磊有了兴趣，笑道。怎么赌？赌那女的是不是马经理的女朋友？1000块，如何？同事笑道。哈哈哈！王磊笑得直拍大腿，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想着，朋友啊，你这必输无疑啊。马青女朋友是谁，我能不知道吗？就是没法告诉你是了，说出来吓死你。成。王磊道。赌，白给的1000块，不要白不要。这时候，马青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但见马青抱着米露的肩膀走了出来，两人有说有笑的，米露甚至还赌气似的偏头看向别处，嘴里说了一些什么埋怨的话，而马青则是一脸笑意，似乎对他说了什么甜言蜜语。然后米露脸上再次露出开心的笑容。其实马青和米露之间的谈话没有什么，无非就是那么几句带米露吃好吃的，然后米露埋怨一句又是公司员工餐的话。但这一切看在远处的王磊等人可不这么想，那么好看的女人，小嘴一撅，那可爱的模样，谁能顶得住啊？更何况你又抱着人家的肩膀。王磊看在眼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下巴碎了一地，这尼玛又是什么情况？这时候同事笑看王磊道。王磊，你可能要输了哦。王磊没说话，整个人还没能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马青没有带米露去吃员工餐，两个人去吃的过桥米线，20块钱一碗的那种。这东西米露看着碗中面条一样滑溜溜的东西道，这东西能吃吗？你看你没见识了吧？马青吐露一口米线，因为米线这玩意比较烫。马青嘶嘶哈哈的道，这东西就是你这种拥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吃的东西。大智慧？米露一脸惊奇，对号入座，我就是大智慧啊。马青点了点头，解释道，相传清朝时期，一位秀才要到岛上读书，娘子送饭的时候偶然发现鸡汤上的浮油可以保持汤的温度，所以就有了米线的做法。因为秀才读书要过桥，所以就取名为过桥米线。哦，注意发音哦。米露有所惊觉，大智慧，对，大智慧。马青把筷子递给米露道，来，咱们大智慧的米露小姐整2口。米露开心了，拿起筷子就开始吃米线。因为还是不太熟悉筷子的缘故，看起来还是有些笨笨的，不过经过一番折腾，这米线还是吃到了。米露嚼着米线，那紫罗兰色的双眸一亮，惊喜道，好吃，好吃是吧？马青笑道，好吃多吃点，你把这一碗米线吃了，你的智慧就溢出了。蹦，溢出了。米露点头，吃着米线，嘟囔着，智慧溢出了。马青看着眼前这个多年的好朋友，打心里开心，不过他也真心为自己这好朋友感到担忧。这蠢萌的，以后找男朋友是个事儿。他就是那种典型的被骗了还帮人数钱的人。对了，马青好奇地问道，这些年你有男朋友没？你要干啥？米露米线也不吃了，一脸警惕地看着马青。没，就是问问。你紧张什么？马青没好气地笑道。哦，米露笑道，没有，柳依不让我找男朋友。为什么？马青眼睛一瞪，呵斥道，他怎么是世界和平使者呀？管的面真宽。不是，你误会了。米露一边笨拙地吃着米线，一边道，他担心我被骗。此话一出，马青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不得不承认，柳依这句话说马青心口里了。那叫好。马青笑道，你什么意思啊？米露又不吃了。我没什么意思啊。马青疑惑的道，你也担心我被骗？米露一脸不满的看向马青道，刚才你还说我拥有大智慧呢。可马青指着米露碗中的米线笑道，可是都溢出了呀。那不吃了。米露生气的抱起肩膀，哈哈。开玩笑的马青赶紧把筷子塞进米露的手中，讨好的笑道，别这么认真嘛。切。米露看在眼前的米线面子上，这算是不追究了。吃过米线，两个人走在街头上，米露拍着平坦的小腹笑道，呀，好饱。马青看了一眼米露那平坦的小腹，印象中小时候的米露就特别贪吃，但也不知道是消化不好还是基础代谢率高，总之他就是那种干吃不胖的类型。对了，柳依扣你钱的事儿，我给你摆平了。米露笑道，
不扣了。马青惊喜的道。要说不扣钱，应该不可能。米露想了想，道：以我对柳一的了解，他应该是从别的地方给你补钱，比如奖金之类的。提到奖金，马青瞬间满脸苦笑。是啊，人家把扣的钱给补回来了，而自己的恶作剧扣人家的钱，这怎么补？马青又想起加薪的事儿。对了，马青疑惑地看向米露，问道：他给我加薪了？加薪？米露也是一愣，道：那不知道因为什么了，反正如果是你迟到扣钱，他肯定会以奖金的方式补给你。哦，马青心不在焉的应声，心想着，估计等他知道自己被扣钱了，想必又该炸毛了。今晚我带你去他家吧。米露笑盈盈的道。啊？马青难为情的挠头，道：不好吧，我去他家干什么呀？去握手言和呀。米露笑道。你看 Andy 你是我的好朋友，柳一是我的好朋友，那么你和柳一也应该是好朋友，不是吗？我和柳一，马青僵硬的笑了笑，不好多说什么。他总觉得跟那种扑克脸做朋友好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至今马青都从未见过那个女人笑过。喂，不是吧？米露跳到马青的身前，用身子挡住了马青的路，道：很多人都想通过我的关系认识柳一呢，我都不给介绍，我这主动给你制造机会认识他，你竟然还一脸不情愿。不是这个问题，问题是我跟他真合不来。马青苦笑道。又不是让你们交往。米露没好气的瞪了一眼马青，道：因为我朋友是你的上司，我让你认识他对你未来发展有好处，你总不能一辈子都干这小小的经理吧？马青挠着头，难为情的笑道：我倒是没想那么多，甚至加薪啥的我都不考虑，但求他在工作岗位上手下留情就好。还有就是过肩摔，那玩意真的来不了，顶不住。米露气得不行，一脚踢在马青的腿上，恨铁不成钢的道：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才这么帮你。你倒好，那句话怎么说的？烂泥扶不上墙。对，你就是烂泥扶不上墙，气死我了。我不管。米露态度坚决的道：今天你必须跟我去他家，我都跟他说好了，32各退一步，好办事儿。啊？马青满脸夸张，道：你跟他说好了？是啊。米露点头道。马青看了看米露的表情，鄙夷的看着他，道：你不会根本就没跟他说吧？像她那种冷傲的女人竟然能让我去她家，更何况她还有洁癖。我真说好了。米露解释道。其实她也意识到她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马青一愣，更加开始怀疑米露。他道：他说自己有不对的地方。是啊，米露解释道，好歹你也是个男人，他用1厘米高的香肠嘲笑你，又说你尿尿分叉。停，打住。马青满脸黑线的叫停，换个话题。总之，米露轻声道，总之那些话挺过分的。马青看着米露，审视了许久，发现米露这番话不太像是假话。他真这么说的？马青问道。米露点了点头，道：马青沉默了，他开始犯难。这柳一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也算是给自己台阶下了。按道理来讲，这时候自己也该表示表示了，双方各让一步，这事儿算是翻篇了。米露有一句话是对的，眼下如果真的有可能跟柳一打好关系，也不是一件坏事，毕竟是自己的领导。虽说自己不太在乎升职加薪的事儿，但这事儿真就落在自己头上，自己也没有不要的理由。那我跟你去他家。马青试探性的道。米露点着头，道：你也别空手去，人家一个女人因为你都感冒了，你带点水果什么的，再说点客气话。马青低头想了想，道：那成。米露一看马青同意了，当即开心的笑了。你把你电话号码给我，然后我去你家接你。米露笑道。马青点头答应了，拿出手机，两个人互换了一下联系方式。对了，米露想起来了什么，又补充道：有一个事儿我得先跟你说好。什么事？马青问道。就是柳一这个人从小就那个样子，如果到时你发现他绷着脸，你别在意，他人就那样，外冷内热，刀子嘴豆腐心。米露说道。哈？马青一听这话，忽然有些不想去了，感情这到了人家还是看人家脸色行事，这还不如不去了。哎呀，米露没好气的道，我可跟你讲，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哪个男人能进柳一家，如果你去了，你是第一个呢。柳一有洁癖，肯让你去他家，这已经是他给出最好的态度了，你还要人家怎样？马青一听，不禁觉得也有些道理。那好吧，马青答应了下来。那行，你听我电话吧。
到时候我去你家接你。”米露笑道。马青笑道：“谢谢你，这事儿让你费心了。”“哎呀，没事儿，都是好朋友。”米露笑道。“那就这样，我先走了，我得回去给柳依送文件去。”说罢，米露转头一路小跑，消失在街头。这时候的马青还不知道的是，米露其实压根就没有跟柳依说马青要去他家的事儿。之所以这么说，米露有2个目的。第一个，就按照他所说的那般，因为2个人都是米露的好朋友，他不想让马青和柳依之间的关系闹得太僵硬，彼此都有不对的地方，各退一步还是好的。柳依在工作上少了很多麻烦不说，又多了一个马青这样的得力助手，马青在事业上又能得到质的变化，不至于一直做销售部的经理。第二个，那就是柳依婚事的事儿了。柳依身为豪门贵族，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她，看似光鲜艳丽，实则背后也有普通人无法想象的辛酸。一桩婚事，让从柳依出生的那一刻起，她便沦为家族的商品。从小便接受高等教育，几十年来如一日，才有今天完美的柳依。可以说，柳依身上所有的优点，就是为她未婚夫所服务的。所以，她并不快乐。这些完美的属性，都是用她一生自由换来的。阴差阳错之下，柳依的假男友换成了马青。米露不想让他们关系闹得太僵，为的就是日后马青还可以继续扮演柳依的男友。米露回到柳依家，柳依，我回来了。米露一边脱鞋一边嚷嚷着。柳依坐在客厅的地板上，手中握着游戏机手柄，全身心都在游戏上。打游戏呢？米露坐到柳依的身边，把文件放在桌子上，道：“你感冒好些了吗？”柳依连看都没看米露一眼，不冷不热的道：“跟你商量个事儿。”米露试探性的道：“我银行卡密码你知道，要买什么自己买。”柳依淡淡的道：“不买东西。”米露顿了1秒，想了想，道：“Andy 今晚来给你道歉，你看这事儿。”咔，柳依直接按下手柄上的暂停键，转头看向米露：“你安排的？”柳依冷声道。柳依一眼就看穿这是米露没有想到的。米露躲闪着柳依那逼人的目光，讪讪的道：“我没事儿，给你安排这干什么？那碎嘴子，宁愿胳膊脱臼都不道歉。他要想道歉，早就道歉了。”柳依冷声道。说罢，柳依重新拿起手柄，按下开始键，又开始操作这屏幕中的人物打小怪兽。哎呀！米露亲昵的拽着柳依的胳膊，道：“他也是我的好朋友，你这样我在中间很难做人的。况且，人家也觉得自己很过分，不然能有道歉的想法吗？”柳依满意的从嗓子眼里抿了一声随后又道：“看来你这心理工作做得不错。”别这么说嘛！米露挂在柳依的胳膊上，撒娇道：“好歹人家是带诚意来的，你让他带着诚意滚就行。”柳依道：“你……”米露气得直耸大肩膀：“你男友的事儿还得靠他呢。”米露这句话是说到柳依心坎里去了。他顿了一下，冰眸子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米露见得柳依动容，趁热打铁的道：“人家来跟你道歉，也不用你做啥，稍微表示表示就行，到时候好说话，不然人家肯定不同意做你男友的。”柳依想了想，道：“没关系，打服为止。”说罢，柳依手上的手柄再次噼里啪啦的响了起来。“你觉得他能服吗？”米露没好气的道：“到时候你打算让他推着轮椅去见你父母啊？我可告诉你了，人家这会儿脱臼的胳膊还没好呢。”柳依一想马青那个滚刀肉，秀眉一皱，有一点是真的，马青这个人还真就不一定能打服。如果打服了，估计真就像是米露说的那般，那时候就得推轮椅了。滚刀肉！柳依满脸厌恶。“你同意了？”米露开心的道。“我要打游戏了。”柳依淡淡的道。“那好。”米露兴奋的站了起来，道：“等他下班我给他打电话。”日落6点钟整，万兴集团销售部，王磊看着钟表上的时间，当分针秒针时针同时合并在数字6上时，他轰隆的一声站了起来，快步走向马青的办公室，直接推门而进。“敲门啊！”马青揉着眉心。妻儿王磊双手拍在马青的办公桌上，两眼紧紧地盯视着马青，道：“你跟我说实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啥？”马青还在揉着眉心。“还能有啥？赶紧说实话！”王磊没好气的道。“你特么到底想让我说啥？”马青疲惫的道。“马青啊，马青，你这是还打算瞒着我是吗？”王磊愤恨地盯视着马青，咬着牙根道：“以前我没看出来你小子，没想到你小子玩的花样挺多呀。”“不是。”马青终于把眼睛睁开了，他看向王磊，气急败坏的道：“你总是让我说，你特么的倒是问啊！”“好。”王磊沉了一口气，道：“
你告诉我，今天那女的是怎么回事？马青一愣，满脸疑惑地看着王磊。装傻？装傻是不？王磊指着马青那张无辜的脸，唾弃道：你特么就是个人渣啊！可别！马青摆手跟王磊划清界限，道：你可别这么说，整得像是我俩有什么事儿似的。我可没渣你，你离我远点！你少给我俩在这扯马篮子！王磊破口大骂：你有了柳依，还惦记着别的女人，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马青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虚弱的道：行了，你小点声，让别人听到容易误会。事儿都让你做出来了，你还怕误会？王磊两眼一眯，手指掂量着马青，骂道：马青啊马青，我以前是真没看出来你，原来你是这种人。兄弟，我是真看错你了，有2个破钱你就飘了是吧？不知道怎么玩好了是吧？33买礼物。马青一听王磊这话，觉得言过了。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马青疑惑地问道。误解？王磊指着外头的方向道：全公司人都看见了，你搂一个外国妞走出办公室。我搂个外国妞？马青抬头开始回忆着，想到米露。马青嘟囔着：难道是米露？行了，你也别跟我装傻了，我跟你丢不起这人，我真是看错你了。王磊满脸失望地看着马青。不是，你等下，那是我朋友，你们都误会了。马青赶忙解释道。你朋友？王磊道。是啊，就是个美国没朋友而已。马青苦笑，看着王磊问道：你们在办公室外面都研究了些什么呀？朋友？朋友你就搂人家呀？有你这样做朋友的吗？王磊呵斥道。你这说的就难听了，我也不是搂人家，主要我不控制住他，他打我呀。再说了，我要是有女朋友，我可能不告诉你吗？马青没好气的道。真的？王磊疑惑的看着马青问道。他真的是你在美国认识的朋友？废话！马青没好气的笑道。他不光是我的朋友，他还是柳依的朋友。之所以来我们公司，其实是给柳依取文件的。他感冒了，最近都是在家办公。你还去过美国？王磊惊讶的道。小时候的事儿了，不提这事儿。马青无所谓的道。这么说，你和他真的就是单纯的朋友关系？王磊再次确认道。真的是。马青耐着性子的道。这事儿我骗你干什么？你都认识我几年了，我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啊？几年前我就这个薪资，要飘我早就飘了，犯得着等到现在吗？王磊一听马青这话，心里瞬间有点了。呼！王磊握着胸口，长舒一口气，1000块钱稳了。王磊嘟囔道。马青没听清，问道：你说什么啊？王磊惊觉道：没什么。哈哈！在王磊爽朗中带着一丝尴尬的笑声中，马青觉得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之所以马青这么耐心的解释这件事儿，主要还是很看重自己和王磊之间的兄弟感情。如果因为人品的事儿给王磊抹黑，确实不太好看。但刚才马青隐约之中好像听到王磊嘟囔了一句什么钱的事儿，这就让他忽然感觉到整个事件有点变味儿了。哎呀！王磊凑到马青的身边，重重的拍打着马青的后背，笑道：我就说嘛，我王磊这么一个光明磊落的男人，身边的兄弟岂能是那种纸醉金迷的小角色？哈哈哈！兄弟，我果然没有看错你。马青满脸黑线，心想着，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啊。但是我跟你说，王磊表情忽然严肃了起来，凝重的道：现在整个公司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呢，你得有个动静。我得有什么动静？马青疑惑的道：兄弟，你想啊。王磊搂着马青的肩膀，指着桌子上的地球仪，解释道：在公司，你好歹也是个名人，这忽然抱个混血美女，你让别人怎么看？要说我怎么看？马青看着桌子上的地球仪，沉思了一番，一拳击掌，惊道：我明白了，是吧？王磊一看马青明白，笑道：所以啊，你得向大家解释。话音未落，马青连忙说道：你的意思是不是，通过这件事儿，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心思都没有放在工作上。如果大家心思都在工作上，怎么可能会有时间八卦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呢？王磊，不是，兄弟。王磊慌忙道：兄弟你可能误。行啊，雷子，没看出来啊。马青没好气的拍着王磊的肩膀道：你小子也是拥有大智慧的呀。我的意思是，你得当众解释一下。王磊苦笑道：为啥呀？马青不理解的道：你想啊。王磊又开始忽悠马青道：你现在跟柳依交往，然后你又搂着你朋友走出办公室，等柳依上班那天，这事儿让柳依知道了，你让柳依怎么想？不，兄弟，
你误会了，我跟他其实……马青解释道。是，你不想暴露你们之间的关系，但咱们退一步讲。王磊又补充道，你好歹是销售部门的经理，工作时间，你跟一个女人搂搂抱抱的，这事儿不影响威严吗？那也不是搂搂抱抱啊，那么简单的动作，怎么在你们眼中就变得那么复杂了啊？马青哭笑不得的道，你觉得简单，但别人不这么认为。王磊重重的强调道，你不能以你的角度去理解别人的感受，你要懂得理解别人的感受。马青，懂了吗？王磊苦口婆心的道，兄弟，我这是为你好啊，这事儿马虎不得。按你这么说，明天我还得开会说一下这事儿。马青问道。废话，必须要说啊。王磊惊道，这事儿可拖不得。马青低头思考了一番，最终抬起头来，叹气道，行吧，明儿我给部门开个早会。说准了呀？王磊指着马青，严肃的道，这话可是你说的，明天早上开会，别到时候你变卦了。马青皱着眉头，虽然这个话题倒是没什么问题，但看王磊的行为举止，马青总觉得这事儿怪怪的。行了，兄弟，到点了，下班吧。王磊道。啊，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有点事儿。马青道。别啊，一起走呗。王磊笑道。哎，雷子，我是真没明白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你下班不赶紧回家陪老婆孩子，你老赖在我这里干啥玩意？马青疑惑的道。我能有啥事儿啊？王磊没好气的道。怎么，我们兄弟俩就不能一起下班啊？马青看了看时间，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工作上的事儿都处理完了，下班也就是给柳一买见面礼的事，买礼物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王磊回家也不会跪搓衣板。行，正好我没开车，你开车带我去商场吧，正好你帮我参谋参谋给柳一买什么好。马青淡淡的道。哦。王磊嬉皮笑脸的用胳膊肘拐马青的腰，贱兮兮的笑道，嫂子过生日了？还是今天是你们纪念日？不是，就是她感冒了而已。马青一脸无所谓的样子。知道心疼了？王磊嬉皮笑脸的道。我心疼什么？马青老脸一红，就是不得不买事了。得了吧，你脸都红了。王磊没好气的笑道。你这么误会我，谁脸不红啊？马青气急败坏的道。那你有本事别买啊。王磊笑道。马青无言以对，不买是不可能了，已经答应好米露今天晚上要去柳一家的，这要是空手去，米露面子上是过不去的。但想起跟王磊解释这事儿，算了吧，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就算说出来也不一定信，误会就误会吧。两个人来到商场，先是水果商店，马青先是选购了西瓜、梨、香蕉、柿子、柚子等等，用这些装了个精致的小果篮。哎呦，王磊嬉皮笑脸的道，行啊，浪漫。哎，马青疲惫的叹了一口气，懒得解释，本来是要离开水果店的，但马青想了想，又回来了。怎么了？王磊好奇的问道。还得买一个果篮。马青道。为啥？王磊看着手中的果篮，不理解的道，这都有一个了，还买一个干什么？你不懂。马青淡淡的道。说完，马青又挑选了苹果、香蕉、哈密瓜、榴莲等等水果，用它们又拼了个好看的果篮。两人走出水果店，王磊抱着两个果篮，不理解的嘟囔着，直接将这些水果拼成一个大果篮该多好，装两个麻烦不说，看起来还没有一个大果篮有排面。马青懒得解释，话音一转，问道，对了，女孩子一般都喜欢什么东西？王磊抬头想了想，道，口红、化妆品。提到口红和化妆品，马青忽然才意识到，柳一一直都是素颜，似乎从来没有化妆过。你看见过她化妆过？马青没好气的道。哎，真的哈？王磊一脸惊奇的看着马青，道，你还别说，我还真就没看过嫂子化妆，她这不化妆都这么好看，化妆完是不是得更美了呀？马青闻声，不禁也开始在脑海中构想着柳一化妆完的模样，想了老半天，他还是无法想象那样的女人化妆完究竟能美成什么样子。要知道，就算现在不化妆的柳一也已经是天花板级别的美女了。不对，那个女人化妆不化妆跟我有什么关系？想什么呢？马青赶紧将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甩出脑海外，道，研究正事儿。女孩子都喜欢什么？嫂子不化妆的话。王磊回忆了一下自己给老婆买的礼物，顿时王磊灵光一闪，有了主意。对了，王磊以拳击掌。什么？马青问道。衣服。王磊惊道。裙子什么的，女人都爱美。34，手办和游戏机。马青一听，
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女孩子爱美是天性。对了，王磊看向马青，问道：“你知道他穿多大码的衣服吧？”马青一脸难色。不会吧？王磊不可思议的道：“你不知道他穿多大码？”不知道。马青苦笑道。话是这么说着，马青心里却想着，他穿多大码的衣服，我去哪里知道去？王磊先是愣了一秒，觉得这事儿有些奇怪。既然马青是柳依的男朋友，身为柳依男朋友的马青怎么可能不知道柳依穿多大码？就算想到了这里，王磊依旧没有怀疑两个人之间的情侣关系，因为他想到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同学聚会时，马青酒醉，一头栽进柳依怀中。要知道那可是财阀呀！试问天下哪个男人敢躺人家怀里？王磊会心一笑，道：“行了，就衣服吧，咱们去挑衣服去。”不是。马青道：“关键我不知道他穿多大码的呀。”行了，王磊看破不说破。马青成天腰疼，想必这对情侣私下没少交流，他不知道谁知道。走了，别磨蹭了。王磊拽着马青往商场女装方向走。不知道码怎么买啊？马青没好气的道。王磊也懒得理会这桩单纯的马青，一路又拖又拽的把马青整到了女装区。马青一看，既然到了，那就买吧。虽然不知道柳依穿衣的号码，不过他和柳依之间倒是没少打架。打架吗？磕磕碰碰啥的都很正常。大体上对柳依的身材还是有个模糊的估量。马青开始为柳依挑选裙子，王磊在一旁参谋。其实也用不到王磊参谋，他选的裙子都很贵。这玩意挑贵的，谁不会挑啊？一分钱一分货，贵的总是好的。半个小时过去了，裙子倒是看了不少，但马青却总是摇头。妻儿王磊凑到马青身旁，趴在他耳边道：“你是嫌贵啊？”不是。马青摇头。那为啥？王磊看了一眼那边满脸鄙夷的服务员，悄声道：“人家还以为你买不起呢，主要尺寸对不上。”马青叹了一口气。王磊一听这话，愣了，疑惑的眼睛一眨一眨的。嫂子也不胖啊。王磊道。马青取过来一个裙子，道：“这个裙子腰围确实差不多，但胸围好像不太够。要说硬穿的话，倒也不是不能穿，就是看起来不太体面。”随后马青又拿了一件胸围差不多的裙子，分析道：“这件胸围倒是够了，只是这腰围不行，她腰太细了，我总不能给她买这个吧？这玩意毕竟是裙子，腰不贴身，穿身上不跟被单似的吗？”王磊听完，看了看两件裙子，夸张的看着马青，道：“嫂子身材这么离谱吗？”马青满脸黑线，说实话，这也超乎他的想象了，因为不太了解女人的衣服，当自己买的时候才发现柳依那个身材确实很难买裙子。马青遗憾的点了点头，道：“没有合适的。”王磊想了想，点了点头，自语道：“难怪嫂子一直都穿职业装，原来是这个原因啊。衣服还是算了吧，还是买别的吧。”马青道：“行吧。”王磊叹了一口气，道：“这个情况也只能买别的了。”两个人走出女装区，问题来到下一个阶段，还能送什么？王磊愁眉苦脸的蹲在地上，老脸憋了个通红，也想不出什么有新意的东西。送包，王磊提议道。算了吧。马青摇了摇头，嫂子不喜欢包，我看她上班都拎包啊。王磊说道。我去过他家，他有个柜子，里面全是包。说着，马青看了一眼那边买包的专区，道：“就他家的包都比商场多。”也是，毕竟是财阀。王磊又蹲了下去，憋着个脑瓜子开始想其他方案。之后的王磊又说出几个提议，但都被马青否决了。马青自己也想了很多，但考虑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还是给否决了。马青看着那王磊怀中抱着的两个水果篮，叹了一口气，道：“要不就这样吧，有心意的礼品也不是咱们1分钟2分钟就能想出来的。”别呀！王磊焦急的道。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认真点好不好？可是我们继续在这里也是浪费时间啊。马青解释道。你想想刘嫂子平时都做什么，有什么特别的喜好？王磊问道。他的喜好我去哪知？话刚说到一半，马青的下文便顿住了。他想起柳依家中的动漫手办和布娃娃以及游戏机。王磊一看马青的精神状态，便知道他一定是想到了什么。想到什么了吗？王磊急切的道。马青看向王磊，踌躇不安的道：“他好像喜欢看动漫和打游戏机。”之所以马青讲得如此底气不足，是因为他打心里也不太敢相信那样的冰山美人竟然有这种喜好。说出来的话，自己都无法信服，估计王磊也无法相信。
王磊一听这话，瞬间愣在了原地。那样骄傲且高冷的女人，竟然喜欢动漫和游戏机。他实在想象不到柳依在家看动画和打游戏机的情形。嫂子她，王磊不可思议的道：“喜欢这种小孩子才喜欢的东西。”马青挠了挠鼻尖，道：“我去过他家。”所以，你去过他家？王磊满脸震惊，不过转念一想，也便释然了。毕竟马青成天腰疼，去过柳依家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马青点了点头，道：“只是意外。那还等什么？”王磊笑道：“买游戏卡和手办去啊。”王磊又把马青给拽走了。走着，马青还是在犹豫着，送这东西真的好吗？话说，那个女人不会真的喜欢这种东西吧？到了电玩专区，王磊带着马青把游戏卡专区搜刮了一遍，好玩的，不好玩的，出名的，名气一般的，能卖的都买了。王磊抱着一摞游戏卡，游戏卡的高度已经高过于他的头了。他歪着头，从那摞游戏卡后头看向马青。七儿，结账，差钱，我给你垫。王磊道。马青掏出钱包，没好气的道：“工资卡都上交了，你有钱吗你？我可以跟我老婆说啊。”王磊态度非常严肃的道：“青儿，你有女朋友，对于我们家来说，这可是一等大事儿。我和我老婆全力支持你。”马青无奈的摇了摇头，笑道：“你呀，有这句话我就已经很开心了。”什么叫有你这句话我就已经很开心了？王磊生气了，呵斥道：“你，马青，我兄弟，就无论什么事情，咱俩是第一位的，钱什么的都没所谓。”马青没想到这王磊还真的生气了，看着王磊，马青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暖流。下次，这次我钱带够了。马青笑道。结账，两个人前往下一站，动漫专区。因为手办这东西是易碎产品，考虑到携带不是很方便的缘故，王磊和马青精挑细选，从中选了一套最可爱、最好看，也是最贵的手办。结账，这下两个人手中就显得没那么空了，可谓满载而归。来到停车场，王磊坐进驾驶位，系上安全带，启动引擎。七儿，嫂子家在哪儿？王磊淡淡的问了一句。你把我送回家就行。马青道。王磊疑惑的看向马青，问道：“东西都买完了，你不敢进去嫂子家，你回你自己家干什么？”哦，马青倒也没在意，一边系上安全带，一边解释道：“其实他家……”话音未落，王磊想到了什么，惊声道：“你们同居了？想什么呢？”马青没好气的解释道：“他家在我家隔壁。”废话，王磊没好气的道：“我能不知道他住你家隔壁？”别误会就好。马青松了一口气。谁知王磊下一句话气得马青一口气没上来，险些背了过去。王磊闭着眼睛分析道：“嫂子是财阀，她的婚姻可是受全国瞩目的，如果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和你同居，第二天媒体就给你们曝光了，到时候嫂子倒是没所谓，你可就麻烦了。先不说有多少人找你麻烦，光是舆论就能让你无法正常生活。磊子啊！”马青看着病得不轻的王磊，心疼的道：“有些事情真的是你想多了。行了，你到现在都给我玩虚的。”王磊摇头叹息：“你真觉得我有必要吗？”马青道：“那我问你。”王磊看向马青，问道：“人家是财阀，就你那个破小区有什么好的？人家为什么要搬到你隔壁？”马青欲哭无泪的道：“我他妈上哪知道去啊？我也想知道为啥呀。”王磊没好气的瞪了一眼马青，道：“这不明摆着奔着你去的吗？奔着打我呀？”马青苦笑道：“你呀。”王磊启动车子，道：“年纪轻轻的就成天喊着腰疼，嫂子惯着你我懂，但你自己也要收着点来啊，这么下去你身体会扛不住的。”呵呵，马青无奈的道：“成天过肩摔，你也扛不住。”王磊奇奇怪怪的看了一眼马青，不知道他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过倒也没在意，该说的都说了，剩下的就靠马青自己的。不过退一步讲，换位思考一下，就柳依那种级别的国色天香，无论是谁做她男朋友，估计都得腰疼，毕竟太美了呀。王磊无比同情的看着马青，轻轻踩了一脚油门，车子缓缓前行，驶向远方。35过招。小区，马青大包小包的回到自家楼下，看起漆黑的楼道，嗷呜的一嗓子，楼道里的灯全亮了。马青把这些东西往上提了提，艰难的上楼。柳依家，柳依看着万兴集团各个部门的文件，米露趴在沙发上，两手托着下巴，看着电视剧，两只小脚丫
欢快的在空中来回踢着。忽然一声狼嚎，嗷呜！米露抬起头，望着门口的方向。柳依米露道：“柳依看着文件：“你们小区有狼？”米露担惊受怕的看着柳依：“狼没有，色狼倒是有一只。”柳依淡淡的道：“啊！”米露一脸担心的看着柳依，道：“那搬家吧。”提到搬家，柳依审阅的目光骤然定格住了。搬家，是个好办法。找机会给马青几个钱，让他搬走，免得烦。不用，柳依淡淡的道。搬家还得重新装修，麻烦。可是，米露慌张的指着外门，道：“可是有色狼的叫声，好像上楼了。”哦，柳依漫不经心的道：“可能那碎嘴子下班回来了。”本来这只是柳依的一句玩笑话，谁知米露竟然信了。他起身，屁颠儿屁颠儿的去开门了。推开门，就见得大包小包的马青，那模样跟圣诞树似的，精彩极了。柳依，米露看向屋里头，惊喜的道：“你咋知道他回来了？”柳依本来是找茬骂几句马青，但过分的巧合反而看起来更像是心有灵犀。柳依红唇发出唾弃的声音，不管是巧合也好，运气也好，他是一点也不想跟马青有一丝一毫的关联。米露满脸惊喜的看着马青，道：“ Andy， 你竟然来这么早，我还想去你家接你呢。”啊！马青一脸艰难的道：“不用，我家就在他隔壁。”屋里的柳依听到这句话，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羞辱感，气得他恨不得把眼前的文件给撕了。这要巧啊！米露指了指旁边的门，道：“原来你和他是邻居啊。”柳依皱着秀眉，心里埋怨着：“知道就行了，为什么还要重复一遍啊？”啊！马青笑道：“是，我也是后来才发现的。”哦，原来是这样啊！米露看了看马青身上挂着的礼品，道：“我帮你，你的胳膊还没有好。”谢谢。马青笑道。马青本想着的是回家等米露电话的，没想到竟然撞到了米露。不过这样也好，挺方便的。米露接过马青手中的东西，道：“快进屋，外面热，屋里有空调，凉快。”马青没敢动，脸上挂着讪讪的笑容。米露一看，也知道马青是什么意思了。于是米露转头看向屋里头，并冲里头呼喊着：“柳依 ，Andy 来了。”柳依闻声，无奈的闭上了双眼。他是真的不想看见马青，一看见他就想洗澡。柳依，柳依，柳依！米露呼喊着。柳依见得米露喊得没完没了，当即沉了一口气，这美眸算是睁开了。他走到门口，抱着肩膀，冷冰冰的看着马青。马青看着柳依，憨厚的挠着脑瓜，笑道：“刘总好。”柳依没说话。米露一看，跑到柳依身边，抱住她的胳膊，悄声道：“柳依 ，Andy 跟你说话呢。”柳依这算是有了声音。米露见状，赶紧把话接了过去，道：“快进屋，别站着，打扰了。”马青讪讪的笑道。说罢，马青这算是成功进屋子了。虽然柳依的态度看起来不是很友好，不过好歹算是给了个动静。不过话说回来，他真的觉得自己有不对的地方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米露看见马青进屋子了，赶紧上前，把自己的拖鞋递给他。Andy， 你穿我的吧。我穿柳依的拖鞋。米露笑盈盈的道。好，谢谢。马青应声。就在马青准备穿拖鞋的时候，柳依说话了。给你准备拖鞋了。柳依冷声道。米露疑惑的看向柳依，道：“家里不就2双拖鞋吗？今天我出去买了1双。”说着，柳依把1双酒店常用的一次性的拖鞋丢到马青跟前。马青一看地上的拖鞋，傻眼了，心里暗骂：“你他妈这是洁癖晚期吧？老子又不是病毒，犯得着这地步吗？”米露知道今天柳依出一次家门，但他并没有过问柳依出去是干嘛了。如今看到地上的一次性拖鞋，不禁也觉得有些尴尬。见得马青脸色不是很好看，米露站出来圆场。这样米露笑道：“ Andy， 你穿我的，我穿一次性的。”啊！马青苦笑道：“没事儿，都一样，我就穿这个吧。”哎呀，没事儿。米露没所谓的道。说着，米露抢先一步拿走那一次性的拖鞋。马青说的对，都一样。柳依冰眸子不满意的盯视着米露，冷声道：“大不了明天我再给你买1双新的拖鞋。”马青一听这话，瞬间炸毛了，感情老子真成病毒了哈！不管我穿哪个拖鞋，到头来都是不能用了呗。眼看着马青就要发火，米露哈哈大笑的拽住马青的胳膊，一边笑着
一边从牙缝中挤出这么一句话：消消气。柳一就这样，如果诚心不想让你来，就不给你买拖鞋了。谁知那边的柳一听到了，我怕地板脏。柳一淡淡的道。柳一，米露气得直跺脚，指着客厅的方向呵斥道：你给我进去。柳一没说什么，用眼角瞄了一眼马青，走进客厅。马青满脸黑线的站在那里，苦笑道：米露啊，你不是说他知道他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吗？我怎么没看出来他有这个意思啊？哎呀，他要是不觉得自己过分，他能给你加薪。米露小声道。行了，别计较那么多了，你就是不了解他，他就这样，外冷内热。唉，马青叹了一口气，这也就是好友米露，这要是换个人，自己早就走了。碍于米露的面子，自己真不好发作。既然人来了，也就别计较那么多了。马青穿上那一次性的拖鞋，道：我穿这个吧。没事儿。米露带着马青走进卧室，卧室里头的柳一坐在沙发的最里面，她身穿白色吊带丝绸面料的睡衣裙，慵懒地敲着美腿，审阅着公司的文件。见得马青进来了，她从旁边取过来一个抱枕，盖住了大腿。马青嘴角一撇，看向别处，心里嘟囔着：不就是腿长吗？谁稀罕看事的？米露哎呀的一声坐在沙发上，然后伸手拍了拍身边的位置，道：Andy， 别站着，坐。啊，不用了，站一会儿。挺好。马青笑道。米露一听这话，当即明白怎么回事了，一定是因为那边柳一的洁癖。Andy 担心找不自在。柳一，米露没好气的道。柳一看了一眼马青，淡淡的道：坐吧。马青耸了耸肩膀，这算是坐下了。谁知柳一竟然还有下文没说完。柳一一边看着文件，一边漫不经心的道：拿那么多东西，都冒虚汗了，坐着休息一下吧。马青一听柳一这后文，心里别扭得很，总觉得这柳一话里有话。上次说自己尿尿分叉，这次表面说是关心自己拿东西嘞，但看起来更像是在暗示自己不行。嘘，聪明人聊天就是这样，有些话没有放在明面上，也是可以察觉到里面的潜台词。恰好柳一就是利用了马青的聪明。见得马青脸上的不自然，柳一瞥了马青一眼，细节的是，他故意稍稍挑了一下眉梢。没错，你就是虚。柳一就是在向马青传递这样的讯息。其实面对这样的说不清的事儿，马青可以不在意，毕竟人家没有明说，自己也不好自作多情。但最可气的是，柳一竟然朝自己挑了挑眉梢。当场马青心态大爆炸，奈何身边有米露，马青还是把脾气压了下去。不过这梁子算是结下了。坐在一旁的米露听不出来柳一话里有话，他拿起马青带过来的礼品，笑道：呀 Andy， 你这还带东西来的呀？你看你，我都说了你不用带东西的。柳一不喜欢收礼的，是吧柳一？米露不断暗示着柳一。柳一淡淡的应声。马青笑道：既然来了，自然不能空手，更何况又是你的好朋友。Andy， 你这太有心了。说着，米露把马青带来的东西一一摆放在桌子上，还准备2个果篮呢。柳一看了一眼果篮，并没有在意。当他收回目光，准备继续审阅文件时，他猛地察觉到这2个果篮不对劲，于是柳一的冰眸子又折了回来。马青一直盯视着柳一妮，见得柳一发现不对劲儿了，当即开心的笑了。柳一看了一眼第1个果篮，里面分别是西瓜、梨、香蕉、柿子、柚子。他又看了一眼第2个果篮，里面分别是苹果、香蕉、哈密瓜、榴莲。虽说这些都是正常水果，但这水果分开装，这看起来就有些门道了。36可以坐在柳一身边的男人，经过柳一的分析，第1个果篮中的水果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都属于寒性水果。对于女人来说，平时吃寒性水果没什么事，但例假期间还是不能吃寒性水果的。但这第2个果篮就跟第1个果篮不一样了，里面都是一些适合例假期间吃的水果。柳一陷入了沉思，这变态，心思这么细腻吗？马青一看柳一的脸色，当即意识到柳一是察觉到了，嘴角不禁勾起狡猾的笑容。跟聪明人办事就是痛快，有些时候都不用费什么口舌。哎呀，马青笑道，听说刘总身体不好，我这特意带着水果过来的，主要我不知道刘总什么身体情况，所以买了2样果篮。哈哈，米露看着马青笑盈盈的道： Andy， 你这太细心了呀。还好还好。不过马青假装疑惑的模样看着柳一，模棱两可的道：我看刘总脸色和脾气都不太好，早知道我就不买第1种果篮了，直接给刘总买一个大的果篮了。马青这是暗话，
米露自然听不懂什么意思，他还在那边开心的笑着，而柳依那边脸色直接黑了下来，气的是浑身直哆嗦。马青一看柳依那死死攥着的拳头，当即满意的笑了，哼，跟我弄这些花里胡哨的。哎，对了，马青假装一副惊觉的样子，问身边的米露道：“刘总这病来的挺急吧？”米露应声。米露也没有多想什么，想想柳依就是一晚上感冒的，确实挺突然的。那马青意味深长的看了一眼那边的柳依，又问：“这病怎么这1个星期才能走吧？”米露觉得有些怪，生病怎么能用走来形容呢？此时此刻的米露还并没有意识到，只有例假才会用来和走这2个说法。总之，米露也没有多想什么，把马青这种奇怪的说话方式归结为中华文化果然博大精深啊。米露想了想，感冒7天？是啊，感冒差不多也就7天就能好。米露点了点头，喜盈盈的笑道：“7天差不多了。”马青见得米露这一脸蠢萌的样子，开心的不得了。不得不说，这米露跟自己可打了一手好配合啊。哎，马青唉声叹气的道：“女人啊。”柳依在那边听不下去了，米露，柳依冷声道：“啊？”米露满脸疑惑的看向柳依，闭嘴。柳依冷声道。说罢，柳依缓缓抬起头，灯光打在柳依那张冰冷彻骨的俏脸上，就这个脸色，任谁看都不觉得会有好事发生。马青一看，暗道不妙，这柳依明显是要出招啊。马青柳依淡淡的道：“啊。”马青有些慌了，要知道自己这条胳膊还没好呢。来，柳依拍了拍他身边的位置，到我旁边坐。啊！马青看了看柳依身边的位置，喉结紧张的滚动了一下，他用一种恐惧到颤抖的声线道：“别了吧，我在这挺好的。”马青知道柳依是什么意思，这是因为米露在，他不好动手罢了，让自己到他旁边坐着，只是方便他动手。不过，马青明白并不代表米露明白，米露的蠢萌确实成就了马青，陪他演了一手好戏。可成也米露，败也米露。这米露一听柳依邀请 Andy 到他身边坐，那双紫罗兰色的双眼叮的一亮，心想这感情好啊，看来柳依是不生气了，不然肯定不会让 Andy 到他身边坐。不过米露又觉得这事儿有些不太对劲儿，倒不是察觉到柳依可能生气了，而是根据柳依的性格，她是不准许男人坐在她身边的。细想想，马青还真的是第一个可以坐在柳依身边的男人。米露私底下捅咕着马青，小声道：“你傻呀！”呵呵。马青看着柳依那张冰冷彻骨的俏脸，嘟囔道：“但凡聪明一点的，都不能往他身边靠。”少废话。米露一面担心被那边的柳依听到，一边没好气的对身边的马青道：“没看出来柳依不生气了啊？让你过去你就过去。”接着，米露把位置让了出来，直接把马青往那边推。不！马青一脸惊悚的看着柳依，对身后的米露道：“我不好意思。”“你个大男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米露没好气的道：“你给我过去！”语出同时，米露奋力一推，马青踉跄了几步，稳住身形的时候，人已然在米露的身前，艰难的抬起头。马青递给柳依一道比哭还难看的表情。刘总。马青艰难的道。柳依淡淡的道：“坐，别站着。”我虚，刚才拿一大堆东西，整一身汗，臭烘烘的，不好吧？马青苦笑道。坐着说话，柳依抱着肩膀，用鼻子努了努身边的位置，道：“别站着。”米露在那边看不下去了，最后给他急得上前一把将马青按在沙发上。“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怕什么啊？柳依还能吃了你不成？”米露没好气的道。马青满脸黑线，嘴上虽然没说什么，心却想着：我倒是不怕他吃我，就怕他吃完我连骨头都不吐。难道你就没听到此时柳依咬牙根的声音吗？那特么牙根子都快被他咬碎了好吧？这会儿你给我送到他嘴边，这不明摆着的磨牙棒吗？马青浑身紧绷绷的，他相信从小到大他的坐姿从来没如此端正过，那腰板拔得溜直。不过他身上好香啊，跑偏了。马青赶紧收回神，这节骨眼了，性命要紧啊。不过他的肌肤好好啊，又跑偏了。这时候原本是抱着肩膀的柳依忽然把手放了下来，一只手摸向马青的腰间。马青忽然感受到一只软弱无骨的小手袭来，浑身猛地一个激灵。那个马青紧张的满头大汗。刘总，这不好吧？米露还在呢。米露因为角度的缘故，米露没有看到柳依的一只手已经袭向马青。马青看了一眼那边一脸蠢萌的米露，心想着不是，
你眼睛是瞎了吗？难道你就没察觉到不对劲儿？柳一淡淡的道：今年公司年会，你唱首歌吧，我试试你嗓子。啊，马青道。话音未落，柳一贝齿含唇，捏住马青腰间的肉，一掐，一拽，一拧。啊！马青扯着嗓子咆哮。哦，注意发音。哦，米露被惊艳到了，他一边鼓掌，一边道 ：“Andy， 嗓子真的好，好有穿透力。”马青老脸憋了个通红，此时的他疼得已经说不出来话了。穿透力？你来让他掐一下，你穿透力比我好。咦？米露看着马青的脸，疑惑的道 ：“Andy， 你脸怎么红了？”喊缺氧了柳一不冷不热的道：“哦，原来是这样啊。”米露道。马青缓了好大一会儿，一看，不行，这特么继续在这做下去，指不定怎么个事儿了。他看了一眼那些动漫手办和游戏卡，赶忙起身，把那些礼物都拿了出来。我还带其他东西了。马青一边揉着腰一边道。米露一看，眼睛一亮，拿起其中一个动漫手办，开心的对柳一道：“柳一，这是你最……”话音未落，柳一杏眼一瞪。米露见状，立即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赶忙捂住了小嘴儿。马青在那边光顾着疼了，没注意到两个人的细节。柳一很随意的看了一眼那些手办和游戏卡，不冷不热的道：“那是什么？”别看柳一表面上波澜不惊，实则早已怦然。动不为人知的是，柳一最喜欢的就是这些小孩子的玩意，因为自己身份的问题，外面人多眼杂，让人知道自己经常买这种东西很容易影响形象，也会降低自己在公司的权威。马青指了指电视机旁边的游戏机，道：“我看你家不是有游戏机吗？我合计着你可能喜欢这些东西，所以就去商场买了点。”幼稚柳一冷声道：“不是。”马青指着那边的游戏机，满脸不理解。柳一看了一眼米露，然后再次拿起文件，不说话了。哦，米露会意，赶忙道：“那个啥，那游戏机其实我的，那手办。”马青道：“柳一家的游戏机和手办其实都是我的，我有时候会在他家住，所以就买了一些放在他家。”米露笑道。说罢，米露转头看了一眼柳一的脸色，见得柳一脸色没有什么不自然的，这才让米露松了一口气。哦，原来是这样啊，我说的吗？马青笑道。呵呵，米露讪讪的笑着，生怕那个环节出错。马青转念一想，觉得不对劲儿，好奇的问米露：“对了，小时候你也不玩游戏机啊？也没见你看动漫啊？”啊，米露懵了。米露用一种求助的眼神看向柳一，似乎用这种方式在告诉柳一，这可咋整？之前咱们也没准备这个剧本啊。37真是精致呀。柳一见状，面不改色心不跳，他家较严，父母不让他玩这种东西，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放我家？柳一慢条斯理的解释道。啊，米露笑道，是，小时候爸爸妈妈不让我玩。马青倒也没多想什么，相反，他倒是觉得这很合情合理，能喜欢这些东西的女孩子，一定是很可爱的女孩子才对。手办、游戏机，柳一。马青实在无法脑补柳一打游戏机时的情形。哦，马青释然的点了点头，道：“原来是这样啊。”于是，马青又把手办和游戏卡放了回去。这一幕被柳一收到眼底。柳一举拳重重的轻咳了一声，嗨！米露闻声有所惊觉。那什么？米露伸手把那些手办和游戏卡拽到他身边，道：“既然你都送了，这些东西我替柳一收下了。”也好。马青笑道：“反正我也不玩这些东西。”呼，米露长舒一口气。对了，米露提议道：“时间不早了，我们一起吃个晚饭吧。”啊！马青挠了挠头，警惕地看了一眼柳一，笑道：“算了，我吃过了，没关系，吃个饭再走。”柳一冷声道。看得出来，柳一一定是没揍够马青，不然以他的性格是绝对不可能留马青在这里吃饭的。马青自然意识到这点，好不容易借着游戏卡和手办脱离柳一的魔爪，这次说什么也不可能给柳一机会了。今天已经够本了，算了，时间不早了，我不打搅你们了，我先回家了。马青道。别呀，米露满脸失落的道，你带了这么多东西来，起码吃个饭再走啊。不用客气。柳一说话的声音很淡，但眸中的含义却是十分锐利。算了，算了，有机会的，反正我就在隔壁。马青道。说罢，马青就要往出走。米露一看马青执意要走，当即也不好多做挽留。那行吧，米露道。米露看着马青要走，便起身送他。柳一没说什么，他是留下也好，不留下也好，对于柳一而言都不是一件坏事儿。留下了，
那他就少不了这顿折磨，不留下，倒也谈不上一件坏事。反正他用过的碗筷自己都用不了，当天就得扔。他这一走，省了个碗筷不说，也免得他影响自己胃口。不过，柳一刚好看到财务部的文件，见得自己因为旷工扣工资，而且还是4倍时，柳一眸子再次冰冷了下来。在马青穿鞋子的时候，柳一从身后走了过来，蹲在地上正在穿鞋的马青见得一道身影渐渐笼罩过来，浑身一惊，当即意识到事情可能不太妙。柳一抱着肩膀，冷眼俯视着马青。米露，柳一淡淡的道：“米露道：“我送他。”柳一冷声道。米露一听，当即开心的笑了。柳一肯送马青，这说明柳一已经不再排斥马青了。好，米露应声。马青蹲在地上穿鞋子的马青一听柳一要亲自送自己，耳朵唰的一下子立了起来。那个马青艰难的回头，皮笑肉不笑的道：“就隔壁，犯不着吧？”没关系，柳一淡淡的道：“穿鞋吧，我看没必要吧。”马青苦笑道。这时候，米露满脸埋怨的看着马青，道：“哎呀 ，Andy。”柳一也是好意，再过分的话就不好多说了。柳一好歹是总裁级别的人物，他想送你，你不能一点不识趣吧？马青满脸黑线的看着米露，心想着：米露啊，米露，你是真不明白事儿啊！柳一这哪是送我，怕是要给我送走啊！马青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柳一家，柳一紧随其后。米露扒在门口，可爱的露出半面脸，喜盈盈的看着马青笑。米露，你先回屋吧。柳一淡淡的道。米露欢快的点头，然后转身跑进了屋里。米露前脚一走，柳一不回身的用脚轻轻的一踹门，家门关上了。那个马青尴尬的挠了挠鼻尖，笑道：“刘总有心了，我回家了，你也早点回去吃饭吧。”说罢，马青赶忙转身，掏出钥匙，开门。就在马青即将扑进屋子里时，柳一那白皙的玉手按在马青的家门上，咣！刚被马青打开的门，被柳一给关上了。马青看着柳一那好看的手指，顺着这纤细的玉臂往回看，看过他精致的锁骨，看过他那完美的俏脸，最后看到他那冰冷彻骨美眸。咕咚，马青的喉结一滚，咽下紧张的唾液。刘总，马青慌张的道：“您还有什么事儿吗？”手机给我。柳一冷声道：“你要我手机干什么呀？”马青不理解的道。柳一眼睛一瞪，马青一哆嗦，不情愿的摸出手机。柳一瞪了一眼马青，一把抢过马青的手机，解锁，找到财务部小宋的号码，直接拨了过去。几秒钟，电话被接通了。马哥，小宋疑惑的道。是我。柳一冷声道。刘总。小宋激动的道。今天财务部的文件我看了。柳一淡淡的道。您看到了？小宋更激动了。马青慌了，暗骂：你特么激动个屁啊，好赖话听不出来啊。柳一冷声道：我旷工的事儿，说说你的看法。语出同时，柳一看了一眼马青，见得马青要跑，伸手一把扯住马青的脖领子，马青就像是个鸡崽子一般被柳一给拎了回来。啊，对不起刘总，这是我工作的疏忽，但好在马青前辈的提醒，我才端正了我的工作态度。小宋先是自我检讨，随后道：不过刘总请您放心，经过这次，我向您保证，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我一定恪尽职守，不枉费您对我的期望。柳一满意的点了点头，道：加薪2000。小宋一听，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电话另一头只能听到他激动的呼吸声。好半天，小宋近乎嘶吼的道：谢刘总。柳一道。啪，电话被柳一挂断了。柳一再次将目光投到马青的脸上，也不说话。马青虚心的笑着道：刘总，这小子工作态度不端正，所以我帮您。话音未落，柳一直接把马青的手机丢到地上，咔嚓的一脚，手机被踩碎了。敢扣我钱？柳一沉声道：不，您刚才不也觉得这事儿做得对吗？马青慌忙摆手，赶忙解释道：眼睛闭上。柳一冷声道：干啥呀？马青慌张的道：我闭眼睛干啥呀？不想死就少废话。柳一杏眼一瞪，马青考虑到自己这脱臼的胳膊还没好，当即只能照做，赶紧闭上双眼。我没让你睁开，你敢睁开，你就死定了。柳一道。闭着眼睛的马青心里还纳闷着，他为什么要让自己闭眼睛啊？忽然，柳一一手抓住马青的脖领子，脚下一记横扫，直接将马青的双脚踢飞。马青双脚脱离地面，失去的中心的他
后背咣当的一声砸在地面上。嗨，这一下直接给马青摔岔气了。哎，我去！马青痛苦的道：“你这是一点理也不讲啊！”马青破口大骂：“你就是个暴君！”柳依懒得理会他，转身开门。大骂中，躺在地上，马青睁开眼睛，看了一眼柳依身上那睡衣裙，立即明白怎么回事了。我说他为什么让自己闭眼睛了，原来是因为她裙子很短，他担心给自己放倒后，自己躺在地上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马青后悔了，这特么挨揍了，眼福还没享受到，眼看着柳依就要走，这心叫个气啊！不过马青主意来得也快，就是眼珠子一转的功夫而已。白色，马青指着柳依道：“一定是白色。”柳依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打开门就要往里头走。马青一看柳依不理会自己，当即开心的笑了，道：“黑色的吧？”柳依还是不理会他，半只脚已经迈进屋子里。马青想起那日柳依在阳台上晾晒的黑色带有花边的 bra， 黑色花边。马青笑道。此话一落，柳依僵硬在了原地，心里开始犯合计，难道他看到了？不应该，当时他确实是闭眼睛的，而且第一次说错了，这第二次应该是猜测的，断定马青是猜测的。柳依更不理会他，随手关门。就在门即将关上的那一刻，马青忽然感慨道：“呀，总裁就是不一样，有情调，买点小玩意都是成套的，啧，真好啊！”柳依听不下去了，冷眸子唰的一下子锁定马青。马青一看柳依生气了，顿时开心了，他比划着三角形，像是刘总这么好看的女人，应该不会穿安全裤那种东西吧？哎，想来也是，大妈穿的东西，刘总怎么会穿呢？走光了，别人一看是安全裤，内心失落不说，又会显得刘总低级。哎，要不怎么说刘总是拥有大智慧的女人呢？必须是性感的黑色花边，坚决杜绝安全裤，就算是走光了，也是性感的，也是迷人的，不禁给人留下一种这女人好精致呀的感觉。38，误会。马青自愧不如的摇头道：“刘总竟属实戒高，佩服佩服。”柳依又走了出来，冷声道：“碎嘴子，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哈哈哈！马青明知道自己要挨揍，但内心还是开心的不得了。柳依方才教训马青之所以是绊倒他而不是过肩摔，是因为他考虑到马青有一条胳膊脱臼的问题，但这次就不一样了，这碎嘴子不吃点苦头，那张臭嘴是不会停下来的。柳依上前一把抓住马青那条脱臼的胳膊，马青见状当即欲哭无泪的看向柳依：“我错了。”马青求饶道：“这个胳膊还没好呢。”晚了。柳依冷声道：“等等。”马青赶紧叫停道：“是，我承认我是碎嘴子，我也不是不让你揍，但咱们能不能商量商量，换条胳膊？这条胳膊真不行，明儿我还得上班。”柳依见得马青如此坦诚，不禁觉得好笑，但高冷的他绝对不准许自己在这种男人面前露出如此珍贵的笑容。“那条胳膊给我。”柳依冷声道。马青长舒一口气，把另一条胳膊递到柳依身前。“轻点傲。”马青苦笑道。“你说了不算。”柳依冷声道。话音一落，柳依背过马青的胳膊，直接就是一记漂亮的过肩摔，狠狠地将马青砸在地上。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不论做什么事情，只要做的时间够久，就会有经验。算这次，马青已经不知道自己被柳依摔多少次了。第一次，速度太快，根本来不及反应；第二次，同样的速度，马青能从慌乱中看到几个画面；第三次、第四次，到了这次，不能说身体已经对过肩摔产生了抗体，但至少身体本能的保护机制已经可以做到将伤害最小化。简单的来说，适应过肩摔已经是马青身体所呈现的一个大趋势。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可以在过肩摔的过程中欣赏景色，随着身体在空中的翻面。马青看到了星空，今天的月亮好圆啊！马青如此感慨着，如此的感叹，或许这也算是另一种绝望吧。咚！马青被摔在地上，柳依听着马青摔地上的声音，不禁一愣，这声音有些厚重，闷闷的感觉，全然没有之前那种硬感。如果具体形容这个感觉的话，那应该是一滩烂泥拍在地面上的感觉。烂泥和石头不同，石头摔在地面上，地面会出现痕迹或者坑洼，硬碰硬，两者都疼。但烂泥就不一样了，那玩意不吃劲儿，跟棉花似的，落在地面上软绵绵的，自带缓震效果，所以也就无法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了。柳依沉思了片刻，心想，难道摔多了，给他摔出经验了？
疑惑之中，柳依发现马青的目光不太对劲儿，他两眼出神，那是一种人类登月之后对眼前新世界的一种向往与激动。骤然，柳依终于意识到马青在看什么，当即俏脸一红，啪！柳依猛扇马青一嘴巴子。我让你睁眼睛了吗？柳依骂道。不是。马青一脸无辜地看着他，这次你也没让我闭眼睛啊！你，柳依气结，那牙齿被他咬得咯吱咯吱作响，气急败坏的，柳依一脚踢开马青，转身跑了。咣！柳依狠狠地将门摔上，门外的马青也不着急起来，他躺在地上，望着星空，这月亮真精致啊！呸，这月亮真圆啊！柳依回到家，靠在门上，羞红着脸，那拳头攥得死死的。这时候，厨房里的米露端着饭菜路过，米露看到柳依，停了一脚，歪头疑惑地看着米露：“你刚才在外面听到奇怪的声音了吗？”米露问道。“没什么。”柳依道。哦，米露又看了看柳依通红的俏脸，问道：“你脸怎么这么红？”柳依闻声，杏眼瞪向米露，呵斥道：“感冒了，脸能不红吗？”说罢，柳依气呼呼地走进屋子里，米露端着饭菜，疑惑地眨了眨眼，嘟囔着：“我也没说什么啊，这怎么还生气了？奇怪。”晚饭，米露和柳依吃着饭，柳依端着饭碗，一小口一小口吃着米饭。米露吃相就没那么优雅了，因为用不惯筷子，精致的脸蛋上挂着不少饭粒。吃饭时把碗端起来，柳依淡淡的道：“哦。”米露闻声，学着柳依的模样，端起碗，没吃几口。米露放下碗筷，问道：“柳依，你觉得 Andy 这个人怎么样？吃饭别提他。”柳依冷声道。柳依这种刀子嘴豆腐心的性格，米露是知道的。她嘴上没说什么，但脸上却好看的笑了。如果柳依还在生 Andy 的气的话，方才她根本不会让 Andy 坐在她身边。要知道，这么多年来，米露从来没见过柳依准许哪个男人可以坐在她身边。其实啊，米露笑盈盈的道，他这个人真的挺好的。别看他平时不正经，但人很善良，挺端正的。提到善良和端正这两个词汇，柳依手中的筷子顿了片刻。首先让他想到的就是他帮老奶奶倒垃圾的事儿。深受老人喜爱的男孩子，大多都是很善良的。其次让他想到的是马青对工作的态度，不管其他部门怎么样，他坚持本心，不是自己的钱一分钱不拿，这确实很端正。不过想起刚才马青躺在地上看自己那么久，人渣、流氓、碎嘴子、贱骨头、滚刀肉，米露胳膊拄在桌子上，双手托着下巴，一副少女幻想的模样，长得也不错。就是几年没见他，他稍微胖了，但还是很帅气的，我挺欣赏他的。米露笑道。柳依闻声，丢了一眼米露，见得他一脸痴迷的样子，稍微愣了一秒。这些年来，追求米露的男人不少，身份、条件、样貌都不错，但柳依都没准许米露与他们尝试交往，而米露似乎也看不上他们。不过细想想，今天应该是米露第一次在自己面前夸奖男人。思考片刻，柳依推测米露可能喜欢马青，因为米露喜欢马青，柳依不得不重新定义马青在自己心中的地位。考虑到难得米露中意一个男人，自己在他面前说马青太多不好听的，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毕竟要尊重朋友喜欢的男人。于是柳依第一次给马青一个中肯的评价，调教一下，可以尝试交往。柳依淡淡的道。真的？米露喜出望外的看着柳依道，你真的这么认为？柳依点了点头。哈哈哈，米露开心的笑道。我就说嘛，我的眼光一定没错。柳依见得米露如此开心，打心里为米露感到开心，嘴角微微勾起弧度，好像笑了，又好像没笑。米露一拍手，开心的道：“其实我早就发现不对劲儿，这么多年来，连你的父母都进不了你的家门，就别提男人了。而马青却是个例外，你不仅同意让他在你家过夜，还主动让他坐在你身边。”柳依一听米露这些话，觉得有些变味了。柳依，我可跟你说，米露看着柳依，严肃的道 ：“Andy 不简单的，或许他是真的可以帮到你。”等下，柳依有些慌乱，她赶忙问道：“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误会？米露没好气的一摆手，道：“这有啥误会的呀？这事儿不都明了吗？你先等下。”柳依赶忙叫停，认真的看着米露，问道：“你先告诉我，你是不是喜欢马青？”米露奇奇怪怪的看着柳依，没好气的道：“柳依，你说什么呢？你都把话说到那份上了，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而且啊，我跟他不合适，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如果行的话，早就尝试交往了。你就放心吧，
柳依一听这话，脸色顿时黑了。我这上哪能放心？米露柳依放下碗筷，起身走到米露的身前，两手把着她的肩膀，冷眸子注视着她那紫罗兰色的双眸，认真的道：米露，你认真听我说，你误会了，我以为是你喜欢他，不是我喜欢他，明白吗？明白。米露欢快的点头。柳依闻声长舒一口气，这算是安心的坐下了。然而柳依刚拿起碗筷正准备夹菜时，米露下一句话气得他差点给筷子掰折。39，我和他看起来真的有那么般配吗？我都懂。米露耐心的道，所以我才一直向你解释我和 Andy 的关系啊，我们真的只是朋友，从小我就是把他当做哥哥看待的，他也一直把我当做妹妹看待，彼此真的没有特别的想法。柳依，你别误会，我们到底是谁在误会？柳依道。米露无奈的叹了一口气。你叹什么气啊？柳依急声道。我说的不对吗？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搬到他隔壁？米露没好气的道。柳依说不出话了，想了想，叹道：我说是巧合，你信吗？米露不语，用一种老母亲的目光看着柳依，那美眸中充满着包容与温柔。好了，我知道现在的 Andy 还有缺点，但你刚才也说稍微调教一下他还是可以的。米露道。之所以我那么说，是因为柳依解释道。米露温柔的摇了摇头，拍了拍柳依的香肩，为他加油打气道：柳依，放心， Andy 他能行的，我会帮你的。说完，米露握紧拳头，温柔的笑道：加油。柳依叹了一口气道：米露，我问你，我跟他看起来就真的有那么般配吗？米露疯狂的点头，那紫罗兰色的双眸充满了期待，似乎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般配的一对夫妻。我饱了。柳依放下碗筷，起身走了。啊！米露看了看柳依碗中没有吃几口的米饭，回身道：柳依，你也没吃几口啊？气饱了。柳依冷声道。说到底，米露还是不太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些情形她根本理解不了当时的语境。切！米露歪了歪头，疑惑的嘟囔着：气能吃饱？因为琢磨不懂。米露无所谓的抿了抿唇，拿起碗筷继续吃饭。柳依回到卧室，疲惫不堪的躺在床上。看来米露是彻底误会了。柳依想到自己和马青，嘴里不禁发出唾弃的声音。米露这究竟是什么审美观啊？难道自己和马青看起来就那么般配吗？然而让柳依无力的是，这事儿好像有些解释不清了。自己让陌生男人来自己家，又让他坐在自己身边，米露又那么了解自己，种种迹象都指向自己可能对马青产生了好感。自己的那些解释的言辞，在米露看来更像是一种处于恋爱时期的娇羞，解释多了倒是一种此地无银300两。怎么办？思来思去，柳依目光越发坚定，实在不行给马青活埋了吧，这样误会都解除了。马青家，此时此刻的马青正在看电视，忽然鼻子莫名的酸。阿秋！马青狠狠地打了个喷嚏，他揉了揉酸溜溜的鼻子，心里嘀咕着：谁想我了？然而此时的马青还并不知道，他会不会被柳依活埋，完全取决于柳依一念之间。看了一眼时间，时间不早了，该睡觉了，明儿还得上班。随手关闭电视机，马青躺在床上，调整个较为舒适的姿势，准备入睡。其实倒也不是因为明天上班的缘故，马青才打算睡觉的。他担心柳依扣自己工资，谈不上自己心疼那几个钱儿，主要还是不想让柳依抓到自己把柄。另一方面，柳依给自己加薪加奖金，自己如果再迟到，让公司其他员工知道，自己和柳依面子上都有些过不去。至于柳依过肩摔什么的，那都是后话，事情总归是一码归一码，不能一概而论。躺在床上，马青忽然想到刚才柳依摔自己的情形，也不知怎地，马青忽然觉得很好笑。没想到这柳依还是挺通情达理的，知道自己一条胳膊脱臼，还真就换一条胳膊摔自己。要真就说起来，自己还得感谢他呢。哈哈，继续想着，马青想到柳依的精致，马青又睁开双眼，单手盘于脑后，两眼望着天花板，就开始琢磨这事儿。柳依第一次摔自己，自己扛不住，疼的是鸡皮酸脸的，因为太疼了，也顾不上柳依长得好不好看的事儿。不过这久而久之，身体产生抗体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渐渐找到过肩摔不受伤的诀窍，这也就不怎么疼了。身体一不疼，心思又可以考虑别的东西了。马青脸红了，其实柳依挺好看的，就哪怕是没好气的瞪自己一眼，那都跟抛媚眼似的。想到自己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
脸又红了，像是柳依那种冰山美人，谁人能让她尴尬？恐怕她根本就没有脸红这个概念吧。但话又说回来，她脸红的样子真的好可爱啊。这晚，马青是笑着睡着的。次日天亮，马青渐渐苏醒，骤然，马青一下子从床上腾了起来，看了一眼时间，我透，糟了，要迟到了。马青连滚带爬的洗漱，早饭都没吃，直接跑出家门。碰巧柳依也出门，他想把昨天晚上的垃圾倒了。晦气的是，开门就看见马青，见得马青踉踉跄跄的，一边穿外套一边冲出来，那领带都是歪着的。柳依那原本就没有多少温度的眸子，这下更冷了。马青狼狈的冲出来，一抬头便是柳依。马青挠了挠头，笑道：“刘总，早啊，过来。”柳依淡淡的道：“啊。”马青没想那么多，竟然走了过去。柳依一把抓住马青的胳膊，二话不说，直接就是一记过肩摔。老被揍，有经验了。这次马青不是后背先着地，而是脚先着地，有了缓冲，倒是不疼。干啥呀？马青气急败坏的道：“大清早的，见面就打我呀！”柳依俯视着马青，冷声道：“心情不好，不行吗？你心情不好。”马青指着菜市场的方向，骂道：“你心情不好，你去菜市场啊，那人多，滚一边去！”柳依一脚踢开马青，拎着垃圾往楼下走。马青哼了一声，起身拍了拍屁股，也跟着下楼了，因为要迟到了。马青不想跟柳依多计较，况且还是大清早的，谁不图个心情好？本想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毕竟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退一步，退一步，那特么的可真是越想越气啊！嗨，马青举拳轻咳了一声。柳依原本还好，听到马青有了动静，瞬间反感，这人毛病真多，嘴不说话，嗓子都不带消停的。那个刘总啊，马青淡淡的道。柳依皱眉，不给予任何理会。对于柳依这个高冷的性格，马青也习惯了，他说不说话不重要，能听到就行。于是马青接着说：“你看咱俩这关系。”话音未落，马青前头传来柳依冷言冷语：“我跟你没关系。”是。马青点头，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是，咱俩是有矛盾，但怎么这也算是一个复杂关系吧？复杂关系，严格意义上来讲，也算是关系吧？”柳依听不下去了，他就总觉得这复杂关系有点怪怪的味道。柳依驻足，猛地回身：“谁跟你复杂关系了？”柳依呵斥道。对于以前的马青而言，柳依生气的样子挺吓人的，想必这样的柳依没有哪个男人不害怕，但时间长了也就那么一回事儿，没有什么问题不是一顿胖揍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是2顿胖揍，只要你能挺过来，活下来，这柳依也就不那么可怕了。相反，仔细看，这女人生气的样子挺可爱的。我的意思是什么呢？马青态度诚恳的道。我的意思是，我也不想老惹你生气。柳依一听这话，虽然没有放松对马青的警惕之心，但细想想，今天马青这番话挺诚恳的。什么意思啊？柳依冷声道。你看，马青挠了挠鼻尖，小声道：“咱们能不能商量个事儿？”说。柳依道：“就是。”噗，马青没憋住，笑出声来了。柳依一看马青笑了，当即意识到事情可能不太对。如果马青诚心跟自己谈，应该不会笑吧？嗨，马青轻咳，耸了耸肩膀，严肃了起来，一本正经的道：“你摔我，你爽了，我合计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下次摔我的时候换睡衣啊？让我也得劲儿得劲儿。”哈哈哈哈哈！说完，马青拔腿就跑。马青很快，基本上话说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跑起来了。话音落下去的时候，人已经跑出去老远，留给柳依的只是一道爽朗的笑声。柳依就算反应再快，也架不住马青提前2把控的好。等反应过来的时候，马青已经跑出去好远了。柳依一听马青这话，立即想起昨天晚上的事儿，当即气得不行。马青！柳依喝道：“你是纯找死！”柳依没有穿睡衣，只不过是倒垃圾而已。她穿了一身简单的运动服，追马青也轻便。马青大笑着，回头望了一眼，见得柳依在追自己，不禁大骇：“我透，真生气了啊！”马青跑了老远，发现柳依还在追。我去，下血本了呀！我这倒没所谓，本来就要迟到了，不然也使用跑的。但你这犯不上啊，你又不赶时间，追2步，追不上就得了呗。一会儿到公司了个屁的！后头的柳依还在追赶着，毕竟是空手道黑带，运动能力极佳，
距离不断缩减着。马青这番话确实给柳一气到了，已经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他，咬牙切齿地追赶着，暗自下定决心，这次追上必须给他2条胳膊都废了。因为愤怒，柳一没有注意脚下的路，不慎绊倒了一块凸起的石砖，歪了步。马青回头瞄了一眼身后的柳一，刚好看到他绊倒。在柳一即将狼狈摔倒的2秒钟时间里，马青经过了一场大脑风暴。40，王磊的小算盘。柳一失去重心，目前已经控制不住身形，调整几步可能会延缓几秒，但依旧逃不了摔倒的事实。怎么办？他摔倒，我直接溜？看似天时地利人和，但马青觉得这事儿不太好。一个女孩子追赶一个男孩子，女孩子摔倒了，男孩子就怎么跑了？这事儿不太好看吧？那么好看的女人摔倒，自己爬起来，丢人不说，看起来多委屈啊！最主要的是，街上这么多人，都看见自己就这么跑了，肯定有人唾弃自己。看，那个男人真过分，这么好看的女人追他摔倒了，他连头都不回。是啊，真过分啊！经过这场短暂且激烈的大脑风暴中，马青最终在成功逃跑和怜香惜玉之间选择了怜香惜玉。马青一咬牙，跑了回去，全力冲刺。这就没有先前跑起来那么欢乐了，因为马青知道自己这意味着什么，这特么就是羊入虎口啊！眼看着柳一就要摔倒，马青奋力扑了过去。空中，马青用那条没有脱臼的胳膊将柳一揽入怀中，将他的头护在自己胸口。落地，马青背部着地，出溜出去7、8米远，这才停下。因为有马青在下面垫着，柳一并没有摔倒，甚至衣服裤子都没脏。柳一趴在马青的胸口上，抬起头骂道：“你个人渣！”说着，柳一就要动手。马青一看柳一要动手，赶紧搂住他的蛮腰，死死地抱着他。别，我特么怕你摔倒，我才跑回来。马青赶忙解释道：“我不用你个人渣管。”柳一骂道：“你给我松手！你傻呀！”马青没好气地骂道：“你这么精致的女人，腿摔破了，那不得留疤呀！”柳一闻声不禁一愣，如此温暖人心的话出一个畜生之口，总觉得有些奇怪。毕竟马青红着老脸，讪讪的道：“你那腿挺白的，留疤不好看了就……你……”柳一满脸通红，果然狗嘴里吐不出来象牙。柳一伸手抓住马青腰间的肉，一掐一扯一拧，马青啊的一嗓子，这算是松开了柳一。柳一起身，伸手撩了撩凌乱的秀发，俯视着马青，冷声道：“站起来，别躺着。”别！马青指着手腕上的时间道：“我快来不及了，要迟到了，我先走，晚上回来，你随便练我。”说罢，马青屁滚尿流的跑了。柳一气得不行，但想了想，还是没有追上去。2个人如此一折腾，惹来不少围观的人。咦，这小两口挺有意思哈。是啊，这姑娘长得真好看，那小伙子也不错呀，都给自己老婆惹生气了，见老婆要摔倒，特意跑回来呢。柳一听着旁边的闲言碎语，俏脸一红，逃走了。万兴集团，马青龇牙咧嘴的冲进公司，就在8点前的最后1秒，他把员工卡拍在打卡机上，打卡成功。满头大汗的马青虚弱的看向前台美女：“快，水！”前台美女惊觉，赶忙把一瓶矿泉水递给马青。马青接过矿泉水，拧开，仰脖，蹲。哈！马青放下矿泉水，这算是活过来了。我迟到没？马青问道。前台美女看了看狼狈的马青，道：“没。”关键，前台美女有些胆怯的指了指马青这身破破烂烂的西服，小声道：“马经理，您这是？”“啊，没事儿，没迟到就好。”马青长舒一口气，随后道谢：“谢谢你的矿泉水。”“哦。”前台美女木讷的点了点头，道：“不用谢。”前脚马青一走，后脚大家就开始议论了起来。“喂，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几天马经理好像有点不正常啊？”“发现了，浑身是伤不说，好像都是跑到公司的。”“是啊，我记得马经理有车啊，怎么不开车上班啊？或许是因为胳膊脱臼的问题，可能吧。咦，我发现销售部的王磊好像也不太对劲。”“是哦，你一提他我也想起来，这几天他走进公司就跪下了，好像腿脚不太利索。”“对，当时还给我吓一跳，我还琢磨着呢，这什么情况啊？进公司就跪下。”“总之这几天销售部都挺奇怪的。”马青回到办公室，打开柜子，把里面备用的衬衫和西服拿了出来，脱去身上这脏的，
换上新的，刚系好领带。王磊推门而进，敲门啊！你倒是。马青没好气的道。妻儿王磊走到马青跟前，把他那张臭脸摆到马青面前。啥事儿啊？马青奇奇怪怪的看了一眼王磊。你忘了？王磊沉声道。我答应你什么了啊？还我忘了。马青笑道。你仔细想想。王磊严肃的道。如果真的想不起来，我看咱们兄弟还是别做了。马青一听，眉头一挑，疑惑的看向王磊。这特么得多大的事儿啊，竟然能牵扯到兄弟关系存的问题。见得王磊脸色十分凝重，马青不得不陷入沉思，仔细回忆这几天是不是答应王磊什么事儿了。想了一番，马青抬起头，冷模两可的问：今天开会？王磊一听马青这话，表情骤然乌云转晴。啪！王磊一巴掌拍在马青后背上，搂着他的大脖子道：走，开会去。马青叹了一口气，没说什么，就由着王磊给架出去了。马青来到办公区，拍了拍手，开个早会。马青抬手看了看腕表上的时间，道：5分钟到会议室集合。说罢，马青转身回到办公室。马青一走，王磊身边的同事便凑到王磊跟前，问道：喂，开会？啥事儿啊？王磊两手一摊，嘴一抿，道：谁知道了？咱们这个赌约可作数哈，1000块钱呢。同事笑道。当然。王磊笑道。哈哈哈。同事自信的道。我说雷子，你输定了。我估计今天的美女肯定还来找咱们马经理，到时候事情真相就浮出水面了。你可得把1000块钱准备好啊。倒是你准备好了吗？王磊笑道。当然了。同事自信的笑道。王磊和这名同事窃窃私语着。这时候路过几名同事。喂，别聊了，开会了。王磊起身拍了拍身边的同事肩膀，道：走吧，开会吧。同事应声。万兴集团销售部的会议室，仅仅3分钟的时间，大家都集聚在会议室当中。因为距离约定的5分钟时间还差2分钟，大家还在探讨一些有趣的话题，比如马青的混血女友。5分钟，马青推门而进，原本沸沸扬扬的会议室骤然安静了下来。马青走到会议桌的中央，解开西装纽扣，坐了下来。今天把大家集聚在一起，是想跟大家说个事儿。马青道。全场安静，全员洗耳恭听。哎，对了。马青扬了扬脖子，看了一圈，问道：销售部的人都在是吧？没人缺席吧？这时候主管恭敬的道：没人缺席，都到了。马青满意的嗯了一声，道：那就好。言归正传，马青淡淡的道：这几天我听说大家都在议论我女友的事儿。说这话的时候，马青还故意看了一眼那边的王磊，那王磊脸都乐开花了，也不知道他在那边高兴着什么。总之，王磊过于兴奋的表现让马青觉得很反常。大家一听马青提起那混血美女，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的笑容，似乎这是值得大家为马青感到开心的事情。对于这件事呢，我得说一下。马青表情忽然严肃了下来。马青在销售部很有权威，大家见得马青脸色不太好看，没人敢继续笑，立即收起笑容。她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不是我女友。马青慢条斯理地解释道。正常而言，这种与工作不相关的事情不应该把大家聚集一起开会的。但是，说到但是2字时，马青黑着脸拍了下桌子。但是大家议论的有些过头了，在工作岗位上就是工作，下班时间你们爱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甚至你跑我马青面前问都没问题。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工作岗位上就是谈工作。说完这些，马青脸色渐渐转暖。这段时间我会关注你们每个人的业绩。就这样，散会。马青起身系上西装的纽扣，走了。王磊那脸笑的都快变形了，他伸手捅咕着身边的同事。你说了，你说了。王磊激动的道。我就说吧，她根本就不是马经理的女友。同事满脸失落，摇头叹气的道。怎么可能呢？咱们马经理从来没搂过女孩子。这怎么可能呢？你没看见马经理都生气了啊？王磊没好气的道。再说了，这事儿咱们马经理也没必要隐瞒，女友而已。唉，同事叹了一口气。来，王磊掏出手机，把微信收款码展示出来，道：愿赌服输哦，这次算你运气好。同事把1000块钱扫了过去。正要走出办公室的马青看了一眼王磊，见得王磊和身边的同事私底下窃窃私语，虽然不知道这俩人议论什么事儿，不过看王磊那眉飞色舞的样子，估计多半不像是什么好事儿。之后两个人同时掏出手机在地下捅咕着什么。
这便让马青感到更奇怪了。这小子研究什么玩意呢？马青嘟囔着。马青推门而去，虽然没说什么，但这事儿算是放在心里了。41，你看你这傻样，你有女朋友了？午休时间，马青走出办公室，来到办公区，看了一圈，王磊不在。他来到王磊的位置，一屁股坐了下来。正在吃饭的同事见得马经理来了，赶忙问好。马经理。马青点了点头，看了一眼他正在吃的东西，道：吃什么呢？哦，方便面。他笑道。哎，方便面没营养啊，你倒是去楼上吃员工餐啊。马青关切的道。谢谢马经理。他笑道。没事儿，主要是着急工作，就随便对付一口，晚上吃点好的。马青点了点头，随后又问。哎，对了，王磊干什么去了？约客户了吧？他单子多。哦，马青趁着他不注意笑道。对了，今天开会的时候，你跟王磊在底下捅咕什么呢？他一听，不敢吃饭了。没什么。他苦笑道。没事儿。马青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这午休闲聊而已，跟我说说。他想了想，鼓起勇气问。马经理，那个女孩真不是你女朋友？真不是，她是我在外国念书时认识的好朋友。马青脸上挂着和蔼可亲的笑容，随后又好奇地问。对了，为什么这么问？他一听那好看的女人果真不是马青的女友，当即失落地低头叹道。唉，可惜了。输了。马青眉头一挑，试探性地问道。你们不会赌她是不是我女友吧？他点了点头。哈哈，办公室传来马青那爽朗的笑容，任谁听，这都是一个非常开明的领导。但在马青的内心可并不是这样。此时此刻的马青内心已经是1万匹草泥马在奔腾。王磊，你这小子，难怪你逼着要我开会，原来是因为这个事儿。我透你奶奶的。马青收起笑容道。你输多少？1000。他叹道。还行，1000不多。马青笑道。小赌怡情，大赌伤身。随后马青想了想，问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开车上班的吧？家远，得开车。他道。马青点了点头，随后把怀中的那价值1000块钱的加油卡取了出来。这个你拿着用。马青笑道。他一看马青手中的油卡，大惊失色。马经理，这怎么行？哎呀，马青拽过他的手，强行将油卡塞进他手中，笑道。正好最近不能用，你用正好。可是您给我用了。您用什么呀？他道。马青指了指自己那脱臼的胳膊，笑道。你看我现在的胳膊还能看车吗？关键他还想说些什么。行了。马青起身，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的道。工作努力些，什么都出来了。说罢，马青转身离去。他看着手中的油卡，心里忽然涌起一股热流。他猛地抬起头，满眼激动地看着马青的背影。马经理，他铿锵有力的道。我会努力的。马青笑了笑，没说话，就这么走了。走进办公室，关上门。马青气得只要牙根。好小子，我说昨儿怎么忽然来我办公室，上来就跟我一顿巴巴，最后还他妈整上了道德绑架，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行，你等你回来的，看我怎么治你。下午时分，米露抱着文件再次溜到销售部门的工作区，找到马青的办公室，吱由的一声推开门，紧接着他那娇躯就钻了进去。米露进屋一看，发现马青正坐在办公桌前，不知道在看什么。本来是想打招呼的，但见得马青看得入迷，米露那双紫罗兰色的双眼不禁眯了起来。这 Andy 看什么呢？哦，注意发音。哦，米露笑了。男人嘛，偷偷看的东西一定是见不得光的。米露猫着腰，鬼鬼祟祟地摸到马青的身后。呀！米露一嗓子，然后从马青的背后跳了出来。马青全身心都在手中的文件上，这忽然来的一嗓子，不禁吓得马青魂飞魄散，好几秒这灵魂才归体。你干啥？马青没好气的道。要死啊！米露背着手，踮着脚尖眺望着马青手中的文件，瞬间失落了。什么嘛？米露没好气的嘟囔着。原来就看这东西啊？不是，你这失落的表情是什么意思？马青气急败坏的道。我应该看什么？米露把手中的文件往桌子上一丢，走到那边的沙发，哎呀的一声，一屁股坐了下去。你鬼鬼祟祟的，我以为看什么小视频呢。米露淡淡的道。到底咱俩是谁鬼鬼祟祟的？马青没好气的道。米露用手忽闪着，似乎屋子里有些热。
好在桌子上有空调的遥控器，他拿起遥控器，滴滴滴，直接将室内空调温度调了调。你当这是你家呢呀？马青笑道。米露也不在意，看了看桌子上的茶具。Andy， 米露淡淡的道：“快，给我弄个干净的杯子。”马青无奈的叹了一口气，起身，把一个崭新的杯子递到米露身前。米露一脸疑惑的看着马青，那大眼睛就那么一眨一眨的，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咋了？马青匪夷所思的道。干什么这么看我？茶叶啊！米露没好气的道。你……马青指着米露说不出来话了，最后一点头，妥协道：“行。”马青转身从柜子里给他找茶叶，一边找茶叶，马青一边道：“这么嚣张，怎么？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得求你啊？”米露像是个领导一样，看着办公室内的摆设，满意的从嗓子眼里嗯了一声，也不知道是房间装修的不错，还是赞赏马青的看事情看得明白，反正就是一副领导高深莫测的架子。马青把最好的茶叶取了过来，米露看了一眼马青，丢了一眼茶壶，道：“还愣着干什么？泡上啊！”马青一看米露这有模有样的，不禁被他的可爱气笑了。行，你觉得我有事求你，你就是也。马青弯腰开始给米露泡茶，一会儿的功夫，茶泡好了。马青把一杯茶端到米露的身前，这回可以说了吧？马青没好气的笑道。米露也不说话，接过这杯茶，撅着小嘴儿，慢悠悠的晃头吹着上面的热气。马青看在眼里，不禁有趣的笑了。还别说，这米露整的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儿。一个老外能把喝茶的样子模仿到这个地步，属实用心了。米露觉得这热气吹得差不多了，便轻轻的抿了一小口。这茶水一入口，米露的小脸渐渐变了色，原本白白净净的笑脸开始变青，再而变紫。呸呸呸呸！米露苦着俏脸，那柳眉都拧在了一起。这啥玩意啊？这么难喝，苦了吧唧的。哎，马青严肃的道：“你不会喝，说你不会喝的事儿啊！别赖我茶叶，我可告诉你了哈，这可是我最好的茶叶，好几千一斤呢，我自己都舍不得喝。”米露把这杯茶推到了马青跟前，道：“你喝这个，你给我弄个饮料去。”马青看了一眼米露，无奈的叹了一口气，道：“等着吧。”说罢，马青出去买饮料了。回来时，马青手里拿着一瓶可乐。米露最喜欢可乐，他是知道的，给马青把可乐递给米露。米露接过可乐，狠狠的喝了一大口，道：“呀，这才是人喝的吗？”马青懒得跟他拌嘴，坐在他身边，喝了一口茶水，淡淡的道：“这次总可以说了吧？”行。米露一拍大腿，道：“看你表现这么好的份上，我就告诉你吧。”马青笑而不语，内心还有些小期待，因为他是实在想不到自己能有什么事儿会求到他头上。Andy， 米露认真的看着马青，惊声道：“你要脱单了？”马青，你看你这傻样！米露没好气的指着马青，道：“我说你要脱单了，咋了？吓傻了呀？”哈哈哈！马青，我脱单。马青指着自己的鼻子，一脸莫名其妙的看着米露。我的意思是，你要有女朋友了。米露喜盈盈的笑道。42，无所畏惧的米露，我都不知道我有女朋友，你竟然知道？马青没好气的道。反正啊，米露神秘的笑道，多余的我就不能说了。总之呢，你以后好好表现就对了。你要明白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得到这个机会的男人，目前只有你一个，明白吗？谁啊？马青满脸疑惑，具体是谁呢？你就别管了，你问我，我也不会告诉你。反正他老好看了，身材也是顶级的。米露一脸自信的样子，淡淡的道：“现阶段，你要明白的就是，你得讨好我，因为只有我知道他的喜好，没有我帮你，你还是追不上他，明白吗？”马青一看米露得意的模样，感觉他说的不像是假话。关键马青苦笑道：“你和我这关系，不然我也是顺着你开心的意思来啊。”米露闻声愣了一秒，心想：也对哦，到头来自己好像也没占到 Andy 什么便宜啊。那米露把他美腿丢到桌子上，道：“那你给我捶腿。”马青无奈的摇了摇头，照做了。马青给米露捶着腿，米露像是个大爷一般在沙发上一瘫，满脸惬意。Andy 啊，米露淡淡的道。啊？马青道：“有个事儿，你帮我办一下。”米露淡淡的道。太贵的买不起。马青道：“哎呀，我能宰你吗？”米露没好气的道。呵呵。马青鄙夷的看着米露，道：“在美国，你可没少宰我。
提到美国发生的事儿。米露俏脸一红，偏头看向别处，道：“这次不宰你，那你说吧。”都依你。马青笑道：“我要进你们销售部。”米露慵懒的道：“马青先是本能的应了一声，随后反应过来不对劲儿，木讷的脸庞骤然大惊失色。马青猛地站了起来，道：“啥玩意？你要来销售部？”啊！米露没好气的瞪了一眼马青，看着自己好看的指甲，淡淡的道：“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的天啊！马青赶紧坐到米露身边，不停的给米露捶腿，道：“你可别来捣乱行吗？这可是我的饭碗啊！”哎呀！米露没好气的一挥手，道：“什么叫我捣乱？我好歹还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呢。”马青不可置信的看着米露，就这一脸蠢萌的样子。哈佛大学毕业？咋的？马青没好气的笑道：“你哈尔滨佛学院毕业的呀？”米露气鼓鼓的看着马青，呵斥道：“柳一带我去哈尔滨玩过。”马青上上下下打量着米露，从头至尾，他是真没看出来，他像是个哈佛大学毕业的学生，柳一那才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学生，但眼前这萌货，一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差距这么大吗？马青笑道：“柳一花多少钱给你请进去的呀？”“我是考上的。”米露气结。行，你考上去的。马青懒得跟他辩解，思绪一转，不理解的问道：“只是我真没明白，你没事来销售部干什么？再说了，你既然人在这里，你缺啥跟我说，我给你买不就完了吗？更何况你还抱着一位柳一那种大财阀，就你俩这关系，你要啥他不给你买啊？”“哎呀，在家无聊，柳一上班就没人陪我了。”米露解释道：“我昨天给你送去那么多游戏卡，你就玩去呗。”马青道：“哎呀，我不爱玩。”米露没好气的道：“马青满脸疑惑的看着米露，问道：“不爱玩？”米露眼珠一转，暗道不好，险些说漏了。啊！米露赶忙解释道：“主要我这次能跑出来，是因为我骗父母跟柳一出来赚钱来了，所以家里没给我钱，我总不能一直花柳一钱吧？”“没事儿。”马青非常痛快的道：“我和柳一的钱都是你的，你随便花，你可劲儿的玩，不用你工作。”“哎呀！”米露气的直耸大肩膀，不满道：“我就要来，你就说你答应不？”“应吧。”马青一看为难了，看着米露的架势，似乎是非进销售部不可。眼下如果不答应他，根据自己对米露多年的了解，估计下一秒他指不定给自己整出来什么幺蛾子。道爷，马青难为难的道：“说实话，马青是真的不想让米露进销售部，所以下文的倒也不是不行，从嘴里吐出来比想象中的艰难多了。蠢萌归蠢萌，米露可不傻，一听马青又松口的意思，那耳朵瞬间立了起来。“你同意了？”米露开心的道。“不是。”马青看着米露，苦笑道：“关键这事儿，你直接跟柳一说多好，他是总裁，让你来销售部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啊？”米露闻声，脸上闪过一丝慌乱。米露想了想，解释道：“我到你手下工作，我跟他说干什么？”说到后面，米露就心烦了起来，白皙的手一挥，没好气的道：“你就说你收不收我就完了，别管他，怕是柳一也不让你来我销售部吧？”马青没好气的笑道。米露一听这话，更慌了。“我可告诉你。”马青严肃的道：“你现在可不是在国内，既然是柳一带你出来的，你得听柳一的。柳一不同意你来销售部，我让你进来了，这算怎么个事儿啊？”马青的话算是动之以情，言之以理。米露无话可说。不过米露想到自己每天除了逛街就是玩，不干点什么大事儿的话，实在太无聊了。“哎呀！”米露上前一把抱住马青的胳膊，亲昵的可劲儿的蹭。“柳一不答应我，你也不答应人家啊？答应吗？答应吗？你就答应吗？灵魂三连，答应吗？”每一句都是一顿蹭，蹭得马青脑瓜直迷糊。“你给我等会儿！”马青赶紧推开他，道：“我可跟你讲，男女授受不亲，你以后还得嫁人呢，你注意点你的形象。”哎呀！米露撅着小嘴儿，屁颠屁颠的再次沾上马青，整个人跟狗皮膏药似的，推都推不开。“Andy， 你最好了，小时候你那么疼我，怎么长大就变味儿了呢？少跟我俩来这套。”马青没好气的道：“我可没疼过你，你可别瞎说，哪次不是你自己磨我的？”哎呀！米露嗲声嗲气的道：“人家这不是喜欢你吗？我个篮子的！”马青满脸惊吓，赶忙道：“姑奶奶，你可别喜欢我。”米露一看马青软的不吃，俏脸立即冷了下来。“行。”米露生气的道：“你不同意是吧？说吧。”
米露直接就站了起来，双手抓住上衣的下沿，直接开始往上翻。43，马青挨揍 double。马青一个没注意，在看向米露的时候，就看见米露那白色短袖已经被他掀了起来，精致的蛮腰已经露了出来，再往上就出大事儿了啊！夏季女人的衣服无非就2件，外面1件，里面1件，眼下外的那1件已经翻到了一大半，已经可以看到里面那1件了。我个篮子的！马青大惊失色，赶忙冲上前，控制住了米露。你干什么？马青呵斥道。你答应不答应？米露喝道。我告诉你 Andy， 今天你不答应我，我脱衣服就喊非礼，我看你怎么解释。到时候你这经理也别干了，陪我出去玩。马青瞬间满脸黑线，销售很累的，你就别来捣乱了，成吗？你要什么我给你买。马青疲惫的道。没事儿，有你在呢，你忍心让我累到？米露笑盈盈的道。那特么？马青气急败坏的骂道。倒头来，你不还是来玩了吗？嘻嘻，米露喜盈盈的笑着，可爱的朝马青吐了吐舌头。Andy 最好了，米露踮起脚点，亲了一口马青的脸蛋，然后跑了。关上门时，就听门外传来米露的呼喊声：明儿我来应聘。马青整个人虚弱了，就被柳毅一顿胖揍也没有这么累过。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叹了一口气，唉，这特么可咋整？米露想来销售部，这事儿肯定事先跟柳毅说过，柳毅那边行不通才找到自己，这特么明显就是个坑啊！柳毅不同意。我同意了，这不明摆着跟柳毅作对吗？本来柳毅对自己的印象就不太好，加上自己平时没事再聊扯他，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柳毅最痛恨的人就是自己的。可不答应米露，米露就这样当着自己面就脱衣服，这事儿都不是1次2次的了，次次都是这样，只要事情不如米露所愿，他就当着你面脱衣服，你能咋整？他就是这么彪悍，就是这么无所畏惧，你敢碰他，他就敢跟你过日子。想想柳毅的空手道，想想米露的无所畏惧，马青又是叹了一口气，唉，谁也不好对付啊。马青来到财务部，马哥来了，小宋向马青问好。马青疲惫地问，刘总的电话号码你有吧？有的。怎么了？小宋疑惑的道。告诉我。马青满脸惆怅的道。我有事儿找他。哦，小宋拿出手，把柳毅的电话号码抄写在一张纸上，唰，带有柳毅电话号码的那张纸被他扯了下来。马哥，你脸色不太好啊，是没休息好吗？小宋担心的问。没什么。马青接过电话号码，转身走了。他背对着小宋，摇了摇手，道：你忙吧。马青走出财务部的办公室，来到无人的走廊。像是这个时代，电梯已经成为人们的首选，像是这种传统楼道，已经成为逃生时用的紧急通道，没人会来这里。马青摸出电话，酝酿了一下，拨通了柳一的电话号码。电话拨通了，当事时，柳一在家打游戏，看到桌面上的手机亮了起来，忙着打游戏的柳一懒得理会，以为是什么推销电话，随手就给挂断了。马青这边一愣，心想着声号不接吗？于是马青编辑了一条短信发了过去，米露要进销售部，这事儿你知道吗？同一时间，柳一眼前的手机闪了一下，是一条短信。因为短信不像是电话会让手机保持常亮的状态，短信就是一闪，然后手机屏幕就灭了。转瞬即逝之间，柳一并没有看清短信的具体内容，但他却看到了2个字：米露。柳一按下手柄上的暂停键，放下手柄，拿起手机看了一眼短信，接着按照短信的号码回拨了回去。马青这边一看手机震动了，便接通电话。正经事儿，马青严肃的道：米露要来销售部的事儿，你知道不？说重点。柳一冷声道：他来找我了。马青道：你怎么说的？柳一冷冰冰的道：我同意了，但我没办法。马青道。不等马青解释完，柳一冷声道：等死吧。啪，电话挂断了。马青听着手机中传来嘟嘟嘟的挂断声，心想完了，又惹麻烦了，这今天早上还欠柳一一顿胖揍呢，这托米露的福，直接挨揍加倍，跟特么斗地主似的。柳一这边，他挂断电话之后，直接打开微信，打开米露的聊天对话框，电话语音：喂。电话里传来米露疑惑的声音：20分钟，来我家。柳一冷声道。啪，电话挂了。柳一拿起手柄，继续打游戏。20分钟过后，米露输入柳一家门的密码，滴的一声，米露推门而进。柳一，我来啦。米露脱鞋，一边换拖鞋一边问道：
什么事情啊？这么急？柳一放下游戏手柄，抱着肩膀看他。柳一痴迷于游戏，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打断柳一的游戏进度。如今这米露一进屋，他便放下游戏手柄，这不禁让米露察觉到一丝危险感。那个，米露悄悄地指了指屏幕上的小人儿，小声道：“他要阵亡了。”你找马青了。柳一冷声道：“啊！”米露目光躲闪着，小声嘟囔着：“我找他干什么吗？说实话，我不让你回国。”柳一冷声道：“哎呀！”米露乖巧地坐在柳一身边，抱着他的胳膊，柔声道：“我真的太无聊了。平时你又忙，我自己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又没人陪我玩，正好遇到 Andy， 你就让他带我玩嘛。那是工作，那是玩嘛。”柳一杏眼一瞪，呵斥道：“还有，马青那是什么人？你跟谁玩不好，你非得跟他玩？”哎呀！米露抱着柳一，可怜巴巴地看着他，小声道：“我不是在帮你调教他吗？干嘛这么生气啊？别跟我提这事儿。”柳一呵斥道：“好姐姐，好姐姐，好姐姐，你就让我去吧，我从销售部开始干起，然后干到经理，最后成为你的贴身小秘书，到时候我还能给你搭把手，不是挺好的吗？”米露好声好气地劝道：“都不用你赚钱，叔叔阿姨不差你钱，我也不差你钱。”柳一没好气的道：“你不也不差钱吗？”米露虽然害怕柳一，但还是不忘顶嘴的道：“你不也工作吗？你……”柳一气结，柳一叹了一口气，道：“我是担心马青欺负你，他不是什么好人，不能的，有你在。”他不敢的，聪明的米露全挑好听的说。柳一瞪了一眼米露，懒得说话了。米露见得柳一不说话，眼睛一亮，开心的笑了：“我就知道姐姐最好了。”行了，柳一没好气的道：“你怎么让马青答应你的？他好说话，老朋友了，一嘴的事儿。”米露无所谓的道：“胡说。”柳一美眸一眯，冷声道：“按理来讲，你要进公司，跟我说就行，根本轮不到他讲话。他不可能不知道这点。之所以你找他，他肯定知道你在我边没说通，我没同意的事儿，他没那么大胆子敢答应你。”米露听完柳一的分析，不禁愣在了原地。我的天啊，当时 Andy 和你说的也差不多，你们果然是绝配。我告诉你多少遍不许你提这事，你还提？柳一呵斥道。米露吐了吐舌头，不说话了。说！柳一呵斥道：“你怎么让他答应你的？”啊，那还不简单！米露大手一挥，漫不经心的道：“衣服一脱，就完事儿了。”什么？柳一直接站了起来，气的是浑身直哆嗦。你44超级加倍！哎呀！米露轻柔的把柳一按在沙发上，道：“你听我解释。”柳一闻声，抱着还有一线生机的想法，这算是坐下了。其实他也不太相信马青能让米露做到主动脱衣服的地步。米露不是那种没有见过男人的女人，读书时追求她的数不胜数，什么样的男人没有？可她最终都没有同意。就马青那种贱样，浑身上下哪有一点配得上米露？更何况这又是米露主动脱衣服，这根本就不现实。柳一认为自己可能误会什么了，这里面一定另有说法。柳一坐下了，打算耐心听米露接下来的解释。米露先是安抚好柳一这激动的情绪，随后耐心的解释道：“其实我跟 Andy 就是朋友关系而已，你不用想的那么多。”柳一松了一口气，心想：看来确实是误会了。想来也是，米露也不是那种随便的女人。其实啊，我跟 Andy 从小就认识，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比谁都了解。米露脸上挂着耐心的微笑，随后轻声道：“像是这种事儿，我都不是第一次做了，没事儿。”哦，那就好啊。放松警惕的柳一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随后反应过来的时候，后文直接破音了。柳一轰隆的一声又站了起来。从小就认识，这种事情米露不是一次做了。这两条关键信息不断的在柳一脑海中轰炸着，甚至他都可以闹不到马青糟蹋米露是那种贱兮兮的样子。他人挺好的，米露淡淡的道：“只要我不杀人不放火，其他事儿都好说，脱衣服就行。”柳一见得米露说的这么自然，气得脸色铁青，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此时此刻，柳一唯一想的就是杀了那个人渣。这马青从小和米露就认识，两人可谓青梅竹马。可马青这个畜生利用米露的单纯，占尽米露所有的便宜。让柳一不理解的是，这个马青究竟用了什么手段，挂着朋友的身份，竟然能让米露做到这种地步。米露要颜值有颜值，要身材有身材，要身份有身份，这么优越的条件，能得到这样的女人，一生何求？哪个男人不得宠她一辈子？他怎么就这么想不开？
竟然就这么白白的把自己给马青。马青这个畜生，柳依实在看不下去马青这种行为。其不知，米露之所以跟柳依解释，是他认为柳依可能吃醋了，所以反复强调马青的人品，以及自己和马青之间的朋友关系。但因为中文水平过低的缘故，他还是没解释明白，反而让柳依更误会了。哎呀，米露慢悠悠的道：“柳依呀，你就放心吧，我和 Andy 真的只是朋友关系。你那是朋友关系吗？”柳依红着脸呵斥道：“你傻呀你！”没事儿。米露看着大惊小怪的柳依，笑道：“我们从小就这样啊，挺正常的呀。”你，柳依见得米露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气得他已经彻底无话可说了。柳依拿着手机走出家门。你干嘛去？米露疑惑地问。打个电话。柳依冷声道。哦，米露也没多想，他以为柳依可能打电话安排工作的事儿。柳依走出家门，直接拨通马青的电话号码。身在公司的马青，他在走廊抽了一颗烟，呼出最后一口烟雾，他将烟头对灭，转身要离开走廊时，兜里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拿出来一看，这是柳依的电话。喂？马青一脸懵逼的道：“今天晚上你几点回家？”马青一听这声音，毛骨悚然的，隔着电话就能感受到一股透进骨子里的阴冷。马青不禁打了个哆嗦，心想着，这特么是人类能发出来的声音？马青讪讪的笑道：“晚上可能有点事儿。今天晚上你要是赶不回来，我就给你家房子烧了。”啪，电话挂了。马青愣了，听到柳依这句话，马青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想法就是马青挨揍超级加倍。什么情况？我就抽了一颗烟的功夫，究竟发生了什么？自己背着柳依同意米露入职销售部，这都已经是挨揍加倍了，一支烟的功夫就超级加倍了。天黑了，准时准点的，王磊推开马青办公室的门。青儿。王磊指尖套着车钥匙，那车钥匙在他指尖打着转。走啊，下班了，今天也一起下班。马青淡淡的道。当然。王磊没好气的抱住马青的肩膀，道：“咱俩谁跟谁啊？是兄弟，一定要一起下班喽。跟弟妹请假了吗？”马青道：“废话。”王磊道：“不请假，我敢晚回家吗？”程马青笑道：“看得出来，今儿你挺开心啊。”必须的，那是必须的必。王磊理所应当的道。也是。马青抿着嘴，点了点头，叹道：“毕竟赚了1000块钱外快呢。”王磊一听马青这话，一惊，立马意识到了不对劲。1000块钱，那不是我跟同事打赌的赌注吗？他怎么知道？不应该啊，巧合吧？王磊心里打着鼓，底气不足的道：“什么1000块钱啊？这也没到开资的时候啊！说什么呢你？”马青看着王磊笑眯眯的，也不说话。王磊一看马青这架势，瞬间更心虚了。你笑啥呀？哎，马青换了个姿势看他，道：“我说你昨天怎么气急败坏的来我办公室，跟我比划划的？又是我人品不行了，又是我跟混血美女在办公室胡搞了，逼着老子今天开会声明自己她不是我女友。今天老子一忘，你他妈就来找我，又说什么有劲了，又什么做不了兄弟了。”好，马青站了起来，一步步逼向王磊。原来咱们兄弟感情就特么值这1000块钱呗。心虚的王磊被马青逼的是节节败退，直至后背靠在墙上无路可退。1000块钱，王磊讪讪的笑道：“也不少了吧？我可去你奶奶的！”马青咣当一脚踹他屁股上。你这踢的！王磊苦着脸，谁知下一秒竟然嬉皮笑脸的道：“你没吃饭啊？我就……”马青咬牙，抬腿就要补一脚。王磊眼疾手快，赶忙抱住马青的肩膀，哈哈哈哈哈！王磊嬉皮笑脸的道：“我说我同事今天那么开心呢，说什么你给他一张1000块钱的油卡，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事儿啊！少跟我俩套近乎！”马青骂道：“我什么情况你自己没有数？明知道他必输，你跟人家赌，你这不是欺负人吗？1000不多，那小子一个月赚好几万呢。”王磊笑道：“太多了，我也不能跟他赌啊。行了，走吧，吃饭。你这踢人都没劲儿，你请客。”马青道：“当然。”王磊笑道。两人搭着肩膀离开了公司。45，这就是你抱我的理由？深夜12点整，王磊满脸绝望地看着马青：“青儿啊，咱们下次能不能别吃牛排这种东西啊？”看到王磊那苦瓜脸，马青不禁笑了：“这不挺好吃的吗？”背部，王磊欲哭无泪地看着马青，道：“你是真不管兄弟我死活啊？
这有什么的？马青笑道：“你不是跟弟妹请假了吗？”我，王磊看着马青，匪夷所思道：“我特么总感觉你是故意的。”哎，马青放下刀叉，道：“我是真好奇，你说你这么怕媳妇的人，就为了陪我下班，不顾死活了，到底是因为啥啊？”说到这事儿，王磊脸色黑了下来，那是马青从未见过的凝重。过了一会儿，王磊抬起脸，还是那样开心的笑容：“兄弟，我能帮你的不多，这是为数不多能证明我的机会，你就别问了，行吗？”王磊笑道。嬉皮笑脸的马青忽然愣住了，笑归笑，闹归闹，但马青从未见过如此卑微的王磊，他的那句话不论怎么听，都感觉很沉重，很悲凉。马青见得王磊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自己也不好多说什么，道：“那我不问了，但你有事儿，你得跟我说。”王磊笑着点头。吃过饭，结了账，王磊开车送马青回家。马青看了看时间，这才12点半。进了小区，拐过弯，车灯照出来的那曙光直接转到前头，一道身穿空手道道服的女人站在前头，腰间的黑带随风飘舞。她低着头，似乎用眉骨之间的视野盯视着马青，整个人看起来戾气十足。老远的，马青就看到了柳一。那个磊子啊！马青慌道。王磊看了一眼马青，要不？马青恐惧地看着前方的柳一，道：“咱们再转转。”哈！王磊停下车，道：“你是真想让我死啊？你知道我这个时间回家要跪什么吗？那板子上可特么的是刀片啊！至少你能活着，但我可能够呛了。”马青道。王磊发现马青的奇怪，顺着马青的目光看去，那是嫂子。哎！王磊惊奇的道：“嫂子等你呢，快下车吧。”啊！马青脖子灌了铅，顿卡顿卡的看向王磊，用一种颤音说道：“难道你就没有感受到一股浓厚的杀气吗？”行了，少废话了。王磊不耐烦的道：“你没看见嫂子等你呢呀？大半夜的，你让她一直在那站着。”兄弟啊！马青满脸惊悚的看着王磊，道：“你要明白，弟妹惩罚是惩罚你，但她永远不会把你往死里打。要知道，眼前的她可真的不是你嫂。”王磊连话都没听全，就看见柳一走了过来。嫂子来了。王磊道。马青一听，浑身僵硬，血液都凝固了。他感受到了身后的杀气，但他不敢回头，他怕回头被柳一的脸吓死。柳一走到车前，敲了敲车窗。王磊打开车窗，笑道：“嫂子。”柳一看了一眼王磊，道：“谢谢你把他送回来。”哎呀，嫂子，你这太客气了。王磊哈哈大笑。王磊心想，马青这次可真的是捡到了这么贴心的女人，真替马青感到幸福。其不知，柳一这句话并非王磊所理解的字面意思。他感谢的是王磊并没有带着马青逃跑。对于现阶段的柳一而言，没有什么能比亲手杀了马青这个畜生更解恨的了。王磊把马青往出推，道：“赶紧下车，我特么还得回家呢。”马青被王磊推出车，就在马青正准备要往车里钻的时候，身后的柳一一把扯住马青的衣领，那个既视感就如同拎着猫咪颈部的皮一般，猫咪瞬间不动了。嫂子，我走了。王磊笑道。说罢，王磊开车走了。马青一看自己逃肯定是逃不了了，望着王磊离去的车，悲凉的呼喊着：“兄弟，你要好好活着。”可惜，王磊并没有听到马青遗言。他看着后视镜中渐渐淡远的马青和柳一，心想：嫂子真给面子，还目送我走。王磊开车走了，光芒也被王磊带走了。马青所在的位置忽然暗了下来。那个马青苦笑道：“刘总到现在还没睡呢。”柳一冷声道：“等你呢，开心吗？”刘总，你这就太客气了。马青讪讪的道：“其实你不用特意等我，这么晚了，早点睡，换个地方聊。”柳一淡淡的道：“别吧。”马青道：“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呗，大晚上的，我怕你吵到邻居。”柳一淡淡的道：“死。”马青倒抽一口凉气：“那明天再。”马青道。话音未落，柳一杏眼一瞪，呵斥道：“少废话！”说罢，柳一扯着马青的脖领子就朝那边小公园走去。那边小公园距离居住区比较远，又有草坪，宽敞不说，任凭马青怎样嘶吼也吵不到邻居。来到草坪，柳一系紧腰带。马青一看柳一这个动作，当即意识到事情不妙。柳一缓缓闭上美眸，沉了一口气，再睁开双眸的便是一道厉芒。只见得柳一后拳蓄力，一步缩短与马青的距离，后拳出击，
直接就是一记漂亮的正拳轰在马青的肚子上。马青闷哼一声，身体直接被这拳崩了出去。他佝偻在草坪上，双手捂着肚子，疼得都叫不出声来，甚至都失去了呼吸能力。好大一会儿，马青才缓过来。我个篮子的！马青痛苦的道：“这就是超级加倍吗？”柳一走到马青身前，俯视着脚下的垃圾。马青由下至上看去，与往日不同。由于柳一身穿道服的缘故，马青不能看到往日的光景，毕竟不是睡衣。你这是有备而来啊！马青艰难的道。你就是挨揍，这张臭嘴还是这么碎。柳一冷声道。咣当，柳一一脚踢在马青的肚子上。马青又是一声闷哼。能不能换个位置打呀？马青痛苦的道。咣，又是一脚。哎，我去！马青疼得直打滚。咣，又是一脚。我不说话了还不行吗？马青气急败坏的道。柳一闻声，气得直咬牙，嘴里吵吵着不说话。这不还是说话了吗？咣，再一脚。马青疼得满脸通红，这次是一点动静也没了。咣，还是一脚。我特么没说话。马青气得直接爬了起来，骂道：我特么没说话，你还打人渣！柳一骂道，随即直接就是一记过肩摔。你差不多行了哦！马青恼羞成怒的道。今天早上要不是我，你就摔倒了。不是你碎嘴，我能追你。柳一冷声道。那大清早你就过肩摔，还不让我说两句啊？马青骂道。柳一理亏。咣，又整一脚。理亏没关系，脚来补，没理就打人呗。马青道。谁让你抱我的？柳一喝道。那特么，马青是真的被气到了，道：我是怕你摔坏了，故意护着你的。再说了，老子直接跑不好吗？不都是考虑到你长得好看，摔倒了没人扶，看起来怪委屈的。这，柳一狠声道。咣，就，咣，是，咣，你，咣，抱，咣，我，咣的，咣，里，咣，有，咣，九连踢。46不打女人。等下，马青虚弱的道。马青疲惫的看着柳一道，咱讲点理，你替我把话讲完。柳一没说话，倒不是想听他解释，而是给他缓一口气的时间。一会儿继续踢。气喘吁吁的马青好大一会儿才缓过来一口气。他道：第一，打我肯定是打不过你，这一点我明白，但是你要明白，如果真要是玩命，你不灵，你是女人，懂吗？柳一闻声稍有一愣，他觉得一个人能讲出这样的话，应该是肺腑之言。看得出来马青还是挺有骨气的。不过柳一想到马青糟蹋米露，他又立即改变了看法。有骨气的人渣确实难得一见。第二，马青解释道，当时那情况我就跟你说白了，我摔在地上滑出去7、8米远，后背都快磨出火星子了，疼都来不及，我没心思占你便宜。柳一一听，虽然没说话，但心里确实能稍微好受点。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子的，马青摔得挺惨，就算是肢体接触很多，他也确实没机会享受什么。但话是这么说，他还是无法接受自己被男人抱的事实。要知道从小到大，除了父亲，没人男人抱过他，这是他的第一次。说完了，柳一冷声道，我继续。没。马青喝道。第三，你别老以为我占你便宜，你占我便宜的时候，我还没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柳一指着马青的鼻子喝道，谁占你便宜了？同居会，我睡你家，半夜我肯定是用你家卫生间了，要不然你不可能平白无故就说。马青道。话音未落，柳一俏脸一红，这心里更气了，真的是自己接受不了什么，这碎嘴子非得提什么，本来都要忘了的，这又想起来了。咣，柳一直接一脚把马青后文踹没了。哎呦，马青痛苦的哀嚎着，你特么的是真的一点理也不讲啊，碎嘴子！柳一喝道。接着柳一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后来马青是真的扛不住了，加上这柳一没完没了，他一咬牙一狠心，直接用蛮力将柳一扑倒在地。就算是这样，马青还是挺怜香惜玉的，哪怕是草坪，他也担心柳一磕到头。在柳一摔倒前，他把一只手垫在柳一的后脑勺上。如果是白天的话，柳一自然可以躲开马青的攻击，可晚上天黑不说，加上这里有没有什么照明，柳一反应慢了半拍，
就在柳一打算用技巧将马青放倒时，他忽然发现马青竟然抓住了自己的肩膀，他的胳膊不是脱臼了吗？这一刻，柳一终于体会到马青所言不虚，打架是打架，打架马青属实打不过柳一，但真要动真格的开始玩命，女人终归是女人，论抗击打能力，论蛮力，论量级，都不如男人。柳一被扑到了，马青死死地压在他身上，天空中的黑云移走，皎洁的圆月终于出现在了星空，月光打了下来，这片草坪有了光芒，皎洁的月光挥洒在两人的脸上，两人都看见了彼此，这才注意到两个人的鼻尖相差不过1厘米的距离，这已经不是一对陌生男女做应该保持的安全距离了。柳一傻眼了，任他怎么都没有想到，今天自己竟然能被这样的人渣压着，一股羞耻感涌上心头，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放开我！柳一狠声道。讲理就放开你。马青道。跟你这种人渣不需要讲理。柳一恶狠狠的道。谁人渣？马青急了，喝道。我手不垫你后脑上，你现在就在医院了，少虚情假意了。这是草坪。柳一满脸厌恶的看着马青。放屁！马青把已经流血的手背展示给柳一看，喝道。草坪就没有石子啊？柳一一看又傻了，他看到马青的手背上有一颗石子嵌进肉中，鲜血不断的顺着石子的纹路流淌下来，可以想象如果是后脑磕上去会是什么下场。或许真的正如马青所说，那时的柳一恐怕就在医院了。活该！柳一骂道。人渣！畜生！你！马青狠狠瞪着柳一，此时的马青真的恨不得给他一巴掌，他真的受够了这个蛮不讲理的女人。但月光挥洒在他的俏脸上，几缕凌乱的秀发在他冰冷的眸前轻柔地飘着，给人一种莫名的慵懒美。他的颈部线条很动人，连接着他的锁骨，带动他的香肩，那种高级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马青看着眼前这浑身上下充满高级感的女人，气得说不出来话，这一边生气着，一边还被她的美貌吸引着，心里是复杂又难受。最终马青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还是下不去手。一来因为这女人美得确实离谱，就生气的样子看起来都是那么动人，这真的很难让人下得去手。二来打女人这种事马青做不来，太让人感到羞耻了。你要明白，我不是不敢打你，马青平静的道，而是我不打女人。人渣还在乎这些？柳一讥讽道。你连青梅竹马都糟蹋，你也配讲这种话？马青。什么青梅竹马？马青满脸懵逼。少装蒜！柳一呵斥道。米露都跟我说了，你个人渣。啥玩意啊？马青一脸无辜的道。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谁糟蹋他了呀？他特么的今天来我办公室胡搅蛮缠的，给我一顿霍霍。我啥时候糟蹋他了呀？柳一两眼一眯，狠声道。马青，你是真能演，演的是真像啊。谁演谁啊？马青气急败坏的道。你给我把话说明白，不然今天晚上你就别想起来。米露今天在你办公室是不是脱衣服了？柳一狠声道。啊！马青一脸茫然的点了点头，道。咋了？还咋了？柳一冷眸一眯，唾弃道。大白天你在公司里糟蹋米露，你说你怎么了？不是，你给我等下。马青赶忙道。米露就这么跟你说的？米露都跟我说了，她在你面前经常脱衣服。柳一道。马青气的脑瓜子嗡嗡的，缓了好大一会儿，这才算是恢复一丝理智。来，马青虚弱的道，你给米露打电话。当场对峙。柳一摸出裤兜里的手机，拨通米露的电话号码。在电话未拨通的时间里，柳一瞪了一眼马青。人渣！畜生！柳一骂道。这时候电话被接通了。米露的声音听起来很慵懒，应该是被吵醒了。米露，你是不是在马青面前脱衣服了？柳一道。怎么了？这不很正常吗？米露慵懒的道，随后还打了个哈欠。哈！柳一愤怒的看向马青，喝道。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电话另一头的米露闻声，疑惑的道。你跟 Andy 在一起了呀？这大半夜的你俩怎么还不睡？米露说到这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猛地倒抽一口凉气。这时候马青对着电话道。米露，你脱衣服的时候我碰你没？马青问完这句话，冷眼瞪向柳一，呵斥道。你问点重点，你不得问问脱完衣服之后的事吗？咋的？那特么全世界这时间脱衣服的女人多了去了，都特么来打我，还有完没完？柳一狠狠地瞪了一眼马青，随后又对电话里的米露道。米露，
你别怕，你说实话，他要是敢欺负你，我今天就活埋了他。哎呀，这有什么的？米露没好气的道。当然碰我了呀。此话一落，马青脸色直接绿了。柳一气得直咬牙根，那模样恨不得把马青放嘴里嚼死。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柳一吼道。你个畜生，从我身上起开！电话另一头的米露不知道怎么回事，仅凭柳一这一句话，这信息量未免就太大了。米露又一次倒抽一口凉气，不敢作声。我的天啊，千年冰山竟然融化了。话说柳一到底是多中意 Andy 啊？大半夜的竟然还在折腾。Andy 也是的，虽然自己没在旁边，好歹电话还是畅通着的啊。急什么啊？你倒是把电话挂了再折腾。不过米露转念一想，觉得这事儿也情有可原。就柳一那个身材，只要他点头，世界上没有男人能经得起那种诱惑。其不知电话这一边打的是不可开交，柳一开始疯狂挣扎着。马青见状，赶紧将他死死的按在草坪上。柳一见得实在没有办法，气得忽然不挣扎了。我说最后一遍，放开我！柳一冷漠的道。这会儿正是误会最深的时候，马青哪里敢放开他？马青转头看向那边还没有被挂断的电话，大声道：米露，你解释清楚，我到底碰没碰？柳一一口咬在马青的肩膀上。马青话还没讲完，疼得嗷的一嗓子咆哮了出去。47理亏。柳一趁机起身，狠狠的一脚踢在马青的小腹上。剧痛之下，马青那一只手都不知道捂哪里是好，肩膀在疼，小腹也在疼。柳一伸手撩了撩凌乱的秀发，满脸厌恶的盯视着地上的垃圾。你个人渣，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柳一喝道。马青艰难地爬到手机前，近乎哭着道：我的姑奶奶，你能把话说明白点不？怎么了？米露疑惑的道。柳一他怀疑我糟蹋你了。马青艰难的道。糟蹋我？米露疑惑的道。你糟蹋我干什么？马青看了一眼那边满身戾气的柳一，对电话里的米露道：你可赶紧跟他解释解释吧，不然他特么真的给我活埋了。哦，米露还是有些懵，但还是答应了下来，道：那你把电话给柳一，我跟他说。马青看向柳一，道：他让你接电话。柳一冷哼一声，一把抢过手机，等会儿再收拾你。柳一冷声道。说罢，柳一接通电话，道：怎么了？忙着呢。没事，挂了。柳一，你是不是误会 Andy 什么了呀？米露道。我听他说什么？他糟蹋我了，不是吗？柳一冷声道。他不是那种人。米露笑道。如果他是那种人，我就不他面前脱衣服了。柳一愣了一下，那你刚才说他碰你了？柳一疑惑的道。当然了。米露没好气的笑道。他不碰我，我衣服就脱光了。我以前经常这样威胁他的，只要我一脱衣服，他就害怕了，什么事儿都依我。柳一闻声傻眼了。你……柳一刚想说话，见得马青正看着自己，他担心马青听到，背过身子，另一手捂着话筒，小声道：你怎么不早说？我都跟你说了呀。我还怕你多想，一直强调 Andy 这个人其实挺好的，像他这样的男人其实已经很少了。米露道。柳一不说话了。怎么？米露没好气的笑道。你不会以为他对我动手动脚了吧？哎呀，不能，我跟他从小就是好朋友，要想谈恋爱早就谈了，他就是把我当做亲妹妹看待。哈！米露打了个哈欠，道：行了，你俩别折腾了，早点睡吧。哈，明儿我还得应聘呢。挂了哈。挂电话前还隐约可以听到米露嘟囔着：困死了。嘟嘟嘟嘟，断线了。柳一收起手，转身看着一身狼狈的马青，陷入了沉思。误会的话解除了，可是人也揍得差不多了，这好像有点说不太过去啊。马青看着柳一道：明白了，你走吧。柳一淡淡的道。马青一听柳一让自己走，当时就急了。你说什么？马青吼道。马青气得直接站了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吹尘，一步步向柳一逼近。好，误会解除了，你让我走，感情我这是白挨了一顿胖揍呗。马青每逼近柳一一步，柳一就会朝后面躲闪一步。你离我远点。柳一冷声道。柳一，你的良心真的不痛吗？马青指责道。那是你的问题，跟我没关系。柳一冷声道。啥玩意？马青指着自己的鼻孔，不可思议的道。我的问题？你误会我，反过来说是我的问题。谁让你当时不跟我解释了？柳一有些底气不足的道。我特么？马青气的是脑瓜子嗡嗡的，他扶着天灵盖，气急败坏的解释道。你给我解释的机会了吗？
啊！马青指着脚下的草坪，道：“当时你什么也不说，给我拽到草坪上就是一顿胖揍，谁知道怎么回事啊？再说了，我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你倒是说啊！我知道你什么情况啊？那特么你给我打个半死，然后你告诉我，我给米露糟蹋了，最后你明白了，原来是误会了，误会解除了，那不是挺好吗？”柳依淡淡的道。好，好个屁！马青跟个猴子一般，气得在草坪上蹦蹦跳跳，就差躺地上打滚了。老子要是真的给米露糟蹋了，挨一顿揍也值了。关键老子也没糟蹋米露，到头来我还是挨一顿胖揍，凭啥呀？马青嘶吼道。柳依闻声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马青说的确实有道理，确实有点可怜。不过就算是这样，柳依也绝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谁让你当时不跑了？柳依冷声道。你放屁！马青指着柳依鼻子开骂。丧良心，纯丧良心！马青怒发冲冠，来来回回在柳依面前踱步着。今天早上我聊闲，你追我，后来你摔倒了，你没有受伤是因为谁？马青道。那是你有利可图。柳依呵斥道。马青重重的点头，承认道。是，没错，就算是我为了占你便宜，就为了抱你一下，但过后我跟你商量没？咱们是不是约定好的？等我下班你再揍我。我说我没让你揍没？我临阵脱逃没？我是不是回来了？啊！柳依不说话了。但是你这是干什么啊？啊！马青委屈的不行，道：上班的时候米露就来找我，死活就要来我销售部，不答应他就开始脱衣服，那他妈是我的工作岗位，万一别人进来看到了，这算是怎么个事儿啊？我怎么向员工解释？还有你！马青越说越来气，他指着柳依那张俏脸，愤恨的道：你要是不答应他，你就控制住他，别让他来给我出难题。你特么都控制不住他，我就能控制住他啊！老子答应他，挨揍就特么加倍。什么事儿啊？这是。说着说着，马青越来越觉得自己委屈。自从认识柳依，就没有一天好日子，不是在挨揍，就是在挨揍的路上。明明已经够小心翼翼的生活了，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误会，然后各种各样的理由导致自己挨揍，这特么多憋屈啊！马青一屁股坐在草坪上，可怜巴巴的道：谁知道他回去跟你说什么了？然后老子挨揍就莫名其妙的超级加倍了。本来我想的好好的，下班回家服个软，吃你几个过肩摔，这事儿就算翻篇了。说到这里，马青眼睛一瞪，一拍手：谁知道你特么往死里打我？当时我还琢磨呢，就算是抱你一下，也不至于往死里打呀。更何况我当时是担心你摔伤了才抱住你的。后来我才明白，你把我抱你，答应米露进公司，糟蹋米露3个事儿的邪火都发泄在我身上，最后老子特么快奄奄一息了。你竟然告诉我这是误会！柳依有些听不下去了。经过马青这么一说，就算是极其讨厌马青的柳依，都觉得这马青有些太惨了。你……柳依手足无措的道。他想上前安慰马青，但放不下面子，道歉的话，柳依又实在说不出口。柳依艰难的抿了抿唇，道：你别哭了。平时的马青其实挺耐揍的，如今硬生生被自己气得连呼呲带喘，这是柳依没有想到的。不过细想想，觉得这也情有可原，任谁经历这些，谁都受不了。谁哭了？马青骂道。那柳依想了想，道：我给你加薪吧。加薪？马青眼睛一瞪，呵斥道：你加多少钱？1万。柳依试探性的道。来来来。马青骂骂咧咧的道：我不用你1个月给我1万，我1个月给你1万，就刚才的标准。你让我揍你一顿，你试试。柳依耐心被磨没了，要知道现在柳依的态度已经是最好的了，你到底要怎样？柳依喝道。事情都发生了，我有什么办法？是米露没有说明白，这能全怪我，不怪你。马青两眼一眯，阴狠的道：我都怀疑你和米露合伙整我，那米露的中文水平是你不清楚还是我不清楚？他能用中文把话说明白就已经不错了，像是这种你问他我碰没碰他，他那个中文理解，他哪能明白？当然说碰了，可是我不碰他，他衣服就特么脱干净了，人家说不清楚，那是人家中文水平低，表达能力有限。你是总裁，事情没弄明白你就先打我一顿，你说怪谁？马青扯着嗓子吼。这下柳依彻底理亏了。有一点柳依心里是承认的，就是自己很讨厌马青，只要听到关于马青的事儿，心里烦的就是不行。别说马青犯错了，就算没犯错，他也是想法设法去揍马青。
这次听到米露说脱衣服的事儿，柳一自然而然的把事情往坏处了想。理亏确实是理亏，但道歉是不可能的。道了歉，总感觉这段时间马青占自己的便宜像是理所应当的。国际定律，女人和男人吵架，女人是绝对不会输的，哪怕男人占理。男人吵架讲的是道理，女人吵架讲的是情绪。柳一一看自己理亏，但又不服输。你吼什么吼？柳一杏眼一瞪。48，女人。马青。马青瞬间懵逼，受气的是我，委屈的是我。我吼两句宣泄自己内心的不满，这不行吗？有什么话不会好好说吗？柳一呵斥道。不是。马青懵逼的挠了挠头，道：咱们讨论的事儿不应该是。话音未落，柳一再次喝道：我给你加薪，你不要，你还要我怎样？马青道：你什么你？柳一喝道：马青。马青一脸懵逼，不对劲儿啊，生气的不应该是我吗？起来。柳一没好气的道：一个大男人受点委屈哭哭啼啼的，就这水平还做销售经理呢，这跟我是不是销售经理有什么关系啊？马青欲哭无泪的道：还有，我啥时候哭了呀？少废话。柳一不耐烦的道：我最恶心的就是跟女人吼的男人了，不然你也不喜欢我啊。马青道：可谓有上句就有下句，不论柳一说什么，马青都有100句话等着他。柳一一看马青没完没了，当即指着马青的鼻子道：你个碎嘴子，你起不起来？不起来我走了，没人管你，那你总得扶我一下吧。马青伸出手，柳一看了一眼马青的手，确实是有扶他的想法，毕竟自己理亏在先，但从小到大的柳一从来没有错过，对的总是他，需要别人扶的也是他，可他从未向任何男人伸过手，当然也从未扶起过任何男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柳一总觉得抓住他的手就好像是牵手一样。明天迟到扣4倍薪水。柳一冷声道。说罢，柳一转身走了。马青望着柳一离去的背影，惊呆了。按照马青的打算，他是想道德绑架柳一，然后在柳一伸手拉自己的时候，趁机一把将他拽倒，然后将他揽入自己的怀中，狠狠地恶心他一把。如此，今天这顿胖揍也算是没白挨，算是回本了。但马青最终还是没有选择这么做，因为他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他有真切的看到，在自己提出让柳一拽自己一把时，柳一的俏脸上有过一丝犹豫，他那好看的食指动了一下，那是他的本能，他的食指在告诉自己，他是想扶自己起来的，可他并没有成功伸出手。他红着俏脸，艰难地抿着红唇，倔强地走了。他没有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但这一刻的马青，他看到了，看到了一缕清风卷起几片草叶，草叶飞在空中，把风痕染成了青绿色，缕缕风痕拂过他那蠢蠢欲动的指尖，拂过他那倔强的红唇，拂过他冷眸前缕缕发丝。他看到了站在星空下的女人，她的冰眸子无情地冰冻了整个世界，无情地冰冻了时间，但却把她每一帧的美留在这片星空之下。马青不了解柳一，不了解那个竟然会空手道的柳一，甚至在每日的过肩摔下，马青都不曾用对待女人的目光看待她。但就在刚刚，柳一那蠢蠢欲动的手，那微微红润着俏脸，那倔强的红唇，那踌躇不安的美眸，她的一切都在告诉马青，她是女人，一个洁癖的女人，一个从未被男人拥抱过的女人，一个从未主动去摸男人的手的女人，哪怕是伸手扶起他人，哪怕是这不是真正意义上拉手的拉手，在他心中都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存在。柳一永远的冷傲，永远的运筹帷幄，永远的扑克脸。她看起来是那么的强大，但她也是女人，在这极其具有攻击性的外表下，竟然小心翼翼地包裹着一颗青涩的心。这是马青第一次如此近距离了解柳一，不同于嬉皮笑脸的恶作剧中那拥抱，那是真正的看到了柳一真实的内心。这是马青第一次如此近距离了解柳一的美，不同于平日中身穿职业装一脸冷傲的柳一，那是星空闪耀下唯美的女人，那是青绿色风痕绕絮在她周围的女人。柳一走远了，美消失了。马青回过神，他起身拍去身上的草，跟着走了。柳一走在前头，马青走在后头，像是柳一领着一个跟屁虫。柳一秀眉一皱，心想，说到底还是视财如命的男人。提到扣工资，这也不胡搅蛮缠了，明天我会让财务给你加薪。柳一冷声道。不用。马青平静的道。柳一一听，知道这是马青虚伪的面纱。我会打电话的。柳一淡淡的道。
真的没必要。马青无奈的笑了，给你加薪你不要，反过来还怕因为迟到扣薪水。柳一不耐烦的道，其实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你这不是爱财，这是什么？还有什么可狡辩的？我要那么多钱，没有用。马青笑道。柳一稍微愣了一下，没说话。两个人一前一后的走着，走进楼栋。嗨，马青咳了一声，楼道里的声控灯瞬间亮了，照亮了柳一前行的路。柳一停了一脚，问道：不爱钱，又怕扣薪水，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扣的薪水，那是我应该得到的，却没有把握住的钱，我只是想把握住我已经拥有的而已，没什么矛盾。马青笑道。柳一又是愣了一秒，一个碎嘴子，一个一身贱骨头的人，嘴里吐出如此三观端正的话，怎么听都让人感到不自在。这是你自己不要的，别怪我没补偿你。柳一冷声道。说罢，柳一直接上楼。哎，不对啊！马青追上楼道，你误会了我，这跟工作没有关系啊。你通过加薪的方式弥补过错，这不论怎么看都太敷衍了吧。柳一没说话，秀眉一皱，更不满意了。在不得不承认马青的话确实有几分逻辑的同时，柳一心里烦得很。他做事向来雷厉风行，绝不拖泥带水，不喜欢麻烦的他偏偏遇到了马青，放在其他人身上，就这种事情给点钱也就打发走了，但马青却不吃这套，总是给自己添麻烦，总觉得自己被他故意刁难，可恨是他添的麻烦又是那么有理有据。到了楼层，柳一驻足在自己家门口，马青也停在自己家门口。柳一家门是指纹解锁，叮的一声门就开了。这时的马青还在从裤兜里掏钥匙。柳一用余光瞄了一眼马青那只流着血的手，那是马青扑到自己时手垫在自己脑后磕破的，皮开肉绽之中还有一些碎石在里头，看起来挺可怜的。进来，柳一冷声道。啊！马青一脸木讷之色，看起来呆呆的，傻傻的。啊什么啊！柳一用一种不准许拒绝的口吻呵斥道。我让你进来，你……马青一脸警惕的看着柳一道，还要打我呀？我看起来就那么喜欢打人吗？柳一冷声道。马青没说话，但却点了点头。柳一气结，丢了一句话，自己先进屋了，那是你找揍。细节的是，柳一走进屋子后，却并没有关上门。马青一看着柳一给自己留门，心里打着鼓，凑了过去。他是小心翼翼的，先是把头伸进去，确认柳一没有拿菜之类的东西，这才把走了进去。马青嘟囔着，不会是密室杀人吧？这时候，柳一从里屋走了出来。49，你良心挺大啊！这不禁给马青吓了一大跳。不过见得他手里拿着家用医疗箱，梅顷陷入了沉思。你受伤了？马青疑惑地问。受委屈的是马青，受伤的是马青，流着血的也是马青。可当马青看到柳一手中的医疗箱时，他却本能地问他是不是受伤了。这样的马青是柳一不想看到的。相对于马青是个人渣，如此懂得先关心他人的马青更难以让柳一接受。柳一没好气地将手中的医疗箱丢到地上，冷声道：给你手包扎一下。啊！马青憨厚地笑着，不用了，我家里有，你家没有。柳一冷声道。马青一愣，柳一没有去过马青家，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能如此断定自己家中没有医疗箱。不过有一点是真的，自己家确实没有准备这种东西。那谢了马青的。听到这声谢谢，柳一脸上更不耐烦了。给马青医疗箱是想弥补他对马青误会，这声谢谢听起来更像是他不接受自己的道歉一样，或者说医疗箱根本无法弥补他对马青的误会。马青蹲在地上，打开医疗箱，柳一看在眼里，烦在心里。进屋，柳一冷声道：不用了吧？马青苦笑，你家就2双拖鞋。话音未落，柳一踢过来一双一次性拖鞋，没来及扔，还能穿一次。柳一道。马青见状，笑容更牵强了。那马青道：门关上。柳一冷声道。说罢，柳一转身走进客厅。马青起身，想了想，回身把大门关上了，换上一次性拖鞋走进客厅。进了客厅，马青才发现沙发被换了个沙发套，看样子应该是柳一嫌弃自己用过的东西。意识到这点之后，他在客厅找了一处不会打扰到柳一的角落，蹲下来再次打开医疗箱。柳一抱着肩膀，看着蹲在地上的傻子。行了，柳一不耐烦的道。坐着，蹲着怎么处理伤口？马青看了一眼那崭新的沙发套，苦笑道：没事，没关系，这次是我准许的。柳一冷声道。那可……马青轻了一声，尽可能自然的坐在沙发上，道：谢了，明天我还可以买。
不差你个沙发套钱。柳依淡淡的道。马青，马青后悔了，这特么还不如蹲着呢。马青开始处理手上的伤口，本来就没有什么经验，加上一条胳膊脱臼，另一条胳膊的手还受伤了，这处理起来就更艰难了。不一会儿，马青便满头大汗，不是疼的，而是急的，因为此时此刻的柳依正在对面抱着肩膀审视着自己，可自己弄了老半天也没弄明白，估计他不会因为不耐烦把自己轰出去吧。想到这里，马青满脸黑线，心想着早知道如此就不该进来。柳依看在眼里，心里不是很舒服。马青这越笨，他就觉得他越可怜，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终于，柳依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马青听到柳依叹气，当即吓了一跳，心道：坏了，这是要赶自己走了。与其被人赶走，倒不如自己先走，这样看起来能体面点。那个，马青抬起头，笑道：我去医院。我来吧。柳依淡淡的道。马青，柳依冷着俏脸上前，从医疗箱里拿出来一副医用手套，然后蹲在马青的身前。手给我。柳依冷声道。欧马青应声，把手递给他。柳依握着他的手，开始为他处理伤口。因为有了手套，柳依脸上没有什么不自然，就是有些不耐烦而已。不过，就算隔着手套，马青还是可以感受到柳依手的温度。这是一双好看的手，一双手能被他保养得这么好，这究竟是多么精致的女人啊！不过，她的手好凉，好似一块永远无法捂热的冰。马青光顾着欣赏着她的手，却没注意柳依把酒精洒在她的伤口上。嘶！马青倒抽一口凉气，消毒会疼。柳依冷声道：你能先告诉我一声不？马青气急败坏的道：你这都把酒精洒上去了，你才告诉我。柳依不说话，用镊子把伤口里面的碎石夹出去。马青看着柳依细心的处理自己的伤口，笑道：没想到你……马青的话刚说一半，马青看到了黑色花边。马青是坐着，柳依是蹲着。马青的眼，马青的手，柳依的手，柳依的胸口成一条水平线。因为柳依穿着道服的缘故，稍微一弯腰，领子便打开了。于是马青原本的那句没想到你还有良心，到了后文就变味了。马青目不转睛的道：你良心真大呀！柳依闻声觉得怪怪的，稍微一皱眉。马青看得正入迷，可柳依的秀发太丝滑了，几缕秀发从香肩上散落下来，刚好把时间隔开了。马青满脸失望，这特么真有煞风景啊！马青艰难地抿着唇，不停地心里暗示着：柳依啊，柳依，你这头发散下来得劲儿吗？拨上去啊，拨上去啊，赶紧拨上去啊！似乎柳依也察觉到了头发的事儿，散落下来的秀发有些影响她的视线，于是她就轻轻甩了甩头，试图将秀发甩过去。遗憾的是，经过柳依多次甩头发，都不能把秀发甩到身后，这给马青急的恨不得他上手给柳依头发撩后面去。哎呀，你倒是用手啊，用手撩一下不就完了吗？这你孩子怎么这么懒啊？经过多次甩头发的柳依似乎也有些不耐烦了，终于腾出一只手，将这碍事的头发撂到身后。一直屏着呼吸的马青见状，长舒一口气，眼前视线再次开阔了起来。呼！这一瞬，马青就感觉自己获得了新生，已经瞎了的双眼重获光明。也正是马青长舒的这一口气，坏了事，这口气顺着柳依的锁骨直接钻了进去。柳依在给马青抹药膏，涂抹药膏的时候，柳依还打算提醒一下马青容易疼来着，但药膏抹上去的时候，马青一动不动不说，连个动静都没有，跟一具尸体一般。柳依察觉到了不对劲儿，紧接着一缕小风儿吹进自己的胸口，凉飕飕的，联想起马青之前那句你这良心真大，柳依终于意识到了什么。柳依那双冰眸子骤然冷了下来，她缓缓抬起头，冷冰冰地盯视着马青，不像是其他女孩子，见到自己走光早就发出了惊叫。时刻保持理性的柳依知道，既然马青都看到了，倒也不差他多一眼少一眼的。目前所需要思考的是，到底揍不揍他，是揍还是不揍？见得马青此时已经够惨了，柳依实在是下不去手。马青喉结滚动，紧张的咽下唾液，那眼睛直勾勾的，包扎好了。柳依冷声道：啊！马青目不转睛，淡淡的道：不急不急，慢慢来，慢慢来，没看够。柳依沉声道：这话让你说的，这上哪儿能看够去啊？马青没好气的道。骤然，马青瞳孔一震，浑身僵硬住了。柳依起身，抱着肩膀，
俯视着马青。那个马青脸色都绿了，慌张的道：“我不是故意的，我发现你这个人是真不长记性啊。”柳依有些看不懂马青，匪夷所思的道：“你说你都被打成这个德行了，还没脸呢？什么该看什么不该看，心里没有数？”不，马青欲哭无泪的解释道：“我是真没有办法呀。”柳依沉了一口气，握紧了拳头。马青一看柳依要动手，赶忙解释道：“你能理解我不？你想要我怎么理解你？”柳依捏着拳头，拳头被他捏得咔吱咔滋滋作响。“你自己什么身体条件，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啊？”马青可怜巴巴的解释道：“这特么谁能顶得住啊？我也知道挨揍，关键这眼睛根本不受控制啊。”柳依逼近马青，淡淡的道：“我看见你就想打你，我的手也不受控制。”等，马青赶忙叫停，道：“你这样，商量一下。”柳依不语，倒是想看看他能跟自己商量什么。“你看哈，今天你误会我了，给我一顿打，这事儿咱们没清，对不对？”马青慢条斯理的解释道：“你这样，我眼睛见，但说实话，我也没看到什么重点内容，就那个情形说白了，我去购物网随便搜一个内衣，打版图片也就你这样，你也不用有过多的心理压力，咱们算两清了，你看行不？”马青把自己这一身伤势展示给柳依看，道：“你看我现在这个造型，你还有下手的地方吗？你还有洁癖，血刺呼啦的，你不嫌恶心啊？”柳依叹了一口气：“行了，你走吧，别在这恶心我了。50，今天的柳依，曾经的自己。”马青走后，柳依叹了一口气，摘掉手套，随手丢进垃圾桶里，然后边走边解开腰带。走进浴室时，身上的衣物都滑落下来，泡在浴缸里。柳依心烦意乱，也不知道为何，不论是睁眼睛还是闭眼睛都是马青。说起马青，柳依有些事情始终没弄明白，这马青和米露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听米露的意思，只要米露有求于马青，马青敢不答应，脱个衣服，事儿就解决了。这事儿听起来就挺荒谬的。更荒谬的是，米露在马青面前脱衣服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可以说得上是这习惯有些年头了。这么多年了，马青好歹也是个正常男人，难道就没有对米露动过一次恻隐之心？按道理来讲，米露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差啊，马青这些年就能经得起诱惑，一次次挺过来。柳依不可置信地摇了摇头，觉得这事儿真的难以置信，甚至都开始让他怀疑这两个人私下可能发生过一次两次关系，只是不明说罢了。可转念一想，从马青的态度以及米露的态度，似乎这两个人真没有什么更深入的交流。柳依看不懂这两个人的关系，一方面不相信马青的人品，一方面又觉得米露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说谎，毕竟他还没有开放到那种程度。思绪一转，柳依又想到自己揍马青的种种。柳依有些日子没练空手道了，因为大多数问题都能用钱解决，所以就显得空手道可有可无了。自从马青出现，可以说得上是彻底唤醒柳依体内空手道细胞。这段时间可是好一顿练啊！马青怎么样姑且不论，如此高强度的训练，柳依都有些肩膀酸痛了。其实柳依也不是想揍马青，关键总能发生一些自己不揍他说不过去的事儿。不过细想想，有一点确实是真，今天早上自己追马青不慎摔倒，如果马青就那么跑了，把自己丢在街上，那么多双眼睛看着自己，自己确实很难堪。可想到自己就那样被那个畜生占了便宜，心里又不太平衡。思绪又是一转，柳依想到方才马青扑到自己的时候，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偏偏自己倒下去的位置有石子，再次让人占了便宜不说，然后人家还振振有词：“你看，要不是我，你这会儿就在医院了。”两次都是这样，马青给了柳依挨揍的理由，但偏偏这两次都有马青明目张胆占自己便宜的合理性，这就给人一种拳头打在棉花上一样，不吃劲儿，软绵绵的。想了这么多，柳依心态有些炸裂。哇，怎么会这么烦啊？为什么自己追他的时候会摔倒啊？为什么他扑向自己的时候，自己能被他得逞啊？明明是草坪，怎么偏偏那个位置有石子啊？柳依实在无法面对发生的事实，更无法联想马青占了自己便宜后那一脸舒爽的表情。估计这时候马青肯定躲在被窝里透着乐呢。哇，好烦，好烦，真的好烦。事实上正是如此。隔壁的马青趴在床上傻笑着，天花板上的灯是圆的，马青望着天花板上的灯，这看着看着就出现幻觉了，重影了，好像灯泡上有黑色的花边。哎，财阀确实不一样哈，这灯真圆啊，真白啊，
真好。马青起身，随手打开灯。哎，我透！哈哈哈哈哈！这黄眼睛豆！哈哈哈哈哈！马青又赶紧把灯关了。不行，不行，顶不住，顶不住！这谁能顶得住啊？这么黄眼睛，挨揍是挨揍。要问挨揍疼不疼，那确实是疼，但也不知道因为个啥，马青就觉得心里特别开心。倒不是说马青有自虐倾向，总之就是非常开心，莫名的开心。笑归笑，想起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马青便笑不动了。柳依想要伸手扶自己起来时，那踌躇不安的模样，直至现在仍然历历在目。马青打心里觉得这是个好女人，那份干净，那份单纯，像极了曾经的自己。当年的马青就是如此，不懂爱情，更不懂得如何去爱一个人。不经意间触碰到尤红的手，心惊肉跳的都会让他几天无心听课。在马青的世界观中，爱是一辈子的事情，陷入爱中的人应该是羞涩的，心有灵犀的一次对视都会脸红，接一次吻都是一生一世相守，解开衣带都是一生一世的守护。分手的那天，离开的不仅仅是尤红，他把马青的恋爱观炸了个细碎。那时的马青才知道，当今的爱情最廉价，会玩的不仅仅是男人，放开的女人比男人更会玩。但在今天，当马青看到那个站在星空下的女人时，当他看到被青草染绿的风痕绕絮在他周围时，当他看到他那蠢蠢欲动的手，当他看到他踌躇不安抿着红唇时，他那已经支离破碎的世界观被柳依迅速重组。这一刻，马青世界瞬间变得清晰起来，曾经的美好向往再次重现。其实廉价的不是自己和尤红的爱情，而是自己那不堪一击的世界观。我失去的只是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而已，而他失去的是最爱他的人，从头至尾，只是他消失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已，仅此而已。次日天亮，马青没有睡过头，他早早的起床，早早的洗漱，然后跑到阳台上，喝着牛奶，吃着面包。隔壁阳台门被推开了，柳依走出卧室，马青等的就是这一刻。见得柳依家阳台门开了，嘴里还叼着面包，便打招呼：哟，这么。柳依推开门，走出卧室，看着外面蔚蓝的天空，不禁张开臂膀，一脸惬意的抻了个懒腰。温暖的阳光正对着柳依，柳依像是向日葵一般舒展身体，温和的光芒轻柔地挥洒在她的娇躯，那纤细的玉臂，那精致的锁骨，那绝世容颜在阳光下泛着神性的光泽。马青在柳依的侧面，伴随着柳依身体的舒展，马青直接傻眼。那个曼妙的曲线，柳依的柔美把马青魂勾走了。嘴里叼着的面包落在地上，他瞠目结舌地看着眼前的柳依，原本是一句正儿八经的打招呼：哟，这么早啊？因为眼前的景象太过于精彩，出于本能，这下文就变形了。哟，这么大呀？马青呆呵呵的道。原本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因为马青的出现，柳依美好心情尽毁。柳依冷眸子唰的一下子锁定住那边目瞪口呆的马青。你说什么？柳依很生道。啊！马青惊觉，挠着头，望着太阳，讪讪的笑道：今天太阳好大呀！哈哈哈哈！柳依后悔了，明明已经知道他在说什么，却偏偏要问这么一嘴，这反而倒是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早知道如此，就该直接揍他。51，胳膊受伤了，但却丝毫不影响跑的速度。恶心！柳依嘟囔了一句。顺手，柳依摸出手机，时间还早。马青笑道：还有1个半小时打卡。柳依看了一眼手机，还真的是。今天上班吗？马青问道。管好你自己就行。柳依冷声道，言外之意就是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马青当然听得懂，但他还是厚着脸皮笑道：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去，我帮你请假，毕竟这玩意得1个星期。话音未落，柳依猛地看向他，喝道：我是1分钟不揍你，你就难受是吗？不，马青笑道，感冒不也是1个星期才好吗？柳依看了一眼马青，一条胳膊脱臼，另一条胳膊的手还受着伤。我是真没明白你这个人。柳依抱着肩膀，看着马青，淡淡的道：你都这个德行了，怎么还管不住自己的嘴呢？哈哈哈哈！马青大笑道：要不怎么说我是销售经理呢？就靠这张嘴赚钱呢，我总不能学点空手道，用武力逼着我客户买单吧？柳依两眼一眯，有点动手的意思了。马青见状，赶紧把这口牛奶咽下去，道：说点正事儿，今天米露应聘的事儿怎么弄？那是你的事儿。柳依冷声道。马青点了点头，道：有你这句话就好，
如果米露在你手里受委屈了，你有个心理准备就行。柳一补充道。噗！马青刚要咽下去的牛奶瞬间喷了出来，嗨嗨咳！马青咳得满脸通红，没好气的道：“不是吧？我问你什么意思？你不说，然后我办的不合你意，我又要挨揍。米露帮我取文件，公司都知道他和我有关系，这几天他没少找你，估计公司也知道你们认识。今天他入职，关乎到我颜面的问题，如果太难看，公司人说了我闲话，说到后文。”柳一不说了，递给马青一道充满攻击性的眼神。马青听出来，感情这柳一是担心自己在米露身上动手脚，故意在岗位上给米露难看。面对柳一威胁，马青忽然笑了，他淡淡的道：“放心，我还不至于卑鄙到这种地步。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谁跟你生活是生活了？”柳一呵斥道：“我跟你只有工作关系。好好好，你长得好看，你说什么是什么，我会安排好的，行了吧？”马青妥协道。柳一见得马青态度不错，这算是不跟马青计较了。随后他又想了想，问道：“你打算怎么安排？告诉你也无妨。不过……”马青眼珠子一转，问道：“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可以问。”柳一道，“但我不一定回答。”“就是。”马青一本正经的道，“我平时早上起来刮胡子挺烦的，总是刮不干净。”柳一闻声不禁一愣，心里还想着这马青没事说这种奇怪的东西干什么。可马青举拳轻咳，强忍笑意，然后比划着自己腋窝位置，问道：“我看你腋下那么光溜，我合计问问你，平时你都用什么工具？”说罢，马青转身就跑，留给柳一的只有一道爽朗的哈哈大笑声。柳一回过神，气得满脸羞红，抄起手机就要砸过去。可马青跑得溜快，没影了不说，他还听到一声重重的关门声。平，柳一贝齿含唇，直接追了出去。开门时，马青都已经跑没影了。柳一又折回阳台，两眼死死地盯视着楼下的马青。马青！柳一指着马青。马青嬉皮笑脸地看着楼上的柳一，别刮了，那东西跟胡子一样，越刮越重。马青笑道：“你……”柳一气结，但眼下追是肯定追不上了，可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马青走，他又心有不甘。一怒之下，柳一直接把手机砸向马青。马青本来都要跑远的，见得柳一把手机丢下来了，他又跑了回来，纵身一跃，接住了手机。见面还你。马青笑道。说罢，马青一骑绝尘。柳一看着马青跑远，一拳重重地砸在阳台上。万兴集团，这日马青来公司的时候是走进来的。马经理，您的手。前台美女担心的道。哦，马青笑道，没事儿，昨天擦伤了。马青前脚要走，王磊后脚跟了上来，他一瘸一拐。马青回身看他，笑道：“这膝盖咋了？昨儿让弟妹安排了呀？”哈哈哈！王磊打卡，没好气的瞪了一眼马青，理都没理，直接走了。马青耸了耸肩膀，也没说什么，跟着走进电梯。到了办公区，马青走进办公室，简单整顿一番，马青坐了下来。他摸出手机，拨通米露的电话号码。电话里是米露迷迷糊糊的声音，这应该是没睡醒，不应聘了呀。马青没好气的笑道。对哦，米露一下子从床上腾了起来。几点来？马青叹了一口气，吃饱了去。米露道。定个时间。马青不耐烦的道。我把时间腾出来，碰上工作了，没时间搭理你。没时间。米露态度坚决的道。我到了，如果你没时间，我帮你腾时间。马青，唉。马青无奈的叹了一口气，这米露果然是个麻烦。行了，也就这样了，还是说正事儿吧。应聘的时候，你别直接说进销售部。马青道。不进销售部，我干什么去了？米露没好气的道。你说你应聘柳一的助理。马青道。为啥呀？米露不理解的道。听话。马青道。好吧。米露想了想，道：你不许忽悠我，不然有你好看。行了，行了，挂了。马青没好气的道。嘟嘟嘟，电话被马青挂断了。马青等了米露一上午，这一上午，马青是一动不敢动，生恐这捣蛋鬼什么时候过来。如果赶上自己碰巧不在，他指不定弄出来什么幺蛾子。直至午休时间，米露还是没有来。马青起身走出办公室，合计着去楼上吃口饭。刚开门，撞见了柳一。身穿直接装的柳一气质非凡，见到马青的时候，眼底浮现一丝厌恶，不禁加快了步子。马青笑盈盈地追了上去，把手机递给柳一，道：刘总，您手机掉了。
柳一驻足，看了一眼手机，没有接手的意思。可眼下这么多人，就这么走有些不太好。谢谢。柳一接过手机。就在柳一伸手接过手机的时候，马青笑盈盈的道：“我没看你隐私。”柳一没说什么，趁着大家不注意，高跟鞋狠狠地踩在马青的脚面上，转中再碾，碾中带转，谅你也不敢。柳一从牙缝里挤出来这么一句话。柳一接过手机，冷哼一声，走了。在他走到垃圾桶时，他又停了一脚。马青见状，不禁满脸黑线。不是吧，你就有洁癖，也不至于当着这么多人面把手机扔了吧？我特么到底有多脏啊？柳一犹豫了一下，似乎他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回头冷冷地看了一眼马青，走了。马青见得柳一没有当众把手机丢进垃圾桶，不禁松了一口气，好在面子是保住了。柳一走进办公室后，关上门，直接就把手机丢进垃圾桶，手机卡都不要了，因为早上在来公司前他就已经补过了。52米路应聘。下午，柳一办公室，咚咚咚，3声敲门声。进柳一淡淡的道：“人事部的人推门而进。刘总，有个人要应聘助理。”柳一一愣，放下手中的钢笔，抬头看向他，问道：“我没有招助理，那您的意思是？”简历给我看一眼。柳一淡淡的道：“好的。”他把简历放在柳一的桌前，柳一翻开简历，其他的没看。当他看到照片中的米露时，陷入了沉思。半晌，柳一抬起头，将简历推了回去。这人我认识，条件不错，先让他去销售部锻炼锻炼吧。柳一淡淡的道：“刘总，他应该是您的朋友吧？这样会不会？”没关系。柳一平静的道：“在我这里按实力说话，你去把简历给马经理吧，让他安排。”好，那我用告诉马经理。话音未落，柳一冷声道：“不需要，合不合适他说了算。”良久，马青的办公室，这会儿的马青打着哈欠，抬起手腕看了看腕表上的时间，心道：都这个时间了，米露应该不会来了吧？这时候，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咚咚咚，请进。马青道。人事部的员工推门而进，他把一份简历放在马青的桌子上。马经理，这个人要进销售部啊。马青打开简历，看到照片中米露时，一个头两个大，这哈佛大学毕业的来销售部屈才了吧？这名员工一脸难色，道：其实他是要应聘助理的，然后刘总说让他先到您这里。哦，刘总还说什么了？马青问道。他说合不合适，您看着办。马青起身，嘟囔了一句：我看看吧。说罢，马青走出办公室，他来到办公区，拍了拍手，把大家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手头的工作都先放一放。马青淡淡的道：都到会议室，开个培训。销售部门的员工闻声，一脸懵逼，一个个你看看我看看你，没明白怎么回事。虽然是猛的，但大家都动了起来，放下手头的工作朝会议室走去。人事部的员工一脸懵逼，心想着这不是要给他做应聘吗？为什么又要开培训啊？马经理，那应聘那个人。哦，马青道，你把他弄会议室来。哦，人事部的员工不理解，但还是答应了下来。但这人再回人事部前犹豫了一下，最后决定在把米露叫来之前，先去告诉柳一一声。柳一听完人事部的报告，不禁一愣，手中的钢笔再次放下了。他到底是做应聘还是培训？柳一问道。不清楚。人事部员工道。柳一心想，这马青搞什么鬼？收起思绪，柳一抬头吩咐道：按他说的做吧，他的员工，他安排。人事部的员工离开了。柳一思考一番，最终还是没能明白马青这是什么意思。处于好奇，柳一起身走向销售部的会议室。销售部的会议室，成员齐聚，马青坐在 C 位，静静的等待着。门开了，推门而进的是柳一。马青一看柳一，赶忙站了起来，道：刘总。众人见状，也纷纷站起来，原本安静的会议室瞬间乱了起来。柳一摆了摆手，道：忙你们的，我来看看，不用管我。说罢，柳一走到最里头，站在角落里，抱着肩膀，冷眸盯视着马青，有点虎视眈眈的意思。又过了一会儿，会议室的门被敲响了。马青看了一眼那边的柳一，确认他没有说话的意思后，马青才道：进。人事部的员工带着米露走了进来。马经理，这就是米露。员工介绍道。米露也算是规矩，最起码还是只要演一演的。马经理好。米露笑盈盈的道。马青点了点头，态度上还算是冷漠的。
很难让人能看出来这两个人是朋友。不过，等米露看到角落中的柳依时，那双紫罗兰色的双眸骤然一亮，俏脸也随之一喜。他刚要招手打招呼，马青暗地里就踢了他一脚。那边的柳依秀眉也是一皱，米露可爱的吐了吐舌头，这算是没声响了。马青一看米露也来了，道：“今天两个事儿，一个是我身边这位美女要加入销售部的事儿，另一个就是顺便给大家搞个培训。”众人不解，这两件事都明白，但放在一起就有些让人难以理解了。但话说回来了，米露这个人大家都有见过，经常给刘总取文件，就看出来这女人和刘总关系非同一般。加上上次马青抱着她肩膀的事儿，还惹起大家一番议论，议论着她是不是马青的女朋友。虽然事实证明她并不是马青的女友，但也看得出来这两个人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如今这女人要进销售部，马青完全可以凭借一句话就可以解决啊，犯得着这么大费周吗？种种疑惑大家都藏于心中，只能继续看马青到底是什么意思。马青把位置让了出来，对身边的米露道：“介绍一下自己。”哦，米露应声，随后朝前踏了一步：“大家好，我叫米露，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米露自我介绍着。从米露第二句开始，哈佛大学几个大字出来那一刻，全场哗然。一套自我介绍下来，众人瞠目结舌。此时此刻，每个人的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这样的人才进销售部。好了，马青笑道，想必大家也看出来，哈佛大学毕业的来做销售，有些屈才了是吧？众人虽然没说什么，但却本能的点了点头。其实他是要应聘助理的，来我们销售部只是锻炼锻炼。马青笑道。众人惊觉，这下大家都释然了，这样才合情合理。难怪之前一直帮柳依取文件，原来是要来应聘助理的啊。但是呢，马青话音一转，用一种严肃的口吻强调道：“大家也知道，我们部门之所以业绩好，是因为有着严苛的要求。在座的每位员工都知道，入职前都是有实践考核的，也就是说现场开发客户，能成功约到客户的才能入职。”经马青这么一说，大家想起来曾经入职的往事，其中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王磊。按照当时公司的规制度，王磊的学历是不符合最基本的应聘要求的，但王磊现场的电销确实让人瞠目结舌，最终破了公司的先例，招他入职。那边的柳依闻声，秀眉一挑，觉得有趣。马青再次开口道：“主管，你去把部门最难搞定的客户资料拿来。”主管闻声不禁一愣，有些意外的看着马青，他觉得马青可能搞错了。去啊！马青道。愣着干什么？喔喔！主管一路小跑，到了门口时，他回头问：“最难开发的客户？”马青点头，强调道：“记住，是最难开发的。”哦，好。主管应声，跑出会议室。53入职考核。众人见得马青来真格的，不禁有些意外，私下也开始小声议论了起来。马经理是不是有点太狠了呀？是啊，米露好像还是刘总朋友呢。对啊，这不论怎么看都好像是故意为难他吧。我看啊，咱们马经理是大公无私，朋友怎么了？王磊还是马经理朋友呢，工作上不还是一样？哎，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可是刘总那边不会不开心吧？对啊，这要是给米露难住了，这事儿可就不好收场了。米露气鼓鼓的看着马青，生气了。什么嘛，这不是明摆着难为我吗？马青瞪了一眼米露，懒得理会他。不一会儿，主管抱着文件又一路小跑回来。经理，这些主管把文件放在桌子上。马青拍了拍桌面上的资料，道：“你确定这些都是最难开发的？别弄错了，不能。”主管信誓旦旦的道：“这些都是最难开发的客户，没人能约来。”马青从里面随便抽了几张递给米露，道：“米露，你打电话试试看。”米露可怜巴巴的看着马青，迟迟不肯接。虽说米露嘴上不能说什么，但那个表情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你这不是明摆着为难人吗？你们都开发不出来的客户给我开发，什么意思吗？那边的柳依皱了眉，觉得马青有些过火了。马青眼睛一瞪，气冲冲的样子。米露一看，只能不情愿的接过资料，摸出手机，按照上面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电话被接通了。喂，是男人的声音。您好，米露柔声道，请问是关哥吗？嘟嘟嘟，米露都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一句话刚说完，电话就挂断了。米露抬起俏脸，可怜巴巴的看着马青。换一个马青淡淡的道：“没办法，
米露又找了一个电话号码拨了过去。喂，哪位？还是男人的声音。您好，请问是王先生吗？米露柔声道。是。你哪位？男人道。米露一听，俏脸露出喜色。有戏。是这样，我是万兴集团的。米露兴致勃勃地介绍道。嘟嘟嘟，米露又是一懵，这电话挂断的也太快了吧。米露放下手机，一脸求助地看向马青。再打一个。马青淡淡的道。啊。米露一脸苦涩。还。话音未落，马青眼睛又是一立，这算是把米露的后文给吓没了。好吧，米露可怜巴巴的再次拿起一份资料。不一会儿，电话又接通了。您好，请问您是赵先生吗？米露问道。啊，什么事儿？电话另一头是麻将的声音。是这样，我是万兴集团的，请问您现在忙吗？米露问道。忙。嘟嘟嘟，米露放下手机，美眸死气沉沉的看向马青。我有点热了。米露道。此话一落，柳一和马青同时一惊，别人可能听不出来什么，但他俩可明白，这米露是要脱衣服了。如果马青继续这样下去，估计散会后米露就跟着马青进办公室，之后米露就开始一展身手了。马青慌了神，感觉差不多了，便举拳轻咳。哎，那个。马青清了清嗓子，道：差不多了哈。我先问一下，这几个客户有谁成功约到吗？马青问道。此话一落，全场寂静无比，落针可闻。显而易见，大家都没能成功开发到这些客户。马青见状，满意的点了点头，道：不错，之前我有跟你讲过优先级的问题，优先开发高质客户，像是这些约不到的客户尽可能的放到最后。马青这番话一出，全场再次懵逼，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既然是优先开发可以成交的客户，那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些开发不到的客户资料拿出来？马青见得每个人脸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疑惑，当即再次笑了。他拿起刚才米露拨打过的资料，这也是我今天培训的目的。马青看着手中的客户资料，道：课题为如何开发高难度客户。马青把米露打过的电话号码展示给大家看，道：这些米露刚才打过，都没能成功约到，大家都有看到的，对吧？众人点头。马青摸出手机，直接拨打过去。众人见状，瞠目结舌。我的天哪，这个电话不是打过吗？这是不可能成交的客户，约都约不来的。难道马经理有把握给他约来？不现实吧？要知道，就在刚刚，米露已经给他打过一次电话，这么短时间又给人家打一个，人家很容易不耐烦的。客户这种情绪下是很难成交的。柳一见状，有趣的挑了挑秀眉，兴趣更足了。他倒是想看看这个马青究竟有多大本事。要知道，这难度可不低呀，3番5次给人家打电话，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被人骂的。如此高难度的课题，约不到是小事，一旦被客户骂，这么多人在，这很难下来台吧。电话被接通了，不等客户开口，马青直接笑道：关哥，下午好。下午好，您是哪位？男人疑惑的道。啊，马青笑道：我是小马呀。小马？男人懵了。关哥现在不忙吧？马青再次笑道：啊，不忙。您？男人道。话音还是未落，马青立即开口道：关哥，我这次给您打电话就是想跟你道个歉。啊？男人彻底懵了。道歉？是这样，上次呢，您来我们这边看房，我这边并没有给你选到你喜欢的户型。马青笑道。啊？男人笑了。你说这事儿啊？啊，是，上次看了一眼，不太合适。这样，根据您的需求，我这次做足了功课。您看您明白上午有时间还是下午有时间？马青笑道。接下来就是马青一顿胡勾八扯。挂断电话的时候，全场懵逼，1秒、2秒、3秒，下面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就连那边的财务部也跟着鼓掌。柳一面色平静，慵懒地抱着肩膀，不禁满意的点了点头。马青看向众人，道：没看明白吧？众人点头。米露刚才打了好几个电话，大家发现这些客户的共同点了吗？马青问道。下面的员工纷纷给出自己心目中的答案。态度不好，没耐心。柳一听着大家给出的答案，无奈的摇了摇头。他们说的都不对。米露刚才拨打的那些客户共同点就是秒挂电话。与此同时，马青摇了摇头，拿起记号笔，转身在写字班上写下秒挂电话。54，话术，
众人沉默了，似乎真的是这样。很多客户挂电话都是特别快，自己的话没说话，那边直接挂。马青又抛出一个问题：那你们知道客户为什么挂电话特别快吗？众人还是不解，因为这类客户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想要最短的时间里获取他所需要的信息。随后做出判断，马青道。马青看着大家，笑道：平时我有听过你们的打电话方式，在这里我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比如马青竖起第一根手指，道：您好，请问是王哥吗？马青左手摆了摆那根手指，道：这句话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对方一听就知道，这是陌生人，不认识，直接挂。还有马青竖起第二根手指，道：您好，我是万兴集团米露。马青摇了摇头，道：万兴集团米露，推销的，直接挂。再者，马青竖起第三根手指，道：是这样，我这边有个特别好的消息通知您。抱歉，马青再次摇头，叹道：类似这种好消息他一天都听800多遍了，直接挂断了。最后马青竖起第四根手指，道：您好李先生，请问您现在忙吗？马青叹了一口气，道：这个处于本能，顺嘴就是一句忙。众人闻声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这确实是他们打电话的习惯。那么好，问题来了。马青话音一转，道：那为什么刚才米露打过的电话号码，我再一次拨打的时候人家并没有反感，反而还被我约过来了呢？众人一脸懵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啊，为什么啊？首先排除一点哈，我没逼他过来。马青笑道，毕竟我不会空手道。说这话的时候，马青特别瞄了一眼角落里的柳依，别人听不懂这句话，柳依可听得懂马青的冷嘲热讽。马青此话一落，柳依俏脸立即蒙上一层寒霜，冷眸中的寒芒立即锁定住马青。马青见状，立即避其锋芒，言归正传。马青举拳轻咳，解释道：这些客户呢，肯定是有需求的，如果有没有需求，当初也不可能给你们留联系方式。从这点上来看，他们身上是有成交几率的，但之所以一直没有成交，是因为你们约客户的方式出现了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的用词？首先，马青再次竖起一根手指，道：我第一句话说的是下午好，关哥，而不是您好。请问您是关哥吗？看似都是打招呼，但效果上确实截然相反的。马青解释道，前者说明我跟他很熟，后者虽然礼貌，但听起来就没有亲切感。其次，马青竖起第二根手指，道：我第二句话是我是小马呀。如果你们足够细心，当时你们应该能听到关先生疑惑的声音。对此，马青解释道，那时候关先生是一脸懵的。小马？哪个小马？我跟你咋认识的？从此，马青竖起第三根手指，道：我的第三句话是关哥现在不忙吧？这句话本身就是带有一定的引导性。马青神秘的笑道，第一，顺口就是不忙。第二，他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始终没有弄明白我是谁，或者我找他有什么事儿。再次，马青竖起第四根手指，道：我的第四句话是我这次给您打电话，主要是想跟您道个歉。此时，不论是谁，彻底懵了。马青摊开双手，装作一脸疑惑的样子，解释道：道歉？为什么道歉？这人到底是谁？最后，马青笑道：我就开始我的胡勾八扯，最终还是把他约了过来。经过马青的解释，众人如雷贯顶，场面一片哗然。下面再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掌声落，马青笑道：其实你们应该能发现，他在与我通过的过程中，全程都是蒙圈的状态。第一时间他根本获取不到他需要的信息，而我也没有给他机会讲话的机会，聊天的节奏始终是按照我的节奏来。在这里，我总结一点。说罢，马青再次转身，用记号笔在写字板上写下意外性，伴随着马青用记号笔把意外性这几个大字圈起来，他重重地强调道：跟这种不愿意听你们讲话的客户，你一定要让他们感到意外，让他们始终保持着，让他们始终拥有一种新奇感，这样你才能让他们做到耐心听你们讲话的目的。众人大彻大悟，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欣喜的表情。学到了，学到了，马经理果然是高啊，厉害，厉害。好了，马青拍了拍手，再次拿起之前米露打过的电话号码，道：下面的时间，我把刚才米露没有成功约到的客户重新约一遍，然后你们记好笔记，尽可能的记下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众人齐刷刷的拿出纸笔，目不转睛的盯视着马青。
唯有柳一，他有趣地打量着马青。在不得不承认马青确实有极高的销售手段的同时，他又觉得这事儿蹊跷，似乎这里面另有玄机。因为马青现在要做的是让米露入职，但眼下做的这些跟米露入职并没有直接关系。马青拿起手机，不断地给客户打电话。让人称奇的是，马青的销售套路十分多样，奇怪的套路层出不穷。电话另一头的客户听得一愣一愣的，硬生生的没有机会挂断电话。结果上也是一样，大家没能约到的客户最终都被马青拿下了。众人手中的笔没有听过，到了最后，因为重点实在太多了，用笔根本就跟不上，索性大家掏出手机，直接打开录音功能。一连串，马青拨打了10多个电话，三言两语的都被约到了。马青的行动完美的证明了，这些客户并非不能开发，也就仅仅局限于难以开发罢了。正如马青之前所说的那般，如果这些客户当初没有购买意向，就不会留下联系方式了。半个小时后，马青放下手机，好了，今天的培训就到这里了。马青笑道。众人闻声，下面响起激烈的掌声，每个人的脸上都崇拜。柳一没说什么，心想该到米露了。55共赢。马青摆了摆手，掌声落。马青转身看了看身边的米露，对大家道：对于米露加入我们销售部的事儿，大家也知道，他也只是来锻炼的，他最终的目的还是咱们刘总的助理。对于米露的安排，马青低头思考了一番，忽然抬起头笑道：这样吧，部门不需要给米露任何客户资源，因为他最后的岗位和你们不同，跟你们分资源没有任何意义，到头来还影响你们个人的薪资以及业绩。米露一听这话，俏脸苦了下来。背地里，米露不断用手指捅马青的屁股。干嘛啊？1分钱都不让我赚啊？没有客户资源，难道让我到外面自己开发啊？马青烦得不行，不停地把他的小手往一边扒拉。真烦，老子话还没说完呢，你在这一直捅咕我干什么？让同事看到了算怎么个事儿啊？还有，你说你捅咕哪个地方不好，非得捅咕我屁股？嗨，马青清了清嗓子道。至于米露的工作内容安排，马青看了一眼这一摞大家都开发不出来的客户资源，淡淡的道：就这些难以开发的客户资源吧，虽然开发难度大，不过我觉得既然他的目标是要成为刘总的助理，想必助理的工作难度更大，提前适应工作压力也是应该的。最主要的是不影响大家的业绩。此话一落，全场不禁点了点头。大家在钦佩马经理的智慧同时，也打心里觉得这样的安排很合理。倒是米露不乐意了，原本是捅咕马青，这会儿就变成掐了，那小嘴儿撅的可高了。马青一边忍着剧痛，一边假装低头思考，然后抬头道：就这样，以后大家有开发不出来的客户，就把客户资料交给米露这里，让他进行2次开发。你们主要的精力还是要放在那些质量高、购买欲强烈的客户身上。当然，马青笑道，经过这次培训，我希望大家都有得到提升。米露拿不到你们的客户资源，这是我最想看到的情况。众人一听这话，不禁有趣的笑了。柳一闻声，嘴角勾起一个让人难以琢磨的弧度，似笑非笑的感觉。马青这个人，嘴确实是碎了些，还是个大色狼。不过万兴集团的销售经理，实至名归，甚至毫不言过的讲，马青是柳一所见过的最拥有智慧的男人。铺垫了这么多，可谓阖家欢乐。第一，马青想给米露特殊待遇，但奈何大家都知道这2个人的关系，有事儿做的不能太明。为了更合理的达到给米露特殊待遇的目的，所以马青故意让米露应聘助理，然后让自己把他往马青那边推，打着来销售部锻炼的口号。这样一来，就明显和大家拉开了待遇上的差距。第二，米露忽然入职，他又和马青有一层关系，每个人都会担心他会抢大家的蛋糕。对此，马青特意搞这么个培训，一方面教大家如何处理难成交的客户，另一方面也让米露得到一些大家并不优先开发的客户。如此一来，大家都能接受，甚至还觉得很合理，可以说得上是极大限度地提高了集体的利益。接下来就是重点问题了，米露待遇的问题。柳一抱着肩膀，换了个姿势，有趣地看着马青，拭目以待。果然不出柳一所料，马青铺垫好这一切之后，开始安排重点了。只不过米露在那边还像是个怨妇一般，不断掐捏着马青腰间的肉。哎呀，马青不耐烦的道：你能不能消停点？掐多长时间了？其实大家早就看到米露的小动作了，只是没人道破罢了。见得马经理被掐鸡皮酸脸的，大家不禁笑出了声。
都觉得平时都很严肃的马青这时候的反应很有趣。米露俏脸一红，扭扭捏捏的不说话了。那个马青舒一口气，道：“米露薪资的问题，刘总，这个怎么算？按照我们销售部底薪算，还是按照助理实习期薪资算？”柳一慵懒的抱着肩膀，冷声道：“他只是去你们销售部锻炼。”明白了。马青点了点头，道：“米露的薪资是助理的工资，跟我们销售部不发生关系了。”说完，马青还嘟囔了一句：“正好，不然又有人说我对待员工不公平了。”本来是嘟囔的一句话，虽然声音不是很大，但还是被大家听到了。哈哈哈！众人大笑。好了，马青没好气的道：“别笑了。”大家收起笑声，但每个人的脸上还是挂着浓浓的笑意。马青又转身打量着米露，道：“既然都来咱们销售部了，虽然对你没有什么业绩要求，但好歹也得给你点销售福利。这样吧。”马青转身看向大家，道：“考虑到他得到的资源比较难开发，我不忙的话，我就带带他，能赚点就赚点。”好了，马青一拍手，道：“就这样了，散会吧。”众人起身，准备离去。等下，马青又叫住了大家。众人，马青苦笑道：“你们手下留点情面，好歹是未来助理，给他剩几单，别教你们东西了，到最后一点不剩，起码你们也得让人家姑娘喝点汤啊。”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是玩笑话。虽然是经过培训了，但要说达到那种接下来100%开发客户，那是不可能的。毕竟马经理教给大家的东西，也不是大家1天2天就能吸收掉的。哈哈哈哈！众人大笑。马青笑着摆了摆手，道：“去吧，都去忙吧。”众人离去，会议室里就剩下马青、人事部、米露、柳一几人。柳一踩着高跟鞋走了过来：“米露，你跟着人事部去写合同吧。”柳一淡淡的道。“哦。”米露应声。随后，人事部的员工带着米露也离开了会议室。如此，会议室中就剩下马青和柳一2个人。刘总，马青讪讪的笑道。柳一冷着俏脸，踩着精致的高跟鞋走到马青身前：“您看这样安排行吗？”马青笑道：“怎么？”柳一冷声道：“想听我夸你，总比揍我好吧？”马青道。柳一高跟鞋踏在马青的脚面上，背齿含唇，近乎倾尽全力的去碾压马青的脚面。“今天早上的账还没算呢。”柳一冷声道。马青疼的是龇牙咧嘴。柳一冷哼一声，与马青错身而过。马青吃痛的揉着脚面，气急败坏的道：“不夸就不夸呗，踩我干什么？”停！回应马青的是一道重重的关门声。56口碑提升。今天热闹非凡，公司上上下下都在议论这件事。喂，听说了吗？刘总招到新助理了。是吗？谁啊？就前几天给刘总取文件的那个。哦，你说那个混血美女啊？我可跟你说，那美女可不简单呢，据说是哈佛大学毕业的。这时候，一位销售部门的员工把话茬接了过去。嗨，哈佛大学毕业的能怎么样？这人神气的道。最后不还是没能约到客户，到头来还是我们马经理厉害。有人感到奇怪，问道：“人家是助理，约客户干什么？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柳总把他安排到我们销售部门锻炼，今天我们马经理培训的时候，他入职的。死！听众们倒抽一口凉气。不是吧？刘总这么严苛啊，竟然把他安排到销售部门锻炼。当然了，而且啊，不仅如此呢，我们马经理为了不让我们少业绩，最后决定把最难开发的客户资源交给他。啊？这时就有人不理解了，问道：“那不是明摆着为难人吗？你们这些资深的销售人员都开发不了的客户交给人家，人家能出单吗？”没事儿，销售部门的员工大手一挥，道：“我们马经理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最后决定帮他完成那些难以成交的客户。”哇，这么好啊！这样一来，你们销售部门整体业绩又会提升啊。当然了，不过我听说他好像跟马经理认识吧？听说他们还是很好的朋友呢。朋友怎么了？销售部门的员工眼睛一瞪，生气的道：“我们马经理在工作上可不认朋友，一视同仁的。”就这样，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前前后后没过几个小时的时间，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了这件事儿。马青和柳一的口碑再一次得到了提升。米露填写完入职合同之后，气鼓鼓的来到柳一的办公室，推开门，米露撅着小嘴儿拽住柳一的胳膊。柳一米露委屈的道：“你看 Andy， 他欺负我。”柳一忙着写方案，
输血的那条胳膊被米露不停地拽着，最终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钢笔。安排的挺好的，柳依淡淡的道：“好什么好？他把最难开发的客户都交给我，你也不管他。”米露赌气道：“我拿什么管？”柳依没好气的道：“你看他现在主意就这么整，你要是再不管，以后不得翻天啊！”米露嗔怪道：“跟我没什么关系。”柳依淡淡的道：“这话你说的傲。”米露指着柳依，严肃的道：“说罢。”米露气冲冲的往出走。“你干什么去？”柳依道：“我去跟他开房去，今天非得给他教育的服服帖帖的不可。”米露狠声道。柳依一听，叹了一口气，道：“回来。”米露闻声，耳朵一立，笑盈盈的转过身：“着急了吧？”米露神气十足的道：“你注意点你自己的行为。”柳依叹道：“万一哪天那个色狼把控不住。”话音未落，米露绕到柳依身后，顺手搂住柳依的脖子：“我懂，我懂。”米露慢条斯理的道：“你不就是担心他控制不住他自己吗？知道就好。”柳依淡淡的道：“哎呀。”米露悄声道：“我能跟我柳依姐抢男人吗？放心吧，正因为你对他有好感，我才来找你的吗？不然我早就杀他办公室去了。你都懂什么啊？”柳依面红耳赤的喝道：“我都说多少遍了，我根本就不喜欢他。”米露看着柳依气急败坏的样子，也不跟他多辩解什么。这么多年朋友了，柳依的性格还是知道的，他就是典型的口是心非。他越是急着辩解他和马青之间的关系，其实越是证明他心里有他。我懂，我懂，我懂。毕竟柳依冷漠的性格也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如此极其具有攻击性的美女，哪怕就是喜欢上了，强烈的自尊心也不准许她承认事实。我懂，我懂，我懂。柳依见到米露脸上挂着她本不应该拥有的成熟与慈爱，心里更是不舒服。明显知道她误会了，但是又没法解释，解释多了倒是起了反效果。柳依气得闭上了双眼，有些不想看到这个让他感到头疼的米露。总之，柳依揉着眉心，耐着性子道：“销售部员工的底薪是2000，助理实习薪资是8000，你的工资不低了，更何况马青还帮你做业绩，8000相当于1226.54美元，这么少啊？”米露亲昵地搂着柳依的脖子：“你跟 Andy 说说，让他给我加点。”柳依被气得直接把眼睛睁开了，没好气的道：“你当这里是美国啊？8000已经不少了，再说我又不缺你钱花，你要那么多干什么？我这不是想自己多赚点吗？”米露弱弱的道：“行了。”柳依没好气的道：“别胡闹了，这不是我家公司。”哦，米露失落的道：“那我去 Andy 那里报道去了。”去吧。柳依淡淡的道。销售部，马青办公室。米露大刀阔斧的走了过来，一把推开马青的门，然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美腿直接丢在茶几上，整套动作可谓行云流水，那是相当的自然了。马青直接傻眼了，这特么领导视察也没有你这么嚣张的好吧？米露见得马青像是个傻狗一般看着自己，没好气的道：“干嘛这么看我？”随后米露在屋子里寻了一圈，道：“赶紧给我弄点喝的。”马青满脸黑线，要知道这才是入职的第一天啊！你现在是我的员工。马青黑着脸道：“你这是啥意思啊？砸场子啊？”哟，忘了。米露一拍脑门，吐了吐可爱的舌头，连忙道歉：“抱歉，忘了，忘了，习惯了。”说着，米露悄咪咪的溜了出去，然后关上门。咚咚咚，3声敲门声。马青疲惫的叹了一口气，道：“请进。”米露推门进，然后小心翼翼的关上门。这门一关上，就不是他了。原本挺恭敬的姿态瞬间全无。他懒散的走到沙发那里，一屁股坐下了。“这次行不？”米露问道。马青满脸疲惫之色，扶着额头道：“大姐，你能像点样不？好歹你是在工作，你是不是就怕别人不知道我们关系好啊？”“不是。”米露不理解的看了看周围，道：“这又没人，怕什么啊？那万一进来人了呢？”马青道。米露不理解的道：“就我自己进来前是敲门的，那万一别人忘敲了呢？”马青道：“怕啥呀？”米露没好气的白了马青一眼，道：“我又没脱衣服，这跟你脱不脱衣服有什么关系啊？”马青气的指关节把桌面敲得噼里啪啦直作响。“这里是工作岗位，工作岗位知道吗？别人进来看见你跟个大爷似的坐在我这儿，这算什么事儿啊？”哎，米露一听这话，直接站起来了。他表情严肃的走向马青，手指着马青，发出警告：“我可告诉你了哈 ，Andy，我来这。”
这可不是受你气的哦。57，武丹。哎，我的天！马青满脸愁容，他赶紧站起来，把自己的位置让给米露，伸手把他请到椅子上。我的姑奶奶，你当然不是来受我气的，是我来受你气的。马青好说好商量的道。米露坐在椅子上，满意的点了点头，道：这还像话。此时，米露坐着，马青守在他身边，像是个丫鬟一般服侍着米露，而米露则是要么摆弄摆弄马青的钢笔，要么拽拽抽屉看看里面有什么好玩的没。总之是没一会儿闲着的时候。咱商量商量。马青苦苦哀求道：你看哈，我呢，做到经理这个位置也不容易，你也体谅体谅我，工作上你配合配合，然后下班了随你，你看行不？米露想了想，道：也不是不行，关键我要知道我得怎么配合你。简单。马青直接站了起来，道：没事儿，别来我办公室就行。什么意思啊？米露美眸一瞪，喝道：你烦我呗？不敢。马青赶忙道：绝对不敢。马青一边给米露捶腿，一边好言相劝的道：主要我不是担心影响你业绩吗？你以为我来是为了做？米露道。话音未落，米露觉得不对劲儿，这话说出来不太好。马青试探性的问道：你不会来就是为了玩吧？那米露心虚，拉着长音道：那倒不是，关键我业绩做完了，我不得找个人陪我玩啊，对吧？马青笑道：咱们米露不也是凭本事吃饭的呀？好歹哈佛大学毕业的人才，业绩太难看，不也让人笑话不是？米露察觉到不对劲儿了，这 Andy 嘴跟抹了蜜似的，净挑好听的讲，这么下去不就进 Andy 的圈套了？米露没好气的指了指另一条腿，道：换一条腿锤，都锤麻了。好嘞。马青应声，赶忙绕了过去，继续为米露捶腿。那这样吧，米露道，每天我出2单，完成业绩目标，你陪我玩。2单？马青笑道：咱们这么聪明的米露，每天就出2单，这不跟骂人似的吗？这米露蒙圈了，这特么话被 Andy 说到这份上了，有点死局的意思啊，这根本没法讨价还价呀。哎呀，米露心烦的一挥手，道：就2单，5单。马青摊开5指，道：5单如何？5单完成，随便你，你爱咋咋地。啪！米露一拍桌子，直接站了起来。Andy！ 米露喝道：你可说准了。马青见状，暗道坏了，这米露情绪这么激动，明显是有备而来啊，这5单是不是有点少了呀？要不，马青试探性的道，要不10单吧？5单？刚才你自己说的。米露喝道：10单。10单，我刚才说错了。马青笑道：行。米露气急败坏的道：耍赖是吧？变卦是吧？走！米露扯着马青就往出拽。哎！马青慌忙的道：干什么啊？跟我去酒店，咱俩开个房，你再跟我唠。米露生气的道。马青一看米露来真的，立即怂了，这特么要是被他拽酒店去，指不定怎么回事了。这米露准祸死自己。行行行，5单。5单就5单。马青赶忙道：你给我说准了。米露指着马青气冲冲的道：准了，准了。马青接连应声。这下米露态度稍微好些了。行了，走了，明儿我找你玩。米露道。说罢，米露离开马青的办公室，前脚米露一走，后脚马青直接躺在椅子上，长舒一口气。这次销售项目是买房子，买房子这玩意不像是卖别的产品，你要说卖衣服，一天卖个几十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要说卖房子，像是王磊那种高级销售，一个月也就卖个20套，平均下来一天也就1套而已，而且其中还有10天是没有出单。方才自己开口就是一销5套，数字看似不多，但对于卖房子而言，这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可以说每天完成5单，以目前米露的实力来讲，根本不可能完成。退一步讲，别说5单，就按米露方才口中所说的2单，那也是不太现实的数字。倘若运气好，有一天完成了，陪他玩1天倒也影响不了什么，因为满打满算30天他也没几天可以完头。理论上确实是这样，马青没什么可需要担心的。但问题是，马青想到刚才米露那过分激动的反应，那个精神状态就好像是占了大便宜一样，这让马青心里很不踏实。虽说1天完成5单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哪怕就算被他完成了，也谈不上什么坏事，可马青冥冥之中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事实上正是如此，米露为了让马青陪他玩，确实干出来一件大事儿。
当日，马青在工作之余，没事儿也到办公区溜达一趟，顺便看看这米露在干什么，有没有认真工作。头几次，米露确实是在打电话，很认真，认真到根本没有发现自己来。后来几次，米露就不再打电话了，她双臂拄着桌面，托着下巴，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还是很认真，依旧没有发现自己路过这里。马青觉得这事儿不太妙，按照自己对米露的了解，这个米露的状态怕是认真了。同样在观察米露的不仅仅是马青，还有柳依。跟马青观察到的结果一样，前几次的路过米露都是在打电话约客户，后来他就不打电话了，似乎在深思着什么。见状，柳依冷眸一沉，他察觉到事情可能不太对劲。按道理来讲，米露根本就不是奔着赚钱来的，他来这里就是为了找个乐子，现在这么认真，一定是有什么目的，或者马青在这期间承诺他什么，才导致他有这么大的动力。他来到马青的办公室，直接推门而进。马青正在办公，在这个公司里，敢直接推门而进的只有2个人，一个是王磊，另一个就是刚入职的米露了。王磊是习惯性的推门而进，然后就嚷嚷着下班之类的事儿。总之，门开，王磊必定是有话跟着的。米露的话，他跟王磊不一样，王磊是有事儿才来，米露则是不论有事儿没事儿都能来。通常情况下进屋，要么就是调皮捣蛋，要么就是坐在沙发上要饮料。马青一听只有开门的声音，当即意识到可能是米露。唉，马青叹了一口气，无奈的道：“我的姑奶奶，敲门啊！”话音落，没有声音。马青满脸疑惑，心想：难道不是米露？带着疑惑，马青抬起头，一看，竟然是柳依。柳依冷眼看向马青，淡淡的道：“米露工作很认真啊。”马青讪讪的笑道：“是。”不像他。柳依淡淡的道。马青笑了笑，没说话。你答应他什么了？柳依直奔主题，也没什么。马青叹了一口气，道：“就是如果他一天能完成5单的话，我陪他玩1天。其他的呢？”柳依问道。其他没了。马青道。柳依满意的点了点头，道：“旷工扣工资。”马青一脸懵逼，听柳依的意思，米露似乎能完成，但想想一天卖出去5套房，这有点不太现实啊。不过看到米露难得一见的专注，马青也觉得心里没底。柳依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走了。马青看着柳依离去的背影，道：“别扣工资啊，我这也是为了业绩啊。”柳依不给予任何理会。开门时，他顿了一脚，偏头看了一眼身后的马青，还有，别跟我套近乎，我没你这个孙子。停，门关上了。马青愣了1秒，随即反应了过来，你……马青气结，没办法，柳依走了，马青只能默默吃下一口闷气。58，没赢过米露。快下班的时候，马青走出办公室，见得米露还在思考，马青有点慌了。米露的性格他比谁都了解，他就是典型的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聪明是聪明，但也懒得很，事事不管，好吃贪玩。印象中，米露认真的次数用1只手都可以数得过来。每次米露认真，自己都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第一次，因为假期去哪里玩，马青和米露产生严重的分歧。马青要去法国看铁塔，而米露偏要去海边。最终2个人打赌，这次考核谁的数学成绩好，就听谁的。当时数学是马青最引以为豪的科目，米露的数学成绩也就是在及格线的位置。就在马青认为自己赢定了时，米露突击复习1个星期。这1个星期米露屋子都没出，考试成绩下来的时候，马青傻眼了，米露竟然是100分。什么是时间长？才他妈1个星期而已，竟然就能满分。第2次，米露高烧不退，需要输液。米露特别害怕输液，说是要马青陪他一起输液。当时的马青就急眼了，骂道：“你发高烧输液，我陪着你就行了，干什么非得要我也挨一针？我又没高烧。”米露不讲理，说什么都要让马青陪他一起输液，不然疼。马青不同意，但又拗不过米露，迫不得已的，马青告诉米露：“你把这点滴喝了，不就不用扎针了吗？”米露一听，眼睛一亮，喝道：“我喝了，你也输液。”马青脾气也来了，当即就同意了。他不信他敢喝。惊人的一幕出现了，米露直接打开输液，一手叉着腰，一手抬起输液，蹲蹲蹲蹲。马青一看米露喝这玩意跟喝白开水似的，当即就慌了。要不，马青慌了神，道：“要不算了吧，
这东西苦了吧唧的。米露不理会，仰脖，蹲蹲蹲蹲。第二天，没病的马青挨了一针，两个人坐在医院里，米露可开心了，马青则是满脸黑线。第三次，就是脱衣服的事儿了。那会儿，马青和米露都不是小孩子了，米露的父亲总让他学习一些他不喜欢的企业管理。终于有那么一天，米露受不了了，直接跑到马青家。当时的马青还在家中睡觉，听到米露一直在敲自己的卧室门，被吵醒的马青烦得不行，气急败坏的用枕头捂住自己的头，不理会他。谁知米露一脚踹开卧室门，纵身一跃，直接扑到马青的怀中，哇哇大哭，嘴里嚷嚷着让马青带他私奔。马青没好气的道：“你离家出走，你还要带上我，你还讲理吗？”不管。米露坐在马青的肚子上，哭道：“我一个女孩子，自己在外头多危险，你得保护我，可这是离家出走啊。”青没好气的道：“你就说你管不管我吧。”米露喝道：“不管。”马青这次说什么也不同意了。行。米露气得不行，直接就开始脱衣服。那会儿的马青和米露都已经高中1年级了，米露发育的又不错。马青一看米露来真格的，直接慌了，说什么不都让米露脱衣服。碰巧马青的母亲路过卧室门口，见得两个人撕扯着，就问什么情况。马青本以为救星来了，赶忙把事情解释清楚。谁知妈妈知道这事儿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了，没说什么，就这么走了。马青一看自己妈妈都不管，更慌了。最终摆阵下来，马青带米露离家出走的时候，妈妈还热心的把两个人送到车站。妈！马青可怜巴巴的看着妈妈，道：“儿子这可是离家出走啊，你不挽留我也就算了，怎么还送我啊？”妈妈把一张银行卡交给马青，道：“注意安全。”那天的天气特别晴朗，万里无云，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脸，只有马青心烦的拖着下巴，两眼无神的看着车窗外的景色，简直生无可恋。之后的米露似乎掌握住了马青的命脉，遇到事情不用怕，脱衣服就能解决。那会儿的马青也算得上是小男人了，跟其他小男孩一样，对女孩子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向往。米露这么折磨，终于给马青折磨急了。他不信，他就真敢脱，难道他就不怕自己来真的吗？马青还是怂了。米露是真虎啊，是真的敢啊。马青不敢动他，一方面是家庭原因，自己妈妈和米露父母关系很好，这自己带他出来私奔，米露父母之所以没说话，就是对自己的信任，然后自己跟米露在外面造啊，这不是畜生吗？另一方面，从小到大，马青就把米露当做自己的妹妹看待，对她根本就没有什么歪心思。米露也是如此。马青气急败坏地骂道：“你是真虎啊，你就一点不怕？我怕啥？”米露躺在床上，一脸惬意的道：“其实细想想，跟兄弟一起过日子也挺好的，凑合凑合也行。”马青顶不住了，就一听米露这番话，这像是说谎的样子，他是真的敢啊。第4次，米露和马青看电影产生了严重分歧，米露要看爱情剧，马青要看变形金刚。马青破口大骂：“那特么，你看你的爱情剧，我看我的变形金刚，你非得拽着我干什么啊？”米露脱衣服了，两个人愉快地选择了爱情剧。总的来讲，就是一句话：米露在马青面前从不吃亏，也从未有过败绩，就仗着脱一手好衣服。马青想到自己从未赢过米露，见得如今米露专注的模样，马青心里总觉得发毛。不行，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马青走到米露身边坐下，拍了拍米露的肩膀：“米露。”马青柔声道。米露收回神，没好气的白了一眼马青，道：“没看见我思考呢吗？这么不长眼神，要不算了吧，改天休息。你想去哪儿，我陪你玩一天好了。”马青有点投降的意思了。1天。米露道：“怎么了？”马青想了想，道：“3天。3天够了吧？你当我傻呀？”米露没好气的道：“你算算，我完成5单就能让你陪我玩1天，如果我完成50单，你就能陪我玩10天，500单呢？那不就1年了吗？你再想想，如果我直接卖出去2栋楼呢？”米露没好气的瞪了一眼马青，道：“我差你这2-3天啊，搞笑。”马青一听米露这话，吓得险些坐不住了。米露这特么是要干大事儿啊！感情他琢磨的根本就不是1天完成5单这么简单的事儿，他竟然在琢磨如何卖出去2栋楼，这还得了？那个，马青轻轻扶着米露的后背，道：“咱们这样，我当哥的不想给你这么大的业绩压力。”不，米露赶忙道：“
不大，不大，不大，你想多了。不是，马青欲哭无泪的道。你别搞这么大动静，我他妈陪你玩1、2年，我工作还要不要了？你自己说的，你怪我。米露道，哥错了还不行吗？马青道，我是为了你好，你部门需要业绩的。米露柔声道，可别。马青赶忙道，哥不需要，哥要不起你的业绩，我不管。米露直接起身道，下班了，走了。我怎么跟柳依说啊？马青急声道，那是你的事儿，做业绩才是我的事儿。米露淡淡的道，59，看见没？那个就是柳依。这时候王磊凑了过来，他伸手在马青眼前晃了晃。妻儿王磊担心的道，你咋了？马青艰难的收回神，叹了一口气。王磊顺着马青的目光看去，看着米露渐渐走远的背影，你刚才跟他聊什么了？王磊疑惑的道。哎，马青虚弱的道，聊业绩的事儿。王磊没好气的笑了，道，放心吧，我没事帮你看着，能帮一帮就帮一帮，不会让他业绩太难看的。我倒不是担心这个马青满脸疲惫，那你担心啥？王磊不理解的看着马青，他要卖2栋楼。马青叹道。王磊一听，先是疑惑的眨了眨眼，然后哈哈大笑，你这朋友是想多了，他要是卖出去2栋楼，咱们提前放假了。王磊没好气的拍着马青的肩膀，你这朋友胃口有点大，这我可帮不上什么忙，他这一个人顶上咱们半个部门的军事力量了。哎，马青靠在椅子上，扶着沉重的天灵盖，叹道，我是怕他完成了。哈？王磊惊奇的看着马青，笑道，说啥呢？算了，不说了。马青起身道，走吧，下班吧。王磊应声。马青和王磊结伴行，刚走出公司大门，一辆宝马停在马青和王磊身前。王磊一看这车，脸色瞬间惨白。我透！王磊惊道。马青看着驾驶位中的女人，疑惑的道，弟妹。女人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然后下车。李彤彤下车，走到马青和王磊身前，弟妹，你怎么来了？马青疑惑的道。李彤彤笑道，你们下班了？刚下班。马青道。忙吗？李彤彤问道。倒是没什么事儿。马青疑惑的问道，你是来接王磊的吧？随后马青推了推身边的王磊，道，弟妹来接你了，你先回去吧。别接啊。王磊弱弱的看了一眼李彤彤，艰难的抿了抿唇，尽管害怕，但还是硬着头皮道，说好的送你回家的。啊，没事儿。马青笑道，我自己又不是不能回家，你跟弟妹走吧。没事儿。王磊清了清嗓子，心虚的看着李彤彤，道，彤彤，要不你先回去吧。怎么？李彤彤冷笑，冷冰冰的看着王磊，道，你怎么还有什么活动啊？王磊眼看着老婆就要生气，赶忙对身边的马青道，七儿，你等我一下哈。说罢，王磊赶紧给李彤彤拽到一边，小声道，老婆，你先别生气，这几天我回家晚，实在是没有办法。王磊苦着脸道，行了，别解释了，我去问马青。李彤彤一把甩开王磊的手，哎，王磊赶忙追上去，一把抱住李彤彤的腰，道，老婆你听我解释，这事儿真的很复杂，你不能跟他说。松手！李彤彤喝道，你是怕我问他还是怎么着？王磊见状，知道这时候不能再隐瞒了，于是心一狠。王磊道，马青有女朋友了。此话一落，李彤彤果然不挣扎了，他回身满脸疑惑地看着王磊，青儿有女朋友了。李彤彤不敢相信的道，王磊解释道，不然你以为那天同学聚会他领的谁？不对啊。李彤彤满脸疑惑地问道，我记得当时你还说呢，同学都传着他有女朋友的事儿，聚会那天因为找不到假女友还着急呢，你不是说让我给他介绍个好看的闺蜜吗？王磊叹了一口气道，我也是后来才知道马青其实是真的有女朋友这事儿的。那这是好事儿啊。李彤彤笑道，青儿有女朋友了，咱们得请他们吃个饭啊。说着李彤彤就奔向马青，王磊又赶忙把李彤彤拽了回来。不行的。王磊急声道，怎么？李彤彤觉得这事儿蹊跷，思考一番，手指王磊，严肃道，你是不是骗我？哎呀，我这事儿骗你干什么呀？王磊没好气的道，这事儿复杂的很，你可知道他女朋友是谁？是谁？李彤彤还是觉得王磊在说谎。王磊看了看周围，见得眼下没什么人，然后趴在李彤彤的耳边悄声道，柳依。柳依。
李彤彤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疑惑中，李彤彤猛地想到一个人。骤然，李彤彤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王磊。王磊见得老婆脸上有所惊觉，便道：“这下明白了吧？你说的是那个柳一？”李彤彤道：“王磊点了点头。那个财阀。”李彤彤再次确认道：“王磊再次点头。死。”李彤彤倒抽一口凉气，捂住了红唇。明白了吧？王磊没好气的道。忽然，李彤彤绷起脸，冷声道：“忽悠谁呢？”说罢，李彤彤踩着高跟鞋走向马青。你现在嘴里没一句实话，等我去问问马青，我倒是要看看你这段时间到底是干什么了。王磊见状，叹了一口气，再次追上李彤彤。老婆呀，王磊解释道，这是真的，我骗你干什么呀？那柳一是财阀，能不能看上马青先不说，你觉得他可能会出现在这种地方？马青只是销售经理，他们哪有什么机会见面？李彤彤呵斥道：“你说的这些，鬼才会信。”碰巧，这时候柳一也走出公司。王磊见得柳一，赶忙道：“老婆，你看那是谁？”其实用不到王磊提醒，当他嘴里说出那句“你说的这些，鬼才会信”时，碰巧看见柳一走出公司。啊！李彤彤满脸不可思议。当是时，身穿职业装的柳一走出公司，刚出门，手包里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柳一停了一脚，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是陌生的电话号码。柳一想了想，觉得可能是快递，于是接通了电话。你好，柳一不冷不热的道。您好，我是顺达快递，请问您是柳小姐吗？小哥礼貌的道。柳一应声。您的快递到了，好像是一条狗。小哥道。把它放出来。柳一道。哦，好。小哥想了想，试探性的道，他不会跑丢了吧？不会。柳一道。哦，那好吧。小哥应声。小哥把狗子放了出来。手机免提，给他。柳一淡淡的道。哦。小哥应声，把手机开了免提，然后靠近狗子。男一。柳一冷声道。电话另一头的狗子闻声，耳朵一立，他很熟悉柳一的声音。汪，坐。柳一命令道。电话另一头，狗子直接坐下了。快递小哥见状，暗道：神了，把他拴我家门上就行。柳一淡淡的道。哦，好。小哥应声。柳一挂断了电话，没走几步，抬眼就看到马青。见到马青，柳一秀眉一皱。你看什么看？柳一冷声道。我跟狗说话，又没跟你说话。马青闻声，气得干颤。不是。马青不理解的道。我特么跟你说话了吗？柳一鄙夷的看着马青，道：第一次见会说话的狗。马青这才反应过来，当即气得满脸通红。你！马青气结。柳一冷哼一声，无视马青，直接走了过去。就在错身而过之际，柳一停了一脚，高跟鞋狠狠踩在马青的脚面上。我透！马青一脸吃痛，道：你这就过分了，看你就来气。柳一冷声道。说罢，柳一踩着高跟鞋就走了。远处，王磊和李彤彤目睹一切，因为距离比较远，他们并不能听到马青和柳一在交谈什么。不过，王磊却在一旁为李彤彤剖析。王磊搂着李彤彤的腰，道：看见没？那就是柳一。李彤彤傻眼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里竟然真的遇到了柳一本人。老婆，你想想看，柳一身为新鸿集团的千金，为什么要入职万兴集团？王磊问道。是啊。李彤彤满脸疑惑地看着王磊，问道：为什么啊？60神神叨叨的王磊。王磊一拍手，解释道：这还不明显啊，明摆着来找马青的呀。还有啊，王磊巧声道，你再想想，我和马青都是专科生，按道理来说，我和他都不符合万兴集团的招聘标准，那为什么我和他都能入职？难道？李彤彤惊道。行了，知道就行了，这事儿就不用说出来了。王磊道。哦。李彤彤捂住了嘴。两个人聊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刚好碰上那边面红耳赤的马青。看见没？看见没？马青脸红了。王磊指着马青道。是哦。李彤彤疑惑的道。他们聊什么呢？反正不是工作的事儿，工作上啥事儿能把脸聊红啊？王磊笑道。随后，王磊贱兮兮的笑道。而且啊，这段时间马青成天喊着腰疼，我看呐，刚才嫂子肯定跟马青说什么情话了，不然马青脸红什么？李彤彤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们真的是情侣？这时候，柳一一脚踩在马青的脚面上，王磊拍了拍李彤彤，道：看见没？看见没？嫂子撒娇呢。
我的妈呀！李彤彤问道。他们真的在交往？这还有假啊？王磊掏出手机，把那天同学聚会上拍下的照片展示给他看，道：你看，这俩人坐在一起呢，柳依还挽着马青胳膊呢。李彤彤一看，觉得错不了了。不过，李彤彤察觉到了不对劲。等等！李彤彤伸手打掉王磊搂着自己腰的手，没好气的道：你说的这些跟你成天晚归有什么关系？哎呀，老婆，你听我解释。王磊再次搂住李彤彤的腰，指着马青那一身伤，道：你看见马青那一身伤没？看见了。对了，他的胳膊是怎么了？李彤彤问道。老婆，这事儿我跟你讲，你可千万别往外出传。王磊严肃的道。哦。李彤彤难得见得自己老公如此严肃，有些迷茫的道：有这么严重吗？废话！王磊急了，赶忙解释道：柳依可是财阀，追求她的人能少，敢追求她的人哪个不是有钱有势的？那这跟马青的胳膊有什么关系？话没说话，李彤彤猛地意识到了什么，瞬间大惊失色，道：老公，你的意思是……王磊点着头，道：马青被人盯上了。那……李彤彤急了，道：那怎么办啊？要不我给我叔叔打电话吧。王磊一听，赶忙摆手道：这不可行，他俩的事儿没几个人知道，咱们给这事儿弄太大，马青反而更麻烦。那咋办？李彤彤焦急的道。唉，王磊叹了一口气，道：我能做的就是每天送他回家，只要他回家了就好了，毕竟嫂子在他家，只要嫂子在他身边，那些人就不敢动马青，他们都同居了。李彤彤惊声道。此时一位路人经过，王磊见状，刚忙捂住李彤彤的嘴。嘘！王磊警惕着经过的路人，小声道：你小点声，不同居，马青成天腰疼什么？路人回头鄙夷的看了一眼神神叨叨的他们，嘟囔了一句：有病。李彤彤点了点头，还是有些不可置信的道：他们真的同居了？废话！王磊眼睛一瞪，道：我送他回小区的时候，嫂子就在楼下接他，这还有假啊？李彤彤低头又想了想，忽然抬起头，担忧的道：老公，我担心你。没事儿。王磊伸手打断李彤彤的下文，大义凛然的道：马青是我兄弟，我不能眼看着他被揍。可是李彤彤抓住了王磊的胳膊，没有什么可是。王磊仰头望向天空，叹道：你老公为人就讲究一个义气，我帮不了我兄弟什么，但至少可以陪他一起挨揍。老公！李彤彤眼含泪花。好了。王磊推开李彤彤，道：你先回家吧，我送完马青我就回去。那老公，你要小心啊，实在不行就报警。李彤彤柔声道。知道了。王磊道。那……李彤彤依依不舍地离开，道：那我先回家了。王磊看着李彤彤楚楚动人的模样，内心忽然涌起一股暖流。忽然，王磊猛地上前，抓住李彤彤的手。老婆王磊脸深情地看着李彤彤，老公李彤彤也是一脸深情地看着王磊。如果我出事了，你和孩子……王磊柔声道。话音未落，李彤彤手指遮住了王磊的唇。不！李彤彤含情脉脉地看着王磊，轻声道：没有如果，我和孩子在家等你。王磊苦笑，叹道：王磊最后看了一眼李彤彤那张俏脸，他知道此时此刻如果再不甩开她的手，恐怕自己就舍不得走了。一狠心，王磊甩开李彤彤的手，猛地转身，背对李彤彤，一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既视感。两人爱敌情深，李彤彤怎能不知王磊内心所想？如此义气的丈夫，李彤彤内心怎能不感动？李彤彤此生嫁给眼前这个男人，无怨无悔。时间差不多了，李彤彤知道如果自己再不走，王磊便回身了。一狠心，李彤彤开车离去。那边的马青一脸懵逼地看着这两个人，心里嘀咕着：这俩人在那研究什么呢？怎么一副生死离别的既视感？这是要干啥啊？送王磊上战场啊？李彤彤走了，王磊回到马青身边，伸手抹去眼角的泪水。马青，这咋还哭啊？动情了啊？王磊抿着唇，狠狠地一把抱住马青的肩膀。来吧，兄弟，我陪你。马青，这口气，这气势，怎么有一种陪我去死的感觉呢？难道是我幻觉？不是。马青不理解的道：雷子，你这是咋了？你要陪我干啥？你不跟弟妹回家呀？不。王磊缓缓摇了摇头，道：咱俩的关系，不提他。哈？马青慌忙道：啥玩意就不提他？你可别乱说哦，弄得像是我让你俩离婚似的。行了，
王磊重重地拍了拍马青的肩膀，道：“走，我送你。”“你给我等下！”马青赶紧叫停，严肃的道：“你别这样，我害怕。”“挺正常的一句话，怎么让你说的？我他妈好像活不过明天似的呢。”王磊没说什么，抱着马青的肩膀就走。“干啥去啊？你要带我去哪儿？”马青道：“送你回家。”王磊重重的道：“你可别！”马青慌张的道：“你这个精神状态，你可别送我，我特么担心你给我送火葬场去。61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果然出事了。换句话说，王磊终于等到表现他自己的这一天。他开车送马青回家，在拐进小道时，一位身穿橘黄色施工队队服的工作人员走了出来。他警惕了一眼四周，压低鸭舌帽，将手中的大牌子立在小道的入口。牌子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施工中，请绕行。王磊知道马青身上的情况，每天送马青下班的时候，他都是时刻警惕着。当王磊开车驶进小道中，他立即察觉到不太对劲。平日里这条道常有人来往，今天却静得蹊跷，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看了一眼后视镜，他看到一位身穿施工队工作服的人把牌子立在入口处，再看眼前的出口，一辆黑色轿车横在了那里。见状，王磊脸上露出苦笑，该来的还是来了吗？一脸懒散的马青闻声，疑惑地看向王磊，见得他脸上的苦笑，不禁疑惑：马青这个笑容他从电视剧中见过，一般都是临死之人，导演才会给这种镜头特写。他从王磊的笑容中看到了一丝无奈，一份从容，这是马青在王磊身上从未见过的成熟。啥玩意就该来的还是来了。马青有些慌乱了，他就始终觉得自己这个兄弟精神状态不太对劲。不是，咱们去医院吧，我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你指定有点什么毛病。王磊把车缓缓停在路边，拉上手刹。切儿，王磊道：“啊！”马青一脸懵逼。我改变主意了。王磊道：“你先等下。”马青赶忙道：“你先告诉我，你决定了什么？”王磊无奈的笑了，叹道：“你走吧。”马青，你就送我回个家，犯得着搞这么悲壮吗？马青不理解的问道。王磊猛地睁开双眼，那目光中满是坚定。长舒一口气，他打开车门，一把将马青推了出去。走啊！王磊急切的道。马青见得王磊是彻底入戏了，妥协道：“行，行，我走，我走还不行吗？”王磊看着马青走，松了一口气，摸出怀中的香烟，捂着颤颤巍巍的火苗，潇洒歪头点燃这支香烟，认真的把烟雾在肺叶中过滤了一遍，呼出烟雾。王磊看着挡在前面的黑衣人，目光一狠，推开车门，本是帅气潇洒，不料绊倒了。哎，我透！王磊踉踉跄跄，还是没站稳，最终一个狗呛屎。马青回身，担心的看着王磊，道：“你没事儿？”话音未落，王磊愤怒的瞪向马青，拼尽全力的嘶吼：“走啊！”小巷中，王磊绝望的声音反反复复回荡着，震在马青的心头，听得实在是令人揪心。完了，王磊病得不轻，知道王磊精神可能不太正常，马青也不敢继续刺激他。唉，马青摇着头走了。王磊看着马青走，欣慰的笑了，见得眼前的黑衣人越走越近，王磊收起笑容，目光愈发狰狞。在小巷的出口处，横着一辆黑色的商务轿车，轿车前有5个人，为首的是身穿白裙的女孩子，其余4人清一色黑色西装。不言而喻，这4人便是他的保镖了。其中一位保镖见得马青从那边的胡同走了，便弯腰对女孩子轻声道：“小姐，马青从那边走了。”女孩子点了点头，道：“拦住他。”保镖直起身边，对身边的人使了使眼色，3人会意，追向马青。就在这个时候，王磊站了起来：“就你们找我兄弟呗！”王磊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此话一落，女孩一愣，心想：难道跟踪马青的事情暴露了？于是，女孩看向身边的保镖，表情不悦：“小姐，你什么你？”女孩呵斥道：“还不快追！”是。保镖们追向马青。王磊见状，两眼一眯，弹飞手中的烟头，呼出最后一口烟雾的同时也迎了上去。今天只要我在，谁也别想过去！王磊怒吼。王磊咬牙冲上前，直接就是一记重拳砸了过去。七儿，兄弟能帮你的不多，只能帮你拖延一些时间，快跑吧！帅不过3秒，
人家保镖轻轻一闪，王磊一拳直接落空。咦，这拳倾尽王磊全部力量，落空之后，他整个人都跟着飞了出去，像是个用力过猛的傻子。啪！保镖简单的一记手刀，王磊白眼一翻，晕倒在地。保镖看着躺在地上呼呼大睡的王磊，陷入了沉思。这人弱得离谱啊！小姐，这人怎么处理？女孩看了看躺在地上的王磊，满脸黑线。按照原本的计划，她要找的只是马青而已，但现在她却莫名其妙的掺和了一脚。他是马青的朋友，带走吧。女孩无奈的道。那马青那边，保镖试探性的道。女孩低头琢磨了一番，随后抬头道：约个地方，就说我们绑架他朋友了，他应该能来。郊区，废弃的工厂。王磊睡得正香，女孩满脸黑线，气呼呼的指责身边的保镖：我让你打晕他，谁让你给他打睡着了呀？小姐，他刚开始确实是晕着的。保镖委屈的道。行了，赶紧喊醒他。女孩没好气的嘟囔着，心真大，自己被绑架了都不知道。保镖走到王磊身旁，伸手拍了拍他的脸颊。喂，兄弟，醒醒，别睡了。王磊迷迷糊糊的推开保镖的手，呢喃道：别闹，让我再睡会儿。保镖叹了一口气，端过来一盆水。哗！卧槽！王磊惊醒，他一把抹去脸上的水，惊声道：什么情况？定了定神，王磊见得眼前的女孩和几名保镖，目光沉了下来。你叫王磊，是吧？女孩问道。咋的？王磊冷声道。马青是你朋友？女孩又问。和你有关系？王磊道。那马青是柳依的男朋友？女孩再次问。这事儿你心里没有数？王磊冷笑。女孩一听这话，目光沉了下来，她起身对身边的保镖使了使眼色，然后走了。女孩一走，几名保镖就围向王磊，一人用绳子把王磊的双脚绑了起来。王磊见状大惊失色，喝道：你们要干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的行为是违法的。他们嫌弃王磊太吵闹，就用胶带封住了王磊的嘴。王磊呜呜呜，王磊只能发出闷闷的呜声，配上他那狰狞的目光，应该是在骂人了。用绳子系好王磊的双腿，绳子另一头用力一拉，王磊就被倒挂在场地的正中央。他就像是一只茧蛹一般，在半空中一边孤勇着，一边游荡着，有些喜感。62扯犊子。马青家的小区，马青刚要走进小区，就被一位保镖模样的男人拦住了。你是马青对吧？保镖沉声道。马青闻声看他愣了一秒，他不明白的是，既然你都能讲出马青这个名字了，为什么不直接说事儿，非得问一嘴？其实这都还好，最主要让马青感到反感的是这个人讲话的态度。自己跟他也不熟，第一次见面讲话就一种老子最神秘、老子最强大、老子最深不可测的口气，挺不礼貌的。不是，马青直接走了。保镖又追了上去。你朋友在我们手里。保镖低声喝道。马青满脸疑惑地看着保镖。不信。保镖拿出手机把照片中的王磊展示给马青看。马青表情更疑惑了。还不信？保镖道。不是不信。马青笑了，上上下下打量着他，讥讽道：你说你们绑架能不能绑架个好人？绑架一个精神不好的患者干啥？这你别管，你跟我走就是了。保镖不耐烦的道。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跟我走，但后果你要想清楚。行了行了。马青笑道。我跟你走就是了。那就别磨蹭了，走吧。保镖冷声道。说罢，保镖开车把马青带走了。车上无聊，马青就开始跟保镖闲聊。看你这岁数应该比我大，我就叫你一声大哥吧。马青淡淡的道。保镖不语，只顾开车。马青疑惑的问道。大哥，你们为啥要绑架我兄弟啊？保镖冷着脸，还是没有说话的意思。是不是我兄弟欠你们钱啊？你们是哪家贷款公司啊？他欠你们多少钱啊？你们应该是不符合标准的信贷公司吧？按理来说，这事儿不应该是起诉吗？马青像是个苍蝇一般，在保镖耳边嗡嗡个不停。保镖本以为自己不搭理他，他自觉没趣，也就不说了。谁知道这人这么能说，没人陪他聊天，这人自己跟自己聊。终于，马青成功给保镖耐心磨没了。你能不能别说话？保镖喝道。到地方你不就知道了吗？也是。马青笑着点了点头，道。问你也没用，毕竟你也是拿钱为人办事的，我懂你们的规矩。保镖脸色有些不自然，没说什么。马青看了看保镖手指上的戒指，笑道。大哥，你这是结婚了呀？
保镖闻声，一边开车一边摘下手中的戒指。有孩子没？孩子多大了？看您这个岁数，孩子应该上小学了吧？小孩子愿意学习吗？马青问道。也不等保镖说话，马青叹了一口气，叹道：也是，这话让我问的。现在哪个孩子愿意学习啊？毕竟谁也不愿意学习。估计大哥你也跟我情况差不多。如果愿意学习，我也不至于干销售，你也不至于替别人卖命。唉，没办法呀，13亿的人口，就业压力大啊，都是为了混口饭吃，没办法。哎，马青好奇地看向保镖，问道：干你们这行，一个月多少钱？支油。保镖狠狠地一脚踹在刹车上。你嘴这么碎呢，能不能别说话？保镖骂道。你看你。马青没好气地笑道。这就是闲唠嗑。大哥，你咋还急眼了呢？谁跟你唠嗑了？保镖喝道。行行行，马青伸手安抚保镖的胸口，道：大哥别生气，我不说了还不行吗？保镖伸手打飞马青的手，骂道：少他妈碰我！说罢，保镖狠狠地瞪了一眼马青，继续开车。马青摸出香烟，自己先点了一支，随后将烟盒对向保镖大哥。大哥，吸烟不？马青问道。不吸。保镖冷声道。大哥，你这太客气了。马青看了一眼保镖大哥的食指，没好气地笑道：大哥，你那食指的指甲颜色明显和其他手指指甲颜色不一样，那一看就是烟熏的。大哥老烟泡子了吧？支油。保镖又是一脚踹在刹车上，他沉了一口气，猛地睁开眼瞪向身边的马青。你特么的才是老烟泡子呢！保镖大骂。来来来，马青嬉皮笑脸的把烟往大哥嘴里塞，整一支，整一支，老弟给你点上。你特么把手拿开！保镖不停躲闪着。哎呀，大哥，你刻意表现得这么凶，老弟干销售的，每天就是研究人的。大哥，我看你第一眼就觉得你面善，一点不像是个杀手，身上根本没有力气。看你手上的戒指我才知道，原来大哥都当父亲了。一顿软磨硬泡，马青强行把烟对进大哥的嘴里，然后还真给点上了。大哥呀，老弟不是不讲理的人，配合你工作，你要带我去哪儿，老弟跟你去哪儿。但就立场而言，咱俩没什么矛盾，你不过是拿钱办事而已，而我也就是救我兄弟。马青笑道。大哥嘬了一口烟，深吸一口，呼，你朋友现在被我们绑架了，你知道不知道？大哥严肃的道。知道啊。马青笑道。刚才你不是说了吗？我的意思是，既然你的朋友被绑架了，难道你不应该是害怕的吗？怎么话这么多啊？马青挠了挠脑瓜，笑道：大哥，那都是电影里的桥段，咱俩无冤无仇的，路上唠唠嗑解解闷，这也不当个啥啊。大哥，这个人的脑回路。哎，对了，大哥，你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马青抽了一口烟。上初中的大哥不耐烦的道。学习成绩怎么样？马青又问。大哥没说话，不过嘴角却略微勾起，有一丝丝得意的意思。马青眼睛间，从大哥表情上的细微变化便知道大哥内心所想，应该不错吧？马青笑道。还好。大哥口气稍微柔和了些，毕竟聊到他引以为豪的孩子身上。年级前3？马青试探性的道。大哥淡淡的道。呀！马青惊叹道。了不得呀，国家栋梁之才啊。随后马青又试探性的道。大哥常年在外面工作，想必您的孩子在家一定很懂事吧？废话。大哥理直气壮的道。这么孝顺的孩子，如果知道大哥在外面做这种工作，估计孩子一定担心坏了。马青摇头叹息道。此话一落，大哥脸色有些不自然了。对于自己工作的事情，他一直瞒着家里人的。大哥呀，马青同情的看着保镖大哥，苦口婆心的道。其实我理解你，出来就是为了多赚点，让家人过得更舒适些。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家人最担心的是大哥呀。您孩子那么懂事儿，如果知道您在外面做这么危险的工作，心里肯定会很愧疚吧？他一定会认为是他连累了父亲。马青望着远方，陷入了回忆中。大哥，也不怕你笑话，打我记事的时候开始，我就没见过父亲，妈妈也不跟我讲，只是说父亲为了家付出了很多。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我不需要那么优质的生活，我只想要父亲。马青咬牙，重拳愤恨地砸在车上。他好自私，打着一切都为了家的口号，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不考虑家人的感受。大哥听着马青的讲话，情不自禁地自我代入。当马青那记重拳砸在车内时，大哥吓得浑身一震，魂儿都被砸没了。以前大哥没有想这么多，无非就跟马青所说的父亲想的差不多，就是想给家里多赚点钱而已。
但当他知道马青内心的真实想法后，内心深处最柔弱的地方被戳中了。大哥陷入了沉思，难道我太自私了？马青从悲伤的情绪走了出来，看向大哥，问道：对了，大哥，你这行还缺人不？一个月不少赚吧？啊，大哥看向马青，道：确实不少赚，但要说缺不缺，你要当保镖？马青重重的点头，道：这次救我兄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也想看看这行业怎么样。如果真的赚钱，这次我和我兄弟就不走了，直接入伙。大哥一脸懵逼，这尼玛什么情况啊？本来小姐带走王磊是要威胁马青的，这特么弄了一回招，这俩人来应聘来了。大哥觉得这事儿有点棘手了，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这档子事儿头一次遇到啊，这也没有经验啊。大哥，马青激动地看着大哥，急切的道：大哥你看我行不行？如果行，以后老弟就跟你混了。大哥匪夷所思地看着马青，他觉得这小子兴奋成这个样子，应该不是假话。不是啊，老弟，这次我们小姐找你是有事儿的，你这要去应聘保镖。大哥满脸黑线的道：没事儿。马青大手一挥，道：事儿办完了，我和我兄弟直接入职。关键，大哥看着马青，无奈的道：小姐也不能收你们啊。为啥？马青问道。大哥想了想，问道：我问你个事儿，你和柳小姐是什么关系？马青一听，心中暗喜，其实之前铺垫那么多都是扯犊子，他的目的想表达自己和保镖之间没有矛盾的立场，借此去慢慢打开保镖的话匣子，从而问出对自己有用的情报。不过一听柳小姐，马青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柳一。63，此事蹊跷。柳一？马青问道。大哥点了点头。同事关系吧？他是我领导。马青道。他不是你女友？大哥惊奇地问道。马青，他为啥是我女友啊？马青满脸黑线。哎，大哥叹了一口气，道：你是惹上大麻烦了。怎么说？马青又递过去一支烟。大哥见状，摆手掏出自己的香烟，抽我的吧。大哥好心递给马青一支烟，马青也不客气，结果大哥递过来的中华，先是为大哥点燃，然后再点燃自己的。呼，大哥呼出烟雾。具体什么事儿？我不知道，毕竟我也只是一个保镖，但偶尔还是能听到一星半点消息的。大哥解释道。您说？马青严肃的道。我们小姐听说刘小姐有男朋友了，第一时间就调查你。调查我？马青一愣，问道：为什么要调查我？你们家小姐和柳一是什么关系？这我就不知道了，但你了解刘小姐吗？大哥问道。财阀？马青试探性的道。大哥点了点头，沉声道：小伙子，我劝你小心点，我听说刘小姐身上可是有婚约的，别说你不是刘小姐的男友，哪怕你跟她有一点绯闻，这都是个事儿。有些女人像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是碰不了的。马青闻声陷入了沉思，他想起自己与柳一初次见面时的场景，当时因为早高峰，自己和他都认错人了，然后自己莫名其妙的被他领走了。现在看来缘由是找到了，想必柳一不同意那桩婚事，估计当时他的处境和自己差不多，自己想找个女友应付一下大学同学聚会，而他则是找一个条件差不多的男人带到他父母面前，让他父母死了那条心。但是有一点马青没有想明白，那就是这种事情对于柳一而言不是一件小事儿，而从他直接把自己带走这件事儿上来看，似乎柳一并不知道他自己假男友的长相，这极有可能说明当时柳一找的假男友不是他自己安排的，应该是别人给安排的。如果是别人给安排的，最起码的也得事先给柳一一张照片吧，柳一也有必要事先看一眼对方是不是符合标准吧。自己认错人，这是没有办法的，毕竟网红脸都一样，谁知道现实长啥样。但柳一没有理由认错人啊，结合柳一刚好入职万兴集团，又偏偏住在自己隔壁，所有的事情整合在一起，说是巧合，实在让人难以信服。忽然的，马青有一个大胆的推测，会不会是被设计了？会不会是被安排了？如果是，那么背后的操手究竟是谁？目的又是什么？想到这里，马青剑眉紧皱，觉得这事儿可能比自己想象中的还复杂。虽然还不能确定这一切是不是有人背后故意操作的，但唯一能确定的是，这事儿绝对不是巧合，这里面绝对有蹊跷。马青走出思绪，看向保镖大哥，笑道：谢了。大哥抽了一口烟，打量了一番马青，叹道：我看你也不像是什么坏人，就多说几句，反正你小心点就是了。这时候大哥的手机震动了起来，大哥一看，大惊失色，
我透！大哥惊道。大哥赶紧接通了电话，没等大哥先说话，那边马青就疑惑地问：大哥，谁啊？嘘！大哥赶紧捂住话筒，小声喝道：别他妈说话！哦，马青点了点头。大哥再次拿起手机，恭敬的道：老大，干什么呢？刚才谁在你旁边说话？大哥瞪了一眼身边的马青，尴尬的道：刚才说话的是马青，老子让你去把人给我绑回来，你他妈还跟人家唠上了。电话另一头吼道：出了点问题。马上道。大哥满脸尴尬：不用了，你俩拜完把子再来吧。嘟嘟嘟，电话被挂断了。大哥掐灭烟头道：光他妈跟你聊天了。大哥拉开手刹，挂档，轰的一脚油门走了。废弃的工厂，保镖大哥把车停好，下车吧。保镖大哥淡淡的道。马青应声。两人下车，工厂的大门打开了，马青走了进去，就看见厂房中间挂着的王磊，他在空中游荡来游荡去，看起来十分喜感。王磊见得马青来了，两眼瞪了个溜圆。呜呜呜呜！王磊拼命的摇头，虽然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不过从他急切的眼神来看，似乎他不想让马青来这里。工厂大门就被关上了，众人围向马青。你就是马青？这是一道女孩子的声音。语出同时，一位身穿白色裙子的女孩子走向马青。马青看了一眼她，目测年龄不大，估计也就是个高中生。马青看了一眼王磊，对女孩道：放了他。女孩没说什么，笑着摆了摆手。身后的保镖会议立即松开绳子，咚！王磊砸在地上，惊奇一片尘土。马青满脸黑线，道：你倒是轻点放啊。女孩笑了笑，道：你就是柳依的男朋友。马青目光一沉，没说话，大脑陷入疯狂的思考中。之前保镖大哥说过，当这个女孩知道自己是柳依男朋友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调查了自己。想必柳依是自己的上司，以及他又住在自己家隔壁的事儿都了如指掌。就目前而言，马青认为自己解释太多似乎没有多大用处。既然对方都把王磊绑了，对方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会儿说自己不是柳依的男友，估计对方也不会信。捞干的说吧，马青淡淡的道。女孩一听马青这话，当即开心的笑了。好，女孩高声道。随即，女孩背着手，俏皮的走到马青身前。30万女孩邪魅一笑，道：离开他。马青闻声一愣，怎么？女孩笑道：舍不得。不，你误会我的意思了。马青笑道：我的意思是，就这。你什么意思啊？女孩笑容凝固了，就没有其他要求了吗？马青咧嘴一笑，露出他洁白的牙齿，道：就这么点难度。说实话，我这钱拿的心里很不踏实，你总得让我干点啥吧。女孩愣了几秒，马青笑眯眯的看着她，也不说话。64拍卖王磊，马青，我井号人民币100分号，太多了吗？马青低头沉思了一番，道：那10万，10万总行了吧？女孩两眼一眯，死死地盯视着马青的脸，不肯放过马青表情上任何一个细节。那马青又想了想，然后竖起5根手指，道：5万，5万总行吧？女孩还是不语。1万，马青一狠心，道：1万，你给我1万，我离开他。女孩看着马青，对伸手的保镖招了招手，保镖走了过来，把事先准备的30万递到女孩手上。这里是30万。女孩淡淡的道。话是这么说着，但女孩却并没有把钱递给马青的意思。马青假装眼睛一亮，伸手就要去拿钱。拿了钱，你的朋友就得留在这里。女孩忽然补了这样一句话。此话一落，马青伸过去的手顿住了，明明已经摸到钱了，但这手说什么也不敢把钱拿走。那个，马青讪讪的笑道：我的朋友不止30万。躺在地上的王磊闻声，什么？不值30万？王磊心碎了一地。不光是王磊听差了，就连女孩也听差了。哈哈哈哈哈！女孩回身看了一眼地上的王磊，讥讽道：看到了，这就是你要舍身相救的朋友，说你这条命不值30万呢。不是，马青无奈的笑道，我说的是，我的朋友不止30万，是不止，不是不值。王磊一听，愣了神，1秒后，王磊感动得无言以对，只有流泪。兄弟啊，果然是兄弟啊。女孩一听，笑容骤然凝固。30万分手费，马青同意了，甚至1万块钱的分手费，他都同意。可涉及到朋友的时候，你他妈竟然告诉我，你朋友不止这个钱？你到底知不知道柳依是谁？你到底知不知道柳依有多好看？
他到底在你心中有多廉价呀？啊，你是什么意思？女孩冷声道。得加钱。马青道。女孩，王磊。王磊不理解的看着马青，心想，你他妈脑子有毛病吧？啊，不要30万就能领走我的事儿，你反过来还要给人家钱？女孩也有点愣神。说实话，活了这么些年，头一次遇到这种事儿。那女孩想了想，道：50万，一条人命，就值50万。马青指着地上的王磊，道：你知不知道他一个月能做多少业绩？少吗？女孩又想了想，道：200万。200万总差不多了吧？马青艰难地抿着唇，犹豫了好大一会儿。半晌，马青抬起头，道：成交。说罢，马青把手机拿了出来，打开银行 app， 找到卡号，道：我的卡号是王磊。女孩，等等，等下。女孩赶忙叫住了马青，问道：不是应该你给我钱吗？我为啥给你钱？马青一脸懵逼，给我钱？你好带你兄弟走啊！语出同时。女孩指了指躺在地上的王磊，不对，你算错了。马青摇头道。女孩，来，咱们重新捋一下。马青问道。分手费多少钱？30万。女孩答道。刚才你是不是让我在30万和兄弟之间做选择？马青又道。啊，怎么了？女孩道。啪！马青一拍手，理直气壮的道：这不就完了吗？什么就完了呀？女孩气急败坏的道：你在这说什么呢？你看哈。马青耐心的解释道：分手费30万我认，甚至1万块钱分手费我都认，但我兄弟绝对不止30万这个价钱。后来你加价到200万，这兄弟我不要了，你不给我钱？女孩，保镖们。王磊。本已感动到泪流满面的王磊听到马青这样讲，泪水骤然止住了，如不是他的嘴还被胶带封着，此时早就破口大骂了。马青，我透你姥姥的，老子以为你在救我，感情你他妈在这拍卖老子呢，你好像是个两笔。女孩骂道。马青疑惑地看着女孩，问道：你们要他不是要他给你们做业绩吗？我做你妈！女孩心态彻底大爆炸，骂骂咧咧的道：你就是个两笔。马青挠着头，讪讪的笑道：我以为你们要他给你们做业绩呢，他业务能力确实不错，200万已经是甩卖价了，不知怎地，就是瞬间的事儿。女孩在看到马青的时候，一个头两个大，她扶着额头，不耐烦的忽闪着手背，骂道：别在我眼前晃悠，带上你兄弟赶紧滚！马青看着女孩僵硬一笑，然后灰溜溜的跑到王磊身边，解开他身上的绳子，拽着他就走。女孩没有拦着马青，就站在原地让他们的逃走。待马青和王磊离开工厂，一位戴着圆眼镜的中年人走到女孩身边，模样看起来有些像管家。小姐，是他吗？中年人恭敬的道。不像。女孩沉吟一番，略带一丝疑惑的道：但这个两笔很贼，能娶柳依，可不止30万这么简单。为了这么点钱肯离开柳依，不论怎么看都像是个贪财的小人。小姐，您是不是多虑了？不。女孩斩钉截铁的道。难道你就没看出来，他这次来只想带走他的朋友吗？这中年人满脸疑惑。女孩闭上双眼，把之前发生的一切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而后她睁开双眼，分析道：我们是谁？为什么绑架他朋友？为什么要他和柳依分手？对于这些，他只字不提，甚至连最基本的报警都没有。这看起来难道不奇怪吗？他看起来胆子很小，应该是不敢吧？中年人道。不。女孩双眼一眯，道：他贼就贼在这个地方了，之所以你认为他在害怕，那只是他想让你看到的。小姐，以您的意思。中年人道。没错，他是装的。女孩沉声道。人在害怕或者紧张的时候，瞳孔是微微颤抖的，额头上也会浮现些许汗珠，但他并没有。小姐，他还没走远，我派人把他带回来吧。中年人赶忙道。不用了。女孩笑道。关于我们的一切，他什么都没问，想必他也不想继续与我们发生矛盾。今天的事情就这样了，日后多留意他就是了。是。中年人应声。话是这么说着，女孩表情渐渐变得越发凝重。马青的举止言谈已经超乎女孩的意料，他所表现的素质已经不是一位销售经理所应具备的。30万虽然不能说太多，但对于一个销售经理来讲，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这个数字已经足够他为此动心。事实上他表现的也是如此，但后来他提出1万块钱就离开柳依的事儿，这看起来就未免有些耍人的意思了。按照他之前的计划，
当自己提出30万分手费时，马青应该会拒绝，因为柳依的颜值就不止30万这个价格，更何况她的财阀背景了，所以这便促成自己继续加价，大概加到200万时，马青那边应该可以松口了。可让人意外的是，自己第一次开价，马青那边直接落锤，还要求帮自己做点什么，不然心里不踏实。有一说一，当马青整出这一番话的时候，自己确实有些发懵，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搞错了柳依和马青的关系。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女孩忽然认为这个马青并不简单。简单的一句话，看似在开玩笑，实则是在表达他对自己没有敌意的立场。与其说他和柳依不是情侣关系，这个说法更让人感到幸福。似乎他也并没有想从自己这里拿走1分钱的意思，他的目的仅仅只是想带走王磊而已。分析到这里，女孩开始推测，难道这个马青根本就不喜欢柳依？难道柳依在追求马青？想到柳依会主动追求男人，女孩有些难以想象。不过想到柳依加入万兴集团，又搬到马青家隔壁这件事儿来看，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而且这个马青看起来也并非普通人，遇到自己朋友被绑架，不报警，不吵不闹，不问对方是谁，从只解决问题的态度上来看，这个马青绝对是经历过大场面的人。65是吹牛吗？马青和王磊两人走出工厂后就开始玩命的跑，看似两个人都在逃命，实则不然。马青，我透你老了，你特么的给我站住！王磊一边追一边骂道。马青跑在前头，时不时的回头看一眼王磊有没有追上来。老子好不容易救你出来，你这是干什么啊？你可去个屁的吧！王磊被气的说话直结巴，他骂道：老子以为你救我来了，你特么竟然拍卖老子！哈哈哈！马青大笑道：你值200万呢！来！王磊吼道：你别跑，我给你200万！谁跑了？马青没好气的道，整得像是我怕你似的。你放屁！王磊喝道。那你倒是停下来啊！我是担心他们追上来。马青道。行，我让你嘴硬哦，别让我追上你。王磊咬牙切齿的道。良久，马青跑不动了，王磊也跑不动了。后头的王磊看着马青的背影，缓了几口气，再追上去几步。前头的马青见状，也赶紧把刚积累的些许力量使了出来，又朝前跑了几步。两人就是这样展开新的一轮拉锯战。有本事别跑！王磊虚弱的道。那你有本事别追呀！马青气喘吁吁的道。一个在前头领跑，一个在后头追，两个人竟然从郊区跑进了市区。到了最后，马青是彻底跑不动了，看到了一家超市，赶紧走了进去，买了2瓶矿泉水。王磊终于成功的追上了马青，不过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什么多余的力气去揍马青了。别走，咱俩事儿没完！王磊一把抓住马青的衣服，马青把其中第1瓶水递给王磊，道：给。两人拧开瓶盖，近乎同时的仰脖，蹲蹲蹲蹲，哈呀的一声，1瓶矿泉水下肚，两个人活了下来，缓了一口气。马青淡淡的道：雷子，干屁！王磊没好气的道：别他妈跟老子说话！说正经的马青一脸严肃的看着王磊，问道：你这身手怎么还能让人给绑了？要是跑的话，他们应该拦不住你吧？说到王磊为什么不跑，王磊沉静下来。王磊漫不经心的道：为什么？马青问道。没什么，我就是想知道他们到底是谁而已。王磊淡淡的道。然后呢？马青问道。然后你来了。王磊平静的道。雷子，这事儿到此为止了。马青严肃的道。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他们是谁？王磊疑惑的看着马青。这跟想不想知道没有关系。马青面色凝重的看着王磊，态度十分严厉的道：有些事儿不能知道太多，别说我们不知道，哪怕对方告诉我们了，我们都不能听。可是，王磊不理解的道：没有什么可是。马青喝道。这是王磊从未见过的马青，平日中马青都是嘻嘻哈哈的，忽然生气起来，这确实不由得让王磊重视马青的内心的想法。那他们以后再找你怎么办？王磊问道。他最担心的事情上，或许会找我，但没有关系，也无非就是简单聊几句而已，这个你可以放心。马青轻声道。你怎么知道？那万一……王磊道。话音未落，马青打断王磊的后文，他浅笑道：我进工厂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对我使用金属探测仪，甚至连简单的搜身都没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真的是为了钱，绑柳依最好，他才是财阀。就算是绑柳依，通知的也不应该是我，而是柳依的父母。再者，如果是真的想让我跟柳依分手，钱能解决的问题，根本犯不着绑架。更何况
30万的分手费，这也太瞧不起柳一的背景了。王磊赞同的点了点头。咦？王磊疑惑的抬头问道：那他找你想谈什么？不知道。马青一摊手道：我也没给他说的机会，光扯犊子了。王磊听这话其实很想笑的，但仔细想想，马青的潜在威胁仍然存在，这就有些笑不起来了。马青见得王磊还是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不用想太多，虽然我不知道他找我到底有什么目的，不过有一点你可以放心。什么？王磊满脸好奇地看着马青。那就是说到这里，马青顿了一下，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这个世界上能动我的人屈指可数。呼，无风生风，一缕清风吹醒王磊的面门。听过吹牛批的，但没听过这么敢吹的。王磊当场傻眼了，这般狂妄的豪言，难道不只应该在装13打脸都市小说里才会出现的吗？王磊和马青多年的交情了，马青什么人王磊清楚的人，这人平时嬉皮笑脸，也没个正经样儿，但要说吹牛皮，讲道理他没见过。不知怎地，王磊竟然莫名的相信马青的话。全世界没有几个人敢动马青，这听起来是多么的滑稽，听起来是多么的引人发笑，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王磊从灵魂的深处相信马青这不是假话。同时，王磊忽然发现眼前的马青好像不是之前他所认识的马青了。记得大学时两个人还抽着廉价的红塔山，记得大学时两个人还跑到外面的小贩卖烤串，然后两人蹲在街头吃着烤串喝着冰镇啤酒。记得大学时两人经常逃课跑去网吧打游戏，期末考试时熬夜背书本重点，甚至是头几天两个人还因为王磊跟同事打赌米露是不是马青女友的事情而打打闹闹。头几天两个人还抱着肩膀去吃牛排。不管是几年前的还是几天前的，这些场景都历历在目，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下一瞬，马青竟然告诉王磊，在这个世界上敢动我的人屈指可数。关键的是，王磊还特么的信了，是那种发自灵魂的相信。王磊没好气的笑了，心中所有的疑虑，所有的担心瞬间烟消云散。净特么吹牛皮！王磊骂道。哈哈哈哈！马青开怀，多余的不解释，上前一把抱住王磊的肩膀道：对了，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找我？难道这几天你一直送我是因为这个？废话！王磊看了一眼马青的胳膊，没好气的道：早就告诉你了，柳一不是普通人，但凡你跟他有一点点的关系，就会惹上大麻烦，更别提你是他男朋友了。不是吧？马青无奈的笑道。你不会以为我这胳膊是那些人打的吧？谁知道你他妈一天都什么情况，每天上班都带伤。王磊没好气的道。哈哈哈哈哈！马青开怀大笑。别笑了，有什么好笑的？你这胳膊到底是怎么弄的？王磊问道。行了，说出来你也不会信。走吧。马青神秘的笑道。你刚才那么吹牛皮我都信了，还有什么不能信的？王磊大惊小怪的道。行了行了，走吧，别絮叨了。马青没好气的道。马青抱着王磊的肩膀消失在街头。66男一。马青回到自家小区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下来。上了楼，走过拐角，我透！马青被眼前吓了一大跳。一只狼坐在走廊，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狼，而是柳一的狗，名叫男一。马青定了定神，这才发现这不是狼，而是一条捷克狼犬。也不怪马青把它认成狼，它的外观、体型、毛色纹理与狼完全相同，任谁第一眼看去都会把它当作一只狼。捷克狼犬全名捷克斯洛伐克狼犬，起源于1955年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一项实验，最初被设定为军犬，常用于特种部队以及突击部队等，后来还用于搜救和护卫，是那种运动能力超强、极其聪明的大型犬。男一看到了马青，原本是坐着的，瞬间站了起来，两眼警惕着马青。马青看着他，想了想，这应该是柳一的狗子。记得柳一今天下班挺早的呀，按道理来讲，他应该比自己先到家呀，怎么到现在还没见他人呢？马青走了过去，可没走几步，男一身子压低了。这个动作是狼遇到猎物时的动作，通常狼遇到猎物会匍匐前进，然后瞬间提速捕杀。马青不敢动了，这特么的，这玩意咬人不啊？马青往左边靠了靠，男一也往左边靠了靠。马青又往右边靠了靠，男一也往右边靠了靠。马青，这特么不太对劲啊！嗨，马青清了清嗓子，指了指自己的家门。这个，我家。马青道。男一发出低吼声。不是，
马青气急败坏地骂道：“真是什么狗，什么主人啊！一点理不讲，你他妈站在你自己家门口，还他妈管我家啊！”啊！不知何时，柳依已经站在马青的身后。想死是吗？柳依冷声道。马青一听是柳依的声音，浑身都硬了。柳总回来了。马青僵硬的回身。马青看了看柳依抱着的狗粮，讪讪的笑道：“买狗粮去了啊？”柳依懒得理他，直接走了过去。南一看见柳依，开心的不得了，不停的往他身上扑。柳依弯腰，溺爱的揉了揉他的头。南一一脸舒适，享乐其中。你家狗咬人不？马青警惕的看着南一。不咬人。柳依淡淡的道。呼！马青长舒一口气，这下心里踏实了许多。可就在马青即将走过去的时候，南一忽然横在马青的面前，龇牙咧嘴的不断发出阴森的低吼声。你他妈不说他不咬人吗？马青吼道。你不是人。柳依冷声道。说罢，柳依打开家门，自己走进屋子。柳依人不见了，从里面传来一道声音：南一，进屋。南一，汪！南一跑进屋子里，进屋前他还不忘把门关上。马青一看南一走了，这才敢松了一口气。切！马青没好气的道：不就一条破狗吗？神气什么？饭后，马青出门，打算溜溜弯，消化消化。刚出门就遇到柳依，看这个样子，他应该是要去遛狗。柳依看到马青，低头思考了一番，弯腰拍了拍南一的头，追他。柳依淡淡的道。马青闻声愣了一下，谁？追谁？这里有别人吗？等南一冲着马青嗷嗷乱叫的时候，马青才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卧槽！马青大骂。柳依解开绳子，南一直接扑向马青。马青见状，拔腿就跑。柳依，你他妈是不是有病？马青的声音越来越远。柳依关上家门，回到屋子继续看文件。本来是想出去遛狗的，碰巧遇到了马青，本来是一件挺让人恶心的事情，但想想自己还有文件没有看完，让南一去溜溜马青也是好事儿。南一又能放风，自己又解气。柳依看着手上的文件，听着楼下马青扯脖子喊：柳依，你他妈不得好死！南一，汪！我个篮子的，你他妈跑这么快吗？马青嘶吼。南一，汪！我透！马青骂骂咧咧的道：老子的血！柳依置若罔闻，抬起咖啡，轻轻的抿了一口。小区里，马青一边跑着，一边扯脖子喊：卧槽，这玩意跑这么快！马青咬牙，拼了命的跑。南一在后头可劲儿的追。南一把马青追到绿化区的草坪上，马青脚下没注意，绊倒在地，连出溜带滚的钻进草丛中。南一咻的一下跟了进去，他们厮打了起来。哎，卧槽！我衣服，我衣服，可别他妈的扯了！经过一番折腾，马青好不容易的把狗子推开，连滚带爬的起来，拔腿就跑。一人一狗，把原本安静的小区闹得沸沸扬扬。1个小时后，马青不知道跑了多远，这会儿是彻底跑不动了。行了，老子不跑了，你愿意咬就咬吧。好在的是，南一没有咬马青的意思，也就是撕扯马青的衣服而已。见得马青不跑了，他就跟在马青的旁边，一路走走停停。走时闻闻这，闻闻那，停时抬起一条后腿，在路边尿点，做个记号。这会儿的马青也算是看明白怎么回事了。感情这柳依是要出门遛狗的，看到自己之后就让南一追自己，让自己帮他遛狗。关键是这他妈哪是我遛狗啊，这完完全全就是狗子遛我啊！行，算你狠！马青狠声骂道。平时我受你气也就算了，这回我还得受狗气。路人看到马青，鄙夷的看着他，指指点点，窃窃私语，说一些难听的话。人群中不知是谁传来一句：遛狗不牵绳，什么狗什么主人，真没素质。是啊，真不道德。就是，你看那狗长得跟狼似的，万一给小孩子咬到了怎么办？真差劲，素质好差。马青加快了步调，南一见状也加快了步调。马青一看这狗子还跟着自己，不禁再次加快步调。南一不甘示弱，跟了上去。马青嘴角一撇，啧！马青跑了起来，试图甩开这狗子。南一，汪！南一也跟着跑了起来。最终，马青还是没能跑赢南一。回到小区时，南一死死地咬着马青的衣服，就挂在马青的腰间，游荡来游荡去。马青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走进小区，他已经接受了现实的残酷。碰巧宋老太太出门遛弯，
碰见马青时不禁一愣：“孩子，你这是怎么了？”宋老太太担心的道：“让人骂了马青道。”“让谁骂了？为什么骂你啊？”宋老太太疑惑的问。“说我遛狗不牵绳。”马青一脸生无可恋的道。“你……”宋老太太看了看挂在马青腰间的狗子，道：“你遛狗不牵绳，肯定会被说啊。再说了，你出门遛狗为什么不牵绳啊？”提到这事儿，马青气的脸部肌肉直抽抽。关键，这特么也不是我家的狗子啊！我牵个鸡毛绳？马青可劲儿的抖落着腰上的狗子，不管他怎么抖落，那男一咬得死死的。马青气急败坏的骂道：“这玩意就追着我，追了我2个小时，跟狗皮膏药似的粘我身上了。”老宋太太闻声开怀大笑，哈哈哈哈哈哈！马青无奈的叹了一口气，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了。上楼，马青敲响柳一的家门，伴随着的还有一连串的狗叫声。刚好2个小时的时间，柳一文件也看完了。打开家门，马青一身狼狈，衣服破破烂烂，头发也乱糟糟的，像是鸟窝。男一死死的咬着马青的上衣，就挂在马青的腰间。累坏了吧？柳一慵懒的抱着肩膀。你说呢？马青冷声道。我没跟你说话。柳一冷声道。我跟狗说话呢。男一，柳一呼唤着狗子。男一闻声，立即松开马青，跑到柳一身旁，可劲儿的蹭他的腿。停！门关上了。柳一，马青咬牙，从牙缝中挤出来4个字：欺人太甚。67，带跑偏他。气冲冲的回家，马青第一时间打开电脑，百度搜索什么狗子比捷克狼犬更凶猛，查了老半天也没有找到心仪的狗子。能和捷克狼犬匹敌的也就是藏獒，但由于捷克狼犬属于那种战斗型犬种，哪怕是面对藏獒，捷克狼犬可完全不怂。这并不是马青想要的效果，马青要的是那种血统压制，就是柳一的狗子看到我的狗子立即就怂了那种，气质上压倒对方。马青看着电脑荧幕，陷入了沉思。有了！马青灵光一闪，哈士奇！想到哈士奇，马青嘴角勾起狡猾的笑容。雪橇3傻，哈士奇当属大傻。虽说战斗力远远不及捷克狼犬，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2哈的感染能力强，打是肯定打不过你。不过咱可以带跑偏你啊。正常的狗子叫声都是汪汪汪，2哈则不然，2哈则是嗷嗷嗷，名扬天下。你捷克狼犬战斗力再强又能怎样？咱们来一手以柔克刚，把你的智慧拉低到和2哈一个水平线，然后再以2哈丰富的经验成功带跑偏你。马青满意的点了点头。胜在一手智斗。打定主意后，马青决定改天一定要入手一只2哈，届时与柳一拉长战线，采用游击战的方式全面击溃柳一的狗子。有了战术安排，马青这心里稍微舒服了些，至少这日子有个盼头了。换去这身破烂的衣服，洗了个澡，吃了个饭，安心入睡。次日天亮，马青睡得正香，男一从阳台跳了过来，他跳到马青的床上，睡梦中的马青就觉得有什么玩意踩在自己的身上走来走去，嘴里还发出哈呲哈呲的声音。马青皱着眉头翻身，不耐烦的把男一推到了一边。男一绕了过去，用那大舌头舔了一下马青的脸，毕竟是大型犬，舌头大，劲儿也大，看似舔一下，实则跟扇一个嘴巴子没什么区别。啪！马青猛地被惊醒，直接坐了起来。啥玩意？马青捂着脸，咋还给我一嘴巴子呢？定了定神，一看是狗子。卧槽！马青惊声道：“你特么怎么过来的？”男一哈呲哈呲，男一半蹲，好像在酝酿着什么。马青见状，心道不好，这个动作，莫非……就在马青冥冥之中已经预料到什么之际，一坨狗屎拉在马青的床上。马青看着眼前的狗屎，脸色直接绿了。你特么！男一跳下床，跑到阳台，纵身一跃，回去了。欺人太甚！马青攥着拳头来到阳台，对着隔壁的柳一扯脖子喊：“柳一，你给我出来！”柳一来到阳台，鄙夷的看着马青：“你能不能给你家狗看住了？”马青呵斥道：“大清早我睡得正香，就给我弄醒了，那特么舌头跟鞋垫似的，舔我一下，跟给我一巴掌似的。还有，你在我家拉屎，拉我床上了。”柳一低头看了看脚边的男一，道：“你家锁的门，他怎么过去的？阳台这么近，肯定跳过来的。”马青指责道。哦，柳一伸手揉了揉男一的脑瓜，轻声道：“下次小心点，别摔到了。”说罢，柳一领着他的狗子回屋里了。马青
什么意思？敢请狗子来我家拉屎？你没个道歉的意思也就算了，反过来还担心你家狗子安全。马青攥着拳头，气得浑身直哆嗦，欺人太甚。马青没有想到的是，这才是刚刚开始。这日，马青下班回家的时候，就看见南一趴在门口等他。马青，南一见到马青，站了起来。什么意思？马青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汪汪汪！南一直接扑向马青。马青见状，拔腿就跑。柳一，你管管你家狗子！2个小时后，马青一身狼狈，一脸生无可恋，腰间挂着南一。第二天早上，天一亮，南一就从阳台跳到马青家，那宛若鞋垫似的大舌头啪的一下子把马青扇醒，然后一坨屎就在马青的床上。柳一，马青扯脖子喊。柳一置若罔闻，该干什么干什么。当晚，马青下班回家，南一还在门口，见得马青回来，满脸期待地看着马青，嘴里发出兴奋的哈呲哈呲声。哎，马青不想被狗追了，一屁股坐在南一身边，绝望的道：来，不就一套衣服吗？你扯吧。南一聪明，一看马青不带他去玩，把马青的手机从裤兜里叼了出来。马青见状，伸手去抢手机，还给我！南一拔腿就跑，把老子手机还给我！马青吼道。于是马青满小区追着南一跑。路过的宋老太太见状，不禁满脸疑惑：咦，昨天不是狗子追他跑吗？今天怎么换成他追狗子跑了？又是天亮，马青被南一舌头扇醒。唉，马青叹了一口气，他看着床上的狗屎，道：饶了我吧，我服了还不行吗？可别整我了。当晚，马青回家，发现走廊里没有南一。哎，卧槽！马青一愣，备受折磨的马青忽然没看见南一，还别说，这心里还有点不适应呢。寻了一圈，确认南一真的不在后，马青兴奋的险些从这楼上跳下去，可算是特么消停。马青打开家门，见得南一冲着自己摇尾巴，脸色瞬间黑了下来。一天了，原来今天柳一因为工作耽搁了，所以没能及时把南一放出来。不过机智的柳一知道今天工作会很忙，所以他把阳台的门打开了。如此一来，南一就可以直接跳到马青家，只要马青打开门，南一就可以跟他玩了。又是一天，天亮，南一舌头扇醒马青，马青也知道是他，已经彻底习惯了。他疲惫地捂着天灵盖，心道：这啥钱儿才是个头啊！眼看着南一就要在自己的床上拉屎，马青疲惫地起身，走出家门，敲响隔壁柳一的家门。吱由，柳一打开门，冷着俏脸，抱着肩膀，干什么？柳一冷声道：狗绳给我。马青疲惫的道：你要狗绳干什么？柳一疑惑的问道：那特么不带他出去遛弯，他就在我床上拉屎。马青气急败坏的道。柳一上上下下打量着马青，没说话，等着柳一走了。再回来时，柳一把牵引绳丢给马青。柳一看着满脸憔悴的马青，没好气的道：年纪轻轻的，竟然还没有一条狗精神头足。停！门关上了。你，马青握着拳头，扯脖子喊：你特么精神头足，你倒是遛狗啊！68，啧，果然是干大事的料子。日复一日，1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了。短短1个星期，马青可谓被南一折磨的憔悴了不少。这天下班的时候，王磊开着车，看着满脸憔悴的马青：兄弟，你瘦了。王磊道：你成天跑，你瘦得比我快。马青生无可恋的望着车窗外：你现在天天跑步啊？王磊笑道：马青淡淡的道：你身边有想减肥的朋友可以介绍给我，1个星期我保证他瘦。这么有效果？王磊惊奇的道。哼哼，马青冷笑道：那特么的可老有效果了。哎，对了，王磊想起马青说是要去宠物店的事儿，问道：你忽然要去宠物店干什么？买条狗。马青道：你要养狗？王磊惊奇的道。马青应声。养那玩意干什么？王磊没好气的道：多麻烦，你不懂。马青想起柳一那张冰冷彻骨的俏脸，沉声道：我要干一件大事儿。王磊无奈的摇了摇头，嘟囔道：神神叨叨。好了，王磊停车，解开安全带，到了，这就是最好的宠物店了。很好。马青推开车门，马青从车里站了出来，他觉得站起来的不仅仅是他的身体，随之站起来的还有他的灵魂，他的自尊。这一刻，他看着眼前的宠物店，心中燃起熊熊烈火。来吧，开始选购属于我的神兽。王磊抱着马青的肩膀，介绍道：兄弟，
这家宠物店是我老婆闺蜜开的，狗子你随便挑，不花钱。别，这样不好。马青难为情的道，该多少钱还是多少钱，白拿算怎么个事儿？七儿，你这样，我回家没法跟我老婆交差啊。王磊赶忙解释，我来前老婆特意嘱咐我一切消费不让你买单的，而且她都跟她闺蜜都说好的事儿了，早知道我就不找你了。马青没好气的道。王磊哈哈大笑，和马青勾肩搭背的走进宠物店。这家宠物店的老板是一位叫做曲悠悠的女孩子，比马青小几岁。她的丈夫和李彤彤是同事，工作岗位上曲悠悠的丈夫得叫李彤彤一声前辈。曲悠悠知道今天会有朋友来店里选狗狗，她早早的就做好了准备，就等两人来店里了。见得王磊搂着一位好像患有残疾的帅哥，曲悠悠站了起来，她想，这应该就是王哥的好兄弟了吧。马青和王磊推门而进，曲悠悠喜面相迎，王哥来啦。曲悠悠笑道，打扰了。王磊先是客套一下，随后向曲悠悠介绍道，介绍一下，这是我兄弟马青，跟我同岁，你叫一声马哥。曲悠悠开心的应声，随后礼貌的道，马哥好。王磊对马青笑道，这就是我老婆的闺蜜曲悠悠，叫小优就好。马青笑道，小优你好。相互认识了一下，曲悠悠便带着马青去看狗子了。马青看着眼前一排排的笼子，满意的点了点头，这里少说的有50多条狗子，够选了。马哥想要什么样子的狗？有心仪的类型吗？曲悠悠笑道，有。马青想起柳一的那条捷克狼犬，好奇的问道，对了，捷克狼犬你这里有吗？曲悠悠闻声先是一愣，随后苦笑道，马哥，捷克狼犬国内没几只，所以……哦，原来是这样啊。马青点了点头，随后又问，那玩意多少钱？捷克狼犬全世界数量都很稀少，货源是个问题，就算是能进到货，进货价格也得至少10万块钱，至于售卖价格可能高得离谱了。曲悠悠解释道。随后曲悠悠好奇地看向马青，问道，马哥想要捷克狼犬？不。马青疯狂摇头，笑道，不要那玩意，那玩意太能跑了，跑不过他。曲悠悠闻声好看的笑了，他觉得马青真的很幽默，举止言谈看起来特别的滑稽。马青找到哈士奇的笼子，走了过去，我要2哈。马青道，哈士奇吗？曲悠悠打开笼子，把里面一只品色最好的狗子抱了出来，道，如果马哥喜欢哈士奇的话，那就这条吧，这是店里品相最好的了。马青接过哈士奇，认真的打量着它。马青接狗子的时候是双手接的，对此曲悠悠还不禁意外了一下，不是残疾人，他有多二？马青问道。曲悠悠笑道，其实哈士奇很聪明的，在所有狗狗中，哈士奇的智商在前列，之所以平时看起来蠢蠢的，那是因为哈士奇的服从性不是很强，他总有自己的想法。对，马青听到了重点，道，得有自己的想法。马青又看了看哈士奇，问道，这东西是不是感染力特别强？感染力？曲悠悠没太听懂，疑惑地看了看马青身边的王磊。王磊也是一脸懵逼，我的意思是，他是不是能把别的狗子带跑偏，比如叫声什么的？马青问道。曲悠悠没太明白马青到底要干什么，但想了想，他答道，这个倒是不假，因为我们店里也卖猫的，前几天有一只猫被他带跑偏了，虽然我们及时的把它们分开了，但到现在那只猫还以为它是一只狗。马青一听这话，当即开心的笑了，是他了，他就是我的神兽，就他了。马青掏出手机，道，多少钱？曲悠悠看向王磊，随后讪讪的道，马哥，李姐交代过的。马青才反应过来，一拍脑门，道，哦对，忘了，抱歉。没关系。曲悠悠笑道，那既然马哥就选他了，我带你去拿一些狗粮什么的吧。马青应声。因为王磊的关系，马青白拿了一条狗不说，曲悠悠又给马青好多狗粮、玩具、磨牙棒什么的。临近马青离开店里时，双方还互留了微信。谢了。马青难为情的笑道，你看拿了一条狗不说，又拿了这么多东西。马哥客气了。曲悠悠笑道，您是王哥最好的朋友，给您拿这些我还嫌少呢。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马青笑道。曲悠悠笑道，如果狗狗生病了什么的，您在微信联系我就好。好。马青应声。王磊跟曲悠悠也打了一声招呼，然后开车带着马青走了。马青抱着狗，越看他越是满意，心里美滋滋的。王磊开着车，见得马青一脸激动的样子，
好奇的道：“真没发现，你竟然喜欢狗。狗好啊。”马青指着怀中的哈士奇，对王磊道：“这狗子能成大事儿。”王磊没好气的笑道：“净扯，一条狗子而已，能成什么大事儿？”哎，此言差也。马青绷着脸摇头。马青抚摸着哈士奇的黑白相间的容貌，你看这绒毛，你看这色泽，啧。马青托起哈士奇的脸，你看这眉毛，你看这倔强的眼神，雷子，你看到什么了吗？王磊看了一眼神神叨叨的马青，无奈的摇了摇头。啧。马青没好气的捅了捅王磊，道：“问你话呢。”呵呵，没看出来。王磊笑道：“你能看出来啥啊？真笨。”马青看着眼神的神兽，眼睛一眯，话语中带着一丝狠劲儿的道：“这眉骨之间充盈着一股傻劲儿，这倔强的眼神，藐视众生，无所畏惧，好似在告诉全世界，老子就是爱谁谁。老子蠢的就是这么理直气壮。”哎呀，马青越看他越满意，果然是干大事的料子。王磊，69，给我配他。马青抱着狗子回到小区，上楼的时候刚好碰见下楼的柳一。柳一见得马青，眉头一皱，不过见得他怀中抱着一条二哈，愣了几秒。马青正上着楼，忽然看到眼前出现一双修长笔直的美腿，不用抬头看，他就知道是谁。两人四目相对，马青抱着狗子，不服气的看着柳一，而柳一抱着肩膀，稍有兴趣的打量着马青和他怀中的狗子。一人一狗眼神中都是充满了倔强。看什么看？马青喝道。哦，柳一淡淡的应声，漫不经心的道：“看狗呢。你有问题？你……”马青气结，喝道：“我告诉你，柳一，你不要太过分了，你好日子到头了。”哦，柳一用精致的鼻子努了努马青怀中的狗子，讥讽道：“就凭他，怎样？”马青道：“看你俩一副智商余额不足的样子，我就放心了。”柳一淡淡的道。说罢，柳一下楼，在与马青错身而过之际，柳一还不忘戏谑的看了一眼马青，走着瞧。马青冷哼。回到家，马青把自家狗子放在床上，好吃好喝供着。二哈一看有好吃的，头不抬眼不睁的开始一顿造。马青打量着眼前的二哈，心里琢磨着，这得给自家神兽安排个名字吧。马青捏着下巴琢磨着，柳一家的狗子叫南一，太文艺了，不够霸气，咱们得整个霸气的名字，不能像柳一似的娘们唧唧的。说到霸气的名字，马青目光沉了下来。什么名字霸气呢？马青这一琢磨，就是半个多小时，忽然灵光一闪，有了！马青以拳击掌，咱们就叫大哥。打定好主意，马青夺走二哈的食物。二哈一脸不解地看着马青，表情明显不悦。以后，马青严肃地道：“你就叫大哥。”二哈一脸懵逼，来，咱们适应一下。马青抓了一把狗粮，然后道：“大哥。”二哈听不懂，但知道马青手中的狗粮，当即凑到马青跟前吃狗粮。马青见状，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又抓了一把狗粮，转身跑到厨房。大哥！马青再次喊道。二哈闻声愣了一秒，虽然他不知道大哥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的是马青手中有狗粮，于是屁颠屁颠的跑向厨房。马青又跑进屋里，喊道：“大哥！”二哈又跑了进来吃狗粮，如此反复，就算马青不拿狗粮，每逢他喊出那声大哥，他的狗子就会跟过去。马青，大哥，大哥，汪！马青哈哈大笑，大哥，大哥，汪！马青开心的不行，反复揉着他的脑瓜，道：“好狗！”二哈表情木讷，他不知道马青为什么会这么开心，但他明白，当眼前这个男人喊出那声大哥的时候，自己就应该跑到他身边，他才有了名字的概念。原来大哥是我的名字啊！就在马青洋洋得意之际，隔壁的男一从阳台跳了过来。狗狗的听觉是人类的16倍，早在马青开门进屋的时候，原本趴着的男一耳朵就已经立起来了。他察觉到了同类，跳到马青家阳台上。男一看到了大哥，他匍匐前进，小心翼翼地凑到大哥身边，嗅了嗅他身上的气味。大哥也嗅了嗅男一身上的气味，丝毫没有畏惧的意思。马青见状，满意的点了点头。咱先不管二哈的智商如何，但至少在二哈的字典里就没有畏惧2个字。要知道，马青这一个星期里在遛男一的同时，也见识到了捷克狼犬的强大。带这种霸道总裁上街，就从来没见过别人家狗子不怕他的。捷克狼犬天生勇敢好战，见到同类，瞬间压低身子，一路匍匐前进。
倒也有一些狗子敢跟捷克狼犬叫嚣的，不过也仅仅是狗仗人势罢了。等南翼接近他，瞬间起身提速冲刺时，那些狗子吓得叫声都破音了。印象最深的一次，那次马青带南一到草坪上玩，遇到一群流浪狗，那群狗对着南一疯狂吼叫，南一不吼不叫，缓缓接近他们。待距离差不多时，南一瞬间提速冲刺，直接将那群狗子冲散了。如今马青见到自家的大哥不怕南一，他怎能不开心？南一见得大哥竟然不怕他，他便围绕大哥转圈，反复打量着眼前的小狗，绕来绕去。南一挺直身板，将爪子按在大哥的头上，有点欺压的意思。大哥不服，倔强的扭头。南一抬起另一只爪子，再次按在大哥的面门上。大哥还是不服，扭头甩开南一。南一并没有生气，相反，倒是觉得新鲜有趣，转了一圈，不断用屁股去做大哥的脸。大哥见状，对着南一就是一顿吼叫。南一歪着头打量着眼前的小不点，忽然一记神龙摆尾，大哥直接被撞飞了，接连滚了3圈，狼狈得很。我透！马青赶紧抱起大哥，干啥玩意呢？马青骂道：“见面就欺负人啊！”南一虽然听不懂马青到底在说什么，不过他却可以读懂马青的情绪。他一看马青这个态度，直接叼起马青的拖鞋，顿扯，然后还把马青的拖鞋甩到飞了。南一理直气壮地看着马青，仿佛就是在告诉马青：怎样，拖鞋让我甩飞了，你能怎样？马青见状，气得不行。如果不是考虑南一可能会咬人，这会儿早就上去给他一脚了。这时候，马青家的门铃响了起来。马青瞪了一眼南一，冷哼一声，转身去开门了。柳一看着抱着狗的马青，不冷不热的道：“我家南一在你家啊？咋地？把我拖鞋丢窗外去了？”马青没好气的道：“今天我不忙，不用你遛狗了。”柳一淡淡的道：“有何？”马青先是一愣，随后笑道：“听你这意思，我还得谢谢你呗。”“谢就不用了。”怪恶心的。柳一看了一眼屋里的南一，柔声道：“南一，南一，汪！”南一跑到柳一的跟前，在他的腿边蹭来蹭去。不用送了。柳一冷声道。说罢，柳一带着南一回家了。哼！马青唾弃道：“自作多情。”平！马青狠狠地摔上门，借此泄愤。天黑，马青吃过饭，闲来无事，就带着大哥出去遛弯，顺便训练训练大哥。狗子走路时喜欢边走边闻，遇到路个人总会把鼻子凑过去嗅一嗅。男人的话还好，如果是遇到穿裙子的女人，其实挺不礼貌的，或者遇到垃圾桶就走不动路，总想进去翻一些吃的，亦或是过分的激动，原本是遛狗，到了外头就变成了狗遛人，这些都是要进行训练的。具体方法就是带着狗子最喜欢吃的零食，一旦狗子出现上述行为，直接拽牵引绳，等狗子安定下来，立即给予奖励。如此反复，狗子就会植入一个只要乖乖跟着主人走就会得到奖励的概念。马青训着训着，就来到那片草坪，刚好也累了，这里人少，可以解开牵引绳放他自己玩一玩。刚解开牵引绳，南一就扑了过来，毕竟是大型犬种，好歹也是80多斤，一下子就给马青扑倒在地。那宛若鞋垫般的大舌头照着马青的脸咔咔就是一顿舔。说是舔，其实跟扇嘴巴子没什么区别了。哎呦卧槽！马青赶紧推开南一，坐了起来，擦去脸上的口水。南一哈呲哈呲哈呲。南一满脸兴奋地看着马青，似乎想让马青陪他玩。马青看了一眼南一，心想既然南一在，那么在草坪上寻了一圈，最终在那边的长凳上看见了柳一。身穿职业装的柳一坐在长凳上，望着以北的方向发呆，似乎并没有发现马青。马青看了一眼柳一，撇了撇嘴，没有上前打招呼的意思。挨一顿揍犯不上。他拿出飞盘，南一看见马青手中的飞盘，兴奋地乱叫，那4条腿已经开始原地小跑起来，明显迫不及待的样子。倒是大哥一脸木讷地看着南一，不知道他究竟在兴奋个什么。听见南一兴奋的叫声，那边的柳一终于有了反应，本以为南一可能惹了祸，见的是马青，他又偏头继续看向以北的方向，虽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情绪，不过细看的话倒是有那么一点放心的意思。马青看了一眼自家的大哥，叹了一口气，估计大哥可能不会玩飞盘，那就让南一给你打个样吧。南一，马青道。南一紧紧盯视着马青手中的飞盘，汪！马青奋力一丢，飞盘在空中画了一道漂亮的弧线。南一撒腿就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追赶飞盘。待飞盘即将落地的那一个瞬间，南一高高跃起，
在空中精准地咬住飞盘，然后稳稳落地。大哥见状，惊呆在原地，那倔强的眼神中闪耀着惊喜的光芒，这是他从未见过的。男一高高跃起，接住飞盘的那个瞬间太帅气了。不过几秒的功夫，男一就叼着飞盘回来，他把飞盘送到马青怀里，叫了一声，满脸兴奋地看着他。大哥兴奋地在马青身前跳来跳去，好似高高跃起的是他，好似接住飞盘的也是他。他也跟着男一兴奋地朝马青叫着，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马青笑了笑，再次将手中的飞盘丢了出去，这次是更远的方向。男一兴奋地叫了一声，拔腿就跑，瞬间就没了影子。大哥也跟着跑了出去，可他还是一只未成年的小狗，腿太短了，看起来笨笨的，蠢蠢的，连一半都没跑上。人家男一都接住了飞盘，等大哥跑回来的时候，大哥才笨笨地跑到马青跟前。马青看着大哥，温柔地笑了，伸手揉了揉他的脑瓜，递给他一把狗粮以作安慰奖。大哥呀，你还小，等你什么时候长得跟男一一样大的时候，你就可以跑得跟他一样快了。马青想了想，觉得这话说的不对。不，你一定比男一跑得还快。男一见得大哥有狗粮，当即冲着马青嗷嗷乱叫。马青一边溺爱地揉着大哥的脑瓜，一边没好气的道：一边去，给你飞盘玩就不错了，还要零食？找柳一要去。男一汪汪汪，你叫也没用，我家大哥都不够吃呢。马青没好气的道。男一见得马青不给，又是一记猛龙摆尾，一屁股就把大哥那小身板撞飞了，抢走了大哥的零食。大哥在草坪上接连滚了3个跟头，这才停了下来。哎，你！马青大骂，你怎么不讲理呢？男一不理会他，低头吃着零食。大哥爬了起来，晃了晃肥乎乎的脑瓜，不满地冲着男一大叫。男一不过一呲牙，的一声，大哥便没动静了。大哥灰溜溜地躲进马青腿边，气得直抽抽，有点抽泣的意思。马青心疼地看着大哥，一种同病相怜之感油然而生，像极了当时自己被柳一欺负的情形。唉，马青叹了一口气，忽然觉得自己活得像是一条狗。他又重新抓了一把狗粮递给大哥，一边轻抚他的背，一边柔声道：大哥呀，别着急，你需要成长。男一是一条小母狗，等你长大，你配他不就完了吗？让他给你造娃。其实马青和尤红，这时候男一吃完了零食，见得大哥还有零食吃，当即又开始蠢蠢欲动。你干什么？马青指着男一喝道：刚才大哥那份你都吃了。男一汪汪汪。马青看了一眼身旁弱小的大哥，再次叹气：行吧，我再给你点儿，但你不能抢大哥的。语出同时，马青又给男一抓了一把狗粮，如此，男一这算是放过了大哥一马。马青喂了他们一会儿狗粮，接着又开始丢手中的飞盘。大哥腿短，跑得慢，只能踉踉跄跄的跟在男一的后头。就算是这样，大哥也是乐此不疲。马青丢着丢着，也就无聊了，坐在草坪上，望着周围的夜景，听着城市中的喧闹声，有人的声音，有狗的声音，有汽车呼呼来往的声音。等男一捡回来飞盘的时候，他再把飞盘丢出去。柳一坐在那边的长凳上，望着以北的方向，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马青只能看到他的侧颜，有的时候不得不承认，一个女人的侧颜真的很有杀伤力，好看的女人更是如此。他就在想，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比尤红更好看的女人存在啊。想起尤红，马青愣了神，咦，自己和她分手多少天来着了，记不太清了呢。对此，马青倍感惊奇，记得自己每天都计算着自己和尤红分手的日子。上次记录是5年3个月零21天，现在是多少天来着？奇怪，从什么时候自己开始不计算日子了呢？马青想了想，不禁露出苦笑，应该是从见到柳一开始的那天吧。唉，马青叹了一口气，觉得也是，成天被人欺负，也就没心思记这些东西了。算了，都分手了，不记也罢，人家都不把自己当回事儿，自己记这些有什么意义呢？看起来像是个拿得起却放不下的废物。都说爱情来时是人们的第一次成长，这话不假。高中那会儿，马青懵懂，虽然没有去谈女朋友，但还是听说了不少关于身边朋友的爱情故事。听到最多的就是谁谁谁和谁谁谁在一起了，然后过了半年，谁谁谁背着谁谁谁和谁谁谁搞在了一起。大多都是男孩子玩腻的女孩子求新鲜去了，总之听起来挺乱套的。那时的马青就在想，自己可不要那种爱情。爱情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一生一世的相守。马青要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结婚生子，然后看着宝宝成长，考大学，
成家立业，最后自己攒钱买一套小农房。夏天坐在葡萄架下的摇椅上，扇扇凉扇，吃葡萄，日子就挺好。这会儿的马青认为，只要自己不像其他男孩子那么胡搞，那么自己的爱情必定伟大。大学时，马青遇见了尤红，尤红长得美啊，刚入校第一天就成为了校花，追求者无数。马青腼腆的像是个姑娘，别说给人家写情书了，哪怕是看人家一眼，自己都会情不自禁的脸红，更别提尤红看他一眼了，那样会激动的他3天无法认真听讲。其实马青长得也很帅，入学的第一天也受到不少学姐的关注，就像是马青偷偷关注尤红那样，只是他自己不知道是了。后来的某一天的选修课上，尤红忽然坐在马青的身边，马青被吓到了，一动不动，连目光应该放在哪里合适他都不知道，紧张、激动、开心，种种情绪复杂交错着。到现在的马青都记得那天尤红有多美，她身穿白色短袖和蓝色牛仔短裤，穿着虽然很简单又很随意，很多同学都这么穿，但她那白皙的肌肤以及修长的美腿让所有人为之垂涎。因为是夏天，她隐约可以通过轻薄的短袖看清里面 bra 的纹路，比如后背的挂钩。谈过女朋友吗？尤红忽然的问。马青一张口声线就变得颤抖起来，紧张的险些把心脏吐出来。你喜欢我，对吗？尤红笑盈盈的道。马青彻底懵了，说喜欢他不敢，说不喜欢又觉得不合适。马青支支吾吾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与此同时，尤红趴在桌面上，头探到马青的面前，并且笑盈盈的看着他。马青看着尤红的俏脸，脸红了个透。尤红打量着马青的脸上，似乎很满意这张帅气的脸。在最后，他把目光锁定在马青的唇上。马青看着尤红，美眸泛着垂涎，紧张的咽下唾液。他似乎知道他要做什么，但眼下他不敢想。这么多人，老师又在前头授课，他怎么能？尤红的红唇吻住了马青的唇，全场哗然。老师还在黑板上写字，听到身后同学们发出惊叹的声音，疑惑的转身，见到眼前的一幕，惊掉了下巴。老师不可置信的推了推眼镜，哪怕是亲眼所见，他也实在无法相信课堂上竟然会出现2名同学接吻。授课教师指着马青和尤红，暴吼：“你们给滚出去！”在所有同学注视下，2个人走出教室。过道里，尤红和马青并排而行，看起来不像是犯错的学生。尤红笑着说：“做我男朋友吧。”骤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哪怕是授课老师还在，已经有不少同学站了起来，为这2个人欢呼吹口哨。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本是杂乱无的声音，最终凝成了一团，变成震耳欲聋的口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马青红着脸，小声地说：“哦。”尤红闻声，笑得更好看了。他轻轻地挽住了马青的胳膊，全场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短短几米的过道，像是走进婚姻殿堂一般。周围的同学都是伴郎伴娘，老师则是主持人，只不过没有主持人那么和蔼可亲罢了。浪漫吗？幸福吗？那一刻的马青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更浪漫更幸福的了。马青发誓，一生拼死守护眼前这个女人，不得让她受到丁点委屈。为此，马青利用假期时间去美国高盛集团应聘对冲基金交易员，仅仅3个假期而已，马青便赚得盆满钵满，早早的就实现了经济自由。马青就想，等毕业了，自己就向尤红求婚，这些钱足够用了。然而毕业那天，尤红用她的行为把马青的3观炸了个稀碎。当事时，一辆保时捷停在校园大门口，车主是一位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尤红踩着精致的高跟鞋走到男人身边，踮起脚尖吻了一下男人的唇，然后乖巧地挽住了男人的胳膊。见到这一幕，马青手上一震，玫瑰花落地，摔了个稀碎。这一幕像极了当初尤红吻自己时的情形，像极了当初尤红挽着自己胳膊走出教室的情形，历史重新上演了。只是这一刻的主角并不是自己，甚至自己连一个旁观者都谈不上。旁观者还能为尤红的幸福而欢呼，而自己呢，变成了所谓的前男友。尤红发现了马青，按理来讲，被抓到出轨的一方应该是害怕的才对。尤红并没有，她挽着男人的胳膊来到马青身前。毕业了，尤红笑道：“你为什么？”马青不理解地看着尤红。怎么了？尤红匪夷所思地问。马青看着尤红的脸，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能比自己更疑惑。你为什么和他？马青说不下去，后文实在难以启齿。尤红笑了，笑得非常开心。他拍了拍身边的男人的手，柔声道：“你去车里等我吧，我跟我朋友说几句话。”男人走了。尤红看着单纯的马青，
笑道：“你不会把我们的事情当真了吧？难道我们发生的都是假的吗？”马青反问。呵呵呵呵，尤红咯咯的笑，似乎遇到这个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我们就是玩玩，就是各取所需而已。大学一个人多无聊啊，难道不是吗？尤红笑着指着周围的人道：“都是这样啊，你没发现毕业之后很多人都分手了吗？就是为了玩玩而已，这有什么的？这个时代了，没必要那么守旧。”尤红的话刀刀入心，使得马青寸心欲碎。你看你这傻样！尤红无奈的摇了摇头，叹道：“也是，怪我当初提前告诉你一声好了。其实上课的时候都是你陪我，放假的都是他陪我，难道你不是吗？我也应该像你这样对吗？”马青含着泪水道：“那你放假的时候都干什么去了？我以为你找别的女人玩去了呢，所以就没跟你介绍她。”尤红一脸不在意的道：“不重要了。”马青伤心的看着地上的玫瑰花：“你也是的，还真认真了。你不会想跟我结婚吧？”尤红开玩笑的道。马青没说话。尤红见状沉默了，忽然严肃的道：“你这想法很危险哦。我只是看你长得挺帅的才跟你交往的，我总不能找个丑八怪陪我玩吧？那我多亏哦。行了，我走了，你毕业好好工作吧，踏入社会了就不一样了，男人得有钱。”说罢，尤红坐上那辆保时捷走了。要说男人第一次成长是因为爱情，那么第二次成长就是当男人意识到原来自己不是这个世界中心的时候。这一刻，马青才明白，原来一切都是玩玩而已。接吻了又怎样？上床了又能怎样？他没有义务非得嫁给你。时代变了，所有的你以为仅仅是你以为而已。曾经的马青一直认为，每一段感情失败都是因为男人的猎奇导致的，现在才明白，原来人都是一样的。同样有猎奇心理的不光是男人，女人也是一样，甚至女人只要放得开，玩的花样比男人多。经历了这些，马青不再像曾经那么单纯，看待女人的时候都是一个目光，都是一个样子，都是半人半鬼。凑近了，谁也没法看。这个世界唯一能让马青相信的就是钱，钱永远无法背叛自己。至此，马青没再谈过一个女朋友，一心一意的工作。马青曾经开过这样一句玩笑话：强者秘籍第一页，忘记所爱之人。女人只会影响你的赚钱速度。他当时这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唯有不笑的是王磊。王磊知道在这句话的背后是怎样的心酸，也正是因为马青这段痛彻心扉的经历，在马青见到柳依的时候，尽管她再漂亮，也无非就是一张皮囊而已。与其说柳依是冰山美人，倒不如说马青才是真正的极寒。世界上再无温度可以融化马青那颗9尺寒冰的心。但有一天，就是柳依在这片草坪上拳打脚踢的那天，马青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在马青要求柳依扶自己一把时，柳依踌躇不安的模样，那青涩的模样，让马青意识到了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位和自己一样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人。那是一个连抓自己手都会犹豫不决的女人。71是体香呀！汪！南一的叫声打断了马青的思绪。南一把嘴里的飞盘丢到马青的怀中。汪！马青笑了笑，再次将飞盘远远的丢出。南一和大哥追着飞盘就跑没影子了。马青拖着下巴打量着那边还在发呆的柳依，心想他这合计啥玩意呢？这得合计1个小时了吧？其实细琢磨着，今天的柳依看起来挺奇怪的。记得平时和自己碰面起就是斗嘴，能打自己一下就打自己一下。今天看起来他好像没有什么精神头啊，难不成因为他的未婚夫？想到这里，马青不禁坏笑，哼哼，趁你病要你命。马青拍拍屁股起身，吹着口哨走向柳依。柳依还在发呆，见得马青走了过来，赶紧收回神，冷眸瞪向马青：“你过来干什么？”柳依冷声道：“聊闲呗。”“我能干啥？”马青懒洋洋的笑道：“皮痒了。”柳依眸中寒芒再现：“不是吧？”马青展示一下自己的胳膊，贱兮兮的笑道：“我这胳膊刚要好，你还要弄我呀？不想挨揍就离我远点。”柳依冷声道。马青笑了笑，也没说话。哎呀的一声，这一屁股就坐在柳依身边了。柳依见状，杏眼一瞪：“你干什么？”柳依喝道：“坐一会儿。”累了。马青懒洋洋的道。不是。柳依不理解的看着马青道：“我发现你这个人是真的没脸没皮啊，成天揍你，你怎么就一点不长记性呢？怎么就还敢往我旁边凑呢？坐一会儿不让啊？”马青没好气的嘟囔着：“我又没干什么，这里这么多地方，你非得坐我旁边干什么？”柳依呵斥道。这地方香。马青笑盈盈的看着柳依，反问道：“你没闻到
谁知道你闻到什么奇奇怪怪的味道？柳依偏头看向别处，马青趁着柳依不注意，赶紧把鼻子凑到柳依的脖子前，狠狠的那么一吸，是体香。马青哈哈大笑，柳依没有防备，就感觉什么恶心的东西在自己脖根处吸了一下，都把他鸡皮疙瘩都吸出来了，惊得他赶忙站了起来。你，柳依气结，我告诉你马青。柳依指着贱兮兮的马青，严肃的道：我是看你伤没好，你当真我舍不得揍你？哎呀，你看你！马青没好气的瞪了一眼柳依，好声好气的道：我这是夸你香喷喷，浑身仙气儿飘飘，这咋就生气了呢？气性这么大啊？那你闻我干什么？柳依冷声道：我特么闻一下怎么了？马青没好气的道：要不是考虑你有洁癖，我就舔一口了。你，柳依指着马青，来来来，坐坐坐，别生气。马青起身扶柳依坐下。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尽管柳依看马青实在不爽，奈何马青态度属实好，这确实有些下不去手。别碰我！柳依打飞马青的手。柳依坐了下来，瞪了一眼马青。呀！马青望着星空，感叹道：天气真好啊，满天的星星。无聊。柳依道：哎，对了，问你个事儿。马青道：你最好是问点正经的事。柳依不耐烦的道：你未婚夫是谁啊？马青笑道：提到柳依的未婚夫，柳依的俏脸再次冷了下来。米露跟你说了？柳依两眼一眯，米露知道？马青满脸疑惑，装傻是吗？柳依道：不是装傻，你未婚夫的事儿是我自己猜的，如果是米露告诉我的，我不至于不知道他是谁吧？马青解释道。柳依想了想，觉得马青不像是在说谎，如果是米露告诉马青自己婚约的事儿，倒也不会隐瞒对方是谁。是谁跟你没关系？柳依没好气的道。随后又想了想，问道：你怎么猜的？啊！马青挠了挠脑瓜，笑道：一会儿告诉你。柳依目光再次转向别处，嘟囔着：神秘什么？像是谁稀罕知道似的。马青笑盈盈的看着柳依，道：那会儿你在咖啡厅要等的人不是我吧？柳依没说话。那……马青想了想，又问：米露给你安排的假男友是吧？柳依依旧不语。那……马青试探性的问道：米露应该没给你对方的照片吧？柳依闻声，冷眸之中闪过一道异样的情绪。当时的他也跟米露问过照片的事儿，虽说是假男友，但也要简单看一眼对方条件的，太大是骗不过父母的。可当时的米露大大咧咧的说了一堆不正经的话，所以就没多过问什么。考虑到毕竟是米露选的人，应该没问什么题，这也就没有必要过分担心了。本来这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儿，但如今从马青嘴里说出来，他倒是觉得有些奇怪了。有些事情是经不起推敲打磨的，就这事儿，但凡稍微用点心一想，便能察觉到不对劲的地方。首先是自己和马青的相遇，按照当时相约的时间，他来到目的地，咖啡店里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然后马青进来了，因为那时除了马青没有任何人，这也便让他很容易把马青误会成米露安排给自己的假男友。之后是来到万兴集团，来到公司，又遇见了马青，最后则是住所，不偏不正，马青又是自己的邻居，种种联系起来，这巧合看起来就不太像是普通的巧合了。柳依冷眼看向马青，冷声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嘿嘿，马青讪讪的笑道：没什么，确认点事情罢了。柳依知道马青心里有事，说实话，他也挺感兴趣的，但马青不说，他也拉不下脸去问，不想给马青任何可以得意忘形的机会，更不想被马青牵着鼻子走。但有一点，马青的几个提问成功的让柳依开始怀疑这件事儿是不是米露背后暗自操作的。没什么事，离我远点。柳依冷声喝道：坐一会儿。坐一会儿。马青讪讪的笑道。柳依也懒得理会马青，偏头看向别处。马青见得柳依没有再理会自己的意思后，也没打算继续找些话题去跟他聊，毕竟该问的都问了，如果非得要聊点什么的话，可能就是不太正经的事儿了。马青哎呀的一声，往后面一仰，臂膀挂在长凳上，整个人慵懒的半躺在长凳上。由于马青是摊开臂膀的，从远看倒是有那么一些搂着柳依的意思，虽然他并没有搂她。柳依察觉到马青的一条臂膀挂在自己身后的椅子上，当即秀眉一皱，一脸反感的看着马青。怎么了？马青诧异的看着柳依。你自己坐你的位置，胳膊伸这么长干什么？柳依冷声道。马青一听这话，来气了，老子搂你了。你说道还行，老子就是胳膊挂在长凳的靠背上，这也碍着你了。马青翘起二郎腿，脚尖富有节奏的点着，一脸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我还翘二郎腿呢。怎么了？马青理直气壮的道。
在公司你管我，现在你还管？你地球和平使者呀，管的面儿这真宽。我是真的懒得揍你。柳一不耐烦的道。你是真看不出来吗？72论衬衫的结构 bug 问题。马青笑了笑，意味深长的问：因为未婚夫？柳一杏眼一瞪。得。马青赶忙摆手求饶，当我放屁。你静静吧，我不打搅你。柳一冷哼了一声，偏头继续看向别处。马青一脸懒散的看着草坪上的大哥和男一，这俩狗子玩得还算开心。男一叼着飞盘满草坪跑，大哥则是笨拙的跟在他后头，跑几步摔一跤，然后爬起来再继续追，乐不知疲。这场景看一会儿还觉得新鲜有趣，但不耐看，看久了也就厌了。还是柳一好，这女人养眼不说，还耐看。于是马青的目光又偷偷的折回柳一的身上，因为柳一不想看马青的缘故，他的视野里就没有马青这个人的，自然不知道马青在看他。这马青刚开始还是用一种欣赏艺术的目光看着柳一，但时间久了也就跟看狗子差不多了，得找点乐子不是？说到找点乐子，马青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地方，他的双眼猛地一亮。身穿职业装的柳一，平时看起来气场十足，但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也难免会从冰山中找到一点 bug。很明显，马青找到了这个 bug。职业装里面是白色的衬衫，衬衫是系纽扣的，这个结构相当于2张纸 ，A 压在 B 上，用几个纽扣将 A 和 B 连接在一起。这里面的 bug 就是纽扣不像是拉链，可以做到无缝衔接，2个纽扣之间的是有间隔的，因为某些特定的角度会导致2个纽扣之间的距离缩短，这一缩短就会让 A 和 B 之间挤压出来一道缝隙，这道缝隙从正面是看不到的，毕竟和 B 是叠压的，但从侧面就不同了，从侧面刚好可以看到里面的风景。马青刚好坐在柳一的侧面，就从这道缝隙里欣赏着美景。他在想，或许这就是纽扣的弊端吧。这时一脸心不在焉的柳一还不知道他已经走光了。马青满意的点了点头，白色花边，看来是换了一套呢。他觉得白色不好看，没有黑色看起来性感，但细想想也是，衬衫是白色的，如果穿一个黑色的 bra， 这很容易就把黑色的花边纹路印在衬衫上。马青这一看就是10多分钟，10分钟的时间里，柳一一直在看向别处发呆。马青看了看时间，心想该回去睡觉了，这玩意光看的话，讲道理真没啥意思。马青起身拍了拍屁股，准备走人了。大哥，马青喊道。远处大哥闻声耳朵一立，屁颠屁颠的跑到马青身边。柳一看了一眼二哈，觉得新鲜有趣。大哥起的什么鬼名字？行不？马青自豪地看着柳一，笑道：我家狗子名字也闷不？柳一瞪了一眼马青，继续偏头看向别处。走了，回去睡觉了。马青懒洋洋的道：不用告诉我，滚就行。柳一冷声道。马青也不生气，他本来是打算就这么走的，但觉得看柳一走光情形这么久，如果就这么走了，似乎不太刺激，所以他打算来点紧张刺激的。看柳一的性感，那是本能，但马青绝对不做小人。马青开始活动身体，抻腰，松筋骨。柳一不耐烦地看着马青，道：你赶紧走，在这练什么呢？啊！马青应了一声，漫不经心的道：活动活动，这样跑得快，跑得快。柳一奇奇怪怪地看着马青，马青扭了扭脖子，做了几次扩胸运动，热身彻底结束。他抱起大哥，一脸严肃地看着柳一。柳一，搞什么？干什么这么看我？柳一呀！马青一脸凝重地看着柳一，沉声道：你知道吗？当我见到你第一面的时候，就感觉，哇，这个女人好有气质，气场好足呀，太有攻击性了。柳一秀眉一皱，看似马青在夸自己，但按照柳一对马青这个贱脾气了解，他不可能就为了单纯的夸自己，他指不定在酝酿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马青虔诚地看着柳一，那双目满是深情。你知道吗？就在刚才，我改变想法了。柳一美眸一眯，冷眸之中泛着狠色。我建议你不要嘴贱。柳一冷声道。不。马青温柔的摇头，轻声道：我要说，我马青光明磊落，绝不做猥琐小人。马青长叹了一口气，道：其实你穿职业装挺有气质的，想必其他人也是这么看，但刚才我忽然发现。说到这里，马青有些绷不住了，脸上渐渐露出藏不住的笑意。柳一缓缓攥紧了拳头，他已经猜到后文可能不是什么好话。嗨，马青举拳轻咳，再次严肃了起来。但刚才我忽然发现，马青看着眼前的柳一，
沉声道：“你穿职业装真的好骚啊！”马青抱着大哥，拔腿就跑。功夫不负有心人，被南一折磨的1个星期里，别的没练到，就这个速度绝对够用了。从话音落到提速，直接跑出20米开外，并且速度还在成倍的增长中。一串紧张又刺激的笑声荡漾在草坪上，柳一气得面红耳赤。其实他早有准备，明知道马青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但还是晚了一步。谁知这马青腿脚这么利索，嗡嗡嗡，柳一兜里的手机震动了3声。柳一拿出手机，一看是马青发过来的一条短信。打开短信，柳一心态彻底爆炸。那是一张照片，照片中马青身处柳一的身旁，从微妙的角度拍摄到衬衫纽扣缝隙间里面的光景，那是白色的花边。马青一路火花带闪电跑回家，赶紧关上门。这时候马青的手机也震动了起来，是来自柳一的电话。马青清了清嗓子，接通电话，用一种深沉的男中音道：“喂，刘总。”马青。柳一嘶吼道：“哦。”马青沉声道：“何以刘总如此动怒？你给我把照片删了。”柳一喝道：“哦。”马青装傻，笑道：“不知柳总口中的照片为何物？”马青。柳一吼道：“你不得好死！”啪！马青赶紧挂断电话。哈哈哈哈！马青乐的是直拍大腿。哎呀妈呀！马青撅着屁股，模仿柳一的翘臀，用一种极其变态的声音嘶吼道：“马青，你不得好死！”马青兰花指没好气的一打，嗔怪道：“讨厌了！”哈哈哈哈哈哈！好景不长，也就是半个小时的功夫而已。马青一脸愁容的坐在床上。刺激吗？刺激。紧张吗？确实紧张。关键柳一生气了呀，他要弄死我，这可咋整？在线等，这事儿挺急的。73，奋起反击。马青一脸愁容，那表情比吃了屎还难受。这特么的可咋整？马青坐在床头，拖着脸，心里琢磨着这事儿该怎么整。苦思冥想，半个小时过去了。唉，马青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看来只能正面交锋吗？经历长达半个小时的大脑风暴，马青认为事情既然已经让自己做到这般地步了，似乎道歉已经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了。目前的情况可以说已经陷入绝境。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的实践，结果得证，自己停止嘴碎，这是不可能的了。撩闲必须是撩的。同样的，柳一说硬挺着被自己撩，那也是不可能的。揍自己是必然的，所以想不挨揍，必须和柳一站在同一台阶对话。如此一来，路就分成了2种，要么把柳一拉下来与自己一个台阶对话。这种方法马青觉得不太合适。他看了一眼自己家的大哥，如果这么做的话，那自己岂不成狗子了？要知道大哥的任务就是把男一智商全面拉低，并且利用大哥丰富的经验全面击溃男一，而自己不能这做。一来没有这样没有面子，毕竟咱也是要脸的人不是；二来想想柳一那张扑克脸，把他拉到自己一个台阶上对战，似乎不太现实。所以就剩下最后一条路可以走了，那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与其正面交锋，从而在同一台阶与其平等交谈的权利。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欲久居人下？打定好主意，那咱们就说做就做。看了一眼时间，赶紧洗漱睡觉。次日天明，男一准时准点的从阳台那边跳了过来。当他跑进马青卧室的时候，不禁一愣，歪着头满脸疑惑的看着马青。马青嘿嘿一笑，他已经等候男一多时了。早在半个小时之前，马青就已经起床了，洗漱、吃饭，一气呵成，坐等男一到来。男一懵逼了，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心里却嘀咕着：这尼玛什么情况？这么早就起来了？马青走到男一身旁，伸手揉了揉男一的脑瓜，笑道：走，带你遛弯去。男一汪。马青带着男一走出家门，忐忑不安地按响柳一家的门铃。柳一打开家门，抱着肩膀，冰冷地看着马青。你……话音未落，马青直接打断柳一的后文：你先别说话。柳一，你先听我说。马青道。柳一稍有兴趣地看着马青，倒也不急于这一时，反正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今天马青要是敢跑，他直接就给马青家给点了。柳一，我认为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的罪魁祸首就是他。语出同时，马青把手机拿了出来。柳一冷哼，冰冷的道：不是你那张臭嘴吗？不。马青连忙摇头，看着手中的手机，严肃的道：就是他。柳一，你看好。说罢，马青啪的一下子当着柳一的面
直接给手机砸了个稀碎。这还没完，马青发疯似的狂踩手机，手机碎了他还不甘心，甚至还在上面跳着踩。马青拍了拍手，抹去额头的汗，道：“行不？几个意思？”柳一慵懒地看了看地上的手机，冷声道：“你以为这样就算过去了？”不，马青斩钉截铁的道。柳一满意的点了点头，道：“那把嘴闭上吧，一会儿咬到舌头我不管。”等等，等下！马青赶紧叫停。你这么地？马青讪讪的笑道：“狗绳给我，男一还没出去遛弯呢。”柳一想了想，觉得也是，相对于揍马青，确实男一更重要。算你识相。柳一把狗绳丢给马青，马青接过狗绳，带着男一跑，没影子了。来到楼下，马青把狗绳系在男一的脖子上，然后开始在原地做热身。楼上，柳一家的阳台上，柳一就那样慵懒的抱着肩膀，冷漠的俯视着楼下正在热身的马青。柳一见到贱兮兮的马青，打心里想揍，这一点无疑。但有些时候看着马青那条好没有康复的胳膊，考虑到人道主义，真有些不好意思下手。可这个马青气人就气在这个地方了，都伤成那德行了，怎么还那么贱呢？尤其是昨天他偷拍自己，这让他恨不得杀了楼下那个畜生。但经过一夜的时间，柳一的怒火消退了不少。有些时候柳一其实挺看不懂这个马青的。你说你偷看就偷看呗，不说出来他也不会惹来这么多麻烦，也少了一顿毒打。要说他不怕挨揍，那是不可能的，看得出来他也是怕疼。可他贱就贱在这个地方了，宁愿挨揍也要气你一下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图个什么。不过细想想昨天马青的话，倒也是有些逻辑的。看到香艳的场景，偷看是男人的本能，讲出来倒也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做卑鄙小人的意思。至于挨不挨揍，那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看着眼下认真做热身的马青，柳一倍感疑惑，他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总觉得哪里怪怪的。马青这边热身完毕，他牵起狗绳，男一，马青喝道：“男一，汪，跟上我的速度！”马青认真的道：“男一，汪。”马青目光凝视着远方，沉了一口气，骤然加速，跑起来了。柳一见得马青跑没影子，当即回屋了。1个小时，马青跑回来了。柳一看着满头大汗的马青，又看了看一脸兴奋的男一，似乎男一玩得很开心。嘴闭上，柳一冷声道：“等下！”马青赶紧换了一条胳膊，讪讪的笑道：“这条胳膊快要好了，你换条胳膊。”柳一没说什么，抓起马青另一条胳膊，当即就是一记干净利落的过肩摔。马青身体在空中做了一次360度转体，脚先落地，有了脚步的缓冲，在摔在地上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痛了。柳一皱眉，他不太满意这次过肩摔，这马青好像有些适应过肩摔了，这身体肉得很，根本就不吃劲儿。马青起身，见得柳一没有放开自己胳膊的意思后，大惊失色，啥意思？马青道：“不算。”柳一冷声道：“等等，等下！”马青赶紧叫停，道：“我手机摔了，你刚才又摔我一下，这差不多了啊，你别太过分，刚才没发挥好。”柳一不甘心的道：“最起码的，马青都没喊疼，这怎么能算得上是一次成功的过肩摔呢？那特么……”马青气急败坏的道：“这欺负人还特么有发挥不好的，谁让你偷看我的？”柳一喝道：“那特么换做别人也偷看啊！再说了，也就我吧，换一个人，你看看他能告诉你不？到时候你就吃哑巴亏，白白让人刮油水，这你就舒服了。”马青没好气的道：“你……”柳一有理说不出，总觉得不对劲儿，明明自己被占便宜了，然后人家还振振有词，弄了自己一身不是。马青一把将自己的胳膊抽了回来，道：“机会有的是，下次你再好好发挥吧。”说罢，马青回屋了，关上门。马青又拿出一部手机，打开相册，看着昨天拍的照片，嘴角露出狡猾的笑容，嘿嘿，有备份。门外的柳一愣了一会儿，心里想着，机会有的是，下次好好发挥。你……柳一气得背齿含唇，你还想有下次啊？74，米露干了件大事儿。万兴集团马青办公室，他正在制作销售方案。屏，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敲门啊！倒是马青不耐烦的道。一抬头，见得是满脸怒色的柳一。马青大惊失色，我透，什么情况？马青心虚，想着，难道自己备份的事情他知道了？不应该啊，屋子里有监控吗？柳一冷声道。啊！马青木讷的点了点头，道：“有啊，怎么了？哪里？”
柳依问道。马青伸手指了指左上角的位置，道：“那里。”柳依抬头看了看头顶的监控设备，又问：“我站在这里是盲区吗？”应该。马青底气不足的道：“应该是吧？怎么了？过来。”柳依朝马青招了招手，马青一脸懵逼，不明所以的走了过去。啥事儿啊？咚！柳依一膝盖踢在马青的肚子上，过肩摔的话，确实是适应了，但这踢还有点扛不住，当即马青就瘫软了下去。柳依俯视着马青，冷声道：“你还想有下次？你是反应迟钝啊？”马青气急败坏的道：“这都过去几个小时的事儿了。”哼！柳依冷哼一声，喝道：“下次再敢偷看，眼珠子给你挖掉！”说罢，柳依转身离去。马青佝偻在地上，艰难的嘟囔了一句：“我又没把你衣服看，是你自己展示自己的，跟我有什么关系？”这话柳依没有听到。退一步讲，如果柳依还在，听到马青句话，估计还要补几脚才能走。马青缓了好大一会儿，这才能从地上支起身板。他揉了揉肚子，继续制定销售方案。到中午的时候，出事了！停！王磊一脸兴奋地推开办公室的门，敲门啊，倒是。马青淡淡的道：“青儿。”王磊兴奋地抓着马青的肩膀，道：“你这朋友行啊？”马青一脸懵逼，不明所以地看着王磊，眼睛中闪烁着大大的疑惑。王磊见得马青没有任何反应，便没好气地笑道：“咱们部门要提前放假了。”提前放假？马青满脸疑惑，道：“业绩不做了呀？放个毛假？你那个朋友全搞定了。”王磊兴奋的道。王磊满脸红扑扑的，看得出来，这王磊确实兴奋过头了。哪个朋友？马青疑惑的问。话刚说到这，马青猛地想起米露，瞬间倒抽一口凉气。米露？马青惊道。废话，还能有谁？王磊没好气的道，随后满脸崇拜的道：“不愧是高材生，那客户让他约的，太厉害了！我第一次见到客户买房子排队找销售顾问的，那场景，啧，别提有多壮观了，跟医院挂号似的。”马青一听王磊这话，脸色瞬间绿了。这特么米露这个活宝，真他妈打算卖2栋楼啊？他在哪儿？马青惊声道：“在外头，打电话呢，约客户呢。”王磊笑道。马青赶忙起身，一把推开王磊，直接跑了出去。王磊不知道米露疯狂开单的目的，更不知道马青担心的是什么，还以为着马青为米露强悍的业务能力而感到兴奋。办公区，一群人围着米露，米露在中央打着电话。马青来到这里，见得这阵仗，当即满脸黑线。这尼玛什么情况啊？都不干活了呀？都围着他干啥玩意啊？带着种种疑惑，马青走到米露的身后，在马青正面的员工见得经理来了，惊讶一下，欲开口问好。马青摆了摆手，食指竖在唇间，嘘了一声，示意不要讲话。员工们会意，装作若无其事的围着米露。米露不知道马青来了，还在那边打电话，他流着泪，抽泣着，那梨花带雨的模样实在惹人忧怜。马青皱眉，这干啥呢？打个电话，哭啥玩意？马青有预感，可能不是什么好事儿。这时候，米露说话了：“王哥。”米露抽泣一声，伤心欲绝的道：“要不您给我微信删了吧，不然我手机一响，我就总觉得是你。”一句道破女人对男人动情时的心酸。电话里的王哥，你能不能别给我打这种电话？米露呜呜，哎，我去，行了，那房子我买还不行吗？瞬间，很快呀。米露乌云转晴，原本是伤心欲绝的泪花立即变成喜悦的泪花。就是这么快？好的，王哥。米露甜甜的道：“那王哥什么时候过来做合同？下午的吧。下午我带我老婆过去，到时候你把这事儿跟我老婆解释清楚。”没问题，王哥。米露喜盈盈的笑道：“那咱们下午不见不散。”啪！米露挂断了电话。呀，下一个，让我看看下一个是谁来着。米露抿着红唇，白皙的销售在客户名单划了一下，最终落在李哥的名字上。李哥吗？米露再次拿起电话，准备拨打李哥的电话号码。马青气的脸色都绿了，他伸手一把揪起米露的小耳朵，直接将她拎了起来。哎呦呦呦！米露吃痛的叫着，等转过身来一看是马青时，瞬间没声音了。是经理啊！哼哼，马青冷笑道：“你还知道是我？”米露可爱的吐了吐精致的舌头，不说话了。我让你来销售部是锻炼的，你来调皮捣蛋。马青气呼呼的道：“我这不是。”米露心虚的低下美眸，尽管这样，
嘴上还不服气的道：“我这不是出业绩吗？你这是出业绩！”马青气急败坏的骂道：“有你这么跟客户打电话的？不是你说的让客户感到意外的吗？”米露撅着小嘴嘟囔着。此话一落，全场爆笑不止。不管是米露吐舌头的样子，还是米露不服气顶嘴的样子，她实在是太可爱了。行，顶嘴是吧？马青气得满脸通红。我没有。米露气鼓鼓的看着马青，试图萌翻马青，借此逃过一劫。马青根本不吃这套，从小到大米露陪着他长大，啥场景没见过？除了脱衣服这招以外，其他的对马青都不管用。少废话！马青冷声喝道。说罢，他拎着米露的耳朵就走回办公室。屏！马青狠狠地摔上门，随着门屏的一声被马青摔上，米露吓得浑身一跳。马青叉着腰，气愤地看着米露，训斥道：“我真是后悔让你来销售部了！你看看你，你看看你！”马青气得浑身直哆嗦，一时间竟然词穷了。你看看你，给销售部弄的乌烟瘴气的，有你这么打电话的吗？人家都是有家室的，你这么给人家打电话，这不是明摆着破坏人家夫妻感情吗？米露看着茶几上的饮料，抿了抿红唇，小声道：“我能喝饮料吗？”你！马青气得直冒烟。你还要喝饮料？那……米露看了看沙发，扭扭捏捏的道：“我坐一会儿总行了吧？”啥玩意？马青吼道：“你再给我说一遍，不叫做就不叫做呗。”米露摆弄着自己的手指，委屈的嘟囔着：“发什么脾气嘛？我是因为这个发脾气的吗？”马青呵斥道：“你自己长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这是人家有妻子的，万一人家单身，到时候看上你了，赖上你了，你怎么办？处对象呗，还能怎么办？”米露嘟囔着：“你说什么？”马青彻底生气了。米露不说话，委屈的看了一眼发火的马青，然后又低头不作声了。行，马青气急败坏的道：“我是看明白了，你压根就不是来工作的。”马青直接掏出手机，拨通米露父亲的电话号码：“我让叔叔接你，你别在这待着了。”米露一听这话，猛地抬起头：“啊，别呀！”不用说了，马青坚定不移的道：“我也不指望你改错，回国就行。”你……米露见得马青是真的生气了，也掏出手机拨通柳一的电话。柳一，米露直接哭了。怎么了？柳一担心的问道。你也不管 Andy， 他欺负我。米露泪如雨下。啪！电话被挂断了。马青见状傻眼了。75，反客为主。我透！马青赶紧挂断电话。你干啥？马青急声道。你欺负我！米露撅着小嘴不满的道。我他妈咋就欺负你了呀？马青气急败坏，来来回回在屋子里踱步着，焦急的道：“我跟柳一之间还有事儿呢，到现在还没有决出来输赢呢。你这给他打电话说我欺负你，他不得误会我啊！”我不管！米露哼的一声，偏头看向别处，赌气的道：“反正你就是欺负我了，我现在心情很不好。你……”马青还要解释些什么，然而这时候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不言而喻，柳一杀过来了。柳一踩着高跟鞋走进办公室，关上门，顺手还被门反锁了。马青见状，心凉了一半。反锁这是啥意思啊？这他妈是打算往死里弄我啊！米露见得救兵来了，赶紧抱住柳一的胳膊。柳一姐姐，你看看 Andy， 你也不管管，他就在办公室里欺负我。米露楚楚可怜的看着柳一。柳一闻声，目光唰的一下子冷了下来。不是，马青慌忙的解释，我要是真欺负他，你真觉得他有机会给你打电话？对于古灵精怪的米露和满嘴骚话的马青，这两个人的话柳一只能轻信一半。柳一转头看向身边的米露，柔声道：“怎么回事？”不等米露讲话，马青赶忙道：“是这样，你闭嘴！”柳一狠狠地瞪了一眼马青，喝道：“我问你了吗？”不是。马青欲哭无泪的道：“你问他，他指不定说出什么奇怪的东西来。”少废话！柳一冷声道。说罢，柳一再次看向身边的米露，柔声道：“你别怕，实话实说。”哦。米露先是一脸胆怯的看了一眼马青，又朝柳一身后躲了躲，似乎很怕马青的样子。马青见状，气得牙根子险些咬碎了。你他妈是真的会演啊！老子被你从小欺负到大，你啥时候怕过老子？柳一见得米露还在害怕，叹了一口气，伸手轻柔地抓住了米露那软弱无骨的小手。听话，别怕他，姐在呢。柳一轻声道。欧米露紧紧地抓着柳一的衣服，胆怯的道：“安迪他想在办公室里欺负我，我不同意，他就要给我父母打电话说让我回国。”马青闻声些许愣神，这话让他讲的
似乎没有添油加醋。然而，马青还是高兴早了。米露下一句话险些把马青气得当场脑溢血。但见米露又朝柳一身后闪了闪，只露半面俏脸，警惕着那边的马青，像是一只受到伤害的喵咪。在办公室多不好啊，我又不是不给。柳一一听这话，冷猛猛地瞪向马青。办公室内的温度骤然下降。米露，你出去，别喷你身上血。柳一冷声道。哦，米露抿了抿唇，小声道：柳一姐姐，你轻点。其实是我不好，只是我觉得办公室这个地方不太合适。柳一点了点头，淡淡的道：你出去吧，我心里有数。马青在那边气得直冒烟。你心里有数？你个屁数！怕是你要弄死我吧？你给我等下！马青焦急的道。该我解释了吧？不需要了。柳一淡淡的道。米露推门而去，临近关门的时候，他还可爱的朝马青吐了吐舌尖。门关上了，柳一踩着高跟鞋走向马青。马青疲惫的叹了一口气，死了心的不断点着头。行，来。马青直接脱下西装，直接将西装摔在地上，顺势解开领带。弄，老子今儿还不解释了呢。柳一见状，冷笑不语，继续逼近马青。马青缓缓后退，嘴挺硬，怎么身体却往后退？柳一讥讽道。空手道。马青冷笑道。腿脚功夫不错吧？你觉得呢？柳一美眸一眯，可惜。马青狡猾的笑道。没穿睡衣。你，柳一道。冷哼一声，柳一直接就是一记漂亮的勾踢。马青见状，嘴角不禁勾起邪笑。柳一一看马青脸上那狡猾的笑容，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不其然，马青笑不是没有道理的。柳一踩在马青的西装上，地板和西装的面料都比较光滑，两者不会产生很大的摩擦力。柳一这一脚踢出去，直接滑倒了，加上他穿的是高跟鞋的缘故，根本无法稳住重心。一切的一切都在马青的计算当中。他故意假装气急败坏的模样，把西装摔在地上，就为柳一摔倒做铺垫。之所以不断的后退，一方面确实有些害怕柳一的空手道，但最主要的还是要把柳一引到丢下的西装上，加上言语的挑衅，想必柳一多半会放弃往日的过肩摔，而选用踢腿。只要柳一敢踢腿，马青有80%的把握确定柳一会摔倒。只要柳一失去重心，那么机会就来了。马青看着眼前转瞬即逝的机会，立即冲了过去，一记漂亮的公主抱，直接将柳一丢在沙发上。沙发很软，柳一的身子落在沙发上弹了一下，马青直接骑在柳一的腰上，抓住柳一的双手，将其死死地固定在他的头顶。你，柳一大惊失色，女人就是如此，只要高举双臂，她那身段将完美的勾勒出来，好看的女人更是如此。柳一看着自己正在向马青展示她这曼妙的身段，瞬间俏脸红了个透，太羞耻了。你，柳一拼命的挣扎，你干什么？在绝对实力的面前，马青邪笑道，任何技巧都是白扯，懂？你那是卑鄙，你那是无耻。柳一呵斥道，自古英雄多死小人之下。马青冷笑道，唯有者为王。你放开我。柳一呵斥道，不然我报警了。别吧。马青哈哈大笑道，当时你在草坪上给我一顿踢，我都没报警，这你就报警了？你也不行啊。你，柳一气结。也是。马青看着柳一，同情的点了点头道，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应该找警察叔叔帮忙，不是吗？你，柳一气呼呼的看着马青，冷声道，你个碎嘴子，有本事松开我，你这么厉害，挣脱不开。马青笑道。柳一冷哼一声，不说话了，你要明白。马青自信的笑道，如果我真要欺负米露，他的下场跟你好不得半分，他根本没有机会给你打电话，更何况你还会点功夫呢。柳一闻声，美眸闪过一道异样的情绪。那好。柳一妥协道，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吧。76指桑骂槐。别吧。马青笑了笑，记得那会儿你都是不分青红皂白先揍我一顿再说的，这会儿你倒是你想听我解释了，不像你啊。你，柳一杏眼一瞪，呵斥道，那你到底想怎样？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可以考虑松开你。马青笑道，恶心人的问题，我不回答。柳一冷声道。这时候办公室的门吱由的一声被小心翼翼的推开了，门被推开一道缝隙，门外头的米露小心翼翼的朝里偷看，还没完事儿呢呀。话音未落，当米露看到沙发上马青骑着柳一的场景时，大惊失色。哦，注意发音。哦，米露喜盈盈的笑道。
你们忙，我不急，我不急。之由，门又关上了。马青，柳依见得米露误会了，当心俏脸绯红，疯狂挣扎。你放开我！你个畜生！挣扎之中，柳依的秀发乱了，原本盘起的秀发散落下来，大波浪秀发飘散在俏脸前，朦朦胧胧地遮住她些许美感，却添加一丝别样的媚感。她见得无法挣脱马青的魔爪，便冷冰冰地盯视着马青。你给我松手！柳依冷漠的道。马青死死地按住她的手，丝毫不为眼前的柳依美丽所动容，脸上始终挂着沉重，似乎他要问的问题很重要。回答我的问题，我就放开你。马青沉声道。女人第六感向来很准，虽说马青平日里都是贱兮兮的，但这一刻他觉得马青并没有刻意去占他便宜，他好似真的有很严肃的问题要问自己。赶紧问！柳依不耐烦的道。你一个哈佛毕业的，应聘万兴集团一个分公司的总裁，有点大材小用了吧？马青沉声道。跟你没关系。柳依冷声道。米露给你安排的，对吗？马青道。柳依没说话，俏脸上浮现一丝凝重。马青见得柳依脸上的颜色，心里也有了答案。我可以放开你，但你不许打人。马青补充道。柳依淡淡的应声。那咱们可说好了哈，别到时候又打人。马青再次强调道。这事儿翻篇了。柳依冷声道。呼！马青长舒一口气，这算是松开柳依了。柳依起身，整理了一番凌乱的衣服，又把秀发重新盘了起来。马青见得柳依脸上始终挂着冰冷，赶忙提醒道。咱们之前可是说好的哈，出尔反尔，不得好死。柳依咬着牙，不甘心的闭上美眸，点了点头。行。柳依狠声道。那你告诉我，米露为什么说你欺负她？马青沉了一口气，一口气将刚才发生的事情都陈述了一遍。柳依听完，秀眉紧皱。明白了吗？马青长舒一口气。米露有点过了。柳依淡淡的道。这会儿你知道她过分了。马青没好气的道。刚才你还冲我使劲呢。柳依低头酝酿了一番，随后抬头道。一会儿我教育教育她。你怎么教育？马青疑惑的问。这事儿我确实得说说她。柳依淡淡的道。说说就完了。马青诧异的道。虽然有些过分，但不是什么大事儿。柳依道。话音未落，马青直接暴跳如雷，喝道。你说啥玩意？柳依见状不禁一愣，他没想到马青竟然生这么大的气。你冲我吼什么？柳依喝道。我不冲你吼，我冲谁吼？马青指着柳依骂道。我告诉你柳依，你就这么宠着他，迟早会出事儿。谁宠着他了？柳依也吼道。马青指着窗外的方向训斥道。人家这算是好男人了，如果那男的对米露真动心了，到时候米露给人家家庭搅和的妻离子散，这算怎么个事儿？到时候人家妻子的亲戚朋友闹到公司来，怎么处理？柳依无言以对，他没想这么多，但按照马青的说法，如果真发生这样的情况，确实影响不好。马青凑近柳依一步，继续道。还有，我告诉你，柳依，米露是小孩，你也小孩啊？柳依道。你什么你？马青训斥道。你别觉得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米露是你跟过来的，你就要对她负责。她觉得这样好玩，无非就是图个乐子，但你不同，难道你就不知道米露现在这种行为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吗？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或许你们女人觉得没什么问题，但男人不这么想。如果真的有自作多情的男人成天在楼下公司接米露，这事儿怎么算？米露喜欢人家也就算了，如果米露不喜欢呢？不喜欢。柳依道。不喜欢就拒绝，这有什么安全隐患？放屁！马青红着脸呵斥道。如果不喜欢，压根就别整这事儿，压根就别给人家误会的机会，圈子干净些，清静些不好吗？啊，非要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柳依彻底没话说了，甚至冷眸都情不自禁地偏向别处，不敢直视马青逼人的目光。还有，我告诉你柳依，马青气急败坏的道，你要是能照顾好米露，你就好好照顾，如果不能，趁早说话，别他妈给米露带坏了。谁给米露带坏了呀？柳依生气的道。你说话别这么难听好吗？马青瞪了一眼柳依，冷声道。一会儿我训米露的时候，你站在一边听着，我没让你说话，你就憋着。柳依气的一句话说不出。马青不耐烦的把柳依拨到一边，道：靠边站。马青打开办公室的门，门外的米露嬉皮笑脸的还在想，哎呀，柳依姐姐可太惨了，为了保护我，不惜牺牲身体。办公室的门开了，米露见得马青黑着脸出来了，当即收起笑容，
进来。马青冷声道。凶什么凶？米露吐了吐舌头。关上门。马青抱着肩膀看着米露。行啊，知道搬救兵啊。马青冷笑道。米露一看那边的柳依一声不吭，当即意识到事情可能不太妙，估计马青是给柳依摆平了。米露叹了一口气，心想，女人呐，终究搞不定喜欢的男人，不论多大的脾气，只要男人壁咚一下子，滋润浇灌一下，就被征服了。不靠谱，不靠谱，你叹什么气？马青喝道。接着马青指着米露的鼻子就开始劈头盖脸一顿训。马青人民币百分号星号井号人民币井号百分号加。半个小时，米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更是没想到向来对他百依百顺的 Andy 会发这么大的火。柳依看着委屈的米露，心里也很不舒服。每逢看到米露用一种求救的目光看向自己的时候，柳依都于心不忍的偏头看向别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尽管他也看不过马青的行为，但这次马青是对的。训完米露，马青叉着腰看向那边的柳依。还有你柳依，你能不能照顾好米露？如果不能，你今天就给我个痛快话，我领走。不得不承认，马青这招棋实在高明，他把柳依和米露之间的关系看得很透彻，两个人关系好到如此地步，柳依那边肯定是说不出我不照顾了，你行你照顾的气话。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无疑对米露是一种心理伤害，而且又显得两个人的关系太过廉价。柳依拧着秀眉嘟囔了一句，是什么意思？马青道。冷柳依轻声道，你说啥玩意呢？听不清。马青冷哼道。柳依气结，猛地抬起头，冷眸瞪向马青，喝道，我说能。马青一看，差不多了，见好就收，再过分了就离挨揍不远一点了。你们出去吧，我得工作。马青淡淡的道。柳依黑着脸拉起米露的小手，直接朝外面走。等下。马青叫住了两人，两人驻足看向马青。马青太不抬眼不睁的道，眼泪擦干，挺好看的姑娘，到外面注意点形象。柳依温柔的帮米露擦干眼泪，这才带米露离开马青的办公室。两人前脚一走，后脚马青便悄悄抬起头，确认两人彻底离去后，马青猛地站了起来，一把将钢笔摔在桌面上。好，解气，真特么的解气。马青叉着腰，心情别提有多爽了。他清了清嗓子，调整了一番，脸色一冷，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桌面的地球仪。我告诉你柳依，你能照顾好米露你就照顾，你照顾不好就说话，我领走。马青酝酿了一下，满意的了一声，解气，得劲儿。柳依不知道的是，马青生气确实是生气，该训斥米露确实是的训斥米露。不过这事儿马青根本没有放在心上，相对于让米露约束他的行为，他更自信的是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世界上男人多了去了，别说米露惹麻烦了，就哪怕米露没有惹麻烦，麻烦也会找到米露的头上。毕竟人长得好看，缠他身子的男人多了去了。退一步讲，倘若有哪个不开眼的男人成天黏着米露，到时候自己就给他撑腰了。所谓的训斥米露，基本上就是形式主义罢了。但不同的是，米露无意间给柳依拉下水了，这就让马青借此机会狠狠地训了一顿柳依。可谓指桑骂槐。马青乐的是前仰后合，开心的直拍大腿。智慧啊，果真大智慧啊！哈哈哈哈哈哈！哥，马青笑破音了。77，米露的设计。柳依把米露带回他的办公室。柳依走进办公室，直接坐在转椅上，冷眸打量着眼前的米露，一言不发。米露心虚得很，误以为柳依还要接着马青继续训他。米露支支吾吾的道，我去工作了。等下柳依叫住了米露。米露讪讪的笑道，还有啥事儿啊？过来。柳依淡淡的道。米露应了一声，走到柳依的办公桌前，坐着，别站着。柳依又道，米露心虚着呢，让他坐他也不敢坐。米露不情愿的道，算了吧。柳依见得米露不肯坐，倒也没说什么，让他站着也好。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柳依冷声道。米露美眸一转，底气不足的道，我哪有什么事儿瞒着柳依姐姐啊？你根本就没有给我安排假男友，对吗？柳依冷眸闪过一道聪慧。米露一听这话，暗道，坏了，这事儿怎么露馅了？柳依把一份文件丢到米露身前，淡淡的道，这是那家星巴克的营业时间以及员工资料。米露拿起桌子上的文件，随便翻了几页，然后就放下了。
米露目光有些躲闪，道：“你给我看这些干嘛？”柳一胳膊拄在桌面上，食指交错而握，下巴就搭在双手上。他慢条斯理地分析道：“星巴克的营业时间不固定，周一到周二是早晨的6点半到当日晚间的10点，周三是从早上的10点开始营业到晚间的10点，周四到周日是从早晨的6点半到晚间的10点。我和马青见面的那天是周三，本应该10点才开始营业的星巴克，偏偏那天6点30分就营业了。而且我简单的看过，那天营业的人根本不是这家店面本有的员工，难怪你说什么都不给我对方的照片。你让我6点半在咖啡店里等人，安排马青7点到场，为了就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里让我把马青误认为自己的假男友，对吗？”我猜。柳一想了想，道：“你给马青安排的时间应该是7点钟吧？”米露一听柳一的分析，当即意识到自己设计都被柳一看穿了。你怎么知道的呀？米露小声道。你以为就我知道？柳一淡淡的道。啊！米露猛地抬头，不可思议的看着柳一，道 ：“Andy 他也知道了？不会吧？你说呢？”柳一没好气的道。那他怎么？米露又低下头，悄咪咪的道：“他怎么不告诉我啊？马青没你想的那么蠢，那人渣精明着呢。之所以不说，肯定是有他的想法。不过，如果不是因为他，我还真没把这事儿当做一件事情来看。”哦，米露叹了一口气，失望的道：“又要挨训了。其实我也奇怪，当初我带你来这里的时候，压根就没听你说过你马青这个朋友。看到你和马青这个关系，按理来说2年前你就应该去见他才对，但你迟迟没有。估计这2年你一直在谋划我和他见面的事儿吧。”柳一平静的分析道。米露艰难的抿了抿红唇，见得事已至此，确实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只能默默的点了点头。柳一翘起修长的美腿，慵懒的拖着下巴看着米露，说吧，安排2年，非得让我进万兴集团，又把我骗到马青家隔壁住，到底是因为什么？柳一淡淡的道。还能因为什么？米露没好气的道。当然是为了帮你啊。帮我？柳一疑惑的道。解决我那个未婚夫？对啊，米露道。就凭那个碎嘴子？柳一没好气的道。有些时候真的不能提马青，一提马青，柳一心里就是一股邪火。哎呀，志米露轻声道。你别这么说嘛 ，Andy 这个人其实很厉害的，这一点我承认，他确实不简单。柳一实话实说的道。可当柳一想到自己那个未婚夫的时候，柳一又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但柳一叹了一口气，道：“我未婚夫是谁，你比任何人都清楚。马青在他面前没有胜算的。”不，米露猛地抬头，坚定不移的看着柳一，道：“他有胜算？”哦，柳一有趣的看着米露，但我不能说。米露又失落的低下头。有些话，有些事，他知道现在还不能告诉柳一。柳一也看出来米露有难言之隐，从米露那坚定的表情上来看，马青似乎真的能赢自己那个未婚夫。但不是柳一不肯相信米露，只是那个男人真的不是一般人能与其掰手腕的，至少在他当前的认知里是没有人能与其比肩的。柳一，你得相信我。米露轻声道。柳一看着米露，脸上露出温柔的笑容。这次是柳一第一次露出笑容，在所有人的眼里，柳一始终是一张扑克脸，似乎这个女人是不具备笑的能力的。但这次柳一首次露出笑容，这一笑，千年冰山融化，山脚下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燕雀齐飞。谁人能想到如此冰山美人，骨子里竟然沉淀着如此温柔恬静。好了，我知道了。柳一笑道。他真的能赢？米露一脸焦急地看着柳一，生恐他不相信，反复强调道：“他真的能赢。柳一，你相信我。”好了。柳一耐心地看着米露，柔声道：“我真的知道了。”不，你不知道。米露倔强地看着柳一，不服气的道：“你根本就不信。”露露。柳一柔声道：“啊！”米露应声：“你过来。”柳一脸上挂着温柔的笑容。米露不情愿地走到柳一身边，像是一个赌气的孩子。柳一拉起米露那软弱无骨的小手，苦口婆心的道：“你知道他有个前女友吗？”知道。米露点了点头。叫什么？柳一笑道：“叫尤红。”米露撅着嘴，没好气的道：“也没有你美。也不知道 Andy 那是什么眼神，看上那么个玩意。尤红不简单的，能做那种身份的女人，马青肯定不简单的。”柳一笑道：“才不是。”米露没好气的道：“尤红根本不了解 Andy， 如果知道 Andy 的身份，吓死他。”好了。柳一拉着米露的手道：“我知道露露想帮姐姐，但是你也得考虑考虑马青啊。”考虑他什么？米露满脸疑惑。柳一笑了笑，苦口婆心的道：“你想啊，
既然马青那么厉害，他为什么要当一个小小的销售经理？哎呀，米露没好气的一摆手，没所谓的道：“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没有什么野心，就想图个安静。”对啊，柳依解释道：“你看，你自己也说马青想图个清静，那么我更不能让他帮忙了，到时候惹他一身乱子，这不就不好了吗？”啊，那你怎么办啊？你总不能嫁给他吧？米露苦着俏脸道：“我不是有你吗？我怕什么？”柳依笑道。米露见得柳依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自己确实不好多说什么。唉，米露叹了一口气。柳依起身，伸手捏了捏米露可爱的脸蛋。好了，别可怜巴巴的了，我又没训你，去吧，工作去吧。柳依给米露好一顿哄，直至把米露哄开心了，米露这才肯走。临去时，米露想了想，又折了回来。怎么了？柳依疑惑地问。有个东西我得给你。米露道。什么东西？柳依道。米露扭扭捏捏的从兜里摸出来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小玩意，他将这小玩意塞进柳依的手里，然后跑了。你们得有点安全措施。米露道。停，门关上了。米露跑没影了。柳依一脸懵逼，看了一眼手上的类似口香糖的包装，上面写着几枚性感的大字：第六感。柳依满脸通红，他知道米露是因为什么才送自己这个东西，就是因为看到马青那个人渣骑自己身上。只是让柳依不明白的是，米露到底是真误会了，还是装着明白揣着糊涂？冥冥之中，柳依总感觉米露这古灵精怪的丫头就是故意的。柳依手里握着第六感，这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丢也不是，留也不是，丢了，丢哪儿？垃圾桶。万一人家保洁阿姨收拾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了，这算怎么个事儿？留着，留着干什么？放哪儿？放包里。这心里总觉得怪怪的。最终权衡了一下利弊，柳依只能放在手包里，等下班的时候再处理。78，人没事儿，狗子不行了。黄昏时分，到了下班的时间，王磊刚跑进马青的办公室，就见得马青就已经开始收拾东西了。这不禁让王磊为之一愣，以前没见过马青下班这么积极过，今儿这是怎么了？王磊疑惑地问。谁？马青一边收拾着文件，一边疑惑地道。谁怎么了？王磊一屁股坐在马青的办公桌上，摆弄着办公桌上的地球仪。以前不见你下班这么积极啊，你这是有事儿啊？王磊没好气的道。马青一把抢过王磊手中的地球仪，没好气的道。你没事儿别老玩这玩意，都特么快被你玩包浆了。啥事儿啊？说说，让我也乐呵乐呵。王磊笑道。去健身房办张卡。马青漫不经心的道。办卡？你要锻炼啊？王磊匪夷所思的看着马青。不然顶不住。马青淡淡的道。呵呵。王磊上上下下打量着马青，鄙夷的道。你小子能练明白吗？以前练过。马青平静的道。啊？王磊惊奇的道。没听你说过呀。啊，那都是初中的事儿了，到大学就不练了。马青道。这时候马青收拾完了，他穿上外套就往出走。哎，马青想起来了什么，又折了回来。对了，马青一边整理西装，一边问道。你跟你爷爷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王磊一听这话，立马警惕了起来。他严肃的道。我可告诉你了哈，你别惦记我爷爷的酒。上次我给你偷我爷爷酿的酒，让我爷爷一顿踹，这次说啥也不好使了。哎呀，不是酒的事儿。马青没好气的道。你就说你爷爷教你那个叫什么就完了。八极拳。王磊道。你问这个干什么？能打过空手道不？马青问。王磊一听这话，不屑的笑了。兄弟，我跟你讲。王磊竖起大拇指，指着后面老家的方向，神气十足的道。虽然这东西没有玄幻小说里面那么玄乎，但这东西可是真功夫，空手道啥的根本不是对手，就国内会这个的没几个，我爷爷算一个。我爷爷可说了，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拳定乾坤。我爷爷说。停！马青赶紧叫停。他知道王磊说起这玩意没个完，你就说我能不能练吧。马青不耐烦的道。王磊上上下下打量着马青，那老脸耷拉着，像是看待命不久矣的病人。你白费，这东西得从小练，慢功夫。王磊道。行了，当我没问。马青没好气的道。走了。说罢，马青推门而去。关门的时候，他又停了一脚，酝酿了好半天。马青脸上挤出难为情的笑容。那个，你爷爷的酒。王磊一听，眼珠子一瞪，骂道。滚！赶紧滚！打车滚！马青关上门，跑没影了。
接下来的3个月的时间里，马青为了在柳依面前有还手之力，进行了严苛的训练。每日清晨，马青早起，洗漱、营养餐，然后等待南一从阳台那边跳过来。接着，马青拿着狗绳，带着南一出去晨跑。阳台上的柳依俯视着楼下热身的马青，满脸疑惑：搞什么？这么起劲？不过，柳依倒也没有在意什么，有人帮他遛狗，倒也谈不上是一件什么坏事。以前他为了工作，倒是想找人帮他遛狗了，但问题是南一都不喜欢。如今马青是个例外，似乎南一很喜欢马青。小区里的大爷大妈见得每天元气满满的马青，不禁被马青的活力感染到了。青儿这么早啊？又跑步呢啊？马青洗面相迎，礼貌的道：大爷早啊。1个星期过去了，马青越起越早，最后等南一都等得不耐烦了。这天，马青按响柳依家的门铃，柳依开门，不耐烦地看着马青，这才几点。柳依冷声道：南一呢？马青问。睡觉呢。柳依没好气的道。睡觉？马青急切的道。赶紧喊起来，睡个鸡毛觉！马青，你是不是有病？柳依指了指手腕上的时间，呵斥道：你也不看看现在才几点？小区里有几个人这么早起来的？生时何必久睡，死后必定长眠。你就说你喊不喊他就完了。马青不耐烦的道。有病！柳依瞪了一眼马青，说罢就要关门。马青见得柳依要关门，大惊，这还得了？记得那会儿自己在家睡觉，然后南一从阳台那边跳过来折腾自己，这会儿他想睡觉，怎么可能？哎！马青一把拽住了门框，你不喊，我去喊。说着，马青直接就挤进屋子了。柳依没拦住他，看着马青大摇大摆地走进自己家中，柳依怒发冲冠：马青，你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毛病？谁？马青冷眼看向柳依，气急败坏的道：咱俩谁有毛病？吼！马青逼近柳依，指责道：我睡觉的时候，南一过来骚扰我，说啥都不让我睡觉，非得让我带他出去玩。怎么？这会儿我想带他出去玩，你又不让？你怎么这么双标呢？南一在睡觉。柳依吼道：他今天不想出去玩。不玩？马青冷笑道：不玩还不行了呢，老子还真就杠上这事儿了。说罢，马青直接走进客厅，走到南一身前，一顿扒拉。南一，别睡了，出去玩，赶紧的，睡鸡毛！好一顿扒拉，南一终于被扒拉醒了。本来是有起床气的，刚要发脾气，见得眼前是马青，这算是舔了舔鼻子，没声音了。马青把狗绳系在南一脖子上，牵着他就往出走。走，遛弯去！马青牵着南一走出柳依家，柳依气呼呼地看着马青，呵斥道：马青，你就是个神经病！马青也不与其争辩什么，偏头投之狡猾的笑容。马青带着南一来到楼下，马青在一旁热身，南一似乎没有睡好，慵懒地打着哈欠。柳依就在楼上的阳台上，抱着肩膀，冷眼盯视着楼下正在热身的马青。热身完毕，马青牵起狗绳，南一，南一，汪！不仔细听，还真就听不出来什么。不过细品不难发现，今天的南一叫声并没有往日那般有活力。马青望着天边刚刚升起的太阳，沉了一口气，冲了出去。柳依望着日出方向那渐渐淡远的马青身影，神经病！柳依骂道。天亮，马青起床带着南一晨跑。天黑，马青跑到健身房进行训练。回家，马青带着大哥和南一去草坪上玩。一天下来，可谓满满登登，忙得不亦乐乎。日复一日，时间一晃，2周的时间过去了。柳依终于意识到事态可能有点不对劲儿，因为南一瘦了79，南一哀嚎，这逼太能跑了。这日天色刚蒙蒙亮，太阳并未完全升起，月亮并未完全落下，两者都有余晖。马青按响柳依家的门铃，柳依打开门，不耐烦地看着马青：你是不是有毛病？少废话！马青已经开始原地热身了，他淡淡的道：到点了。南一瘦了。柳依咬牙切齿地盯视着马青：没事儿，当初他遛我的时候，我也瘦了。马青漫不经心的道：南一能和你比吗？柳依吼道。马青低头琢磨了一番，赞同的点了点头，道：也是，我怎么能跟狗子比呢？这么地吧，我看看南一状况。马青道：不用你看，你该干什么该什么去，以后不用你陪南一玩。柳依气急败坏的道。马青看着柳依气鼓鼓的模样，心里别提有多舒服了。心里暗爽确实是真的，但表面上还是不能表现出来的。
因为这仅仅是刚刚开始，好戏还在后头呢。哎呦，马青一脸伤感的看着柳一，担心的问道：“南一没事吧？你说呢？”柳一阴狠的看着马青，则马青以拳击掌道：“这事儿弄的，人没事儿，狗子日益憔悴。柳一发现这个马青好像就是在故意气他。你这么的马青有了主意，道：“你让我看看他，好歹狗子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这些日子他成天陪我玩，这事儿弄得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都说了，不用你看，你赶紧滚，行吗？”柳一气急败坏的道：“哎呀，客气啥？没事儿。”马青没好气的道。语出同时，马青大大咧咧的就挤了进去。柳一拼了命的把马青往出推，只是让他感到奇怪的是，马青的力量好像见长了，身体出奇的结实，最主要的是他挤进来看起来根本没有费多大的力气。马青，柳一指着门外喝道：“我让你进来了吗？我看看南一。”然后就走。马青笑道：“都说了，不用你看。”柳一吼道。柳一都快被这个无赖气得浑身直哆嗦。都说多少遍了，不用你看的，你厚着脸皮进来干什么呀？马青走进客厅，不等他走到南一身前，南一见到马青本人，眼珠子一瞪，嗷的一嗓子哀嚎，他屁滚尿流的跑到柳一身边，抱着柳一的大腿瑟瑟发抖的看着马青。马青嘿嘿一笑，不怀好意的看着南一道：“南一，我带你出去遛弯好不好？”南一的叫声都破音了，拼了命的抱着柳一，那两条后腿拼了命的蹬。喜感的是，地板很滑，爪子在地板上一直打滑。虽然狗子不会说话，但那惊悚的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这个逼体力日益见长，现在跑得越来越快，老子跟不上他了。跟不上也就跟不上呗，你自己跑就完了，你倒是让我回家呀！不得，老子跑不动了，这老毕非得拽着自己跑，这特么的谁能顶得住？柳一看南一被吓成这样，心疼的不行。马青，柳一沉了一口气，冰冷的看着马青：“你要点脸行吗？你恶心我就算了，你还恶心我的南一，生分了，生分了，生分了！”不是。马青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嗔怪道：“你欺负我也就算了，你家狗子不也欺负我吗？你！”柳一气结。马青，柳一呵斥道：“你就是个无赖！”哈哈哈哈！马青乐得直拍大腿。马青心里别提有多爽了，向来柳一看不过就动手打人，如今气的只有骂人的份儿。最主要的是，柳一这么个大美女还是要脸的。这句“你就是个无赖”估计是柳一能骂出来最难听的一句话了。可是仅凭一句“你就是一个无赖”，怎能发泄柳一内心的不满？你再笑一个我看看！柳一喝道。嗨，马青举拳轻咳，赶紧收起笑容。其实吧，这事儿你也不能赖我呀，我也是好心帮你遛狗不是？马青无辜的道。再说了，你自己家的狗子，你自己不遛，非得让他追我玩，这会儿瘦了，你怪谁？你！柳一气呼呼的道。马青，你少跟我假惺惺的，肯定是你逼着南一跑，不然南一能瘦？那……马青眼珠子一转，阴阳怪气的道：“那谁知道了？你问问南一，他会说话吗？”柳一嘶吼道：“你都知道他不会说话，我哪里知道他想不想跑？既然出去遛弯了，就带他跑呗。”马青漫不经心的道。你！柳一气的直咬牙根子，他指着门外喝道：“你给我滚！”切！马青撅着嘴淡淡的道：“好心当驴肝肺子。”说罢，马青像一只螃蟹似的嚣张的走出柳一家。柳一狠狠地瞪了一眼马青，冷哼一声，砰的一声把门摔上了。这门一关，马青哈哈大笑，乐得前仰后合。马青竖起兰花指，没好气的一打，用一种娘娘腔道：“马青，南一瘦了。”哈哈哈哈哈！没有南一作伴，还别说，马青这心里多多少少还有点不得劲儿呢。不过马青知道当前训练不能停，于是开始在楼下热身。热身完毕，马青直接跑出小区，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个小时后的事儿了。马青抱着一大堆好吃的，按响柳一家的门铃。柳一打开家门，不耐烦的道：“你又要干什么？”啊！马青挠了挠头，难为情的道：“是这样，我合计南一不是瘦了吗？我路过好朋友家的宠物店，顺道给他买点营养品。”柳一一听这话，秀眉一皱，按照他对马青这个尿性的了解，这里面绝对有事儿跟着。但眼下看着马青带着诚意来的，确实不好说什么。谢了，不用，你给你家大哥吃吧。柳一淡淡的道。
马青一看柳一要关门，赶紧把住了门。哎，别啊，大哥有的是，我这是特意给南一买的。马青笑道。不用。柳一可劲儿的推门，俏脸憋了个通红。然而马青的臂膀就像钢筋一般焊在门框上一样，任凭柳一怎么推，这门愣是纹丝不动。柳一一边咬牙推着门，一边看着一脸云淡风轻的马青，心里合计着，这人渣怎么力气这么大。柳一推了老半天，确认自己的力量在马青面前根本不是对手后，索性不关门了。他伸手撩了撩凌乱的秀发，不耐烦的道：你给我走，我现在不想看到你，东西都买了，你看看。马青看了看怀里捧着的狗粮，柳一一看马青赖在这里不走，当即不耐烦的道：那行，东西放着吧。马青一听这话笑了，哎，好的，我看看男一然后就走。马青笑道。初六。马青转进屋子里了。你，柳一气得直跺脚，道：我让你进来了吗？你把东西放门口就行。马青置若罔闻，抱着狗粮就进去了。那男一还在舔地上的牛奶，见得马青来了，吓得一蹦老高，爪子在地板上直打滑。80，马青，你个大变态！马青嘿嘿一笑，把狗粮放在男一的身前。男一看这么多好吃的，心里狐疑着，这尼玛什么情况？好吃的？男一警惕地看了看马青，又看了看狗粮，最终在诱惑与恐惧之间选择了诱惑。他凑到狗粮前，鼻子嗅了嗅。马青赶紧打开狗粮，开始喂男一。男一吃得杠杠香，美滋滋地吃着。马青一边喂男一，一边溺爱地摸着他的绒毛。柳一在马青的身后，抱着肩膀，一脸恶心地看着马青。看着看着，柳一脸的厌恶渐渐消退了几分，因为男一瘦了，他很痛恨马青，心想这一定是马青做的坏，人家男一跑不动了，他非得逼着人家跑，就是为了恶作剧。但眼下见得马青如此溺爱地抚摸着男一的绒毛，再看马青身边那一大堆好吃的，难道他也不是故意的？想到这里，柳一不禁觉得这个马青似乎还有点良心，还知道给男一买好吃的补补身体。如此想来，柳一的脸色稍微好看了几分。然而柳一还是小看了马青。马青这招叫软硬兼施，可谓一招好棋啊。但见马青一脸心疼地看着男一，一边抚摸着他的绒毛，一边轻声道：男一啊，你看看你都瘦了，来来来，多吃点，多吃点。男一不会说话，但从马青的情绪上来看，不难判断这是个好人。好人啊。哎对，多吃肉，多吃肉。马青赶紧把肉干往男一嘴里塞。哎对，多造点儿。没事儿，吃没了我再给你买，不差你钱，你管够造。别停，可劲儿吃，这玩意不吃饱哪有力气跑步。哎对，你就造，吃，好好补身体，赶紧投入训练状态。好狗。柳一这算是明白过来了，感情马青给男一买这么多吃的根本就不是出于良心上的谴责，他是想把男一身体补好，然后继续陪他跑步。马青。柳一从牙缝中挤出来这两个字，马青感觉到身后吹来一股邪风，不禁打了个冷战，一回头就见得柳一已经逼近，巨大的阴影笼罩过来。等等，等下，你这……马青慌张的道：你给我死！柳一喝道。但见柳一一记横扫腿，直奔马青的天灵盖。马青见状，赶紧放下手中的狗粮，瞬间拔地而起，Danger 的一下跳了起来。咻！柳一这记横扫腿直接落空。柳一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柳一没有想到的，虽说自己不可能往死里踢马青，但这脚他知道普通人是不可能躲过去的。可眼前的马青竟然跳起来了，他的腿部瞬间发力这么惊人，因为柳一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的攻击会被马青躲开。这脚落空之后，重心略显不稳，马青弯腰，直接就是一记公主抱。柳一见得这会儿自己竟然被这个人渣抱着，而且他的手竟然还放在自己的腰上，似乎捏了一下。你干什么？柳一喝道。这屋子里边边角角的，磕到了咋整？马青笑道。我还不至于站不稳。柳一呵斥道。你就是故意占我便宜。嘿嘿，马青渐渐一笑，道：你又不是没占过我便宜。你……柳一红着俏脸吼道：马青，你就这么想死？马青见好就收，直接将柳一丢到沙发上，转头就跑。马青自己几斤几两，他心里比谁都有数。如今这才训练2周而已，这次能躲开柳一的攻击，一方面源于柳一根本就没用全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柳一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会躲开他的攻击。
所以自己才会得逞。倘若柳依留了个心眼，这次用全力攻击自己，自己压根就不是人家对手。柳依眼看着马青就要溜走，四下看了看有没有什么能丢的东西，眼下只有遥控器和拖鞋。最终柳依还是选择了拖鞋。平，马青前脚关门逃走，后脚拖鞋就砸在门上。柳依气胸口此起彼伏，骂道：变态！半晌，柳依渐渐冷静了下来，他反复琢磨这事儿，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了。以前马青什么水平，他比谁都清楚，他在自己的面前根本没有招架之力，但就刚刚，他竟然能躲开自己的攻击，可见这段时间他的反应能力以及身体控制能力都有质的变化。仅凭借跑步，柳依觉得不太现实，仅凭跑步的话，应该达不到这种程度的运动能力。想必马青这段时间肯定又进行了其他的训练。想到这里，柳依觉得事情可能不太妙了。嘴碎，马青第一；贱，马青第一；无耻，马青第一。这样集聚所有缺点为一身的人，其实并不可怕，打到他服为止。但可怕的是，这样的人有智谋，又懂得努力，那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日子一天天的过去，马青每天除了晨跑之外，就抱着各种各样的营养品往柳依家跑。经过马青2周的努力，南一的身体被马青硬生生的补上来了。这日，马青再次牵着狗绳带南一去晨跑，刚出门就被柳依拦住了。你干什么？柳依喝道。还能干什么？马青弯腰揉了揉南一的头，笑道：当然陪他出去遛弯呀。不用你遛。柳依冷声道。别啊，好不容易被补上来了。马青笑嘻嘻的道。马青，柳依冷眼看向马青，你是不是变态？哦，马青意味深长的道。柳依指着南一，没好气的道：好不容易南一才胖起来，你还要带他出去跑步？有你这么恶心人的吗？反复恶心啊！我就是这么过来的呀。马青笑道。你，柳依气结，他懒得跟这个变态争辩什么，不耐烦的道：反正不用你遛南一，把狗绳给我。马青笑了笑，让南一叼住狗绳，拍了拍他的背，去楼下等我。南一得令，一路狂跑，瞬间没影。你，柳依没想到南一竟然这么听话。马青上前拍了拍柳依的香肩，老气横秋的道：我说柳依呀，你不懂，捷克狼犬是军用犬种，这东西得练。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又没有男人保护你，就这么一条狗，不得训猛点啊！到时候你让人欺负了，怎么办？是不是？不用你训。柳依气得直跺脚。其实，最让柳依感到生气的不是马青，而是他忽略了南一对马青的喜爱程度。没几天的时间，南一竟然被策反了，这是柳依无法接受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是自己养了好多年的男朋友，忽然背叛自己了，跟别的女人跑了，而且还当着自己的面对别人百依百顺，这谁能接受的了？好啦，马青没好气的道：我懂，你舍不得训他，没关系啊，我帮你啊。哈哈，你，柳依看着贱兮兮的马青，气得说不出话来。你个变态！柳依骂道。咚！柳依贝齿含唇，一脚踢在马青的屁股上。马青纹丝不动，一脸懵逼。什么玩意？马青满哪找什么？啥玩意踢我一脚？马青笑嘻嘻的看着柳依，你看见没？柳依沉了一口气，咬牙又给马青一脚。咚！这脚踢在马青的腿上。马青看着柳依，一脸懵逼，疑惑的眨了眨眼。怎么不疼呢？哈哈哈哈哈！马青拔腿就跑，人已不见，笑声却传遍满走廊。啊！柳依气得直抓头，他抓狂的骂道：马青，你个大变态，大变态，大变态！81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时过半个月，这天，马青站在阳台上喝着乳清蛋白粉，望着远方刚刚升起的太阳，一脸运筹帷幄的模样。不过就是一杯蛋白粉而已，硬生生让马青喝出名贵红酒的既视感。马青看了看天色，淡淡的道：时间差不多了。话音刚落，就听有一道关于爪子抓门的声音，随即南一摇头晃脑的走到阳台上，原地起跳，一弹直接落在马青的身边。马青揉了揉南一的脑瓜，淡淡的道：南一早啊。南一，汪，好狗。马青一脸笑意的看着南一，不得不承认，经过这2个月的训练，南一的身体素质大幅度提升。现在的南一身体机能已经不同于往日，一身腱子肉。南一迫不及待地咬着马青的拖鞋，可劲儿地把他往出拽，似乎已经饥渴难耐了。马青老气横秋地摇了摇头：
宛若智者一般望着前方即将徐徐升起的太阳。男一，男一，马青抿了一口蛋白粉。今天我不出去跑步了，肌肉得休息一天。男一似乎听懂了马青的话，气得直挠地板。男一，马青一脸柔色的看着男一，是时候训练训练你妈了。男一，去，今儿让你妈带你出去玩。男一失落的又跳了回去，紧接着，隔着阳台就能听到关于柳一的声音。男一，你不找那变态玩，黏着我干什么？哎呀，别舔了，别舔了，别舔了。男一，汪汪汪。好啦，知道了，我带你去好了。真是的。身穿睡衣的柳一走到阳台上，不耐烦地看着马青。你今天什么情况？柳一问道。继而看紧马青一脸智者的姿态。有病！柳一骂道。说罢，柳一回屋子里换衣服了。半晌，柳一带着男一走到楼下，他脚踏白色运动鞋，下身穿着紧身运动裤，紧身运动裤将他那修长的美腿勾了出来，上身这则是一件健身女孩子常穿的露脐背心，外面披着一件帽衫。柳一长舒一口气，开始活动筋骨。这次换成马青在楼上俯视着柳一，由上至下的看去，不得不承认，柳一的身材真的是爆炸。正常女孩子瘦成她这个样子，基本上就跟骨瘦如柴没什么区别了。柳一则不然，该瘦的地方瘦，该有肉的地方仍然有肉。啧，马青摇着头。柳一皱眉，知道楼上的马青在看他。让他有反感的是，这马青嘴是真的碎。没一会儿消停的时候，啊！看着此情此景，马青忽然想吟诗一首：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好诗啊！杜甫这首《望岳》描绘了泰山雄伟磅礴的景象，热情赞美了泰山的气势和秀丽景色，流露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只是柳一不管怎么听，都觉得这诗出自马青之口，都觉得怪怪的。骤然，柳一意识到了什么，柳一俏脸一红，赶紧把衣服的拉链拉上，顺势扣上帽衫的帽子。马青！柳一红着俏脸吼道。马青一边优雅的喝着蛋白粉，一边看着楼下的柳一邪笑。都看到了，害羞什么？马青淡淡的道。你，柳一气得直咬牙，那俏模样恨不得将马青丢牙缝里把他磨碎了。马青放下手中的蛋白粉，看着男一，淡淡的道：男一，男一，汪，冲！马青指着前方的路，男一，汪！男一得令，拽着柳一就跑。柳一被这呼来的力道直接扯走了，当即大惊失色。让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2个月没怎么管男一，这男一怎么力量这么大？马青！柳一喊道：你给我等着！柳一被男一拽跑了，他的声音越淡越远。唯有马青望着远方的太阳，优雅的喝着蛋白粉。好诗呀，要不怎么说古代人厉害呢？1个小时后，马青手持毛巾站在楼道里，他看了看腕表上的时间，差不多了。话音刚落，就见得男一拽着柳一跑上楼。男一，哈呲哈呲哈呲。马青抓了一把肉干递给男一，男一美滋滋的吃着。反观柳一，柳一满头大汗，连呼哧带喘的，双手拄着膝盖，小蛮腰说什么也直溜不起来了。莫！马青笑着递给柳一一条毛巾。柳一扬起俏脸，一脸怒色瞪向马青。马青，你……柳一实在想不出什么狠毒的话去骂马青。擦擦汗吧，马青笑道。哼！柳一冷哼一声，一把抢过马青手中的毛巾。禽兽不如！柳一本想狠狠地揍一顿马青，但眼下实在是没有多余的力气了。马青看着柳一使用自己的毛巾，淡淡的笑道：洁癖好了。这时柳一猛地反应过来什么，看着手中的毛巾，频频反胃。哈哈哈哈！马青没好气的笑道：新买的，你看上面标签还没来及撕呢。柳一闻声看了一眼毛巾上的标签，这算是松了一口气。就算如此，柳一仍然没好气的瞪了一眼马青，依旧没有给马青好脸色看的打算。那个，马青挠了挠鼻尖，尴尬的道：你可能误会了。什么误会了？柳一一脸疑惑。我说的是，马青指了指毛巾上的标签，淡淡的道：我指的是标签是新的，毛巾不是。你……柳一一口气没上来，险些背气过去。哈哈哈哈哈！马青咧嘴大笑，赶紧关上门跑了。柳一累得不行，能和马青斗嘴已经是调动体内所有的气力了。人渣，变态，碎嘴子！柳一气呼呼的带着男一回家，路过垃圾桶，他本想将这毛巾丢进垃圾桶里，但他顿住了，想了想，他将毛巾放到鼻尖闻了闻，上面有一股崭新的味道。
马青在骗他，其实这毛巾就是新的，之所以那么说，就是为了恶心他。马青，柳一忽然发现自己完全被马青玩弄于股掌之间，气得这是直抓狂。82还得练啊！时间一晃，又1个月过去了。晨跑结束，马青并未上楼，他觉得自己行了。马青站在楼下，缓缓闭上双眸，酝酿一番：山河无恙，吾辈当自强。生如蝼蚁，当立鸿鹄之志。命似纸薄，应有不屈之心。呼出一口浊气，猛地睁开双眸，气沉丹田。马青对着柳一家的阳台，扯着脖子喊：柳一！楼上的柳一还在吃饭，就听到楼下那个神经病扯着脖子喊自己，当即皱眉，再看眼前的饭菜，顿时没了胃口。啪！柳一将筷子拍在桌上，起身走向卧室的阳台。大清早的，你有毛病啊！柳一骂道。哼哼。马青嘴角勾起自信的微笑，伸出手朝柳一挑衅的勾了勾手指，冷声道：单挑啊，有病！柳一瞪了一眼马青，随即转身就走，懒得理会这个变态。柳一，你看看这是什么？马青拿出手机，把那天备份下来的照片展示给柳一看。柳一出于好奇，就转身看了一眼，虽然隔得很远，但柳一一眼就看出来那是什么。马青，柳一冷眸一眯，用一种嚼着的声音道：你就是纯找死。说罢，柳一转身回屋，换上运动装，直接从楼上杀了下来。马青满脸期待的等候着，见得那边柳一黑着脸朝自己走来，当即双眼一亮：来了来了来了！哈哈哈哈！马青转头就朝那边的草坪跑。今天一雪前耻。马青跑到草坪的正中央，便停住了。柳一见得马青不跑了，渐渐放缓步调。你觉得你行了？柳一冷声道。试试看。马青笑意甚浓。碎嘴子！柳一冷声道。语出同时，柳一冲向马青，待距离马青3米处，柳一直接跃起，一记漂亮的正踢。马青自信地笑了笑，并不躲闪，双臂横在身前。但见柳一这脚直接踹在马青的双臂上，马青纹丝不动，硬生生地卸去柳一脚上踢过来的所有力量。柳一见状，不禁一愣，这脚有一种踢墙面的感觉。2个月的时间，这人身体变得这么结实了吗？嘿嘿，还行吧。马青笑道。哼！柳一皱眉。落地，柳一再次抬起，又是一记360度回旋踢。马青不慌不忙，再次横起臂膀，咚！马青的臂膀直接拦住柳一的腿，柳一的身体也随之顿在了空中。柳一不甘心自己的攻击就这么简单的被马青化解，再次落地，前脚跟进，后拳蓄力，直接就是一记正拳。马青一记后撤步，身子一偏，轻松扭过这一拳。柳一再次跟进，顺势肘击攻击马青的面门。这下马青没有闪开，柳一的肘部击中了马青的鼻子，马青鼻子一酸，唰的一下子眼泪就流下来了。等下！马青慌忙叫停。柳一哪里能给马青喘息的机会，二话不说，再次跟进，一记正踢。马青嘿嘿一笑，顺势抱住柳一的美腿，他一手将柳一的美腿夹在腋下，一手抚摸着柳一的长腿。这腿型真正啊！马青不由得感叹道。你，柳一俏脸一红，呵斥道：你个人渣！柳一借势直接腾空而起，另一条腿直接扫了过去。马青见状，立即松开柳一的腿，一弯腰，再次躲过一劫。似乎柳一已经料到马青能躲得开，他内心早就另有打算。就在马青弯腰之际，柳一直接抓住马青的臂膀。马青感受这熟悉的动作，难道过肩摔？柳一眸中的闪过一道狠芒，灌尽全身的力气，直接就是一记过肩摔。就在柳一即将把马青背过去之际，马青另一条臂膀直接抓住柳一的小腿，双脚宛若生根了一般，死死地站住了草坪。柳一一愣，什么？没被动？这怎么可能啊？再看马青时，见得马青脸上挂着狡猾的笑容。这一刻，柳一终于意识到事情可能不太对劲了。西非金笔，就你这小身板，跟我不是一个量级的。马青笑道。说罢，马青沉了一口气，欲将柳一抱起来。柳一见状，大惊失色，这个动作根本不利于发力，他哪来这么大的腰腹力量？眼看着柳一就要被抱起来了，柳一知道这么下去不行，他一狠心，松开马青的胳膊，转身一拳砸在马青的侧腰上。马青吃痛，只能松开柳一。
借此，柳一挣脱马青的魔爪。人渣！柳一喝道。柳一接连4拳轰向马青，马青一一躲闪。在柳一即将轰出第4拳的时候，马青找到了柳一的破绽，机会转瞬即逝，马青直接一拳挥了过去。柳一见得直逼面门的拳头，傻眼了。马青眼看着就要得手，忽然回过神来，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马青收手了，拳头就停在柳一俏脸前的1寸。呼，一股劲风吹醒了柳一的脸庞。柳一愣了1秒，看着马青那张笑盈盈的脸，下意识的一脚踹了过去。咚！马青哎呦的一声，弯腰下去。你真踢啊！马青龇牙咧嘴的道。你，柳一不知所措。不知怎地，柳一忽然觉得自己脑袋乱乱的，完全不知所措。柳一唾弃道：人渣，流氓，碎嘴子，变态，大变态。骂完这些，柳一转头就走了。草坪上，那是柳一靓丽的身影，哪怕是身穿运动服的她的身材依旧是那么的婀娜多姿。清晨的风吹散了她的秀发，她的秀发随风起舞，斜斜的，像是路边的柳枝。柳一贝齿含唇，紧张的攥着衣角，他是后悔的。其实早在马青收手的时候，他就是知道是因为什么。因为马青说过，他不打女人，他不该趁人之危，不该补上那一脚。他内心是忐忑不安的，自己这么做是不是很过分？自己该不该向他道歉？为什么道歉？凭什么道歉？那种人渣，那种流氓，那种碎嘴子，那种变态。可是他收手了，他是生气的，甚至他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气什么。总而言之，就是觉得好气好气。明明就是个人渣，明明就是个流氓，明明就是碎嘴子，明明就是个变态，他为什么要停手啊？人渣就要有人渣的样子啊！你为什么要停手啊？搞什么怜香惜玉？明明就是人渣！他讨厌马青，讨厌那个浑身上下都是缺点的马青。可偏偏就这样的人，也有贯彻到底的优点。因为不想承认马青的优点，他变得更加讨厌马青了。这个人渣！马青捂着肚子，缓了一会儿，终于不疼了。他疲惫地躺在草坪上，整个人呈大字形的躺在草坪上，望着眼前的整片天空，拥抱着整片天空。唉，没能赢，还得练啊。83，男人，打赏加更。1个月后，马青再次来到柳一家楼下，他又双若浊的觉得自己行了。他缓缓双眼，酝酿了一会儿。山河无恙，吾辈当自强。生如蝼蚁，当立鸿鹄之志。命似纸薄，应有不屈之心。咔！猛地睁开双眼，气沉丹田，冲着柳一家暴吼：柳一！楼上，柳一闻声，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这1个月来，算这次，已经是第17次了。他不耐烦地走到阳台上，看着楼下的马青：你是不是有毛病？柳一气呼呼的道：你烦不烦啊？嘿嘿。马青神秘一笑，淡淡的道：我赌你今天 NER 裤是白色的。有病！柳一不耐烦的道，说着就回屋了。这次说什么也不跟他打了，真的烦心，跟狗皮膏药似的，就粘在你身上，切不碎，扯不烂，就围着你，恶心你，一定是白色。马青指着阳台上黑色的 NER 裤道：你就2个颜色的，黑色的洗了。柳一看了一眼还在晾晒的小玩意，叹了一口气，没好气的把他拽了下来。马青见得柳一还不理会他，嘿嘿一笑，笑道：我看过，半透明的。此话一落，柳一再也受不了了，红着俏脸猛地转身。你！柳一也懒得骂了，他看着马青重重的点着头。行，你个碎嘴子！柳一骂骂咧咧的换衣服去了。嘿嘿。马青开开心心的跑向草坪。草坪上，马青负手而立，柳一撸起袖子，咬牙切齿的盯视着马青。碎嘴子！柳一骂道。马青朝柳一勾了勾手指，笑道：来，站，1、2。柳一是真的不想继续揍马青的，这个人根本就打不服，这个人真的能把你逼到那种挨打的人还没怎么着，打人的人已经棘手的地步。但马青总能勾起柳一内心的怒火，变着花的聊闲。柳一沉了一口气，以最快速度冲向马青，他高高跃起，倾尽全身的力气，一记横扫腿扫了过去。马青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缓缓横起臂膀，咚！柳一这脚直接抽在马青那粗壮的臂膀上，力拔山兮气盖世。顺势，马青抓住柳一的脚踝，一拽，
柳一那100斤的娇躯轻飘飘的被他抱在怀中，转了个圈儿，卸掉剩余的威力。但见草坪上，柳一轻柔的飘到马青的怀中，马青抱着他，顺着清风的方向转了个圈儿，最终缓缓稳住身形，像是一片落叶一般，轻轻的吻在草坪上。柳一彻底傻眼了，这个变态竟能如此轻松的化解自己的攻击，仅仅凭借着一条臂膀，伴着清风，柳一从未如此清晰的感受过自己的体重。100斤的重量在这男人面前竟然如同落叶一般，轻的让人感到难以置信。自己倾尽全身力气的一脚，在他面前就像是小女儿对老父亲撒娇一般，他轻松的包容了他的一切。马青抱着柳一，笑盈盈的看着柳一。男人，力量。马青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胸肌，胸肌在柳一的眼前左右跳了跳。硬度，懂。柳一感受着马青怀中的温度，顿时被羞得满脸通红。出于本能的原因，刚好此时柳一又搂抱着马青的脖子，他看着自己竟然搂着这个人渣的脖子，气得都想自刎了。你别抱着我！柳一冷声道。你个大变态，我不抱着你就摔倒啦！马青笑道。说罢，马青轻柔地把柳一放在草坪上，柳一整理了一番衣服，一把抓住马青的胳膊，直接就是过肩摔。然而现在的马青真的不再是以前的马青了，任凭柳一怎样去背他那条胳膊，马青只要稍微一用力，他就背不动。马青看着眼下还在努力的柳一，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弯腰直接把他抱了起来。又是公主抱，柳一大惊失色，他从未感受过自己如此脆弱。马青抱着柳一，笑盈盈的道：这次明白了吗？你。柳一气急败坏的道：你怎么还抱我？你打我的时候，马青嬉皮笑脸的道：你也没告诉我理由呀。你。柳一抓狂的蹬着腿，这时候的柳一还哪里看得出来像是一个练过空手道的高手，那美腿蹬的看起来十分欢快。好一顿挣扎，柳一见得彻底没希望挣脱马青的怀抱，当即也就死心了。马青笑道：怎么消停了？松开我！柳一偏头看着别处，松开你，你可不能再打我了。马青笑道：那你别抱我。柳一冷声道：你打我，我就抱你。马青笑道：你。柳一猛地转过头来，但想了想，妥协道：行，我不打你，你放开我吧。那咱先说好，以后你不仅不能打我，你还得讲理。马青笑道：柳一偏头看向别处，道：我讲理。马青一看柳一气鼓鼓的看向别处，他嘴里那句我讲理听起来是那么的喜感，这不禁给马青逗笑了。马青无奈的摇了摇头，轻柔的把柳一放了下来。放下柳一后，柳一骤然变脸，训斥道：士可杀不可辱，你知不知道我不打女人？马青淡淡的道：那你也不能抱我。柳一喝道：可是我不能总被你欺负。马青笑道：你。柳一扯着白皙的梗子吼道：马青，你以为你是谁？你凭什么抱我？因为我不打女人。马青还是这句话。柳一拗不过马青，气得满脸通红，气呼呼的。柳一一把抓住马青的肩膀，倾尽全身力气连踢9脚。这光就光是光你光抱光我光的光里光有光。同样的草坪，同一片天空，同样的9连踢，不同的是，马青不再疼痛。马青面带微笑的看着柳一，看着他那气得红扑扑的俏脸。柳一踢完，抬头看马青，问道：疼不疼？不疼。马青笑着摇了摇头。啊！柳一气得直抓头。哎呀，气死我了！你这个死变态！说着，柳一气呼呼的走了，那小模样都快被气哭了，就连他自己都没搞懂，为什么要问他疼不疼啊？那明显就是不疼，问出来不更像是自取其辱吗？呀，蠢死了！柳一气得直跺脚，怎么这么烦啊？这个死变态！84神秘的小区，马青看着柳一渐渐走远，不禁觉得有趣。这傻女人估计是真的被气到了，我有什么办法？总不能一直被你揍吧？马青无奈地摊开双手，一脸无辜。再说了，我又不是不让你揍，只是你打不过我了而已。马青的嘟囔的声音并不是很大，但却刚好可以飘入前方柳一的耳中。柳一闻声，杏眼一瞪，猛地回身。马青，你能不能别恶心我？马青哈哈大笑，大大咧咧的上前，一把抱住柳一的香肩。客气啥？这段时间咱俩这顿练，怎么说都算是老朋友了。马青大大咧咧的笑道。
谁跟你老朋友了？柳一气急败坏的耸肩，呵斥道：“别搂我，把你的脏手拿开！”走了走了走了。马青没好气的道：“计较这么多干什么？”语出同时，马青大手捏了捏柳一那瘦弱的却又不失弹性的肩膀。你，柳一狠狠的一脚踩在马青的脚面上，别碰我！哎，对了，马青不痛不痒的，疑惑的问道：“你吃饭没？跟你有关系吗？”柳一呵斥道：“我没吃，要不一起吃个饭？”马青笑道：“你给我滚一边去，我嫌你恶心。”柳一骂道：“吃点什么好呢？”马青琢磨着。啊！柳一彻底受够了，他近乎嘶吼的骂道：“我说要跟你一起吃饭了吗？早晨的话，不能吃油腻，吃个煎蛋吧。”马青淡淡的道。两人走着，两人各聊各的，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这时候，宋奶奶步履蹒跚的迎面走来，见到马青和柳一这对小夫妻，宋奶奶开心的笑了。这么早啊？老宋太太笑道。宋奶奶也早啊，马青笑道。语出同时，马青捏了捏柳一的肩膀，意思是让柳一问好。柳一被马青气得昏头胀脑的，根本没有发现宋奶奶。经过马青的提醒，这才注意到宋奶奶。柳一立即换上一副恬静可人的面孔，他朝宋奶奶礼貌的点了点头。宋奶奶早柳一轻声道。这宋奶奶看着柳一这副优雅端庄的模样，笑在脸上，暖在心里。这姑娘真好啊，宋奶奶笑道。柳一被张被夸，自然不好意思，当即俏脸浮现一层淡淡的红晕。接着，宋奶奶看向马青，原本慈祥的面孔骤然变得严肃了起来。马青，宋奶奶训斥道：“正经点，好好对待人家姑娘，别一天嬉皮笑脸的。”马青闻声，肃然起敬。好，马青严肃的道。见得宋奶奶笑了，马青这才敢笑。哎，宋奶奶打量着马青，嘟囔着：“你好像胖了。”宋奶奶：“我这不是胖了，是壮了。”马青笑道：“壮了。”宋奶奶笑道：“当然。”马青自己的把胳膊上的肌肉展示给宋奶奶看，道：“来，你摸摸，杠杠硬。”宋奶奶捏了捏，拍了拍，开心的笑道：“不错，大小伙子，得有点劲儿，别弄得跟电视剧里那些娘炮似的，看起来娘们唧唧的。必须的，那是必须的臂。”马青又把粗壮的臂膀往宋老太太眼前送了送，道：“来，奶奶，咬一口，老结实了，练的。”去！宋奶奶没好气的骂道，聊两句就没个正经样。马青憨厚的笑了，行了，我去散步了，你们小两口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宋老太太笑道。马青笑道。说着，马青又捏了捏柳一的肩膀，示意他赶紧说点客气的话。柳一当然知道马青是什么意思，没好气的瞪了一眼马青，背地里狠狠的踩了一脚马青的脚面。虽然没说话，但态度很明显了，用你提醒。柳一看着宋奶奶，恭敬的欠身道：“奶奶慢走。”哈哈哈哈哈！宋奶奶笑得嘴都歪了，道：“好啊！”就这样，宋奶奶走远了，走时嘴里还时不时嘟囔着：“这姑娘真俊啊。”宋奶奶前脚一走，柳一俏脸立即愣了下来，他猛地瞪向马青：“把你的爪子拿开，别搂我！”柳一喝道：“哎呀！”马青搂着柳一往前走，神秘兮兮的道：“我跟你讲，这宋老太太可不简单，我生活这里不少年头了，可没见宋老太太得意哪个姑娘，你这是头一个，你把手拿开！”柳一喝道：“你听我把话说完啊！”马青没好气的道。温暖的阳光下，马青搂着柳一走在这小石路上，你不想嫁给你那个未婚夫吧？马青笑道。柳一闻声，秀眉一皱，不说话了。但现阶段，你自己应该也没有什么办法，不是吗？人家对方财大气粗，你父母为了让新鸿集团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只能把你嫁给他，对吧？马青慢条斯理的道。柳一脸色黑了下来，这确实，别说这是爷爷被定下的婚约，哪怕就没有爷爷这层关系，新鸿集团能攀上对方这条大船，自己的父母也巴不得让自己嫁给那男人。至于自己找假男友这事儿，只不过是缓兵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马青指了指身后那老太太，神秘的道：“你可知道她是谁？”谁？柳一疑惑的看向马青，完全忘了这会儿马青还搂着他呢。是谁我不能跟你说，但我能告诉你的是，我去过几次宋老太太家，她家墙面上挂着一枚1等功的徽。马青淡淡的笑道。这柳一一听，吓得大惊失色。而且，你来这里住也不是1天2天的事儿了，想必你也看出来了吧？这个小区根本没有年轻人。马青笑道。
柳一面色凝重，低头陷入了沉思。半晌，他猛地抬头，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马青。你的意思？柳一不敢往下说。没错，马青捏了捏柳一的肩膀，他在他耳根边悄声道：这个小区的每一位老人都不简单。柳一信瞪了个溜圆，满脸震惊地看着马青，一时间都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了。如果不是马青告诉他这些，到现在他都不知道这个小区来头竟然这么大。不过很快，柳一美眸再次浮现寒意。手拿开！柳一冷声喝道：这些跟你抱我有什么关系？怎么没有关系？马青没好气的道：你听我说完啊！我不听，你松开我！柳一喝道：哎呀，你这傻姑娘！马青狠狠地搂着柳一，可劲儿地占她便宜。我刚才说过了吧，宋老太太很得意你，我住这么多年就没见她欣赏过哪个姑娘，你是第一个。就你未婚夫那点事儿，别的我不敢保证，你要不想嫁，宋老太太给你出面，这事儿直接给你平了。你知道我未婚夫是谁吗？你就敢胡说！柳一讥讽道：是谁我不管，我也没兴趣知道，但你要明白的是，你叫她奶奶。她点头了，她就是你奶奶。别说你不想嫁给她，退一步讲，你就说你想嫁给谁，她一句话，她不娶你都不行。马青自信地笑道：柳一。马青斜眼看着心思不对劲的柳一，阴阳怪气的道：一等功啊，宋奶奶回头就是国家，你未婚夫再厉害，也不至于连国家的人的亲属都敢动吧？柳一，你细琢磨琢磨这事儿。马青笑道。柳一俏脸阴阳不定，觉得马青这话有点道理，但问题是自己和宋奶奶不过只有几面之缘而已，他有马青说的那般喜欢自己吗？等下！柳一终于反应了过来，他瞪向马青，喝道：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哪跟你搂我肩膀有关系？马青，哈哈哈哈哈！马青笑得合不上嘴。你给我松开！柳一一边挣扎一边喝道：行了，都到家了，开门吧。马青这算是松开柳一了。柳一厌恶地瞪了一眼马青，随即打开家门。马青见得柳一要关门，赶紧上前道：别关门，这种事儿交给我就好了。柳一看着马青一脸殷勤的贱样，打心里觉得恶心，冷哼一声，不管他了。不过下一秒柳一就后悔了，门的话确实是关上了，但马青却进屋了。你！柳一气呼呼地指着门外，你给我出去！谁让你进来的？85 Abracadabra， 今早走得急，回来的时候忘买早餐了，合计在你这对付一口。马青漫不经心的道：我同意了吗？柳一吼道。马青也不理会柳一，拖鞋穿上米露的拖鞋，直接走进客厅。男一！马青呼唤道。客厅里的男一闻声，屁颠儿屁颠儿的凑到马青跟前，不停的蹭马青的腿。柳一看着马青像是回自己家一般，一点不避讳，气得咬牙冲了上去，二话不说，直接就是一脚。马青连身子都没回，单手抓住柳一的脚踝，顺势直接将他抱了起来。唉，马青无奈的叹了一口气，道：什么时候你能明白呢？柳一见得自己在马青面前没有丝毫胜算的希望时，倔强的偏头看向别处，冷哼了一声，放开我！柳一淡淡的道。你家沙发多少钱？马青问道。7万。柳一不耐烦的道。7万的沙发？马青看了看那其貌不扬的沙发，淡淡的道：应该很软吧？废话！柳一杏眼一瞪。马青点了点头，道：那就好。哟！柳一直接被马青丢了出去。空中，柳一惊着俏脸，满脸不可置信的看着马青，没曾想这个人渣竟然就这么把自己丢出去了，而且还像是丢垃圾一般，落在沙发上。果不其然，7万的沙发就是不一样。柳一在上面弹了又弹，好似被丢到棉花糖里一般，毫发未损，就是秀发彻底乱了。柳一撩起额前的碎发，指着马青骂道：马青，你！马青置若罔闻，直接走进厨房，打开冰箱，看看里头有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柳一光着脚丫就跟了出来。你别动我冰箱，我看看有什么吃的没。马青淡淡的道。你一身臭汗，恶不恶心啊？柳一呵斥道。马青闻声直起身板，一脸迷茫的看着柳一。要不我借你家浴室用用？说罢，马青直接关上冰箱门，直接朝浴室走去。柳一见状大惊失色，龇牙咧嘴的拼了命的把马青往里头推。不许用我浴室！马青太壮了，根本不是柳一这娇小的身躯可以推得动的。只见得
柳一双臂直直地对在马青的胸口上，曼妙的身躯倾斜地把马青往出推。无济于事的是，马青压根就没把柳一这100斤的小体重当成一码事儿，笔直的前行，硬生生地推着柳一那娇小的身躯走出厨房，像是一只猩猩推走一只可爱的小鹿一般，场面看起来十分喜感。洗澡了。马青走进柳一家的浴室。啊！柳一尖叫，吼道：“马青，你不许用我浴室！我脱衣服了。”马青慵懒的道。柳一灵机一动，冷声道：“行，你脱吧，我就在这。你要是能洗下去，你就洗，反正我是不怕。你又不是没看过。”马青无所谓的道。说罢，马青连最基本的犹豫都没有，直接脱裤子了。脱完裤子，马青傻眼了，柳一也傻眼了。马青没想到这个柳一真敢看，这要是放其他小姑娘，早就被羞得跑没影了。柳一没想到这个马青真敢脱，好歹面前还站着一位女士，你得多不要脸，说脱就脱。马青，柳一，1秒，2秒，3秒，你他妈真敢看啊！马青骂道。谁知道你真脱啊！柳一同样骂道。一时间，两个人都尴尬在了原地。柳一想，这怎么办？走，那他不就用自己浴室了吗？马青想，这特么怎么弄？裤子提上，没用了呀，人家都特么看光了。提上了，这不明显怯场了吗？人家女孩子都没怎么地呢，自己这边难为情了。酝酿片刻，马青一咬牙，特么的，洗，反正早就被他看过了，也不差这一次了。打定好主意，马青继续脱衣服，一边脱着衣服，一边看着眼前这些瓶瓶罐罐，这些都是什么啊？马青疑惑的道：“你们女人洗澡要用这么多东西，你真洗啊？”柳一没好气的道：“废话。”马青没好气的瞪了一眼柳一，裤子都脱了，你让我提上，你恶不恶心啊？柳一呵斥道。还行。马青拿起一个类似洗发膏的瓶子，漫不经心的道：“你恶心就好，不用考虑我。”你，柳一气结。柳一想了想，沉了一口气，他慵懒地抱着肩膀，半依靠在门边，就这么看着。他不信他能好意思洗下去，不过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着。但此时他开始打量着马青的身体，发达的胸肌，整齐且棱角分明的腹肌，就连鲨鱼肌都有，滚圆的肩膀，一大块肌肉扣在马青的肩膀上，导致马青的肩膀看起来更宽厚了。滚圆的肩膀下来就是粗壮的臂膀，爆炸似的背部肌肉，从上直接拉到腰部，背部稍微炸开，直接呈现夸张的倒三角。柳一看着马青这宛若钢铁灌注的身体，秀眉紧皱，他觉得自己打不过马青不是偶然，看他这个身体，自己已经无法对他造成任何伤害了。让柳一实在看不懂的是，马青这到底是不是正常人？正常人自己被揍了，要么报警，要么就躲着走，他偏偏不得，非得跟你正面刚，直到把你刚输。变态的思维，变态，大变态，研究啥呢？马青看了一眼柳一，变态。柳一不耐烦的道：“哦。”马青剑眉一跳，他误会了，我也觉得变态，太有男人味了我，恶心。柳一鄙夷的看着马青。哎，对了，马青看着手中的洗头膏，淡淡的道：“你家这洗发水怎么不起沫啊？”那不是洗发水。柳一冷声道：“那是沐浴露。”哦，马青嘟囔着，原来如此。马青又看到一个跟洗发水一个包装的瓶子，问道：“这玩意是啥？”身体乳。柳一耐着性子道。马青看着眼前的瓶瓶罐罐，嘟囔着：“你们女人洗澡真麻烦啊，我就一个洗头膏，从头洗到脚，全身用。”哈哈，神经病。柳一不耐烦的道：“赶紧洗。”马青想了想，既然都来了，就按柳一的程序洗一遍，体验体验。打上香皂，他就开始用浴花往身上擦沫沫，这香皂就打身上。马青眼睛骤然一亮，满脸不可思议的看向柳一：“哎，我财阀用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啊，这玩意凉飕飕的呢还。”哈哈哈哈。啧。柳一不耐烦的闭上了美眸，实在懒得看马青。马青按照柳一的洗澡程序开始洗澡，洗澡挺无聊的，于是马青就打开手机中的音乐，音乐起，浴室里响起性感的音乐。马青一听这首 Abracadabra， 瞬间一愣，这个曲子，音乐走起，马青直接带入进去了。这一带入进去了，马青的贱劲儿也就上来了。骤然，马青猛地转身看向柳一，他压低着眸子，用眉骨之间打量着柳一，严肃中带着一丝性感，经典的一张走 T 台模特的表情。马青嘟着性感的嘴唇，看着柳一，沉声道：“准备。”伴随着音乐节奏，
摸腿下，马青一甩头，露出自己性感的大腿，摸着大腿就弯下腰去，甩头起，咔！马青的猛地甩头，头发上的泡沫散落满浴室，伴随着妖媚的甩头，马青又性感的站了起来。柳一有些看不下去了，有点太恶心了。音乐还在继续，节奏还在继续。下蹲，马青两腿一叉，缓缓蹲了下去，收腿。马青收腿，他腰摸腿起，马青撅着性感的翘臀，摸着大腿，这就站了起来。柳一，柳一有些不忍直视了，这画面太辣眼睛了。反观马青，他根本不在乎柳一的想法，他乐于其中，就像是当年自己刚回国学中文一样，中文讲得好不好不关紧要，必须开口讲中文，就算中文讲得再差，难受的也不是自己，只要尴尬的不是自己，那么尴尬的就是别人。马青无所畏惧，最辣眼睛的一幕出现了，摆胯同时右手绕头摸，马青那健硕的胯部被他扭的，谁看谁难受。不仅如此，马青在摆胯的同时，右手性感撩起，把他身体那曼妙的曲线给摸了出来，转圈摆胯，前指摆胯，抱头摆胯。柳一看不下去了，这还没吃饭呢，都开始往上翻酸水。不是柳一想离开这个浴室，本着恶心马青的想法待在这里，未成想自己被恶心了。倘若柳一能挺住，他都不会走的。问题是，一个肌肉男在你面前整这个，是真的难顶。柳一捂着胸脯，摆了摆手。柳一弯着腰，跑进卧室找垃圾袋去了。柳一趴在垃圾桶前，说什么也起不来了。只要一想到方才马青热舞的画面，86，隔壁的泰山，好不容易的，这首 Abracadabra 终于算是结束了。柳一漱了漱口，这算是长舒一口气。柳一这才刚长舒一口气，下一首歌曲就开始了。歌曲名字是《隔壁泰山》。正在洗澡的马青一听这个前奏，隔壁泰山，这歌好啊。马青闭着眼睛洗澡，伴随着前奏，马青富有节奏的点着头。前奏结束，马青双手握着玉花，嗷的一嗓子出去了。我转音，地姑娘，火辣辣，火辣辣。伴奏，喔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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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外头的柳一被马青这呼来的一嗓子吓一大跳，险些水杯没拿住。这是什么歌啊？这都啥玩意啊？这啥曲调啊？迷人的大眼睛，嘴角边的酒窝，你的美貌。转音，让我神魂颠倒。伴奏，倒倒倒倒，回音重复。干净的白衬衫，紧身的牛仔裤，撒浪嘿哟。转音，我的心砰砰乱跳。Hero 4.02 Hero， 偏偏爱上了邻家隔壁 girl。柳一听不下去了，一方面是马青这五音不全，一嗓子出去，破音3、4次，听他唱歌属实遭罪。另一方面，这都是什么歌词啊？怎么就偏偏爱上邻家隔壁的 girl 了呀？柳一直接起身，猛地推开浴室的门。你，柳一喝道。马青捧着玉花，深情翻唱。我是隔壁的泰山，抓住爱情的藤蔓，听我说注意4个节拍。你是美丽的珍妮，牵着我的手去浪迹天涯注意4个节拍。唱着歌，马青满脸深情地朝柳一伸出手，试图让柳一牵住他的手。柳一还没讲话，就见得马青给自己上演这么一出戏，当即恶心的不行。最让柳一不能接受的是，不偏不正，自己的英文名字刚好就叫珍妮。瞬间，柳一心态炸裂，这是什么歌啊？柳一再次干呕，又跑出去了。歌声还在继续。学泰山爬树，把脚给崴了；和动物交流，被狗给咬了。遍体鳞伤是爱你的代价的话。OK， 我只能忍了。柳一，我是隔壁的泰山，抓住爱情的藤蔓，听我说注意4个节拍。客厅的男一也听到了马青的歌声，不禁也跟着开始吼了起来。男一，注意4个节拍。柳一杏眼一瞪，猛地看向男一，呵斥道：“你跟着起什么哄？”男一，短小无力的发音。柳一没好气的瞪了一眼男一：“你是美丽的珍妮，牵着我的手去浪迹天涯。注意4个节拍。柳一闻声，抱着垃圾桶就是一顿呕。半晌，马青终于洗完澡了。他一边擦拭着湿漉漉的头发，一边走出浴室。没做饭啊？马青淡淡的道。没做。
柳一皱着眉头，行吧。马青叹了一口气，转身走进厨房。马青打开冰箱，从里面拿出来2袋牛奶和2个鸡蛋，握着鸡蛋，在碗边一颗，一掰，蛋汁拉着线而洒进碗中，拿起筷子，咔咔咔一顿搅，全部打散，倒入5毫升的牛奶，撒上些许盐，再次搅匀，平，点火，静待黄油溶解，倒入之前准备好的鸡蛋，半凝固，翻面。坐在客厅的柳一还在琢磨着这个马青什么时候能走。过了一会儿，一缕香味从厨房中飘了进来，柳一努起精致的鼻子嗅了嗅，秀眉顿时舒展开来，这也太香了吧。处于好奇心，柳一起身悄悄走到厨房，本来是偷偷摸摸的，不料被马青发现了。柳一直起鬼鬼祟祟的腰，抱着肩膀，换上一副不耐烦的面孔，你赶紧离开我家。柳一冷声道，话是这么说着，但他的冷眸子却时不时地瞟一眼那散发奶香的鸡蛋上。香吧？马青笑道。下意识的，柳一了一声，而后反应过来自己说漏嘴了。你赶紧出去。柳一红着俏脸。马青端着2盘鸡蛋，淡淡的道，吃饭了？我让你用我家餐具了吗？柳一跟了上去。马青置若罔闻，直接坐在餐桌上，自己先吃了起来。呼啊呼啊，马青嘶嘶哈哈的道，好烫。柳一见得马青吃的这么香，不禁被马青做的鸡蛋所吸引了，一时间倒是把赶走马青的事儿抛到了脑后。你瞅啥呢呀？马青没好气的道，你做的这玩意。柳一眼馋的看了一眼那鸡蛋，却仍然嘴硬的道，是给人吃的吗？话是这么说着，柳一身体却诚实的坐了下来，他面色凝重的看着眼前的鸡蛋、面包、牛奶，没有动筷子的意思。我不管你了。马青没好气的道，你爱吃不吃，反正我吃完饭得去上班了。说罢，马青筷子夹起鸡蛋，3口1个鸡蛋，4口1个面包，这早饭几秒钟就吃完了，剩下一杯牛奶。马青慵懒的坐在椅子上，敲着2郎腿，美滋滋的喝着牛奶。吃完饭你不走，你还在这干什么？柳一冷声道。马青看了看手中的牛奶，淡淡的道，牛奶还没喝完啊，赶紧喝。柳一没好气的道，催什么催？牛奶得顺顺肠道。你懂个屁。马青道，少废话，赶紧喝。柳一喝道。切马青没好气的瞪了一眼，杯子一抬，一仰脖，牛奶下肚，好心给你做个早饭，不道谢也就算了，凶什么凶？马青没好气的道。走了，赶紧走。柳一不耐烦的道，看见你就恶心。马青起身拍拍屁股走了。柳一见得马青走了，俏脸渐渐恢复一丝暖色，他半起身看了一眼门口的位置，确认马青在穿鞋后，他又赶紧坐了回来，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鸡蛋，小心翼翼地放入口中，细细地咀嚼一番。柳一美眸一亮，表情渐渐变得幸福，试吃了一口，这鸡蛋的味道已经超乎柳一的想象。柳一小嘴儿没好气的一撅，嘟囔着，这死变态竟然能做出这么好吃的鸡蛋，怎么做的？想了想，柳一没好气的再次将鸡蛋丢入口中，一边咀嚼一边嘟囔道，谁管他，不吃白不吃。那个死变态。南一也被鸡蛋的香味所吸引，他跑到柳一的身边，爪子不停地够柳一的大腿，试图爬上去。要吃吗？柳一淡淡的道。南一，呜呜。柳一夹了一块鸡蛋，递到南一的专用的饭盆中，一人一狗，幸福地吃着马青做的鸡蛋。柳一美滋滋的吃着鸡蛋，桌子底下的美腿不禁踢着幸福的节奏。这时候，马青的头忽然探了出来。那个，我忘了。马青道。话音未落，马青被眼前的一幕所惊呆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那个柳一，那个冷漠的女人，那个宛若冰山的女人，竟然像是个开心的孩子一样踢着脚尖。这一瞬，呆住的不仅仅是马青，还有在吃鸡蛋的柳一。他知道马青这一刻出现意味着什么。那俏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下去，甚至蔓延到耳根。恼羞成怒的柳一愤怒的起身，当着马青的面儿把鸡蛋丢到南一的饭盆中。什么东西，真难吃！呸呸呸！柳一红着脸，不知所措的站在那里，根本不敢看马青。他是忐忑不安的，他紧张的攥起了衣角。完了，这个变态都看到了，他一定会羞辱我，好后悔。他明明只是穿鞋子而已，还没有走呢，自己怎么能吃他做的东西呢？还有，吃就吃嘛，为什么要踢脚尖啊？为什么啊？他就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意外的是，马青并没有嘲笑他。那个，我是想问，一会儿我能坐你的车去上班吗？
马青笑道：“想得美。”柳依呵斥道：“啊！”马青挠了挠鼻尖，讪讪的笑道：“刚才遇到了点事儿，你就是让我做，我可能也做不了了。”说罢，马青转身走了。听到关门的声音，柳依还是不放心，跟了出去，确认门口再无马青的身影后，柳依这才回到客厅，看了一眼男一，他正看着柳依舔着他那鼻子，舔去鼻尖残留的余香。柳依气得一跺脚，没好气的骂道：“死变态！”如果说之前的死变态是指马青的性格的话，这次就有些不一样了。他在骂马青为什么可以把鸡蛋做得那么好吃。死变态。87财阀的味道。这天马青迟到了，按照规矩，马青被扣奖金4倍。马青没说什么，也不在乎，反正也不差这仨瓜俩枣的。他坐在办公室里，双手托在脑后，躺在椅子上，望着天花板，满脑子就想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他那修长的美腿欢快地踢在空中，他手持着筷子，筷子被他高举在半空中，他嘴里塞满了鸡蛋，脸蛋鼓鼓的，浓浓的奶香充盈的他露出幸福的笑容。马青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心想这也不是他所认识的那个冰山总裁啊。当他发现自己的时候，其实自己都没觉得这有什么，不过是见到柳依不一样的一面罢了，也就仅此而已。但他似乎并不这样想，这可能是他埋藏心底的一个小秘密，被人发现了，慌乱的不行，俏脸瞬间就红了个透。他的脸红的好快啊，一下子就蔓延到耳根了。他像是一只受到惊慌的小鹿一般，恼羞成怒的在原地直打转转。虽然自己被他骂了，自己做给他的鸡蛋又被他丢了，但他恼羞成怒的样子看起来真的好可爱，他欢快的踢脚尖的模样看起来真的好干净，好纯洁。马青心想，或许曾经的自己和他一样吧，别人看起来很强大，实则懦弱的不行。别说表白了，哪怕是看到尤红一眼就会脸红，跟人家讲话目光也是躲闪的，支支吾吾的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喜欢是藏不住的，哪怕是眼，爱意都会从你眼睛中流出来。不像是情场上的高手，服装、发型、表情、谈吐，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包装好了，没有那么多的纯粹，一切的一切都是运筹帷幄的。这哪里像是谈恋爱，这分明就是谈买卖。那时的马青就是这么的纯粹，没有那么多的经验，没有那么多的假。而尤红的一句我们就是玩玩而已，把马青改造成了现在无懈可击的怪物。此后马青的眼中的女人都一样，说什么好白菜都被猪拱了。时代不同了，现在的白菜外表光鲜艳丽，可能是被激素打的，搞不好里面还烂层，这谁说的准？但见到柳依的时候，马青忽然发现自己的世界又干净了起来。别的白菜都是光鲜艳丽，里头烂层，而他不同，他看起来不近人情又冷漠，实则里面包裹着一颗可爱的心。被人看到了就会生气，就会恼羞成怒，看起来挺离谱的。不过细想想，觉得这也情有可原。那么干净的一面，怎么能轻易展示给别人看呢？谁知道是不是坏蛋啊？哎呀，马青长叹。他起身拉开抽屉，看了看里面的保温饭盒。走。马青拿起饭盒，起身撩闲去。马青来到柳依的办公室门前，吱油。马青轻轻地推开门，脑瓜子悄悄地探了进去。刘总，马青悄咪咪的道。柳依正在啃面包，他躲在办公桌的后头，双手捧着面包，见得马青来了，瞬间愣在了那里。你怎么不敲门？柳依骂道。哟！马青一拍脑门，道：抱歉，忘了关上门。马青指关节敲了敲门，静后几秒钟，办公室里传来柳依冷漠的声音：进。马青推门而进，嬉皮笑脸的看着柳依。柳，话音未落，马青噗呲的一声笑了出来，因为他看到柳依的脸蛋上挂着面包碎末，尽管眸子是冰冷彻骨的，但却丝毫不影响喜感，看起来蛮可爱的。你笑什么？柳依呵斥道。马青指了指柳依的脸蛋，道：你的脸？我脸怎么了？柳依伸手抹了一把，发现什么都没有。你骗我！柳依冷声道。马青凝视着柳依的脸蛋，小心翼翼地伸出手。你……柳依见得马青这个变态要摸自己的脸，瞬间慌乱了。你干什么？别动！马青道。别碰我！柳依伸手就要打飞马青的手，马青伸出另一只手，猛地抓住柳依的那白皙的玉手，轻轻的，小心翼翼的，马青把柳依脸蛋上的面包沫取了下来。沫！马青笑道。面包渣！你……
柳一满脸羞红，别碰我！哈哈哈哈！马青贱兮兮的笑道：“是洁癖吗？别恶心我！”柳一不耐烦的道。哈哈哈哈！马青开心的笑道：“还有更恶心的，要看吗？”柳一闻声，立即抱住了胸口，一脸谨慎的看着马青：“你要干什么？我告诉你，这里是办公室，那里有监控的，你不能在这里碰我。”马青嘿嘿一笑，当着柳一的面儿，缓缓的把那面包渣往自己嘴边送。柳一见状，大惊失色：“你不行！”柳一直接站了起来，抓向马青手中的面包渣：“你别！”哎！马青一下子闪开，指着柳一，严肃的道：“你自己说的，这里可是有监控的，你一个总裁跟我摸摸搜搜的，这可不好看吧？”柳一气得俏脸通红，他跺着脚，急声道：“马青，算我求你了，你别恶心我行吗？当初你揍我的时候，我求你也不管用啊！”马青笑盈盈的道：“那是因为你老撩我。”柳一气结，哈哈哈哈！马青开怀大笑。而后，马青看着柳一，探出舌头，舔走之间的面包渣。马青品味着，点了点头，道：“不错，财阀的味道啊！”柳一彻底抓狂了，他指着门外，喝道：“你给我出去！洁癖好点没？”马青笑道：“你给我出去，我不想看到你。”柳一呵斥道。马青看着气急败坏的柳一，以前经常被揍的时候害怕还来不及呢，根本没有心思去欣赏她的美。如今自己皮糙肉厚的耐揍了，当自己用高维的角度去看柳一的时候，忽然发现这女人生气的样子其实蛮可爱的，小脸红扑扑的。给你个小礼物。马青淡淡的笑道：“我不要你礼物，你别恶心我就行。”柳一气呼呼的道：“给！”马青露出洁白的牙齿，笑盈盈的把饭盒递了过去。柳一一看这饭盒，稍有一愣。马青挠了挠脑瓜，慢条斯理的解释道：“我又做了一份鸡蛋。”你……柳一俏脸更红了。不过，马青赶紧补充道：“你不是没吃饭药，老吃面包对身体不好，如果不嫌弃，你就吃鸡蛋吧。”我不爱吃。柳一恼羞成怒的道。话音未落，马青再次打断柳一的后文：“我知道。”马青笑盈盈的道：“凑合一口吧，总比面包强。如果实在不爱吃，回去给男一，他好像挺爱吃的，总比丢了浪费要好。粮食挺珍贵的，88，去买烟去。”米露有一句话是对的，柳一其实并不坏，她就是那种典型的口是心非的女人，不管什么事情她都太要强了，以至于看起来有些矫情。马青聪明的很，根本不给柳一发脾气的机会，上下左右把柳一能说的话都全给堵死了，也算是给柳一一个台阶下。其实马青知道柳一喜欢吃自己做的这个鸡蛋，其实柳一知道马青或许早就看穿了自己的心思，他就是装傻而已。但话被马青说到这份上，自己确实不好推脱。那柳一红着俏脸，偏头看向别处，淡淡的道：“我拿回去给男一吃。”听起来很僵硬的一句话，或许这可能就是柳一最后一丝防线了。马青应声，把饭盒递到柳一的手中。细节的是，马青明明可以把饭盒放在柳一的办公桌上的，但他没有，他非得把饭盒亲手交到柳一手中不可。趁此机会，指尖在他那冰凉的玉手上划那么一下，假装不经意的感受一次他那 Q 弹的肌肤。哇哦！马青嘴巴已成 O 字形，这绝妙的体验真过瘾哦。柳一被碰到了手，宛若触电一般，惊了一下，但考虑到这可能是没法避免的肢体接触，抿了抿唇，没说什么。不过见得马青傻乎乎的站在那里，也不知道在那里回味什么。我要工作了。柳一淡淡的道，言外之意就是你可以走了。马青回过神，笑道：“你忙。”说罢，马青离开柳一的办公室，关上柳一办公室的门。马青拔腿就跑过办公区。王磊见得马青急匆匆的，刚要说话，忽的一道劲风吹过，马青没影了。马青乘坐电梯，一路跑到保安室。马哥，你怎么来了？负责公司安保工作的是一位年轻人。快！马青一手拍在桌面上，气喘吁吁的道：“赶紧！”咋了？这是？年轻人笑道：“总裁办公室监控。”马青道：“总裁办公室监控怎么了？”年轻人疑惑的道。马青长舒一口气，这气儿算是捋顺溜了。总裁办公室调出来。马青急切的道。可是年轻人一脸为难的道：“如果不是特殊情况，这个不准许调的。”哎呀！马青不耐烦的把年轻人拨到一边，道：“我弄。密码多少？”马哥，
年轻人满脸黑线，这我不好办啊。哎呀，哪那么多废话，出事儿我担着。你怕什么？马青没好气的道。哎，考虑马青不是什么坏人。年轻人叹了一口气，无奈的道：450666。哒哒哒哒哒哒，输送密码。打开柳一办公室的监控。年轻人好奇的凑了过去。马哥，你看什么呢？马青见状，赶忙站了起来，身体立即横在屏幕前。去！马青没好气的道：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小孩子，瞎看什么？说罢，马青从兜里拿出来100块钱，道：岗位我给你看着，你去帮我买2包烟回来，1包你自己留着。哈哈，谢谢马哥。年轻人一路小跑没影了。年轻人走了，这一下就剩马青自己了。马青满怀期待的搓着手，操控鼠标，一点，柳一办公室内的画面出来了。办公室中，柳一坐在椅子上，抱着肩膀，皱着眉头，面色凝重的看着眼前的饭盒。是吃还是不吃？吃吧，味道挺好的。刚要伸手，柳一又把手收了回去。他猛地摇头，不，那个变态做的东西肯定恶心，自己怎么能吃他做的鸡蛋呢？柳一一把推开饭盒，抱着肩膀，偏头，不再看眼前美食的诱惑。屏幕前的马青见状，脸色一沉，你他妈真打算喂狗啊？老子特意给你做的呢，男一喜欢吃的话，我可以再做呀。马青指着屏幕的柳一，气急败坏的骂道：就你这种性格，放在以前，第一个饿死的就是你，就你那寿命，你都活不过狗子。哼，不识好人心。马青直接起身，不打算理会这个女人。刚要走，马青又折了回来，他又不甘心的坐在椅子上，抱着肩膀，不耐烦的抖着腿。渐渐的，屏幕中的柳一有些动作了，他犹豫了一下，头又缓缓转向被他推走的饭盒。话说，那个变态说不能浪费粮食的，浪费粮食的话不太好吧？想到这里，柳一又把饭盒拽了回来。马青见状，激动的抱住了屏幕。有戏！柳一这虽然是把饭盒拽回来了，但脸色并不是很好看。他还是不承认马青的手艺，更不能承认自己喜欢吃马青做的鸡蛋。他又想到了男一，要不给他吃吧，这样就不算是浪费粮食了。于是柳一面色艰难地将这饭盒放进抽屉里，过程中柳一还顿了一下，似乎内心挣扎了许久，最后才不甘心地将饭盒放入抽屉里。马青见状，气得差点给屏幕砸了。我特么的，老子做的是毒药啊，至于这么艰难吗？马青看着屏幕中的柳一，满脸不理解，反复地摇着头，让你吃个东西，怎么就这么难啊？屏幕中的柳一拿起钢笔，开始书写。马青见得柳一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当即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这时候，年轻人跑了回来，他手里拿着2盒玉溪。马哥，我回来了。年轻人笑道。马青淡淡的应声，给。年轻人把剩下的零钱递给马青，道：马哥，这是剩下的零钱。马青无精打采的接过零钱，起身准备离去。马哥不坐一会儿了啊？年轻人道。马青回头，挤出一丝艰难的笑容，道：不了，你忙吧。正是马青这一回头，他注意到了屏幕，他看到屏幕中的柳一忽然把钢笔拍在桌面上，他2腿一蹬，转椅带着他打转转，他扶着额头，似乎什么事情让他十分头痛。见得如此，马青眼睛一点点的明亮了起来，心中也渐渐明朗起来。马青激动地走了过去，